人间东荒郡万寿山，一位白衣女子，衣衫不整，娇躯露出大片雪白晶莹的肌肤，引人遐想连篇。江晨目光不得已落在那处起伏动人的曲线上，冰寒羞怒的如玉小脸上一抹诱人红霞，渗透沧浪一声。林希月手中长剑离江晨的喉咙只有1线，美眸杀意凛然，说：“你和那个魔女是不是一伙的？”江晨眼中茫然一闪而逝，我竟然没死。他本是仙界崇明仙王最杰出的弟子，崇明仙王机缘巧合下获得了圣人传承吞天混沌经，却遭受美艳师娘的背叛，从而崇明仙域遭受8大仙界皇者围杀夺宝。仙王临死前将经文交到了江晨手上，盼他能够逃出升天，为他报仇。只是命运不眷，江晨最终被逼入绝境，逼不得已跳入天渊，却不曾想自己不仅没死，还穿越到异界的一个同名青年身上。当时只觉温香软玉在怀，以为在做梦，本能的便做了这种事情。便宜虽然占了，但锅绝对不背。江晨义正辞严：“什么魔女？我一介凡夫，怎么会认识魔女？”林希月点点真元凝于双眸，果然，眼前青年20岁左右的年纪，连凝气境也没有达到。他眼中杀意不减，但凡江晨暴露一丝破绽，他必将其挫骨扬灰。还不承认？你利用邪法掠夺了我1半功力，若非与魔族妖女勾结，你怎会有此机会？江晨虽极力保持冷静，但额头还是冷汗涔涔。我只是路过此地，出现这种情况也非我所愿。再者说，我明明记得当时是你主动的。林希月一愣，顿时回忆起昨晚的一切，天鹅般的美丽脖颈飞上一抹嫣红。她乃是太玄剑宗圣女林希月，凤宗中之命擒拿魔族妖女，在将要胜出之际，却不慎中了妖女的魅魔淫毒。本欲借助山涧水流逼出，却正好遇到了江晨，即便他都难以摆脱魔族淫毒，更何况这个连凝气期都不是的男子了。林希月性子清冷淡漠，也是被这种突发事件乱了方寸。他收起长剑，念你是无心之过，便饶你一命，记住，就当这件事从未发生过。江晨余光瞥到仙子白衣下的血迹，微微呆滞，而后目光诚挚地看向眼前宛若仙子的女人，认真道：“虽是无心之过，但是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我会对你负责的。”林希月美眸一滞，这男子身材颀长，容貌还算英俊，眉宇间更有一股傲气。只可惜天赋境界奇差无比，两人地位差距更是天渊之别，或再无相见之日，或是天意吧。你得了我1半功力，若是大毅力之辈，这些功力或能助你踏上武者大道。而后一阵清风拂过，林希月翩然离去。江晨望着那道倩影消失在天际，有些庆幸又有些失落。这女子并非嗜杀之辈，对方太过强大，若真动了杀意，怕是一个念头自己都会惨死当场。随着记忆融合，江晨思绪渐渐清晰，他已经不在仙界，而是穿越到了另一方世界。这是一个妖魔横行的人间乱世，妖族和魔族万年前撕裂虚空，降临世间。他们以人族为血食，人族武者用血肉筑成城墙，抵御妖魔，用生命争取最后一片生存的天地。即使如此，依旧有源源不断的妖族入侵。时至今日，天下9域仅剩1隅之地，而他是天武城第1高手江烈的儿子。虽天赋奇差，但在父亲江烈的庇护下，生活还算幸福，并与苏家长女苏薇订了婚约。直到5年前，江烈赶赴妖魔战场后，却传来了牺牲的消息。也就从那天起，江晨地位一落千丈，在族中受尽屈辱。自己和爷爷也被赶到江家最偏远破落的一所宅院中。这次老族长分家，为多占家产，一直崇拜钦佩的族中兄长江峰联合苏薇设计骗他到万寿山脉。若不是运气好，江晨早已丧生妖兽口下。或许记忆融合的原因，江晨感同身受。好狠的手段，若非我穿越过来，几乎是必死之局。想到江峰苏薇2人的恶心嘴脸，还有这些年在家族中所受屈辱，一股怒火和恨意涌上心头。只是这天赋也太差了，难怪被人欺辱至此。8岁开始修武，10岁踏入筑体一众，之后整整10年都没有半分进步。他成功坐实了天武城第1废柴的美名。剑出无量，九幽尽灭，大罗仙道功，金仙剑典。江晨试了数门仙界功法，可是这一界连仙气都没有，如何修炼仙法？心中顿时泛起一阵绝望。这种情况，别说重回仙界为师父报仇了，弄不好100年内就得老死。突然他脑海中灵光一现，那个仙子说我吸收了他1半的功力，若真如此，并非没有重新修行的机会。他盘膝而坐，运转真元，异变突起，只见无数符文汇聚，江晨灵石中似开辟了一片奇异世界，神光璀璨，玄奥异常，似演化开天辟地，万物出生。灵石当中一行行神秘玄奥的文字显现，化为一本万丈经书，为首的5个大字熠熠生辉：吞天混沌经。江晨心中狂喜，上一世他天赋悟性超绝，这才被崇明仙王收为弟子，
倾囊相授，当时也曾跟师傅观摩过此经，但用尽各种办法参悟，却毫无进展。难道陨落重修才是打开这部经书的办法？江辰看到经文的玄奥晦涩，心中愈发激动，不愧是引起仙界动乱的圣人功法。经文中每个文字皆为大能雕刻，蕴含无穷大道真意。第一句就震撼的江辰无以复加：世间芸芸众生，皆可为我所用；世间道法神通，皆可为我所得。等继续读下去，江辰却是越来越惊骇，吞噬众生血气为我所用，好霸道的功法，即便前世崇明仙王传授的功法已是仙界顶级，但也难叫其万一。只是如此恐怖霸道的神功，真是古圣人传承，简直颠覆了正常的修行模式。无论在任何世界，可以说天赋决定了一切。有些人得上苍眷顾，生来就高高在上，他们资质逆天，潜力无穷，修行更是一日千里，未来将成掌控一方的强者。而那些生来平庸之辈，即便勤勉修行，终其一生所能达到的极境，甚至不如那些天骄一天所得，何其不公！而这本功法却完全颠覆了这种修行模式，吞噬万灵血气为己所用，简直是强取豪夺。修到极境，无物不可吞噬，甚至可以掠夺天机。虽是圣人传承，却恐怖如同魔功。若是从前，他定然不会修行这种诡异功法。可是如今，自己修为尽失不说，这副身躯天赋差道，只能勉强感悟天地元气，即便拥有其他功法，也无法修炼。若要复仇，怕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他闭目凝神，按照功法运转真元。轰隆，一股恐怖浩瀚气息在江辰身上浮现，体内气海之中凭空出现一双巨目，他慢慢睁开，散发无量威能，其中日月转动，星辰寂灭，宛如神魔。吸收了灵犀月的功力，此时气海中的真元如汪洋一般，若是底蕴足够，江辰几乎可一飞冲天。但圣人经文却借助这股力量，为江辰重塑奇经八脉。磅礴的真元扫荡着他的身体，每过一处，经脉便寸寸炸裂，而后重新凝聚。重塑的经脉虽不宽广，但坚不可摧，更隐约有金色符文点缀。真元随着功法流转奇经八脉，他10年未曾进步，境界再步步提升。柱体2重，柱体3重，柱体4重，直到柱体10重时才缓缓停止。这宛若一次重生，江辰缓缓睁开眼睛，原本清澈的双目此时深邃如渊，似能洞悉万物。此时已是深夜，远处山林中传来奇异声响，一颗硕大的榔头从树后伸出，眼中透露着贪婪和嗜血，点点咸水滴落，恐怖异常。江辰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圣人传承太过恐怖，虽只得其中万一，但对自己的好处也无异于浴火重生，极尽升华。只是功法中提到的吞噬到底是何意？正犹疑间，那头妖狼骤然跃出，掀起一阵腥风。江辰骤然转身，真元涌动，全劲带风雷之势，后发先至。轰！一声巨响，妖狼瞳孔瞬间放大，庞大的身躯崩出数道血线，缓缓失去声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狼尸上滚滚血气疯狂涌入他的体魄，化为体内真元。烈风啸，江辰似有所得，挥手催动，一道飓风凭空出现，将远处枯木击得粉碎，正是一阶妖兽烈风狼的本命神通。他心中骇然，不仅吞噬妖兽血气，还能吞噬妖兽神通。这功法神妙异常，他隐约感觉，一旦大成，自己将会踏入一个崭新的天地，或许能超越曾经的巅峰，甚至为师报仇，也不再是痴人说梦。他双拳紧握，深邃双目氤氲着无穷恨意，喃喃出声：无论前世今生，我所遭受的践踏、屈辱、仇恨，必会千百倍的还回去。江枫、苏薇，把脖子洗干净等着吧，我很快就会来找你们。天武城某个小院门口一阵嘈杂，已经吸引了不少街坊围观。2个青年男子趾高气扬，嚣张跋扈。江海，这处宅子你和你那废物孙子占几年了？现在他失踪，你该滚出去了。你那个废物孙子失踪，苏薇小姐才来退婚，真是太善良了。什么废物？就江辰那智商，最多是个傻子。你说咱江家产业怎么能分给一个傻子？那肯定也就江枫少爷，年纪轻轻就已经名气8重，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做咱江家的主人。一个老者脸上满是哀求。我孙子说不准这2天就回来，你们再宽限几日，我怕他回来找不到我。那青年一脸嘲讽。回来？回不来了。听说有人在万寿山脉看到了你孙子的尸体，要我说，老家伙，你还是去万寿山脉手找找去，说不准还能拿回来2根骨头。去晚了，说不准骨头都被妖兽吃了，哈哈哈！他们的话彻底击碎了老人最后的希望。这几日，苏家取消和江辰的婚约，此时孙子江辰又下落不明。江海一下仿佛老了10岁，脑中瞬间嗡嗡作响，几乎要倒下。自己这孙子虽然武道天赋差，可是心性善良，与自己感情极好。
几年前曾经引以为傲的儿子战死疆场，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大悲，莫过于此。难道现在又要失去孙子吗？江海几乎万念俱灰。江红、江雪，你们在干什么？随声望去，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公子向这边走来，他长相俊美，气质脱俗，脸上带着让人如沐春风的和煦微笑。看到此人，江红、江玄慌忙行礼，见过江峰少爷，氏族老大人吩咐。江峰目光一凌，斥责道：是谁也不行，再怎么说江海老爷子也是你们的长辈，即使因为一些原因被赶出江家，你们也不能如此侮辱一位老人。老爷子，今天我做主了，这处院子你再住上半个月，半月后再搬走。江峰，江家新任族长江长林之子，与江晨不同，他一出生便是天之骄子，无论是天赋还是外貌，都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更是江家的骄傲。年仅20便已名气8众。虽然他的父亲江长林与江烈多有不和，但他从未把长辈的恩怨延伸到江晨身上，在江晨被欺负的时候还多次出手相助，从未有过一丝嘲讽，反而经常指点江晨的武道。江海老爷子朝着江峰拱了拱手，无神地推开院门，踉踉跄跄地走了进去。冷风吹过，枯叶飘落，老人背影无比的萧瑟与悲凉，围观街坊窃窃私语。还得是江峰少爷多大度，听说以前江烈在世的时候，没少从家族拿灵药给那个废物治病，都影响江峰少爷的武道之路了。我也听说了，仗着自己是江家第一高手，都快把家族搬空了。苍天有眼啊，让他战死前线，要不咱们江家肯定败在他们父子俩身上。哎，我这2天可听了点信，江烈可不是战死，是失踪，妖兽前线打太惨了，江烈怕死，结果当了逃兵。还有这事，你快细聊聊。周围的声音充斥着江峰的耳朵，那双清亮的眸子中得意之色一闪而过，转而是一副刚直不阿的表情。江烈当逃兵的事情还未查实，任何人不可妄言。再者说，江海老爷子刚失去了孙子，内心何等痛苦，尔等于心何忍？众街坊纷纷投来钦佩的目光，江峰则春风满面，仿佛一切尽在掌握。院内深秋冷风凛冽，草木凋零，老人心如死灰，浑浊双目中蕴含着难以言喻的哀伤痛苦。门外众人热情似火，恭维不断，映衬的江峰春风满面，似是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江峰，为了独占江家产业，你倒是费了不少心思。一道冷冽的声音突然响起，江峰脸上的笑容僵住，转过头去，眼中满是不可思议。只见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众人视线中，正是传闻中已死在万寿山脉的江晨。周围一片喧哗，江晨怎么回来了？万寿山脉危险重重，妖兽众多，这废物真是命大，这就叫祸害1000年。晨儿，江海在院中听到外面的动静，声音都有些颤抖，3步并2步的走出来，抄起鞋底就是一顿揍。让你再乱跑，让你再去万寿山脉，吓死爷爷了。虽然记忆融合，但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人。本应有所抵触的江晨看到江海老泪纵横和满头华发，他的鼻子不自禁地酸涩了一下。记忆里因自幼愚笨，武道天赋也极差，即便别人如何嘲讽甚至欺辱，老人从未有过丝毫失望与埋怨，反而经常为江晨出头。江晨可以感受到老人对他深深的爱，爷爷和父亲是他记忆中少有温暖的地方。看着江海的苍白的头发，江晨的目光逐渐凝实。上天既然给了他重生的机会，他便不会再让自己亲人受到伤害。爷爷，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江晨轻声安慰。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江海擦了擦眼泪，忽然愣住了。江晨怎么和以前有些不一样？此时的江晨虽然容貌未变，但气质几乎是天翻地覆的改变，甚至与江峰站在一起也丝毫不逊色。看到突然出现的江晨，江峰的神情逐渐阴沉。你既然没死？江晨冷笑。当然，你低估了我的实力，只把我丢在万寿山脉外围，若是再深入些，你的奸计或许真就得逞了。此言一出，众人一片哗然。江峰何等身份，何等天赋，怎么会做出这等事情？他义正辞严。江晨，你在胡说什么？我是去过万寿山脉，不过只是为了诛杀一头为祸村民的妖兽，我江峰行事光明磊落，岂能容你污蔑？江红、江玄两人心领神会，此时正是讨好江峰的好时机。你个废物，还敢污蔑江峰少爷，找死！说话间，两人猛然出脚，直踹江晨。他们都是宁气一众的武者，此时真元流转，一脚之力足有1000斤，脚力刚猛，恶风呼啸。围观众人心中一紧，难道他们要当街杀人？江峰嘴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阴狠。这两个狗腿子还挺机灵，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如果能把江晨踢死最好，只要江晨一死，即便族中那几位族老再有意见，也只能把家产留给自己这一脉。然而
就在江红、江玄两人脚掌即将触及江晨的瞬间，脚面突然传来空荡之感，一股莫名压迫感出现，让他们瞬间感觉身体发寒。而江晨的身影也在他二人眼前消失，电光火石间，一股劲风袭来，二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啪啪，下一刻两声清脆的耳光响彻街道，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力道之强更是恐怖。两人在空中如同陀螺一般转了10几圈，才重重落下，半张脸都被打得稀碎，露出森森白牙。江晨淡然擦手，冷冷道：找抽。半条街安静了。这2记耳光不光把这两人打得昏死过去，也把在场所有人都打懵了。想象中江晨惨死的场景没有出现，反而是这2个凝气期的人被一招重伤。发生了什么？江晨不是还没凝气吗？怎么赢得他们俩？这个废物！不是，这个江晨到底怎么过去的？你有没有看清他的动作？没有啊，一眨眼的功夫，这俩人就被抽晕了。你看这脸烂的，这一巴掌起码几千斤的力量。众人集体瞠目，一时间思维直接卡住了。本来狞笑着准备看江晨重伤的江峰也呆滞当场。这个傻子不，他不傻了。在万寿山脉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他获得了什么逆天机缘？江晨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似乎刚才那2巴掌并不是他打的。江峰的惊讶也只是一闪而逝，眼神变得凶厉。没想到你还真有2下子，不如咱们兄弟切磋切磋。好啊，都说你是武道天才，我还真想领教一番。江晨眼中亦有战意，自己虽未凝气，却已有万斤巨力，加上昨日吞噬了数头妖兽的神通，他想试试与这个传说中的江家天才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听到两人的交谈，围观的人已经有些呆滞。这还是那个废物江晨吗？2巴掌抽晕了2个凝气重的武者。听这意思，他竟然还敢向江峰发起挑战，难道这个废物之前都是装的，都在韬光养晦？江峰被江晨的话逗笑了，自以为赢2个蚂蚁就妄图挑战雄狮。江晨，哈哈哈哈，就凭你也敢向我发起挑战？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奇遇，但你我资质天渊之别，这是一出生便决定了的，命中注定，我是你一生需要仰视的存在。或许这些年我对你太过仁慈了，让你误以为我与你在一个世界。你废话说完了吗？江晨冷冷开口。江峰面露狰狞，这个废物竟然再三挑衅自己。他决定不再留手，一脸蔑视道：一招，只需一招，便让你知道你我的差距。江峰骤然发动，经脉真元流转，右拳之上闪现一道淡淡白光，如闪电直轰向江晨胸口。虽然动作不大，但力有万钧。江晨竟是不避，一拳掠起残影，带出刺耳风声，竟敢和江峰硬碰硬。江海满脸惊恐，周围的街坊也眼露惊色。这江晨脑子还是和以前一样蠢笨，如果真变聪明了，起码闪躲2招，或许还能多支撑几息。上来就正面对撞，这不是活生生的找死？垃圾！江峰嘴角勾起，要不是他父亲阻止，江晨早死在他手下了。虽然嘴上说的切磋，凝气8重的真元却汹涌而出，出手就是杀招。砰！一声闷响，两者结结实实地撞击在一起，各自倒退数米才堪堪站住。江峰眼中露出骇然，什么？自己已是凝气8重，竟一击没把江晨击退。所有人面面相觑，不敢相信。他们本以为江晨会在这一招下重伤甚至毙命，没有一个人想到江晨不光没倒下，而且还击退了江峰。江峰一击没有得手，彻底暴怒，他全身真元快速凝聚于双臂，轰轰轰，两人再次冲撞到一起。每次撞击都有一道飓风在二人拳锋爆开，整片街道陷入寂静，所有人都傻眼了，有的人甚至掐了掐自己的大腿，以为自己是在做梦。那个人见人妻的废物江晨竟然和江家天才江峰势均力敌，这怎么可能？就连江海也满脸的不可思议，这还是不是自己孙子？虽然江晨确实有些蛮力，但也绝不会如此之强啊。要知道江峰的天赋被称为江家最有希望超越江烈的天才，而这个天才竟连续数合与江晨打成平手。轰！二人再次倒飞出去，江峰呼吸急促，气海中真元翻腾，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江晨，脸色更是难看到极点。他感受到对方的拳风传来的距离，半条手臂都在微微颤抖。江峰面容阴沉无比，冷冷道：没想到你隐藏这么深，说你凝气几重了？江晨体内真元澎湃，与他针锋相对，两者眼神如同2道电芒相击，灿出火花。揍你这种垃圾还需要凝气？周围一片哗然，怎么可能？江晨连凝气7都不是，他竟和江峰少爷打成平手。江峰少爷宅心仁厚，肯定是留手了，要不然
一招就能把江晨打残。毕竟是本家弟弟，江峰少爷最多也就用了1成力，我看半成力都没有。江峰少爷剑技出众，若是出剑，江晨绝非一合之敌。围观的江家族人深以为然，谁也不能接受一个连名气都不到的废物与他们心中的偶像打成平手。江峰手臂酸麻数息才恢复过来，他眯着眼，原本的风度翩翩此时也变得阴冷无比，强笑着说道：我知道你有几分蛮力，但你的力量仅限于此，我连武技都没使用，你在我眼里依旧是个可笑的蝼蚁，若我全力以赴杀你只需一招。他真元流转，衣袍鼓荡，骨骼都在啪啪作响，一道道飓风在他身畔凝聚，气息不断增强。江晨此时也凝重无比，从江峰身上他感受到了生死危机，他摆出拳架，时刻准备迎击。江峰公子，还请手下留情。正在此时，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在众人身后响起，如清泉流淌众人心间。人群的喧哗瞬间安静下来，纷纷转头望去。只见一位身着粉色衣衫的少女踱步而来，她容貌娇媚，肤如凝脂，浑身仿佛散发着光彩。她便是江晨曾经的未婚妻苏薇，在天武城中都能排上号的美女，不光容貌娇艳，更以善良温柔闻名。她曾与江晨有过婚约，当知道如此佳人要嫁给江晨这个废物时，天武城不知多少人愤慨捶胸，怒不可遏。苏薇走到江峰身边，轻声说道：江峰公子，江晨毕竟曾与我有过婚约，他若是冲撞了您，还请您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他一次。江峰闻言，眼中闪过一丝阴狠，他冷冷看了江晨一眼，最终还是散去真元，咬牙道：江晨，看在苏小姐的面子上，今日我便饶你一命，但你最好祈祷别再遇到我，否则我必取你性命。苏薇那双如水般清澈的美眸微微闪动，看向江晨的眼神带着一丝恨铁不成钢的无奈与惋惜。你能平安回来就好，江烈伯父救了我父亲性命，为报答恩情定下你我的婚约，即便你天赋差，我也从未想过解除。前几日得知你失踪的消息，我还派人去寻找，9寻无果后，我这才取消了婚约。或许是此生有缘无分吧，江晨，我知道你心中不甘，但有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你与江峰公子的差距不是靠一时的运气就能弥补的，以你的资质，接受现实就是最大的成长。忘记我吧，就当我们的婚约从未存在过。因为苏薇的出现，及时平息了这场战斗，周围众人顿时一片赞叹。还好苏小姐来了，不然江公子认真起来，江晨必死无疑。苏小姐太善良了，足足给了这个傻子整整5年时间凝气，这次还救了江晨，苏家欠江家的，现在也算还清了。我看啊，江峰公子和苏薇小姐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还别说，两人站一起，真是一对逼人。逼人，果然是一对逼人。江晨冷眼看着苏薇，心中毫无波澜。这种虚伪的戏码，他在仙界早已见怪不怪，但能将虚伪演绎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倒也少见。若非他早已看穿这苏薇的真面目，恐怕还真会被他的表演所迷惑。不过，如今的江晨早已不是从前那个任人欺凌的懦弱少年，这种拙劣的伎俩，在他眼中不过是跳梁小丑的把戏罢了。他嘴角微扬，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目光扫过苏薇，淡淡道：演得这么卖力，累不累？骨子里是婊子，何必非要立个牌坊？另外，既然已经解除了婚约，那5年前定亲送到你家的彩礼也该如数奉还了吧？苏薇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故作不解道：江晨，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听不明白。江晨冷笑一声，眸光锋利，直视苏薇。那好，我就说的再明白些。5年前的3月初5，我父亲送去的彩礼包括3颗凝气丹、1柄2品凡冰，还有500下品灵石，这些都是我父亲为了我的婚姻大事才送过去的。现在你我既然解除婚约，那彩礼自然应该归还。现在你明白了吗？周围看客顿时沸腾，一个个窃窃私语，看向苏薇的眼神也有了些许变化。难怪当初苏薇会答应嫁给江晨，在这座边境小城，这些东西几乎是一个小家族几10年的积累了。苏薇没想到江晨会记得如此清楚，脸色更加难看。他咬了咬嘴唇，低声道：江晨，那些东西，这些年修行我已经用掉了。你也知道，我苏家这些年并不宽裕，所以你就心安理得的用完以后，现在再来退婚。江晨打断了他的话，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苏薇，你真当我江晨是傻子？5年前苏家不过是个小家族，若非我父亲出手相助，你们早就在妖兽攻城时被灭族了。如今你们翅膀硬了，就翻脸不认人，妄图用几句虚伪的言辞来搪塞我，真是可笑。就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也配嫁入我家？退婚的事我答应，但是那些彩礼3日之内你要一样不少的退回，少1颗丹药，缺1枚灵石，我江晨也绝不会善罢甘休。苏薇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她张了张嘴，
却没发出任何声音。江晨的话句句戳中他的痛处，却都是实话，根本无从辩驳。一旁的江峰见状，眼中闪过一丝阴狠，他上前一步，挡在苏薇面前，冷冷道：江晨，你别太过分，苏小姐给了你5年时间，这些财物就当是对苏小姐青春的弥补了，你若再不知好歹，休怪我不客气。江晨嗤笑一声，目光扫过江峰，淡淡道：他的青春要弥补，我的青春就不需要弥补。江峰，你以为你宁气8重就很了不起？刚才若不是我手下留情，你现在已经躺在地上了，怎么，要不要再打一场？接触江晨的目光，江峰不知为何心底竟升起一丝寒意，如同被恶兽盯住，下意识地退后半步，但随着江晨收回目光，那种可怕感觉也迅速消退。刚才的交锋，他已经感受到了江晨的实力，心中隐隐有些忌惮，但很快有了主意。他冷笑一声，语气中满是讥讽与轻蔑：就凭你一个区区筑题武者，也配向我发起挑战？再者说，苏姑娘或许的确收了东西，但那些物品的归属权终究是江家的，而你一个连宁气境都无法踏入的废物，有什么资格继承江家产业？别忘了，按照江家族规，若一脉中连一个宁气武者都没有，便只配被驱离到城外农庄，彻底丧失继承家业的权利。江晨，你以为你还有资格站在这里大放厥词？不过是个被家族抛弃的废物罢了。的确，为了保证家族发展，如果一脉中没有宁气武者，便会被驱离天武城。虽然残酷，但在这乱世，为延续血脉，不得不如此。看来你对族规倒是熟得很啊。江晨冷笑一声，目光如刀般扫过江峰。那你应该也知道，族规中还有一条，25岁以下成婚者，不可因境界不足驱离。我今年才20岁，只要在这个月内成婚，便能多出5年的修炼时间。5年足够我踏入宁气境，甚至更高境界了。你……江峰眉头拧在一起，面容都有些扭曲。他确实忽略了这条族规，没想到江晨竟会借此反击。他咬了咬牙，冷笑道：成婚，就凭你一个筑体期的废物，谁愿意嫁给你？别痴心妄想了。江晨却不为所动，淡淡道：这就不劳你费心了，我自有办法。江晨的话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江峰心头。他原以为江晨已是穷途末路，却没想到对方竟还有这样的后手。江峰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拳头紧握，指节发白。苏薇更是神色阴冷，一双美眸死死盯着江晨。尽管他对江晨只有厌恶，但一想到曾经跟在自己身后的哈巴狗竟然准备和别人成婚，心中顿时升起一股莫名的怒意。他咬了咬嘴唇，眼中闪过一丝不甘。劲风吹拂，江晨的衣袍在风中猎猎作响。他本就容貌清俊，此时眉目间那股傲然之气，竟有一种世家弟子才有的风姿。一些围观的少女眸中掠过一丝迷蒙，脸颊微红，心中不禁泛起涟漪。江晨朗声道：大丈夫何患无妻？我还就不信了，没了苏薇，我江晨还找不到媳妇。诸位，3日后还请来参加我江晨的婚宴。江峰攥紧拳头，怒视江晨，一字一句道：那3日后我就看看你是如何成为天武城最大的笑话。不，你本来就是天武城最大的笑话。他说完猛然回身，阔步离去，身上的戾气让周围众人纷纷避退，不敢靠近。入夜，今天是江海这几年来最开心的一天，纵使家中贫困，还是做了一桌子的菜，甚至破天荒的打了点酒。晨儿，今天高兴，陪爷爷喝点。江海满脸笑容，眼中却隐隐泛着泪光。江晨看着这个满头白发、身子佝偻的老人，心中一阵酸楚。他点点头，轻声道：好，爷爷，那就陪您喝点。江海端起酒杯，声音有些哽咽：要是你爹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也能瞑目了。咱这2天收拾收拾，离开天武城，什么江家产业，爷爷不在乎，只要你能平平安安的过完这一辈子，爷爷就知足了。江晨默默喝下一杯酒，眼神却坚定无比。既然重活一世，他便要活得轰轰烈烈。若是连这点困难都解决不了，何谈为师父重名先王报仇？爷爷，现在我已筑体10重，而且以我的实力，寻常宁气期也不是我的对手。我父亲是天武城的大英雄，身为他的儿子，岂能被人欺凌后畏惧而逃？江晨说罢，从一个小包裹中取出10几枚兽核，不仅有1阶妖兽的兽核，甚至还有几枚散发着璀璨光芒的2阶妖兽兽核。江海顿时一脸惊容，宁气期武者也未必能斩杀2阶妖兽，江晨不过筑体期，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这都是你杀的？江海声音颤抖，满脸不可置信。江晨郑重点头，这一路他斩杀了10数头妖兽，也证实了只有亲手斩杀妖兽，才能吞噬妖兽血气和神通。只是自己前世是在仙界，出生就是仙人，根本不知道凡间的宁气指法。吞天混沌经作为圣人经文，又不会写这种最基础的东西。
直接导致江辰虽然筑体实重，但依旧没任何凝气的头绪。不过江辰相信，以他的才智，再给他一些时间研究，定然能够凝气成功。江海明白了自己孙子的意思，江辰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无能少年。从江辰的眼中，他看到了年轻人的锐气，还有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沉稳。老爷子点点头，语气坚定：既然你决定了，爷爷支持你。江辰笑了笑道：爷爷，明天你把这些兽合卖了吧，置办些家当。我过2日就结婚了，虽然是为了留在天武城，但总不能太寒酸。江海收起兽盒，眼中满是欣慰。辰儿，你打算和谁成婚？是不是有心仪的人了？爷爷去帮你说和说和。江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豪情万丈。哈哈，现在还没有。不过以你孙子的本事，天武城的姑娘还不是随便挑。天武城江家华宅，灯火摇曳，照得主厅如白昼一般。一名中年男人坐在上首，气度非凡，只是双目狭长，透露着一股阴鸷。此人正是江家新任家主江长陵。下方江峰垂手立，脸色阴沉。父亲干脆杀了他们爷孙，以绝后患。江峰咬牙切齿道。江长陵恨铁不成钢地瞥了江峰一眼，冷声道：杀杀杀，就知道杀。我刚接任族长，江烈一家就没了命，这让大家怎么看我？江家能成为天武城的第一家族，江烈是出了力的。要不是他战死前线，这族长的位子也轮不到我。江峰不甘心地道：父亲，我听说江烈没有死，而是做了逃兵。江长陵冷哼一声：那是我放出去的假消息。教过你多少次上兵伐谋，现在江家基本落到了我们手中。再说江辰连宁气7武者都不是，翻不出什么浪花。江峰皱眉道：爹，要不是家中那几个老不死的非要把一半家产传给江辰，咱们也不用费此周折了。江长陵摆摆手，语气不耐：行了，族老们的决定不是你能妄言的。过几天凌寒公子就来了，你好好准备准备。他可是为不得了的大人物，哪怕就是做他的仆从，都比这天武城的万贯家财强。江辰的事我亲自安排。他说完又瞪了江峰一眼，语气严厉：还有，离那个苏薇远一点，告诉你，她不是什么好女人，说不准哪天她就能踩着你的尸体爬上高位。江峰心里咯噔一声，忐忑不安地退下了。万寿山脉深处，某座山涧旁，一位身段妖娆、面容足以祸乱天下的女子躲在山石之后，她气息恐怖，眸光冰冷，隐隐透出一股魔气。等到空中太玄剑宗的弟子飞走后，她才缓缓显露身形。想不到这人族领地竟如此凶险。她低声自语，声音如清泉般悦耳，却带着一丝虚弱。她是魔族9阶魔教的圣女南宫婉儿，身具7阶魅魔血脉，可面对太玄剑宗圣女林希月，依旧落了下风。若不是趁她不备放出魅魔淫毒，后果不堪设想。可嗨嗨，南宫婉儿吐出一口鲜血，勉强压制住体内动荡的月华之力。她擦了擦嘴角的血迹，低声喃喃：好厉害的西月仙子，不愧是修行月华剑典的绝世天骄，看来最近是不能再动用魔力了。他抬头望向远处的天武城，眼中闪过一丝决然。越是在这种地方，越容易被发现，只能躲进天武城了。他玉颈前符文闪烁，化作一个衣着褴褛的妇人，向天武城蹒跚而去。天武城虽只是边陲小城，街道上却人来人往，客商络绎不绝。街角的一棵大树下，一个蓬头垢面、衣着褴褛的女乞丐蜷缩在那里。细细看去，这女乞丐虽容貌平平，但那双眼睛却如桃花般勾人，隐隐透出一股摄人心魄的魅力。她正是潜逃在天武城的魔族妖女南宫婉儿。为了躲避太玄剑宗的搜查，她不得不打扮成这般模样，打算在天武城中养好伤势，再做打算。另一边，江辰今日却是异常繁忙。小翠，虽然我小时候经常抢你糖吃，还趁你洗澡时拿走你的衣服，但你要知道，男人都是口是心非的东西。我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我知道，你肯定对我也有好感。现在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时候了，嫁给我吧。滚！原来我的衣服是你偷的，害得我光着身子在澡堂待了1天。快滚，不然我报官了。李姐，我知道你比我大几岁，但你或许不知道，我自幼丧母，一直缺乏母爱。之所以20岁还没成婚，就是因为对你一往情深，现在是时候袒露心扉了。要是你不反对，咱们后天就成婚。江辰，你这臭小子，前几年我就发现你眼神色眯眯的，没想到你还真对我有想法。要是前些日子说，我或许就答应你了。可现在我怀了张铁匠的孩子，我们下个月就结婚。无寡妇，没有感情经历的女人不算女人。我觉得这条街上就你是真正的女。哎，有话好说，你别动手啊。江辰走在街上，满脸悲愤。他作为仙界天骄，何曾遭受过这等屈辱？
原以为凭借自己出众的外貌和高尚的品行，那些小姑娘必然趋之若鹜，没想到这个世界竟然如此现实。就因为自己迟迟不能突破到凝气期，别说小姑娘，就连寡妇也不愿意嫁给他。江晨不禁仰天长叹，难道就没有超脱物质束缚，只有精神契合的完美爱情吗？突然街角一个衣衫褴褛的妇女吸引了他的注意，那乞丐衣服上满是补丁，看起来瘦弱无比，似是几天没有吃过饭了。此刻南宫婉儿也注意到了向他走来的江晨，眸光骤然一凌，这个男人身上怎会有太玄剑宗林希月的气息？难道是魅魔淫毒？他想到一种可能，江晨越走越近，本着好人有好报的原则，决定先积累下功德。于是他从怀里掏出2钱银子，递给那女乞丐，给你，去买点饭吃吧。谢谢，谢谢公子了。女乞丐低声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虚弱。驾！就在这时，蜀骑飞驰而来，所过之处烟尘四起。为首的骑士高声喊道：现有魔族妖女在天武城外万寿山脉出现，妖女杀人无数，丧心病狂，此乃妖女画像，一旦发现，速通报官府。江晨抬头看向榜上画像，那女人妖娆婀娜，竟是少见的角色，丝毫不逊色于他之前遇到的那位仙子。他正看得入神，那女乞丐却如同受到惊吓，猛地将头塞进了他的怀中。江晨清嗅，却闻到一股淡淡幽香，沁人心脾。不应该啊，这女人看起来邋里邋遢，身上怎么还会有香气？等那些铁骑离去，女乞丐才缓缓抬起头，目光看向铁骑离去的方向，若有所思。江晨这才注意到，这女子虽然蓬头垢面，但身段却妖娆曼妙，只是隐藏在破烂衣服之下，不容易被发觉罢了。突然他脑中灵光一闪，脱口而出：你愿意和我成婚吗？南宫婉儿正思量着如何对付太玄剑宗的追捕，没想到林希月竟派出如此多的人搜捕他，突然被江晨的话打断了思绪，有些不可置信地问：你说什么？江晨轻抚了一下额前秀发，拿出前世仙界天骄卓然超群的气度，除了武道迟迟没有踏入凝气境界，在形象上他可是这条街最靓的仔。突然有位帅哥向乞丐求婚，这种好事女乞丐肯定被幸福一时冲昏了头脑，反应不过来也属正常。江晨又把话重复了一遍：我说你愿意嫁给我吗？江晨努力做出一个最温柔的笑容。南宫婉儿怒视着面前的小子，她身为魔族天之娇女，在魔界可是众生朝拜的人物，哪怕是各方天骄，在她面前也不敢如此放肆。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敢对自己提出这种要求，他如何不愤怒？不想死的话，滚！快给我滚！他冷冷说道。江晨呆滞了，眼中不由得浮现出淡淡泪光。今天一天在情场上遭受到的打击比前世加起来还要多，被寡妇拒绝也就算了，连要饭的乞丐都拒绝自己。也罢，回去收拾收拾铺盖，和爷爷浪迹天涯，离开这个伤心地。驾！就在这时，又是一阵烟尘漫天，10数铁骑再次飞驰而至，为首的骑士高声喊道：魔族妖女善于伪装，发现可疑人士，无论男女，一律上报官府，窝藏妖女者斩立决。江晨刚要起身离开，那女乞丐却再次拥了上来，将头紧紧靠在他的怀中。江晨只觉得胸前一阵柔软，不由得心猿意马，没想到这乞丐还挺有货。等铁骑离去，江晨保持着半蹲的姿势一动不动，心中警惕，不答应就算了，你这样想碰瓷是不是？都看着呢，我可没招你，是你自己倒在我身上的。南宫婉儿心思急转，现在天武城搜寻自己的人太多，不如先躲在这小子身边，等到风头过了，再想办法逃回魔族地狱。打定主意后，他目光灼灼地看向江晨：我答应你。江晨一愣：你说什么？南宫婉儿重复了一遍：我说我答应嫁给你了。江晨狐疑地看着他：你态度改变得如此之快，难不成有什么阴谋？我如果说是因为你长得帅，你信吗？江晨一把将南宫婉儿拉起，自信满满的说道：必须信。没想到你虽身为乞丐，但审美的确不赖。跟我走。去哪？跟我回家。江晨带着南宫婉儿来到家中浴堂。你先进去洗洗，我去街口给你买2件衣裳。既是要嫁给我，总不能这样见人。南宫婉儿本就是喜好干净之人，打扮得如此蓬头垢面也是无奈之举。他点点头，走进了浴堂。浴堂中水气氤氲，一张让天下人屏息的脸庞显现出来，如远山般的柳眉，巧夺天工的红润阴唇，如山川般动人的曲线，更是媚到骨子里。魅魔血脉本就容貌过人，他更是其中翘楚，说是艳压天下也毫不为过。没想到林希月竟然突破到了真元境巅峰。南宫婉儿回忆起那一战，依旧心有余悸。作为9节魔宗圣女，她自认为同代当中绝无对手，没想到刚到人族领地，便遭遇了太玄剑宗的林希月。
一番交手后，他不敌重伤。若是寻常伤势，以魔族的强大自愈能力，很快就能痊愈了。偏偏林希月所修的月华剑典极为特殊，即便伤口愈合，月华之力仍积郁在体内魔脉中，稍微运转魔力便会引起钻心的痛苦。可嗨嗨，南宫婉咳出几口鲜血，脸色苍白如纸。他一直在压制自己的伤势，如今的他甚至连普通人也不如，看来只能暂时在天武城待上一段时日，慢慢清除体内的月华之力了。衣服我放门口了，你取一下。江晨在门外喊道。南宫婉伸手取走衣服，露出一条素白藕臂。江晨瞥见这一幕，不由得瞪大了双眼。这乞丐这么白吗？南宫婉换上衣服，虽只是粗布衣裙，但穿在他身上却别有一番韵味。尽管他已经改变了部分相貌，却仍是少有的角色。他稍稍竖了竖胸脯，才走出浴堂。公子，我收拾好了。他轻声说道，声音如清泉般悦耳。江晨揉了揉眼睛，只见一个身姿妖娆的女子站在自己面前。她盘着发髻，发髻用一根木簪插着，脸上带着恬淡温柔的笑意，让人如沐春风。明明是一件简约宽松的粗布衣裙，却被她穿出了一股诱人的风情，娇艳四射。公子，你找什么呢？南宫婉轻声问道。我捡来的乞丐呢？江晨下意识地回答。我就是啊。南宫婉微微一笑。你长这样，还需要做乞丐？江晨实在没办法将那个蓬头垢面的乞丐和这个妖娆迷人的女子联系到一块。不然呢？江晨自知失语，心中也明白了几分。在这妖兽横行的乱世，容貌出众反而成了普通人的负累。他叹了口气，不再多问。厅中，江晨把化名宫婉的南宫婉带到江海面前。爷爷，他叫宫婉，是从岭南逃荒来的乞丐，我准备和他成婚。江海却是一愣，这女人虽然容貌不错，可终究是乞丐。他稍稍一想，便明白了其中的缘由。江长林父子定然从中作祟。即使江晨无法凝气，以他出众的外表，原本也会有姑娘愿意嫁给他。但江长林父子怎会眼睁睁看着江晨成婚？他们肯定给全城未婚女子打了招呼，逼迫江晨只能找逃荒的乞丐结婚。想到这里，江海不禁露出一抹悲色。晨儿，不用这样，咱们就是在城外也能活下去，你这样委屈自己，爷爷心疼啊。江晨也有些哽咽，记忆中江海对自己的爱护历历在目。虽然自己两世为人，但早已把江海当做了自己的亲爷爷。如今身处乱世，妖魔横行，若是被赶出天武城，以爷爷老迈的身体，如何生存？爷爷，这只是权宜之计。我和他说了，等我凝气成功，他随时可以离开。江晨安慰道。也好，到时候爷爷再给你找个好的。江海抹了抹眼泪，语气中满是心疼。南宫婉一言不发，冷冷地看着爷孙俩，眼中杀机隐现。他心中冷笑，娶我很委屈吗？等我功力恢复之时，便是你们命丧之日。江晨要和乞丐成婚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天武城，再次刷新了众人的三观，成为了街坊茶余饭后的嘲讽对象。为了能多赖在江家一些日子，竟然下作到和乞丐结婚，简直不当人子。江晨也太不争气了，原以为从万寿山脉回来脑子好点了，我看不光没好，还加重了。和一个乞丐结婚，他倒是真不要脸皮，一点也不像他死去老爹的种。前几年武道天赋测试，听说他连天地灵气都感受不到，就这种废物，能娶个乞丐都不错了。你看看人家江峰公子，年纪轻轻灵气8重，和那些大族子弟也能较量较量，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他怎么配合江峰公子相提并论？要不是江峰公子仁义，哪轮上到他们住这么好的院子，早该赶出去了。苏家后花园内，一个小丫鬟忙不迭地跑来，气喘吁吁。小姐小姐，不好了！苏薇一身淡黄罗裙，气质脱俗。她抚琴的手慢慢停止，淡淡道：什么事？大惊小怪。江晨要结婚了，还送来了请帖。苏薇表情淡漠，那又如何？他要和一个女乞丐成婚。铮，一根琴弦断裂，苏薇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为羞辱我，江晨竟如此卑劣下作。那小姐，咱们后日不去便是。小丫鬟小心翼翼地说道。为何不去？苏薇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寒意。越是这样，我越应该亲自前往，到时候我就让江晨知道，天上的凤凰为何是他触及不到的仙情。江家宅中，江峰怒火中烧，没想到这小子竟然真的成婚了。爹，您不是打过招呼了吗？江长林斜眼瞥了眼江峰，语气中带着一丝不耐。打招呼有什么用？天武城的人怕我，要饭的乞丐还怕我。他说的没错，作为江家新任家主，天武城的居民自然怕他，但要饭的四处流浪，他却管不到。本以为板上钉钉的事，没想到竟然有了这样的变数。反正这小子也没啥本事，要不把他们赶出去算了。
江峰咬牙切齿道：“如果这么简单，我还需要费那么多心思把他丢到万寿山脉？”江长林冷哼一声：“你是我江长林的儿子，这种仗势欺人的事不能做得太明。江烈生前与程守关系不错，要是太过分了，程守那边我也不好交代。”江峰灵光一闪，眼中闪过一丝阴狠：“爹，等他大婚的时候，我带些人去捣乱，让他成不了婚。只要他结不成婚，咱们自然就能依照族规把他们赶出天武城。”江长林站起身来，英质的双眼冒出一道金光：“你不光不能捣乱，还要代表江家亲自贺喜，这才能显示出咱们大度。不过嘛，捣乱这种事不一定是咱们亲自出手，街面上的泼皮无赖用好了也是一大弊主。今日的天武城比往常热闹许多，废物江晨成婚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小城。按理说江晨娶妻也不值得关心，但要娶的对象竟然是路边要饭的乞丐。在一些人的推波助澜下，这顿时成为了小城最热点的事件，哪怕不认识江晨的都想去婚礼现场凑凑热闹，倒不是有心贺喜，而是想看看这个废物是如何闹笑话的。江家作为天武城的第一大家族，也给江晨做足了面子，半条街都铺上了红毯，只不过延伸的方向却是一棵大槐树下。据说江峰少爷解释说，江晨便是从这棵树底下认识的那个女乞丐。这一解释引来了众人一阵哄笑，场面虽大，迎亲的队伍却寒酸无比。看热闹的人站满了街道两侧，随着一身红袍喜服的江晨出现，引来了周围一阵窃窃私语。他真是江烈的儿子，江烈曾经可是咱们天武城前3的高手，儿子怎么如此不堪，竟然和一个乞丐结婚？虎父犬子都20岁了，靠他爷爷养着。什么虎父啊，在前线战场当了逃兵，我看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听说那个乞丐也是个残疾，你想正常人都不会嫁给这种废物。不过他脸皮也真是厚，偷偷成婚就得了呗，还这么大张旗鼓，脸皮比城墙还厚。不过这个江晨好像和传闻中有点不太一样啊。江晨目光澄澈，步履坚定，浑身散发着一股淡然出尘的气息，即便是众人如何嘲讽不屑，他却仿佛浑然不觉，脸上始终带着微笑，衣袍飘飘，说不出的风流潇洒。仅从外表，他迷倒了不少姑娘少妇，只不过一想到他是个愚笨的废物，他们也就沈然一笑。江晨早已预料到这种情况，其实他完全可以低调成婚，却反其道而行之。江峰对他已经有了杀心，很可能江家新任家主江长林也参与其中。在天武城，江长林父子2人可谓一手遮天，唯有将自己摆在戏台中央，才能获得暂时的安全。成婚这一出戏，不只演给天武城的居民看，也是给他父子2人看。宅院门口，一道熟悉而又可恶的身影出现，正是前来贺喜的江峰。江峰一身白玉缎袍，气质出众，如同谪仙临凡。他对待前来观礼的宾客更是温和可亲，没有丝毫傲气，仿佛主人一般张罗着各项事宜。江峰公子真是宅心仁厚啊，还送来这么多礼物。要是我有这种亲戚，我连面都不见，更别说过来观礼了。一位宾客低声赞叹：“那是，我听说江峰公子要被东皇9宗之一的云霞宗招为外门弟子了，江家可要一飞冲天喽。”另一人附和道：“云霞宗，那可是出过神游大能的宗门，你这消息真的假的？”有人半信半疑。江峰看到一身喜服的江晨，热络地走上前去，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江晨，这地毯可是哥哥特意为你准备的，你还满意吗？”江晨微微一笑，语气淡然：“原来是你准备的，倒是有心了。不过我也不能让我媳妇在大槐树底下等着我，所以礼数倒是乱了，还望江峰大哥不要怪罪。”江峰爽朗一笑，拍了拍江晨的肩膀：“哈哈，当然，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贺礼。听说你娶了一个女乞丐，一些好事之徒还嘲笑你。要我说，成婚就是好事。武道修行你虽然不行，但成家你是走在哥哥前面了，哥哥羡慕的紧啊。”江晨也笑了起来，眼中闪过一丝讥讽：“峰哥说笑了，若是羡慕我，以峰哥的人才，一声令下，整个东荒的女乞丐不得蜂拥而至啊。”江峰的笑脸微微一僵，脸上的肌肉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他强压下心中的怒火，勉强维持着笑容，但眼神却逐渐冰冷。他意识到，那个愚笨的江晨不见了，现在的江晨城府深不可测，未来必是他们父子2人的心头大患。时间已近正午，院中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但大多数人脸上都带着嘲弄的表情，仿佛在等待一场笑话的上演。看，江晨来了，那个就是江烈的儿子江晨，不光脑子不好使，还感悟不到天地灵气，能娶上乞丐也算是他有福了。有人低声讥讽：“我还是第一次见，长得不错，也不像脑子有病的样子啊。”另一人嗤笑道：“那你是不常来我们这条街，20岁了才只是筑体一众，靠他爷爷撑着家业，
难为老头子了，估计要娶的乞丐也是残疾，但凡正常人，谁能嫁给他啊？忽然，远处传来一阵喧哗，苏薇小姐来了。只见街道尽头，一道倩影优雅而至，她风姿绰约，体态优美，略施淡妆便已清丽动人，眉目间有少女的青涩，亦有点点风情。随着她缓慢行走，衣裙飘荡，曼妙身材时隐时现，说不出的娇媚可人。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她吸引，眼中满是痴狂与迷恋。好美，简直如同画中的仙子。苏薇小姐竟然亲自前来恭喜江辰，这是何等大度啊！给了江辰几年的时间，她却依旧不堪，甚至娶了一个乞丐为妻，真是对不起苏薇小姐数年等待。苏薇小姐这样的人间角色，肯定只有人族天骄才配得上。江辰算是什么东西，也敢染指苏小姐？江辰后回到姥姥家去了，有了苏薇小姐做对比，那女乞丐怎么有脸摘下盖头？周围的喧哗多数都是嘲弄，江峰与苏薇眼神交汇，露出了得意的微笑。这正是他想看到的，而且真正的大戏才刚刚开始。众人满怀期待，迫不及待地想看江辰一家出丑的样子，尤其是一些苏薇的拥趸，已经做好了嘲讽那个女乞丐的准备。新人到！随着司仪的高呼，场中的喧闹声渐渐小了许多。江辰阔步走到台上，等待着新娘的到来。卧房门缓缓打开，一道曼妙身姿款款而出。那个传说中的女乞丐终于出现，她向江辰缓缓走来，就在房门打开的那一刻，院中的喧闹一瞬间变成了寂静，就连满脸得意的苏薇也张开了嘴，整个人呆在了那里，似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众人眼中那道身影曼妙而优雅，举手投足似百花绽放，以至于让万物蒙尘，暗淡失色。凤冠霞帔虽有，但也只是购买的最便宜的款式，然而简朴的喜服却难掩她起伏动人的腰臀曲线。纤纤柳腰下，香臀丰满圆隆，隐在喜服中的玉乳尽管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但从被撑起的地方可以感受到其中的丰挺高耸，露出的纤手如凝脂一般，仿佛比天下最华美的锦缎还要华丽万倍。虽然红绸完全遮住了她的面部，无法看清她的容颜，但仅是无形中散发的魅惑气息，就已经倾倒了在场所有人。一阵阵吸气声交叠，不只是男人，即便是来看热闹的女人，眼睛都已呆滞，半天回不过神来。那些准备好嘲讽新媳妇的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要干什么。如果说苏薇是人间角色，那这个女人就是天上的仙子。虽未展露容颜，但那红绸下的美丽下颌已经引人遐想连篇。其实南宫婉儿已经尽力隐藏自身气息，可无奈魅魔血脉本就魅惑众生，她即便已经尽力收敛，但展露出的魅力仍非常人可以抵挡。此时她心慌如麻，本打算在天武城避过这阵风头，没想到竟然莫名其妙被推到了浪尖之上。他想逃离天武城时，却发现天武城四周太玄剑宗的弟子依旧没有离去。如今的他功力尽失，一个普通人可能都能置他死地。此时他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他步履优美至极，如踏浮云之上，款款朝着江辰走来。即便是江辰此时也略微失神，初见时不过破衣烂衫，此时却如仙女下凡，引得所有人心惊摇动。苏薇表情愤恨至极，胸口仿佛被一块千斤巨石压住，若不是身畔有丫鬟扶着，几乎要倒在地上。他原本是来看江辰的笑话，看他如何在众人面前出丑，可如今他精心准备的妆容和矫揉造作的姿态，反倒成了最大的笑话。他的食指紧握，指甲几乎嵌入肉里，心中的羞愤如潮水般涌来，几乎要将他淹没。江峰站在一旁，脸色阴沉的可怕，双眼死死盯着那个曼妙的身影，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他之所以来这里，就是想看看江辰如何在天武城众人面前丢尽脸面。可谁能想到，那个被人嘲笑的乞丐竟是个如此绝色的佳人，甚至比苏薇还要美上几分。看着周围众人痴迷的目光，江峰心中升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绞痛，仿佛刚刚众人嘲讽的不再是江辰，而是他这个江家第一天才。他猛地转过身，眼神阴森的可怕，心中暗暗发誓：江辰，你别得意太久。很快，你不仅会被赶出天武城，连这个新娶的媳妇也将成为我胯下的玩物。江辰两世为人，但前世只钟情于修炼一途，却是第一次成婚，心中也难免紧张。他向前握住了南宫婉儿的手，南宫婉儿却如触电一般，他身为高阶魔族，更是9阶魔宗的绝顶天骄，道心本应坚韧无比，可在被江辰触碰的一刹那，他体内魔血竟然开始涌动，心跳都加快了许多，手上竟生出一种酥麻之感。这男人似有一种独特魅力，若是寻常男子对他如此，千刀万剐恐怕都难解其恨。可南宫婉儿却对他生不出任何反感，反而有种舒适的感觉，似乎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神奇魔力，引动他对这个男人天然的亲近爱慕。红绸下，南宫婉儿美眸中流露出震惊之色，这个男人很可能并非表现出的那般简单。二人走到院中，面向主座上的江海，
有司仪唱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二人对着江海行了跪拜之礼。夫妻对拜，他低着头，透过盖头的缝隙看到江晨的脚，竟感觉这个男人似乎现在与他有了不一样的羁绊，被牵着的手也不再别扭，逐渐松懈下来，顺从的被男人握在手里。两人缓缓低头，可能因为南宫婉身材高挑的原因，二人竟撞到了一起。江晨慌忙后退，南宫婉的盖头在低头的时候不慎落下，露出了那张娇艳的面容，只略施淡妆便已勾动了所有人的心弦。眉若远山，眸如春水，娇媚却又不失端庄淡雅。很多在场观礼的人们已经惊呼出声，一些女子流露出对如此容颜的嫉妒，男人眼中也是嫉恨无比，如吃了死苍蝇一般难受。这样的美人竟然嫁给了江晨这个傻小子，要是知道这个女乞丐竟如此漂亮，怎么会便宜这个废物？突然院外传来一阵喧哗，一个粗犷的声音吼道：江晨这小子在哪？给老子滚出来！正在此时，10几个泼皮冲了进院子，为首的正是街面上的泼皮老大谢三刀，一条伤疤横贯面部，狰狞无比。他一脸嚣张，气息外放，引起周围众人骇然。他实力已达宁气5重，在平民中已是少见的高手。喧闹的人群很快安静下来。平日里，谢三刀没少欺负乡里，所有人看向谢三刀的目光都有些畏惧，不敢与之对视，生怕被这个泼皮盯上。江晨上前一步，把南宫婉儿护在身后，怒斥道：谢三刀，我今日成婚，应该没邀请你吧？你来做什么？谢三刀大喇喇地拉了个椅子，坐在院子正中，摆出一副嚣张的模样。做什么？你爹欠我1000两银子，说好了3年还给我，现在都7、8年了，要么连本带利还我3000两，要么就把这宅院抵给我。这几年看着你们难过，没给你们要，已经是我谢三刀心善，别废话，赶紧还钱。10几个泼皮站在谢三刀背后，满脸狞笑。江晨冷冷看着谢三刀：我爹欠你钱？不错。虽然江晨曾是天武城的第一废柴，但谁不知道江晨父亲江烈的本事，30岁就已进入先天8重，乃是江家第一高手，在整个天武城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要不是前线身亡，现在江晨也不会受人如此欺辱。这等人物怎么会欠谢三刀的钱？分明就是来讹诈。我爹可不认识你这样的街头混混，赶紧滚蛋！周围的观众一个个眼睛都快放光了，看到江晨娶了这么漂亮一媳妇，心中已经极度不平衡，都打算走了，没想到半路杀出来这么个大瓜。谢三刀有备而来，怎么会如此轻易离开？哎，想赖账是不是？你爹欠我的钱，我可是有借据为证的。果然，谢三刀从怀中掏出一张白纸，上面写着江烈欠谢三刀1000两纹银，限期3年内还清，还有江烈签字画押的字迹。本来说好了3年还钱，谁知道你爹为了躲债跑去前线当兵了，听说没撑多久就死了，负债子还。现在你把宅子抵给我，我吃点亏，这件事就算完了。江晨目光冷冽：谢三刀要讹诈，你去找其他人，别来我江家捣乱，快滚！谢三刀狞笑一声：不认账是吧？快来看看啊，没天理了，欠债不还钱，没天理了！10几个泼皮开始放声高喊，声音洪亮，响彻天际。别说现场的上百人，就连四周喜欢看热闹的街坊四邻纷纷围了过来。上午废物江晨成婚，中午废物江晨欠债，这可都是大新闻啊！看来以后没事就得多在江晨家门口转转。街坊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没想到江晨不光天赋差，外面还欠了这么多钱，真是败家子啊！你没听明白，是江晨他爹欠的钱，谢三刀来给他儿子要账了。怎么可能？要是江晨欠钱还说得过去，江烈那是什么人物，怎么会欠谢三刀的钱？人穷志短，江晨都20岁了，就是现在脑子聪明点了，但宁气开卖都开不成，人家不是来要账，是来赶他走的。这下江晨可倒霉了，谢三刀可是个魂不吝的主，撒起泼来谁都治不住。我看啊，江家小子是留不住这个宅院了。周围街坊细细讨论，看得兴致盎然，甚至有些人已经拿来了马扎瓜子，认真欣赏。今天的娱乐生活就靠江家了。谢三刀看着观众就位，立马开始了亲情表演，手中借据被他拍得啪啪作响。谢三刀演的和真的一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现在你要不连本带利还我3000两银子，要不你就滚出这个宅子，用宅子抵钱。隐在人群后的江峰眼中露出笑意，事情在往他计划的方向进行，似乎一切尽在掌控。谢三刀此时看到江晨背后的南宫婉儿，一双贼眼都看直了，猥琐笑道：你要是不想还钱也成，把你新娶的媳妇转让给我，你不亏就是大城里的头牌，睡一觉也就180两。江晨身后南宫婉儿美眸似要冒出火来，
若不是自己身负重伤，已将这个泼皮挫骨扬灰，如果嫁给江辰这样的俊秀青年，他心里还勉强过得去。如果是这个猥琐的泼皮无赖，宁愿死在那些抓捕自己的人族武者手中。但3000两的确不是个小数字。南宫婉儿惴惴不安地看向江辰，他不会真要用自己抵债吧？那可如何是好？谢三刀心中乐开了花，这趟差事不光和江家搭上了线，还能收获这么一个小娘子，真是一举两得。江辰思索片刻，似是心中犹豫挣扎。我想好了，哈哈，识物者为俊杰，小娘子跟哥哥。谢三刀裂开大嘴，露出一口黄牙。突然一道劲风袭来，速度之快根本来不及闪躲，就看到一个拳头在眼前逐渐放大。砰！谢三刀只觉自己眼眶一阵钻心疼痛，倒退出数米，一屁股蹲在地上，脑袋发懵，半晌才回过神来。臭小子，你敢打我！江辰一本正经，大喜的日子本来不想动手，但是没办法，你欠揍。别说谢三刀，围观群众也愣住了。这么多年来，江辰一直是个任人欺负的废物，纵使有些蛮力，平日里也不敢还手。可现在江辰却是先出手揍了谢三刀，这还是他们认识的江辰吗？更多人却是心下一颤。坏了，江辰还未凝气，怎么敢惹怒谢三刀？他可是个心狠手黑的主，这一下江辰要吃大亏了。谢三刀这些年在天武城没少欺男霸女，实力虽不如一些高手，但在街面上却罕逢敌手。你他妈找死！谢三刀爬起来，一声怒骂，随之一拳挥出。有了江家做后盾，他更无所顾忌，真元涌动，甚至想一拳把江辰置于死地。他已是凝气五重，一拳之力近万斤，一股呼啸劲风随之而来。众人心头一紧。辰儿！江海焦急大喊，可他只是个凡夫，哪有能力保护江辰？电光火石之间，江辰动了，他体内真元翻腾，一拳迎上。谢三刀只感觉一股大力倒飞出去。什么？围观群众呆住了，江海也愣了，因为这种情况超脱了常理。空气陷入短暂的寂静。江辰不是还没凝气吗？竟然一拳打退了凝气五重的谢三刀。若说刚刚是偷袭，可这一次是实打实的对轰。众人这一刻集体屏息，眼中写满了不可思议。这我没看错吧？江辰一拳把谢三刀打倒了。怎么可能？年轻一辈除了江峰少爷，谁能一拳打退谢三刀？谢三刀身后的小弟更是大惊失色，看到老大被击飞，几乎以为眼睛出了问题。要知道，以前他们没少欺负江辰，什么时候这个任人宰割的傻子有了这种实力？江辰还不忘整理下大红喜袍，似乎对击退谢三刀毫不在意，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大哥，老大，10几个小弟围了上去，扶起倒地的大哥。谢三刀在这一拳下，半边身子都在隐隐作痛，眼中有惊骇，有忌惮。他不是还没有凝气成功，身为凝气五重的武者，按理说应该碾压住体气武者，即便是大族天才，也必定不是他的对手。可面对江辰，他竟被一拳击退。他阴着脸道：你隐藏了实力，你到凝气7了。江辰嘴角略有嘲弄，笑呵呵地说道：当然还没到凝气7，若是凝气，刚刚一拳你已经死了。谢三刀怒气冲天，脸色扭曲，区区一个筑体7武者，也敢在凝气7面前放肆。他体内血气澎湃，真元随着怒火轰然爆发，双掌如同染上红芒。武技，这是武技。一些人已经看出了谢三刀施展的功法，发出一声惊呼。他们有些人虽已达凝气，但哪怕最低阶的战绩也价值数千两，根本不是他们能消费起的。难怪在咱们天武城这么嚣张，竟然习得了武技，谁能是他的对手？江辰这下糟了。谢三刀一拳击出，进化出数道红色拳影袭向江辰。江辰面不改色，这种空有其形的战绩，攻击力甚至不如一头2阶妖兽，更遑论现在他气力已达2万斤。他挥拳而去，啪啪啪，红色拳影骤然炸开，气劲崩碎，如波纹般向四周散去。江辰倒退数步，面上一顿潮红，后退数步才堪堪停住。有几分蛮力又能如何？还是太年轻了，这可是战绩，怎么能够硬抗？毕竟差了一个境界。这江辰虽然没有凝气，但是距离凝气也只有一步之遥。谢三刀有2下子，就这几招，凝气7武者也没几个是他的对手。其实若论力量，江辰根本无需硬刚，但吞噬了10几头妖兽的血气，感觉到自己体魄防御力也有了极大成长。这谢三刀实力不错，刚好可以试试自己现在究竟到了何等地步。原以为的江辰喋血并没有出现，仅仅是后退了几步，
谢三刀此时却更加愤怒，今天必须让这小子知道得罪我谢三刀的下场。烈火连环，双掌红芒更盛，转眼化为炽热火焰。他身体如同离弦之箭一般，朝着江辰冲去。火焰连环，双掌挥动，形成一片炽热火海，似是马上要把江辰吞噬。辰儿，快闪开！爷爷江海的声音被火焰淹没。江辰面前燃起熊熊烈焰，声势骇人，要出人命了。周围一片喧哗，这场面太过恐怖。炽烈的火焰如同烟火炸裂，足足高达10数米。江辰把南宫婉儿护在身后，烈风啸，一阵飓风凭空乍现，暂时延缓了火焰的蔓延。周围的人即便远远避开，也能感受到让人窒息的温度。在众人眼中，江辰似是已经成了死人，即便是以前看不起江辰的人，此时眼中也有了怜悯，甚至一些女人已经闭上了眼睛，不忍心看到江辰被燃成灰烬的画面。正在此时，让众人不敢相信的景象再次发生了。江辰一步踏出，挥出一拳，这一拳看似轻柔无比，可这一拳跨越火焰，似乎那些骇人的火焰对他毫无作用，瞬息即至，轰在谢三刀胸口，一声巨响，轰！谢三刀倒飞出去，重重地跌在地上。即便宁气武者体魄超群，此时也断了数根肋骨。他挣扎着起身，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这不可能！他心中骇然，为什么自己的武技铜镜中除了那些世家弟子，平时罕逢敌手，江辰一个筑体期的废物，怎么破的这一招？周围众人大脑已经跟不上眼前的变化，可以说他们心中的江辰一直是那个刷新最差天赋记录的武道废柴。但今天江辰一次又一次刷新着他们的看法。怎么可能？那片火海这么可怕，江辰没被烧死，还打倒了谢三刀。他用的什么武技？怎么不怕火焰？如果说第一次把谢三刀击退是依靠着他的力量，那第二次则是他超乎寻常的战斗天赋，两者结合才有了如此强大的攻击力。南宫婉儿也满面异色，他虽是魔族，但也知晓哪怕相差一境，实力相差巨大。可眼前发生的事似乎超出了他的认知。一个宁气武重武者面对筑体期的江辰竟毫无还手之力，只有他明白那看似轻柔的一拳，力量超过万斤。即使是魔族中号称巨力的10项鬼族，与江辰同境时也难以有这种力量。徒有其表。谢三刀瞪着双眼，这句话传授他武技的那位高手也曾经说过。可这江辰不过筑体，怎么会有如此见识？大哥，没事吧？几名小弟慌忙扶起谢三刀，自己的大哥面对江辰都没有还手之力，更别说他们了。谢三刀感觉自己的胸口似被一块巨石狠狠砸中，痛入骨髓。已然身负重伤江辰缓缓放下手臂，淡淡道：就你这点本事，跑我这里讹人，还敢调戏我媳妇，滚！以后别再在我面前出现，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你！谢三刀咬着牙站起来，胸口已经溢出血迹，脸色苍白一片。院中静悄悄一片，所有人都已经彻底傻眼。江辰这是什么实力？明明没有凝气，怎么3拳2脚把凝气期的谢三刀打成这样？一道正气十足的声音打破了暂时的安静：够了，江辰，你太让我失望了。一位身着白衣的翩翩公子出现，他英俊潇洒，正义凛然。江辰，今日得知你结婚，我特意前来观礼，没想到竟然看到了如此不堪的一幕。欠钱就罢了，还出手伤人，江家怎么出了你这样一个恶徒？江峰此时愤然上台，眉目间带着一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仗义之感。谢三刀仿佛看到了救世主，他哭丧一般高喊：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江峰公子，你可一定要为小人做主啊！你看到没有，欠债不认账，还打人，要不是您及时出现，小人就被他给打死了。江峰在天武城堪称正义化身，此时出现立即带动了舆论风向。江峰公子都出面了，欠钱这是肯定有。要真是这样，那江辰也太不是东西了，欠钱就算了，下手还如此狠毒，真是畜生！什么畜生，简直畜生不如！众人义愤填膺，纷纷出口怒骂。谢三刀演技再次提升，将胸口的鲜血抹得满脸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江辰父子的不是。有几名身穿差衣服的官差也走了进来，站在谢三刀背后，满脸狞笑，分明沆瀣一气，早已串通好了，立即下了定论。现在证据确凿，要不让出宅院，要不就还钱，不然依人族律例，你们一家都得下狱坐牢。江辰却是面色淡然，扫了几名官差一眼，问道：能把借据让我看看吗？你是不是想消灭证据？谢三刀非常谨慎。江辰一笑：今日是我大婚的日子，这么多街坊邻居都看着，官差也在这里，还有我们江家第一天才江峰作证，我把借据销毁，不是坐实了欠你钱的事吗？
说着，不忘讽刺地看向江峰一眼。谢三刀心中犹豫，却看到江峰使了个眼色，表示已经打点完毕。谢三刀这才放下心来，随即将戒具递给江晨。江晨拿起戒具，细细打量，纸张虽然陈旧，墨迹却很新，仔细一看便是伪造的。不过这些很难作为证据，更何况谢三刀是个地痞无赖，纵使是假的他也不会承认。谢三刀，这假戒具做得挺好。谢三刀眉毛一立，什么假戒具？我这是真戒具。虽然这戒具是他亲眼看着江峰写的，但坚决不能承认。江晨微微一笑，但是假的终究是假的，你这戒具有个漏洞。什么漏洞？谢三刀也有些忐忑，难道真被发现了什么？你这戒具就是因为做得太好了才忽略了一点，我爹压根不认字，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你爹不认字？谢三刀的脸色瞬间僵硬，江峰的脸色也一下子变得相当难看。不错，你看我爹这签名，不光字迹工整，还是这2年最流行的工体字。说实话，就是让我爹再活一辈子，也写不出这么好的字。江晨语气似有遗憾。谢三刀求助似的看向江峰，江烈不认识字这么重要的信息，江峰怎么疏忽了？江峰却也心中一慌，只顾作假戒具，还真没注意到字体细节。至于江烈认不认字，他也不清楚啊。看到谢三刀求助的眼神，他却毫无反应。谢三刀只得负隅顽抗。你爹怎么可能不认字？他是江家第一高手，他怎么练的武技？江晨认真说道。我爷爷照着功法秘籍教的，不信你问我爷爷。是，我儿子武道天赋高，但从小顽皮，大字不识一个，我能作证。江海岂不懂江晨的意思，慌忙声援。周围街坊也开始窃窃私语，好像江烈确实不认字，上次我托他写封信，他都拒绝了。哎，到酒楼吃饭记账的时候都是画圈，肯定不认字。他打小就不爱去私塾，我从小看他长大的，没想到他英年早逝。江晨扫视众人，最后掷地有声道：谢三刀，如果你能找到我父亲亲笔所写的证据，我相信这几位官差一定会秉公执法。莫说银子，就连宅子我一同给你，绝无二话。不过我父亲为国捐躯，纵使一些阴险小人诋毁，说着便瞥了江峰一眼，纵使一些阴险小人诋毁，也难掩我父亲的赫赫战功，能难掩我父亲为江家做的贡献。你去问问每一个江家人，没有我父亲，江家怎么会有如今的辉煌？这个宅院乃是我父亲用命换来的，可要是你没有证据，那就是故意污蔑战死的军人，讹诈烈士家属，此事不水落石出，我江晨绝不罢休。江晨的声音一字一句在众人耳边隆隆作响，这些话像一把把刀子插进了江峰心里，脸色变得相当难看。看到他这般样子，有些人已经明白了什么。不错，这些年来江烈为江家争取了太多资源和荣耀，更是只身赶赴疆场为人族捐躯。即使有人造谣他做了逃兵，可是天武城的人怎么会不了解那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在妖兽攻城中，江烈浴血奋战，死战不退。1天1夜后，脚下妖兽尸体堆积如山。苏威的父亲便是在那一战中为江烈所救，更是凭一己之力把江家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家族带到了天武城第一家族的位置。种种功绩，众人都能如数家珍。可以说，除却江晨，江烈在众人心中几乎是完美的存在。唯有他这个废物儿子不仅痴傻，还没有继承江烈的武道天赋，导致这样一位天骄不到40就已经两鬓斑白。可以说没有江晨，江烈会过上截然不同的人生。众人都传言是因为江烈从这个傻儿子身上看不到希望才投身疆场，所以大家对江晨更加的厌恶。要是说江晨欠钱，还有可能，江烈这样的大英雄怎么会欠谢三刀的钱？江烈可是先天境巅峰的高手，怎么会欠区区1000两银子？要我说，就是这谢三刀看着江烈死了过来讹诈的。江晨听到周围的低语声，目光灼灼地盯着谢三刀，说吧，这戒具从何而来？你又受了谁的指使？谢三刀额头冷汗淋漓，竟一时不敢说话。江峰更是脸色黑得像炭一般，自己的谋划竟被江晨当场戳破。那些围观群众虽然不敢吭声，但看向自己的眼神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切的根源竟是这个被称为废物的江晨。江晨此时眼神却变得无比犀利，一字一句地说道：你该不是伪造戒具，伙同一些人图谋我江家宅院吧？谢三刀后退半步，他只是为傍上江峰这条大船才有如此作为，可要是被安上了诽谤污蔑战死军人的名头，怕是发配充军都是轻的。谢三刀心慌道：戒具还我！江晨却是将戒具往回一缩：谢三刀，这戒具可不能给你，你伪造戒具，污蔑人族烈士，天下武者为了人族，
赴汤蹈火，舍生忘死，可背后竟有这等小人作祟。官差大哥，你们说怎么办？你们要是不管，我们就到府衙去告；府衙不管，我就告到东荒郡。还不信，天下没有公理可言。江辰字字铿锵，每一字都包含着浓浓的民族大义，一个个大帽子扣过来，让谢三刀脑子嗡嗡作响。以前欺凌乡里，那些人最多只敢背后骂他几句，可江辰几句话，却是将这件事上升到整个人族层面，直接把谢三刀推到了人族对立面。围观群众此时也被江辰的话语引动，他们也有亲人赶赴前线，战死沙场。在这妖魔横行的乱世，人族几乎家家户户挂白绫，十室更有9室空。想到自己的亲人在前线流血，而背后竟有小人捅刀，本就对谢三刀积怨已久，此时更是愤慨无比，无形中与江辰站到了一起。对你一个泼皮无赖，江烈大哥怎么会欠你钱？分明就是来欺负烈士家属的。看着江烈死了，就过来欺负人家老父亲和傻儿子，这种行为猪狗不如，天地不耻，无耻之极。刚刚江峰公子还在这的时候，你怎么不敢来？分明就是欺软怕硬，这种狗胆鼠辈简直是人族之耻。那几名官差面面相觑，他们是收了江峰的好处，可来之前没料到这种情况发生啊。看着周围的群情激愤，一旦处理不好就会激起民愤，那可是大过。这是你们私人恩怨，我们管不了，咱们撤。临走前向谢三刀使了下眼色，毕竟一旦到了府衙，怕是会牵扯出背后的江家父子，后果不堪设想。谢三刀顿时领会，虽然身负重伤，但强行催动真元，凝气7-5重力量轰然爆发，如一道闪电般急掠而去，瞬间将戒具抢夺过来，几下撕成碎片。他目露狰狞，因为伤重，甚至嘴角已经溢出斑斑血迹。他将碎片塞入口中，混着血水咽下，哈哈大笑，表情得意至极，甚至有些壮烈。哈哈，江辰，戒具就是假的又如何？现在被我撕了，你没证据了，别说告到府衙，你就是告到老天爷那里也没用啊。江辰却依旧不急不躁，看着谢三刀一番作为下来，却是温和一笑。你看吧，你这个人不光本事不行，脑子也太蠢。我爹其实认字，你要是死不承认，我也没有办法。结果我一炸你就露馅了，就你这智商，天武城第一大傻子的美名让给你了。谢三刀原本得意的表情瞬间呆滞，转而一副吃了屎的样子。要是被其他人愚弄也就算了，谁不知道江辰自小愚笨，在智商上竟然被一个傻子如此玩弄。而那个被称为江家天才的江峰，此时如木桩一般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他心中都有些质疑，以江辰的武力和智谋，到底谁才是江家的天才？周围聚集的街坊看着谢三刀吃瘪的样子，爆发出一阵哄笑。南宫婉儿美眸异彩连连，本是天衣无缝的阴谋，竟被他如此轻易的化解。没想到这个小子还挺聪明，刚刚自己都准备跑路了。这个男人好像的确有点意思。不知何时，他嘴角已经泛起了笑意。众人看向江辰的目光也发生了改变。江辰再也不是曾经那个任人欺辱的废物，他虽未凝气，但战力在同辈中已算佼佼者，而且更是展露了让人无法不动容的心计。江家或许第二位天才就要冉冉升起。一些小姑娘看向江辰的目光也有了些许迷醉，她们从未正视过江辰，一直把他当作傻子废物对待。可今天江辰在他们心中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细细看去，他眉目如画，英俊风流，单论外表，似比那江峰还要好上一筹。此时看向南宫婉儿，眼中都有了一丝嫉妒。苏薇紧咬着樱唇，甚至都沁出了血迹。他明明愚笨不堪，更是个天赋差到极致的废物，他怎么做到的这些？先是摧枯拉朽的战胜了凝气5重的谢三刀，继而又把江峰和谢三刀玩弄于股掌之中。他明明是个废物，怎么突然就难到从前？都是他的伪装，他其实是个绝世天才。苏薇心中一片冰凉，甚至隐约有了一丝不该有的悔意。不，我可是苏薇，江辰怎会配得上我？唯有大宗天骄才配得到我这样的天之骄女。谢三刀等人狼狈不堪地离开，如同被痛打的野狗。江辰看着他们的背影，眼眸深处闪现过一丝凌厉杀意。这种小人若是在城外，他必然斩草除根，可终究在天武城中只能另寻机会了。江家大厅中，江长林看着被揍得鼻青脸肿的谢三刀，一脚踢了上去。废物，一群废物，这么多人连个江辰都收拾不了，我要你们有什么用？江家主，实在是江峰公子信息失误，您再给小人一次机会，小人一定不会让您失望。谢三刀连连告饶。江峰眼神阴沉，父亲，是我低估了那个傻子，不，低估了江辰，咱们这些年都被他给骗了，
恐怕他不光不傻，还很聪明。这次我全力以赴，绝对不会再给他一线生机。江长林面沉如水，九宗大比招人在即，这个名额是我好不容易给你争取来的，不能因为这件事耽误了。虽有林寒公子牵线，但要没有真才实学，怕也进不了九宗。只要你能成为东荒九宗任何一个宗门的内门弟子，以后获得的财富都是咱们江家10倍100倍。江峰却是有些沮丧，父亲，我一个宁气8重，怎么可能被九宗招收？还是咱们江家的产业重要。江长林也叹了口气，在天武城这种边境小城，江峰或许算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可与那些世家弟子，无论是天赋还是武技，都是天差地别。这些日子，你就好好练功，争取能在九宗大比前达到宁气10重。这门3阶武技是我耗费了咱家半数积蓄换来的，你好好研习，只有进了宗门，咱们才有可能再往上走一步。至于江辰的事，还是我亲自来办。入夜，房中火烛微亮，随着吱呀开门声，江海走进客房，手里拿着一盏热茶。晨儿，天不早了，快去休息吧，别让新娘子等急了。经过今天的婚礼，江海对这个刚过门的孙媳妇有了不一样的看法。虽然出身卑微，但礼数容貌都为上等，与江辰倒也般配。江辰此时不知为何有些发虚，前世在几大仙王面前，自己都没如此紧张过。爷爷，其实我和他结婚是为了留在天武城，我们俩也没啥感情基础。孙子，爷爷是过来人，感情都是需要培养的。当时我和你奶奶也是见了一次面就结婚了，后来天天一起睡觉，感情就有了。不太好吧？我和他说过了，等我突破到宁气境，他随时可以离开江家。咋说，今天也是洞房花烛夜。晨儿，将这杯茶喝了，进去坐会，好好和人家姑娘聊聊。江辰点点头，拿起茶盏一饮而尽，朝着卧房走去。身后的江海却泛起一抹计策得逞的奸笑。孙子，为咱老江家延续香火，就看你了。夜幕低垂，红烛微亮，卧房中，南宫婉儿却是紧张无比，拿起茶水，喝了一杯又一杯。可是或许是紧张的原因，竟是越喝越渴。她嫁给江辰，本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是此时她伤势未好，无法运用体内功力，甚至每天都会咳血数次。若是江辰用强，他哪怕强行催动功力，也要将江辰击杀。正心乱如麻之际，却见江辰推开了房门。南宫婉儿先手紧握，江辰看着南宫婉儿局促不安的样子，自是知道他在担心什么。放心，我对你没有兴趣。南宫婉儿怒意顿生，他已经想到了无数种可能，没想到江辰说出这一句话。身为魅魔族的天骄，哪怕易容，散发出的诱人气息也是一般男人无法抵挡的。难道说是那个林希月？若是其他人，南宫婉儿还没有比较的心思，偏偏是自己的生死大敌，他岂甘愿被林希月比下去？莫非公子有其他心仪之人？一抹惊鸿在江辰脑海中乍现，虽只有一面之缘，不知为何对那女子却有不一样的羁绊，只是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或许再无重逢之日了吧？不算有。南宫婉儿似是无意问道：那个朋友长得好看吗？还行。江辰回忆，那女子堪称倾国倾城，和我相比呢，比你好看。江辰实话实说，南宫婉儿却是眼中飞过一丝厉芒。若不是他还需要隐藏在江家，此刻江辰已经身首异处。不过也不能怪江辰，他本来就将容貌改变，这副容貌虽然出众，但与之前如何相比？江辰的话似是挑起了南宫婉儿心中的战意，他娇躯微倾，使得她曼妙的曲线更加动人，哪怕身着嫁衣，也难以遮掩她傲人身材。真的吗？他呵气如兰，娇声说道，美目汪汪，似要滴出水来。江辰想了想，真的，比你好看得多。南宫婉儿眼中含着浓重的杀意，深吸了一口气。女人的好胜心让她怒火中烧，实力不如林希月也就罢了，没想到身为魅魔，连魅力都不如林希月。也不知道这个太玄剑宗的仙女那天晚上到底使了什么妖法。江辰看着坐在床边的南宫婉儿，这女人虽然容貌不如仙女，散发出的韵味却是勾人无比。不知为何，江辰小腹却是升起一股燥热，几乎本能地坐在南宫婉儿旁边。若是寻常，南宫婉儿早将江辰推至一旁，可此时不知为何，江辰身上散发的气息竟让他有些迷醉。院中的江海叹了口气，他这一脉人丁一直不兴旺，现在只剩爷孙俩相依为命。要是江辰夫妻俩能有一儿半女，也了他一桩心事。蟑螂中说这副药茶可挑起男女情欲，乃是药中圣品，相信过了今夜，江辰就能为江家开枝散叶了。南宫婉儿感觉江辰和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近，
他的呼吸也愈发急促。你不是说对我没兴趣吗？江晨也在怀疑自己怎么定力这么差了。穿越以来，他只对武道倾心，对女色一向没有太多想法，怎么今天竟然如此难以控制？我也不知道，要不我出去洗把脸。魅魔本就对情欲极难把控，南宫婉儿双眸朦胧，猛然将江晨拉住，双颊绯红，呼吸急促。他忽然想到一种可能，难怪那个茶水越喝越渴，从来都是自己给别人催情，没想到今天自己竟然着了道。杀机再现，魔力催动，江晨终于被药性占据了理智，将南宫婉儿拥入了怀中，一道道淡淡金色光华在江晨经脉显现。这是南宫婉儿身子一僵，浑身酸软无力，原本催动的魔力缓缓散去，竟不再抵抗，他浑身都在轻轻颤抖，体内的魔血似乎都在沸腾。朦胧烛光下，江晨看着那满头青丝顺着香肩滑落，江晨野蛮地将亵衣扯下，露出那令众生痴狂的傲人娇躯。此时江晨才真正感受到隐在衣下的绝世妖娆，肌肤如玉般晶莹，丰挺的胸脯勾勒出一道撩人曲线，旗下柳腰更显盈盈一握，那双迷蒙的美眸中仿若笼罩一层朦胧烟雾，散发着不属人间的绝顶魅惑。江晨早忍不住望着那半阴唇狠狠地吻了上去。南宫婉儿美眸瞬间放大，一声低吟，只觉自己像是被火炉烘烤，沉浸到无边的欲火当中。身为9节魔宗的圣女，在魔界不知有多少青年才俊爱慕追求，没想到却会失身给一个人族青年。她想反抗，却感受到一股难以言喻的欢欣。这便是命吗？轻点。这是她陷入欲火前的最后一句。下一瞬，她玉露般的俏脸如火烧一般娇艳，喉间轻盈，仿若天籁也当动人。滑腻肌肤如胭脂般粉红，散发着一种青涩与成熟交叠的妩媚。啊！怀中佳人低泣，娇喘吁吁，如兰似射的香气喷薄在江晨脸上，一双美眸更加销魂蚀骨，火热娇躯软瘫如泥一般，恨不得揉进江晨身体，与之再不分离。东荒太玄剑宗，皓月当空，一位美如月宫中的仙女，白衣长裙难以包裹住她起伏的身躯，乌黑如瀑的秀发随微风飘起。这位修炼月华剑典的仙子，清冷圣洁的双眸此时却掠过一丝迷蒙。回到太玄剑宗后，林希月脑海中经常出现那天的旖旎场景。那个男人不知现在怎样了。她作为超脱世外的仙子，从没想过会委身于这样一个男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或是再不能相见了吧。但不知为何，他的心中却升起一阵怅然。远处一位弟子眼中略有惊异，林希月乃是东荒第一天骄，身份贵不可言，这等存在也会有烦恼吗？晨曦微露，南宫婉儿缓缓睁开美眸，江晨此时依旧呼呼大睡，他身躯光洁异常，哪有什么金色符文？难道自己看错了吗？也是，在这9州之地，怎么会有魔界的至强传承存在？南宫婉儿稍稍一动，便感觉到下身的不适，回想起昨晚的种种，除了羞涩，更多的是愤怒。这个小贼竟然对我下药，那就别怪我狠心了。魔力运转，挥掌便要将江晨杀死。噗！一口鲜血喷出，在睡梦中的江晨骤然惊醒，就看到身旁的南宫婉儿不知何故吐出了一口鲜血。怎么啦？你没事吧？江晨慌忙扶住他，右手轻轻拍着南宫婉儿的后背。可嗨嗨，刚刚只是微微运转魔力，便是一阵剧痛，半晌才逐渐恢复过来。看来暂时性还不能将这小贼杀死。南宫婉儿冷冷地看向江晨，没想到你竟然用这么卑劣的手段。江晨大体明白了，这肯定是爷爷江海所为，毕竟这让江晨为江家开枝散叶一直是他的夙愿。看着南宫婉儿一副想要杀人的样子，心中略有不忿。昨天晚上你不挺配合的吗？的确，二人虽无感情，但当时都在迷茫之际，本能的反应冲动还是有的，情到深处难免有难以自持的环节，此时想起当时，不免让人面红耳赤。你可嗨嗨！回忆起昨晚种种，南宫婉更是气愤不已，怒火攻心之下，再次连棵树下。木已成舟，反正咱们也成婚了，发生这种事也属正常。毕竟与他有了夫妻之实，江晨也不忍多说，倒了杯热水给南宫婉。南宫婉喝下热水，胸腹中的疼痛才略微缓解。看着离去的江晨，南宫婉杀意森然。堂堂9节魔宗圣女，竟然吃了如此大的亏。她已做了决定，只要伤势稍好，便取了江晨一家的性命。这件事将成为永远的秘密。吱呀！江晨推门而入，刚好看见正穿衣服的南宫婉。别遮了，又不是没看到过，我打来了热水，你洗漱一下，厨房里有饭，等会自己盛。南宫婉冷冷地看着江晨，反而不再遮掩。
毕竟一个将死的人被他看到又能如何？江晨看到床单上的点点嫣红，也能明白南宫婉儿为何如此愤怒。木已成舟，我劝你认命得了，嫁给我不比在外乞讨强吗？滚！江晨看到丢来的茶盏，一闪身溜走了，心中悲愤莫名。自己前世不知有多少仙女爱慕追求，没想到这一世找了个女乞丐。对，刚重生时还莫名其妙的失了身。何其悲伤！经过了昨日的风波，江晨也感觉到了时间的紧迫。只要自己一天没有凝气成功，江峰对自己的算计便一天不会停止。身处乱世，唯有实力才是活下去的资本。他一整天都在房间中打坐修行，吸收了10数头妖兽的血气，真元已经充盈无比，如惊涛般冲击着自己的气海，但却始终距离凝气开脉有着一步之遥。毕竟是圣人传承，即便自己博古通今，也有很多晦涩之处难以理解。直到傍晚吃饭，江晨才离开房间。南宫婉儿巴不得少见江晨，此刻看江晨出来，略有嫌弃的撇了撇嘴。江晨浑不在意，爷爷的手艺怎么样？还吃得惯吧？南宫婉儿美眸横了江晨一眼，一般。其实这些日子他风餐露宿，根本没好好吃过饭，现在说一般，也只是为了气江晨。是吗？爷爷的手艺还是不错的，你尝尝这个。江晨说着，夹起一块红烧醋鱼放到南宫婉儿碗中。你……南宫婉儿本来吃得挺开心，没想到这个坏蛋刚来就找他麻烦，这块醋鱼上说不准还有他的口水。放心，我没用自己的筷子。江晨没好气地说道，要不是昨天被爷爷下了药，我堂堂玉面小白龙会倒在你这样一个女乞丐床上。不过回忆起来，这女人虽然是个乞丐，长相堪称上等，皮肤如缎子一般丝滑，身材更是没得挑，不由得还有些心驰神往。南宫婉儿看着江晨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更是恨得牙根痒痒，要不是身负重伤，早一巴掌拍死他5、6遍了。我警告你，今天晚上你不许去我房间。江晨放下筷子，皱眉头说道，严格意义来说，你住的是我的房间，希望你能搞清楚主次身份。既然我来了，那就是我的房间。南宫婉儿在魔族霸道惯了，哪里在乎江晨说什么？你不吃鱼是吧？那我自己吃。江晨懒得搭理他，赶紧吃饭，吃完饭还得练功呢。等老子凝气成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休了你。谁说我不吃鱼了？我就喜欢吃鱼。说着，南宫婉儿一筷子夹起半条鱼身放到碗里，小嘴塞得鼓鼓囊囊，狠狠瞪着江晨，暗想等我伤势恢复，我一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平静的餐桌很快成为了两人的战场，只要一方想吃什么，对方肯定出手。呸呸呸！眼看要落败的时候，江晨使出终极杀招吐口水大法。哼哼，不好意思，承让，这些菜现在都归我了。南宫婉儿的眼神如果能杀人，江晨已经死了800多次。江晨微微一笑，淡定地夹起一块红烧肉。你吃吗？上面可是有我的口水哦！哈哈哈哈！南宫婉儿恨得咬牙切齿，竟是比江晨出招还要凶猛。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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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水量竟是比江晨还要大。江晨略有恐惧地看向南宫婉儿，这个女人不愧是水做的，饭桌上的战力值如此之高，出招凶狠毒辣，竟不弱于自己。南宫婉儿看着江晨手中的肉都被自己下落在地，得意地笑起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下你认输了吧？很快他的笑容呆滞了。只见江晨深吸了一口气，夹起一块带有他口水最多的红烧肉，目光灼灼地看向南宫婉儿。你以为你赢定了吗？哼哼，你太小看我了。初踏仙路时，我曾有多年宗门饭堂吃饭经验，遇到的高手数不胜数，还时不时有苍蝇、蚊子、甲壳虫、抹布等等未知生物偷袭，可是能战胜我的从未出现过。这一战你败了。恍若黑夜中一道霞光，万千光华闪过，一道惊鸿直破苍穹。江晨眼神坚毅无比，目光灼灼地盯着红烧肉上的口水痕迹，将混着口水的红烧肉送入口中，细细咀嚼，表情甚至略有沉醉。南宫婉儿干呕一下，这个男人真他妈恶心。江晨一脸嘲讽地看着手下败将南宫婉儿，不就是点口水吗？至于骂你？再说了，昨天晚上咱俩又不是没亲过嘴，也没见你嫌弃我。滚！南宫婉儿捡起一块泥土丢在餐桌上，溅得到处都是。得，这下谁也别吃了。南宫婉儿气呼呼地回了卧房，暗暗发誓，江晨，早晚有一天让你在我脚下跪地求饶，每天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半月时间，弹指已过。卧房中随着吞天混沌经的运转，江晨气海中的真元如同潮水一般，他经脉中金色符文闪耀，仿佛化为金色天神。真元如潮，发出破浪之音，神秘而又玄奥。他参悟着吞天混沌经的各种要义，圣人传承化为山河画卷，在他脑海中流淌，
更与之前所修仙法相互印证，掌间法诀凝聚，曾经一次次巅峰对决在脑中浮现，他从当中曾受过无尽启发。良久，他缓缓睁开双眸，眼中神光璀璨，却面带一抹忧思。这些天，江晨每日都在修炼吞天混沌经，琢磨凝气之法，进展却十分缓慢。圣人之法太过玄奥，即便是以他的见识，也难以参透全部。而且这圣人法似乎有些残缺，总感觉少了一些关键章节。若不是江晨悟性超绝，恐怕连第一重都无法入门。与其说是江晨选择了吞天混沌经，倒不如说吞天混沌经选择了江晨。想要睡觉，却是体内燥热不断，总是想起那晚的旖旎场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其实这也不能怪江晨，南宫婉儿本就是魅魔血脉，对异性魅力极大。别说他身姿妖娆，举止风流，只是不经意散发的魅惑气息，就不是寻常男人能抵挡的。江晨盘膝而坐，真元在气海涌动，不断冲刷着经脉，足足半个时辰。虽然感觉通体舒泰，但心中还是有一股抹不去的燥热。思虑片刻，便直接去了院中，脱下上衣，从水井中提起水桶，浇在头顶，连连几桶，燥热却是仍旧不退。江晨提起金刚长枪，便按照江烈遗留的武技演练起来。前世的仙法需要仙力，并不适用于此界，反倒是这门家传武技却让江晨使得虎虎生风。虽只是一阶武技，但在江晨手中发挥的威力不次于二阶，重重刺激，无中无极。枪法亦是如此，动作开阔大气，大开大合，如江海波涛，无穷无尽。虽然还没有踏足凝气境界，但体内真元运转，依旧气势磅礴。江家宅子本就不大，南宫婉儿自是被院中的动静惊醒，披上薄衫，踱步来到廊边，便看到江晨枪法行云流水，虽然招式简陋，但隐含大道至理。南宫婉儿抿着红唇，美眸泛起异彩。江晨浑身都是汗水，攻守之间酣畅淋漓。突然他呆滞了，只见江晨经脉中隐隐出现一道道金色符文，这是只有修行九节魔功之人才能看到的至高战文。九节魔宗是由一位旷古烁今的绝代天魔所创，他曾获取无上机缘，得到天书残卷半篇，晦涩玄奥。他天才绝艳，却只参透寥寥数行，便一跃成为了魔族至强者，更是借此残篇创造了魔族10大功法之一的九节魔功传说。九节魔功修行至大成，身上便有至高战文显现，威能无穷无尽。江晨经脉中的金色符文虽只是一闪而逝，但身为九节魔宗圣女的她却看得清清楚楚。她呼吸有些急促，难怪她会对江晨有着天然的亲近。九节魔功已经数万年没有修至大成的记录，这个人族男子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虽然他此时仍旧十分弱小，但是一个拥有至高战文的人族绝非寻常之辈。江晨发现了廊边的南宫婉儿，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南宫婉儿不动声色，你大半夜在这里练枪，吵得很，我怎么睡得着？南宫婉儿依着廊柱，此时只身披一件薄衫，玲珑有致的身姿诱人无比。这门枪法你练了多久？3、5天吧。怎么样，被我的枪法折服了吧？切，就这点本事，还想让我折服？江晨一本正经，你要说其他的不行我认，你要说我枪法不行，这可是男人的耻辱。南宫婉儿顿时知道江晨说的是什么，心中一阵羞恼，随即美眸一转，20岁连凝气期都达不到，枪法好有什么用？这下轮到江晨憋屈了，气海早已充盈，为何不能凝气入脉？南宫婉儿心中突然生出一个疯狂的想法，不过我倒是知道一些凝气方法，你叫我一声师傅，我教给你。就你能会什么凝气法门？江晨一声嗤笑，一个女乞丐最多也就是筑体期。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需盛时，不足胜有余，神凝丹田，稀有子府。江晨开始还满脸嘲讽，可随着南宫婉儿口述，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原本晦涩难通之处豁然开朗，滔天真元在气海内澎湃汹涌，冲击着8大经脉。随着南宫婉儿字字说出，江晨身畔血气氤氲。骤然间，周围的天地灵气开始朝着江晨汇聚，是江晨体内真元勾动了天地灵气的运转，声势之强，甚至形成了一个灵力漩涡。顿悟，在武道之中难以追寻的极境时刻，在这种时刻，之前晦涩难通之处将迎刃而解。南宫婉儿心有骇然，只不过随口说出9节魔功凝气冲脉方法，江晨这么快便能领悟其中真谛，甚至引动了天地灵气，这种何等悟性，即使放到9节魔宗也是门中天骄。一时间，他竟生出了要把江晨带到9节魔宗的想法。轰！接下来，南宫婉儿看到了自己毕生难忘的一幕，无数灵气汇聚在江晨周围，江晨的气息在不断攀升，虽然仍旧是筑体10重，但不经意散发出的点点气势，却已经超过寻常凝气7、5者。灵气融入血肉，滋养气经8脉，江晨的身躯都在产生变化。
极境。南宫婉儿想到一种可能，传说中的武道圣体，每一步都能踏入武道极境，而只有踏入极境之人，才是真正的铜镜无敌。那林希月便是武道圣体，虽然只比南宫婉儿境界高半筹，但实力确实远远超越了南宫婉儿。江晨并非武道圣体，怎么也能踏入武道极境？难道是那些金色符文的缘故？滚滚灵气涌入八脉，细流逐渐汇成湖泊，他的每一寸血肉此时都在发光，七经八脉中的灵气反哺着血肉，犹如一次重生。南宫婉儿眼中异彩连连，这江晨身上一定有着巨大秘密，无论是金色符文还是武道极境，都足以说明他绝非表现出的那般简单。正犹疑间，胸腹处又是一阵剧痛，咳嗨嗨！南宫婉儿一阵急促的轻咳，唤醒了顿悟中的江晨，正好看南宫婉儿连咳数次，甚至捂着阴口的手上都有点点嫣红。怎么了？你没事吧？江晨慌忙上前搀扶，南宫婉儿却是一把将江晨推开，美眸中歉意一闪而逝，因为自己竟然打断了他的顿悟，相当于断了江晨天大的机缘。没事，老毛病了，休息一下就好。南宫婉儿转身回了房间。江晨感受着自己体内的变化，虽然境界没有提升，但气海中的真元凝实数倍，更有大道真意蕴含其中，现在根基之牢固，甚至超越了前世。而且他对吞天混沌经有了进一步的认知，目前只知道前三重。第一重吞噬血气神通，但妖兽位阶越高，神通吞噬难度也就越大。第二重可将吞噬血气爆发，大幅度提升实力。第三重吞噬万物气息，完美运用出神通之力，甚至经过吞天混沌经的运转，所发挥威力更胜从前，但圣人传承博大无比，若想真正洞悉全部，只能慢慢参悟了。他看着南宫婉儿的房间，迟迟没回过神来。吞天混沌经可是圣人传承，南宫婉儿短短几句口诀，就让困扰自己许久的凝气难题解决。自己捡来的女乞丐，难道是什么天赋绝顶的武道奇才？不能光让驴拉磨，也得喂驴吃草啊！既然南宫婉儿这头驴咳嗽，那肯定是肺病，明天就去药房给他买点治疗肺病的药。怎么说，她也是自己明媒正娶的老婆。自从江晨把谢三刀教训一顿后，那些平日里看不起他的街坊邻居也对他热情不少。一大早刚出门，卖豆腐的小翠就问江晨吃不吃他的豆腐。若是以前的江晨，肯定舔着脸上去多吃几块，但作为日后冉冉升起的武道新星，虽要平易近人，但是也要注意保持距离。江晨还是拒绝了他的好意。很快来到了药铺，陈掌柜，我来买点药。江晨，前段时间你把谢三刀那混账揍了一顿，有两下子啊！这谢三刀平日里没少干缺德事，真给咱们街坊出气。要买什么药，我给你个8折。这条街多数人都被这群泼皮无赖找过麻烦，自然对江晨的行为大加赞赏。果然人就不能太优秀，大早上遇到了俩粉丝了，买药都能给8折。咳嗽的开什么药啊？陈掌柜开药铺30多年了，一般的小病根本无需郎中，他就能开。你说下症状，我给你看看。江晨回忆了下，就是经常咳嗽，有时候还能咳出血来。陈掌柜一听便了然于心了，江家就江海江、陈爷孙二人，得病的肯定是江晨新娶的媳妇了。也难怪，这些乞丐饥一顿饱一顿，自然身子虚弱，有些毛病也不奇怪，也就是肺阴亏损，没什么大碍。你拿上沙参3钱，麦冬2两，生地4钱，白鸡3分，回去熬成汤药，吃上3、5服，也就差不多了。江晨刚离开药铺，一个面色阴鸷的中年人走了进来，却是江家家主江长林。江家主，您怎么来了？陈掌柜慌忙行礼，这江长林可是了不得的大人物，万万不敢得罪。江长林表情淡漠，里面说。药铺后堂，陈掌柜恭敬地为江长林倒茶。江家主，您到小铺来，可有什么需要？待会我亲自给您送过去。江长林拿起茶水，微抿一口。刚才江晨那傻小子来买了点什么药？不过是治疗肺阴亏损的寻常药材。肺病不好治啊，听说岭南前2年有不少肺痨病人，万一传染，可是坑害全城百姓的大事。江长林的眼眸中闪过一丝阴狠，绝对不是肺痨，只是寻常小病，肺痨的症状小人知道。不知何时，谢三刀已经走了进来，满脸狰狞地盯着陈掌柜。江家主说有肺痨，那肯定是肺痨，你这老不死的，听不懂人话吗？陈掌柜满脸惊恐地看着江长林、谢三刀二人，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连连作揖。小人明白，小人明白。今天天武城的街道上多了不少流民，他们衣衫褴褛，拦路行乞，不只是前线战场人族溃败，万寿山脉中的妖兽也蠢蠢欲动。据说有大妖出世，近日更有妖兽咆哮，震动山脉，引得周边数百里的平民向天武城汇聚。城外小道上，一位耄耋老者身着麻衣，手持木杖，跟随着人群缓缓前行。突然一声厉啸惊破苍穹，疾风呼啸，飞沙走石，
一头数十米的斑斓猛虎从天而降，它气息强横无匹，所过之处山林倒伏，巨木断裂，人群顿时乱作一团。那头恐怖妖兽张口一吸，数十人飞入血盆大口之中，血光迸射，它如同享受一场盛宴。四散奔逃的人群中，一位老者目光漠然，抬手伸指一弹，一滴露水飘荡而去，化为一挂星河般的光束。那头可怕生灵上一刻还威风凛凛，下一刻便化为一片血水。死里逃生的人们不知道妖兽为何突然暴毙，以为有神奇显灵，慌忙扶得跪拜，祷告连连。那老者扶着木杖，慢慢悠悠地向天武城走去。在这乱世中，天武城某处奢华酒楼中依旧歌舞升平，一位青年男子坐在主位，此时被数位美艳女子环绕。他莫约25、6，衣着华贵，相貌平平，面色灰白，一副纵欲过度的长相。如此普通的面容，眉宇却满是傲慢骄狂。身后紧跟着几位身穿青衣的年轻人，衣襟上绣着云霞图案，正是东荒9宗之一云霞宗的标记。平日高高在上的江家家主江长林满脸谄媚，身躯前倾，恭敬道：“林寒公子，这几天玩得还开心？”林寒推开怀中的家人，目光散漫地瞥了一眼。你们天武城虽只是边陲小城，人口也有几百万，就凑出这么几个货色。这几位家人都是天香楼的头牌，在下这就再去寻找一番。江长林说到后面，声音都有些哆嗦，额头上也沁出了冷汗。他虽是江家家主，可在这位林寒公子面前却卑微如蝼蚁，只因为此人来头太大，不仅是东荒郡豪门世家之一林家嫡子，更是云霞宗某位长老的亲传弟子，地位至高无上。以这个人的能力，想整垮江家，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林寒公子，小弟这些日子倒是见了一位角色，只是……江峰坐在下手，此时倒有些吞吞吐吐。林寒一脸不耐烦：“只是什么？别说小小的天武城，就是在东荒郡，我林寒看上哪个女人，也就是一句话的事。”见这位大人物发话，江峰谄媚道：“只是这女子刚嫁给了一个还没宁气的废物，如此一朵娇花插在粪土之中，不免让人惋惜。”林寒却是露出一抹淫笑：“好，有妇之夫，我林寒采花多年，倒是没有这种经历，深得我意。江峰，你倒是有心了。”听到林寒的夸奖，江峰眼睛都快放出光来，慌忙行礼。江峰愿永远对林公子忠心耿耿，效犬马之劳。次日上午，江晨院外人声鼎沸，寺室来了不少人。开门，江老头子。江晨，快开门。江晨昨日练功到深夜，本想睡个懒觉，便听到门外谢三刀的声音，顿时火冒三丈，穿上衣服就冲了出去。一开门就看到谢三刀大喇喇地站在门口。怎么，前些日子没揍改你是不是？还敢来？谢三刀慌忙拉开身位，虽然他是宁气五重不假，但自从被痛打了一顿，对江晨还是有些畏惧的。江晨，你犯了大错了，你知道吗？对，我是犯了错，我错就错在上次揍你揍得太轻了。谢三刀看江晨又要动手，慌忙往外面退去，口里却是喝道：“东窗事发，你还敢打人？娶了个废老鬼回来，你是想害死我们吗？”江晨这才发现自己家周围竟然围了百十号人，都是周边的街坊邻居，但与上次马扎小板凳看戏不同，此时众人脸上都是愤慨和厌恶。一个宁气不成的废物，再加上的废老鬼，得亏咱们发现的早，不然就被他们害惨了。我就说，一个长得这么好看的女人没点毛病，怎么可能嫁给江家小子？你看被我说中了吧？前些天还邀请咱们来参加喜宴，我看着就是想把废痨传染给我们，这家人太坏了。街坊邻居的议论声不断传来，也惊动了江海和南宫婉儿。江晨看着满脸得意的谢三刀，便知道这事情肯定是这家伙编造的。诸位，我媳妇只是有些肺阴亏损，绝不是什么废痨。前几日我特意从陈掌柜那里抓的药，大家不要相信谢三刀的鬼话。江晨，你还不肯承认，你媳妇有肺痨的事，就是陈掌柜告诉大家的。一个街坊满脸愤怒，指着江晨骂道：“陈掌柜就在这里，江晨你这混蛋还不承认？要不是陈掌柜仗义直言，我们还被你蒙在鼓里呢。但凡你能给死去的爹争点气，凝气成功，你也不会落到被赶出江家的下场。就是为了守住你们江家宅子，这种混蛋事你也做得出，你不怕遭天谴吗？”此时陈掌柜颤颤巍巍地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指着江晨：“江晨，前几日清晨，就是你到回春堂，将老夫拉到后间，告诉了老夫你妻子的病症，还怕我把这件事传出去，给了我30两银子，这银子就是证据。”果然，陈掌柜从怀中取出30两纹银，要知道这可是个大数，足够一家人生活半年了。若不是真有此事，以江晨的家境，怎么会舍得拿出30两银子？要是明知道这女人是个废老鬼，还娶进门，按咱们人族律可是要发配充军的。江晨，都是街坊，现在你将废老鬼交出来，我们不会到官府告发你的。对，江晨，
把你家里的灾星交出来。谢三刀却是看到了院中的南宫婉儿，撸了撸袖子，满脸淫笑的走上去。他可是知道这南宫婉儿并没有费劳，现在不占点便宜，什么时候占？小娘们嫩得和水蜜桃一般，身材前凸后翘，端地诱人，就是他还躲着不出来。南宫婉儿惊慌之际，便被谢三刀拽着手腕拉了出去，刚想运功反击，肺腑之中的疼痛再次袭来，连咳数下，嘴角竟是有点点血丝。看到没有，江辰，你还不承认这不是费劳是什么？江辰，你不怕死，我们还怕死呢。把他们赶出天武城，打死这个费劳鬼，丢出去，打死他。距离江辰家不远有座茶馆，2楼正好可以看到江辰家门口。雅间当中，江峰正陪同一位年轻公子喝茶。林公子，这青竹茶是我们天武城的特产，虽不甚名贵，但也别有一番风味。不错，你们天武城这种穷乡僻壤，没想到还有这般好茶。林寒的嚣张傲慢，江峰却毫不在乎，姿态更加恭敬。您喜欢就好，临行前我为您准备一些，您带回去。茶水倒是其次，那个小少妇，你们父子安排的怎么样了？江峰眯着眼睛将窗帘拉开。林公子，您请看。林寒站起身来，看着楼下不远处的骚乱，一道魅惑的倩影出现在他的视线中，虽只是远远一瞥，但那如山川起伏般的曲线已经深深印在了他的心中。林寒嘴巴大张，整个人都已经呆住，死死地盯住那个风姿绰约的身影，那妖娆体态简直难以形容。长裙下隐约暴露出那双圆润修长的美腿，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容貌虽非绝色，可那股娇媚性感却远非寻常绝色可比。加上那双勾魂摄魄的杏瞳，释放出一股无与伦比的勾人气息。纵使阅女无数，这女人也是他所见过的前3之数。那个女人，林寒神色惊喜，声音都有些颤抖。极品，极品啊！江峰看到林寒激动兴奋的表情，便知道自己目的达到了。这就是小人为您准备的绝色佳人，她叫宫婉，并非天武城人士，乃是岭南逃荒而来。因为一些原因，前段时间嫁给了本家的一个后生。不过林公子有所不知，这小子20岁了，却还是筑体境界。您说，就这种废物，有什么资格拥有这么漂亮的媳妇？难怪如此有味道，筑体武者的媳妇。江峰，你有心了，若是此事办成，你就跟在我身边吧。林寒的嘴角却是泛起一抹淫荡笑容。人妻玩起来才有意思吗？江峰两眼猛地睁大，激动得无以复加，半晌才反应过来，扑通跪在林寒面前。江峰谢林公子大恩，若能跟在林公子身畔，小人一定殚精竭虑，全心全意伺候林公子。江峰原本只是想一箭双雕，既能驱逐江辰，又能教好林寒，没想到竟然能遇到这种一步登天的好事。要知道，小小的江家和云霞宗弟子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若是自己能进入云霞宗，哪怕只是外门弟子，也足够江家光宗耀祖，一飞冲天了。江辰，你为了不被赶出江家，怎么能娶个废老鬼进来呢？你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即使你一直不能凝气成功，我们也把你当作自己子侄看待，将这女人送出城吧，我们不会去官府告发你的。江辰，你胆子也太大了，把废老鬼赶出去，我们不难为你。江辰挡在南宫婉身前，看着这些人惺惺作态的模样，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两世为人看得明白。在江辰曾经的记忆中，最穷困时连饭都吃不上，这些看待他如子侄的街坊在干什么？前世自己师父崇明仙王鼎盛之时，无数大能提着重礼拜访，称兄道弟，可在遭受围攻时，那些往日称兄道弟的大能一个露脸的都没有，落井下石的倒是不少。在他看来，有些人比妖兽更加可怕，他们伪善面具下是更恐怖的邪恶。而且作为男人，南宫婉儿是他娶来的妻子，即纵使真的有肺痨，他也绝不会因为疾病抛弃他，更妄论被这些外人如此侮辱。他是我明媒正娶来的妻子，如果他真的有肺痨，不消你们赶我们主动离开天武城，绝不再回。若是你们因为一些私利污蔑我妻子，纵使我舍了这条命，也不会放过你们。江辰怒气冲天，怒视着众人。江辰，现在证据确凿，还有这些街坊邻居亲眼见证，你还想抵赖？我看你是故意把废老鬼带进天武城，想害死咱们街坊邻居，其心可诛。把江辰一家赶出去。对，把他们赶出天武城。南宫婉儿全身一晃，连连咳血让他的脸色愈发苍白。若不是江辰搀扶着他或许已经倒在地上，看着周围人群目光中的厌恶和嫌弃，再看向护着自己的江辰。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沦落到这种地步，甚至因为自己，甚至连累到江辰爷孙俩。他轻轻推开江辰的手，这件事本来就和你没关系，不要因为我连家都没了。他想推开江辰，却被江辰握住手掌，用只有他才能听到的声音温柔说道：不用担心，你是我媳妇，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莫说你没有肺痨，就是有，咱们散尽家财也想办法给你治好。
南宫婉儿目光复杂地看着江晨，她本就是魔族圣女，从未想过被一个连灵气都不是人族武者保护，而就是这么一具弱小的身躯毫无畏惧挡在她身前，说出的话却让她原本慌乱无助的心变得安定温暖，似乎再大的危险，再多的困难，她都不再惧怕。在魔族那种弱肉强食环境中，这种感觉她从来未曾拥有过。快滚，废老鬼，得了这种病还进城祸害我们，不得好死。周围的街坊还在谩骂。江晨体内气血涌动，似有一股澎湃巨力冲撞着自己的奇经八脉。他一步上去，将南宫婉儿拉到自己身后，气势凌冽，眼光森然地看着众人。她是我媳妇，你们谁想把我媳妇赶出天武城，就从我江晨的尸体上迈过去。谁敢赶我孙媳妇？院中传来一声怒吼，声震四野。只见江海从院中走了出来，手中捧着一个布满灰尘的箱子。他看了一眼站在一起的江晨和南宫婉儿。江海也曾是先天七武者，后来在妖兽战场上负伤，修为尽失。从那天起，腰再没挺直过。可这次他的腰杆却挺得笔直。30多年前，妖族侵我人族领地，那时江烈才几岁，我拿着家传的钢枪踏入战场，大小恶战经历几百次，无数次生死一线，侥幸生还。我也曾是江家的天才，可重伤归来，一身修为尽失，从那天起就再也没人看起过我。几年前，我儿江烈被誉为天武城第一高手，妖族攻势凶猛，我劝他不要去前线战场，可他同我说，人族危难当头，我等岂能做事及时倒下，即使死在疆场，我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阻挡妖兽进攻。他用性命完成了他的诺言，他用生命保护了他背后的同族。可是你们又是怎么对他的？欺辱他的家人，霸占他的家产。他打开箱子，竟从其中扯出一面旗帜，或许是一面寿布。那块白布上用鲜血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在角落里写着几行小字：人族危难，妖魔狰狞，幸无有子，自愿请缨。邪气意念，时刻随身，伤时擦血，死时裹身，视死如归，勿忘本心。短短数行，胜过雄文万丈。孙子，扯开战旗，我看谁敢将咱们一家人赶走。场上短暂的宁静。江海老爷子自修为尽失后，一直都是卑微懦弱的模样，可谁能记起他曾经也是豪情万丈？只是老年丧子让他没了曾经的锋芒。这一席话却是字字真挚，在常人无不动容，甚至一些人眼中已经生出一股由衷钦佩。唯有谢三刀在愤怒冷笑，他狞笑着一挥手，这种情形江家主早有预料，给我派了好几位高手，不然我敢敲你家门。人群中几个人走了出来，气息明显和常人不同，显然是已经是灵气5重以上的强者，看走路步伐便知修行了5技的高手。哼哼，江晨，我看你是铁了心和这病闹鬼在一起了，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上！几人瞬间围了上来，他们已经得了江峰的命令，若是江晨顽抗，无需留手，即使失手杀死江峰，也能以包庇废劳给江晨安上罪名。嘿！一人暴喝一声，顿时真元凝聚，衣袍鼓动，一道淡白光芒缠绕在双臂之上，威势十足。他脚掌一踩，猛地爆射而出。江晨把南宫婉儿和江海护在身后，步伐斜踏而出，一拳击出，将其轰飞出去。一起上！谢三刀急道。那几人纷纷运转真元，竟然每一位都是凝气后期的武者，单看气势，恐怕已经都达到了5重以上的实力。那些街坊纷纷避退，南宫婉儿被江海搀扶到门口。孙儿，接枪！江晨接过长枪，气势陡然增强。猎杯手！江晨眼前人影一闪，便感觉一人快速欺近，长枪在手，江晨战力何等强势！一道血花溅起，这凝气5重的武者竟不是江晨一合之地，倒地不起。排云腿，寒冰掌力，破空剑法。江晨杀意如渊似海，一枪横扫，浑厚气劲将几人击飞数丈。不远处的茶楼上，江峰面沉如水，他已是凝气8重的武者，眼中有杀意有忌惮。这江晨竟然如此恐怖，虽未凝气，发挥出的实力竟不弱于自己凌寒木。光扫了一眼，嘴角一扯，露出鄙夷之色，而后淡淡说道：边荒小城果然不吝教化，就你手下这几个土鸡瓦狗，怕是连云霞宗的杂役都打不过。崔屠，你去把那小子拿下，生死勿论。是。那名叫崔屠的云霞宗外门弟子气势陡然爆发，茶楼2层掀起一阵气浪。江峰眼中略有骇然，这人年纪也就20上下，实力竟然远超于他。林寒似是看懂了江长林的意思，凝气8重而已。江峰瞳孔骤然放大，什么？一个凝气8重的弟子，底蕴胜过自己100倍，云霞宗果然名不虚传。一个外门弟子都如此强大，那已打炼神器的林寒又得多么恐怖。再看向林寒，
目光不仅恭敬，还多了一丝敬畏。江晨正欲收手，突然感觉一道凌厉杀意袭来，一只手掌已经穿过了江晨的防御，印在了江晨的胸膛之上。这一掌看似轻缓，其中蕴含的力量却是惊人。江晨只觉一股大力袭来，噗，一口鲜血喷出。晨儿，江海刚想上前，却被江晨拦住。没事。江晨稳住身形，看着面前的青衣人崔屠。云霞宗，有人认出了那崔屠衣衫上的标示，东荒九宗之一的云霞宗，对于边境小城来说，堪称庞然巨物般的存在。两者之间相差了不知多少层次，即使天武城的第一天才，也已能成为云霞宗的外门弟子为荣。云霞宗的弟子要是在这个边境小城杀个人，和踩死地上的蚂蚁没什么区别。江晨怎么得罪了云霞宗的人，谁也保不住他了。要是能和云霞宗攀上关系，在天武城不得横着走啊！这等大宗弟子肯定是仗义出手，这下江晨保不住这个废老鬼了。江海老爷子脑中嗡嗡作响，云霞宗他岂会不知，曾经疆场之上，江烈所在的军队便是奉命保护一位云霞宗的客卿，可以说就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元帅，对那位客卿都要毕恭毕敬，而江烈便是为保护那位客卿身亡，竟然这等人物亲自出手。江海眼中满是绝望，难道真的天王我江家吗？江晨目光冷冽，面前青衣人气息强大，如同一头凶猛妖兽一般，此人是江晨遇到过的最强对手，但他眼中丝毫不惧，战意十足。三重枪袭，江晨使出将家家传武技，长枪挽起数朵枪花，朝着崔屠杀去。如此凶猛杀招，却被崔屠轻松躲开。如此浅薄的武技，就不要一直用了。若你只有这点本事，下一合你必死于我手上。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崔屠。崔屠冷笑道：杀这种蝼蚁，他心中极为不屑。那你就试试。江晨手中长枪闪动，依旧是三重枪袭，可瞬间一化三，三化十，十化百。纵使崔屠眼中也略有异色，一个最低等的一阶武技，竟被江晨练到了此等境地，那又如何？区区一个筑体七武者，纵使招数精妙，又能伤得了我？炎阳掌，崔屠双手猛然挥动，瞬间一股灼热之气蔓延开来，他双手赤红，所过之处炙热无比。这是三阶武技炎阳掌。云霞宗果然名不虚传，这人才多大年纪，居然能使出这等恐怖武技？这等武技就是先天境界的武者，怕都难以招架。江晨这下完了。江晨丝毫不避，长枪携带无穷威势轰在崔退左臂，而崔屠的右掌正中江晨胸前。轰！一声巨响，这一刻，所有人屏住呼吸，哪怕是那些不喜江晨的街坊四邻，甚至也露出怜悯的表情。江晨再次倒飞出去，嘴角阴出一丝血迹，但他双眸反而熠熠生辉，战意更加炽烈。崔屠眼中略有惊异，这区区筑体期的武者，体内真元竟如此雄厚，即便是云霞宗的外门弟子，生受此招也必定重伤不起。而面前青年竟然只是面色有些涨红，还能继续战斗。不过那又如何？境界的差距可不是些许真元就可以弥补的。即便江晨真的是个天才，但得罪了云霞宗天骄凌寒，便意味着只有死路一条。崔屠狰狞一笑，已经想好了无数种方式把江晨蹂躏致死。江晨眼中却带着笑意，似是享受这场对决。在前世，江晨曾从无数天骄中脱颖而出，面对压力反而成为了江晨的磨刀石。此界虽然没有仙力，无法施展仙法，但对于江晨来说，从战斗中摸索真元的运转，更是一种最佳的修行方式。热身结束，咱们正式开始吧。热身。崔屠被江晨气笑了，他用一种不屑的目光看着江晨，没想到你还挺狂妄，不过区区筑体武者还不配做我的对手，在我眼里，你与蝼蚁无异。说话间，崔屠全身的衣服开始猎猎作响，如同被狂风卷起。下一瞬，他的身体暴劲，如飓风般吹向江晨，不过掀起罡风中却饱含杀意。烈风啸，江晨身前凭空出现数道旋风，在身前筑起风墙，两者相交，一时间狂风呼啸，风中银芒乍现，带起雷霆之力。虎兽，枪尖唤出猛虎虚影，虎啸山林，万兽跪伏。崔屠的攻势也越来越快，风势带动掌影，层层叠叠，如同波浪一般。烈风啸，寒冰刺，云石击，二人你来我往站在一起，交战十数回合。崔屠虽然实力高强，可面对江晨诡异神通，竟一时拿不下江晨，反而江晨在神通释放间隙不断出枪攻法。围观众人看到江晨展现出来的凌厉攻杀，以及近乎诡异的神通招法，纵使有些人没修炼过武功，此时也觉得惊艳无比。这还是那个他们眼中的废柴青年吗？江晨战意凛然，体内真元如骇浪般冲击着奇经八脉。气海中的那双巨目此时灿出神芒，其中演化万物更迭，沧海桑田。他在凝气开脉。
一直表情淡然的崔屠此时露出惊惧之色，不可让他凝气成功。崔屠心中暗道，原以为只是一个区区筑体期武者，没想到竟然如此棘手。茶楼中的凌寒此时原本嘲弄的表情也变为凝重，因为江辰所展示出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哪怕是他同为筑体时也未必是这江辰的对手。他的眼中杀意隐现，这种人万万不可让他成长起来，不然必为日后大敌。江辰此时却浑然不觉，沉浸在一招一式当中，每一枪击出都感觉自己血脉的震动，每一招使出都能体会到真元在经脉中澎湃涌动。凝气开脉乃是武道中的最重要一步，所谓凝气便是凝气破脉，打通体内8大经脉，由凡人身躯向武者身躯发生转变。凝气后无论是力量、速度，甚至是抗击打能力都会有大幅度提升，而打通体内经脉的数量也是决定日后武道高度的关键。寻常人能开3脉已是不易，比如江辰的父亲江烈就是开了3脉，只有大派弟子才有机会开到4脉。至于更多的，那就是各派天骄，他们会是日后的掌教人选，或是一方人皇，他们所学功法、个人天赋无疑不是世间顶流。而在战斗中开脉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他开第1脉了，周围众人的目光全部聚集在江辰上方，在那里一道白色气旋涌现，正是开1脉的象征。很快第2道气旋也在逐渐形成。对于一幕，凝气期的众人都不陌生，因为他们在凝气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形，此为气冲8脉，以脉确定日后成就。他开了第2脉，第3脉还在形成。江辰气息随着经脉的打通愈发浑厚凝实，一拳击出竟然已有破空之声。他父亲就是开了3脉，他的天赋不次于江烈。一些凝气期的人说道，他们虽已凝气，但也只是力量大了一些，并不是走的武者一行，多数也只能开1脉。此时看到江辰开到3脉，满眼都是震惊。崔屠再不留力，体内真元轰然涌出，狂风带起烈焰直冲江辰。刚刚冲开3脉的江辰被瞬间击飞，巨大的力量甚至将江辰打出数十米远。此时吞天混沌经的点点真意融入脑海，一瞬间融会贯通，整个人都在升华。这一刻他沉浸在大道真意之中，滚滚真元冲击窍穴，气经8脉中金色符文显化，气息在涨。天哪，我没看错吧？他要开第4脉了。一个人惊呼道。果不其然，随着第3个气旋凝实，第4个气旋也缓缓凝聚，而且这个气旋不再是以前的白色，而是散发着淡蓝。这一脉开的是任脉。江峰在楼上骤然起身，竟然开的是任脉。他凝气时也开了4脉，可只是最低等的4脉。眼下这个江辰不仅有超越同阶的实力，而且竟然开了任脉。这边的动静已经惊动了其他街区的人，不断有人向这边汇聚。毕竟能开4脉且生出异象的，在天武城极为罕见，大家都想看看到底是哪家的天骄在凝气开脉。江辰头顶的淡蓝气旋更加凝实，烈焰灼天。崔屠全身的衣服忽然开始猎猎作响，如同被飓风吹起，他身体周围掀起一道道强劲热浪。去死吧！崔屠双眸赤红，即便是他运用3阶5技奥义招数依然有些勉强。他的身体暴进，热浪化形，如同一头是人的火龙。江辰被重重击飞，一口鲜血喷出，明明已经重伤不起的江辰竟然再次爬起。这一刻他机体灿出神光，神息流转，宛若天神降世，气息愈加强大。突然街道上不知何时吹来阵阵疾风，这疾风来得奇怪，却向江辰上方汇聚。第5脉？什么？第5脉？纵使那些大派弟子也少有人开到5脉。疾风在江辰上方盘旋，不仅速度没有降低，反而愈加快速。第5个气旋竟是红色。第5脉，冲脉。冲脉号称血海，含蓄8脉气血，破开此脉者，体内真元更胜铜镜数倍。江辰真元澎湃，生生不息，点点金芒在他经脉中显现。此时众人似是听到了一股股海浪拍岸的声音，漫天遍野，海浪声此起彼伏。林寒等人的表情却是越来越难看。数十息过去，海浪声愈加清晰，周围所有的喧哗声都安静了下来，众人脸庞全都是难以置信。人群中，一位过路的老者驻足观望，手中的木杖分明早已枯槁，可其上一根绿色枝条还散发着浓浓生机，如绿霞般点点柔光扩散。那老者身材矮小，饱经风霜的脸颊如苍老树皮，身上麻衣陈旧破败，一双眼眸更是浑浊不堪，唯有掠过江辰时才闪过一抹光彩。他苍老的声音响起，传遍全场。第6脉，督脉。霎时间，那点点金芒从江辰身上升起，向空中汇聚，在一道道惊骇的目光中，金芒如同旋转的龙卷，汇成一道金色的气旋。
任何一个能开到6脉的人，无一例外都成为盖压一方的强者。而今天这个神迹，他们竟然亲眼看到。南宫婉儿虽是魔族天骄，但也能明白破开6脉代表着什么。即便那些人族天骄，能打通任督2脉的人也万中无一，因为任督2脉为阴阳2脉之海，阴阳相同，生生不息。这个小子到底有过多大的造化，竟然能够打通任督2脉？更让他心中动荡的是，那经脉中的金色符文，分明是魔族远古强者记录的至强战文。江辰身上一定隐藏着秘密，难道他是什么隐士高人收下的弟子？此时那些围观者的声音都有些颤抖，看向江辰的目光如同看到妖孽。6脉的天骄，我活了50年，第一次见到啊，这辈子不亏了。你可拉倒吧，5脉你也是第一次见。江辰这小子没发现他这么猛啊。你们看，他还没停。果然，江辰双眸亮起，眼眸中射出2道金色光芒，其中大道符文隐现，璀璨夺目，恍若仙金锻造，烙印在这天地之间，把江辰彻底淹没。如同实质，众人背后隐有冷汗浮现，因为从未听说过有谁能打开7脉，他究竟是如何修行的？底蕴究竟有多雄厚，可以在凝气时破开7脉？轰！一阵气浪掀起，江辰上方飞舞的7道气旋轰然炸开，道道气浪直冲云霄，周边天空似乎也感受到这股力量，在空中渐渐汇聚，组成了一个云彩汇成的巨大漩涡，如同天变。老者紧了紧身上的麻衣，然后找了个不碍眼的墙角坐下，竟不打算继续赶路，取下腰间葫芦饮上一口。这小子有点意思。整片街道寂静无声，江辰手持银枪，脸色如常，语气淡然。我入凝气境了。江辰的声音很平静，可在众人耳中却不异于雷鸣。这么多年来，所有人都把江辰当作废物，所有人都看不起他，是看不起还是看不清呢？时至今日，这把敛在鞘内的利剑终要出鞘，从此以后，此剑或许再无人可挡。凝气后，江辰的体魄有了巨大变化，眉宇间透露出一种超凡气质，站立间衣衫轻摆，风姿高绝。可以说，现在他才算真正的成为了武者。天地在他眼中似乎都清晰了许多。崔屠放声大笑，杀死一个开7脉的天才，或许是我崔屠此生最大的荣耀。其实说起来，我倒有些希望能败在你手上。刚刚他已然留手，不然绝不会容许江辰如此顺利地破开最后2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只是凌寒的跟班，还是一位人族武者。下一招，来我这强一击，你可要准备好了。崔屠向前踏出一步，他体内真元澎湃涌出，窍关尽开，一股骨气浪掀起。众人都感受到了一种沉重压力，他们快速后退，这是来自于对强者的畏惧。距离最近的江辰感受到的压迫最为沉重，他脸色淡漠，身形如神奇般屹立。崔屠冲天而起，带起风雷之声，澎湃气息引得众人肝胆欲裂。他挥起一掌，当空砸下昂，竟有龙吟声震四野。只见虚空之中隐隐有龙形出现，带起风云无数，龙啸苍空，睥睨9天。而他的双掌便是龙首。江辰奇经8脉真元流转，一时间风声呼啸，飞沙走石。虎兽，虎啸山林，气惊日月，原本降下的风云竟被倒卷向高天。云从龙，风从虎，在这小小天武城中，竟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天才对决。不远处，苏薇望着那道熟悉的身影，眸子里似有火焰在燃烧，有嫉妒，有愤恨，有怨毒，还有后悔风云。一闪而逝，整片街道一片死寂，只能隐隐听到阵阵抽泣和吞咽唾沫的声音。所有的人都瞪大眼睛，呆呆地看着场中，震惊清清楚楚地写在他们扭曲的五官上。江辰昂然而立，身姿挺拔，而那名云霞宗弟子崔屠此时已经倒在了地上，再也无法站起。漫天惊叹中，凌寒面色已经阴沉如海。若是早知道江辰会有这份修为，他是绝对不会招惹江辰。开始听到江辰只是区区一个筑体武者，他还以为只是一只弱小的蝼蚁，碾过即可，甚至他都已经想好怎么蹂躏那个诱人少妇了。可是随着江辰凝气开脉，甚至跃进战胜了崔屠，他眼中的蝼蚁却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他，破开7脉的江辰天赋远胜于他，甚至是他的100倍1000倍。江峰此时也是心底冰凉，眼中甚至生出一抹惧色。这还是他认识的江辰吗？明明自己的天赋才是天武城第一，而江辰不过是个20岁不能凝气的废物，可眼前的景象已经彻底超出了他的接受能力。这样的天骄，自己几次三番的想置他于死地。想到这里，他的腿都在颤抖。您就是云霞宗的凌寒公子吧？一道倩影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2楼雅间，所有人都将注意力放在江辰身上，竟然没有发现此女的到来。
林寒转头，眼眸却是一震，好美的女子，虽不如那少妇，但也是少见的角色。小女子苏薇见过林寒公子，她明明衣着清新脱俗，此时眸中却闪现着不加掩饰的野心。没想到小小天武城藏龙卧虎啊，除了那小子宁气开七脉，还有你这样的天之娇女。苏薇滚滚气息澎湃而出，江枫此时这才缓过神来，看向苏薇时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天一重，这个女人竟然隐藏如此之深。苏薇此时面带微笑，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说道：江枫，现在你该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可能了吧？在这个世界，强者为尊，而你在我眼里太弱了。他挪动娇躯，顺从地坐在林寒身侧，身上的香气飘入林寒的鼻孔，沁人心脾。此时他却巧笑嫣然地看向楼下的江晨，说出话却杀意凛然。林公子，既然已经结了仇怨，自然就要斩草除根，您万不可有妇人之仁啊。林寒自然知道事已至此，那便是不死不休的结局。他隐隐有种预感，这个江晨此时虽然弱小，但一旦成长起来，未来必是他的生死大敌。林寒杀意滔天，在这浓烈杀意中，似乎整个茶楼都寒冷了许多。无名，你出手吧。是。林寒身后的青衣人朝着楼下走去，他气息阴狠，虽并无真元波动，可江枫却从此人身上感受到了极大恐怖。这名姓吴的云霞宗弟子走的是杀戮一道，恐怕已经到了先天后期，此人出手，江晨断无生还的可能。当看到江晨战胜云霞宗弟子，经过短暂死寂，然后瞬间爆发出海浪般的喧嚣，一些天武城世家家主已经看到了江晨未来的成就，甚至顾不得南宫婉是否有费劳，一股脑的涌上来。江晨，我是你陈叔叔，从小看你长大的，我有个外甥女还未嫁，做妾正合适，咱们要不要亲上加亲？什么陈叔陈弟，哥哥吃长你30来岁，但是和你神交已久。什么江家天才江枫，江家只有一个天才，那就是江晨。不光江晨，甚至江海也被突然热情的天武城居民围了起来。毕竟破开七脉无异于一步登天，相信过了今日，便会有大宗前来收为弟子，前程不可限量。江晨来不及高兴，突然感受到刺骨寒意，一股强烈的危机感袭来，如同被上古凶兽盯住。所幸这种危机感一闪而逝。不远处，一个身着青灰色布衣的青年站在街口，他莫约30岁，本就狰狞的脸上被一条刀疤贯穿，他似从尸山血海中踏出，杀意冲霄。但这杀意也只出现了一瞬，下一瞬，这青年将在当场，眼中满是骇然，似是看到了什么可怕存在。天地之间有一人，大道两侧楼檐飞阁，一角嶙峋，更有人潮汇集。而无名眼中，这一切皆不存在。在他的意识中，没有城中大道，没有房屋，甚至没有涌来的人潮，唯有一人，如神明降世，顶天立地，似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他眼中满是不可置信，腿肚子都在发抖，心中惊骇道：世间难道真有神仙？江晨破开七脉的异象已经惊动了整个天武城，无数居民浩浩荡荡聚集而来，更有修为有成的武者飞檐走壁，想亲眼见证破开七脉的天骄是谁。不过半刻功夫，街头巷尾已经挤满了人，就连开店的店家和青楼的姑娘都也被吸引了过来。这片街道从未有过如此繁华的景象，就连房檐上此时也站满了人。所有人呆呆地望着那道身影，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那个破开七脉的绝代天骄，竟然是被嘲笑数年的江晨。很多人悔得肠子都青了，因为早在半个月前，江晨曾四处找人求婚，而此时他们目光中再也没有了曾经的轻蔑，变成了深深的震撼和仰望。凝气破七脉更是越8个小境界战胜云霞宗弟子，这都是世间难见的神迹。江晨身上已经有了一丝神话般的色彩，给所有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震撼印象。天才，他是真正的武道天才，未来必定能成为一方强者。别说天武城，放在东荒都是天纵奇才，难怪他20岁才凝气，唯有积累底蕴，磨砺己身，才有了今天一鸣惊人的机会。乱世之中必有天才诞生，再过几十年，江晨一定能够成为人族至强者之一。被人嘲讽这么多年，却不发一言，引锋芒于其内。不光天赋，他的心性坚韧，城府之深，简直可怕。这等奇才，平生仅见。江晨推开涌上来的人群，看到了谢三刀。谢三刀一接触到江晨的眼神，顿时全身一缩，瑟瑟发抖，眼中满是惊恐和畏惧，眼泪鼻涕横流。江晨，饶我一次，再饶我最后一次，求求你！江晨眼中带着杀意，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自己。虽然是身后有人指使，但他江晨也不是那种任人揉捏之辈。一道枪芒闪过，谢三刀的声音戛然而止，那杆长枪竟然在他胸前穿身而过。他惊恐地看着胸前的伤口，想说话却卡在嗓子，一句也说不出来，只有血沫从嘴里喷涌而出。周围的街坊也愣住了，因为谁也没想到江晨竟会真的当街杀人。此时江晨凝气开七脉，
无异于一跃化龙，可以说杀了他们几人也不会有人敢管。但谁都知道谢三刀背后是谁，这无疑是与江长林父子正式开战。但江晨此时已经名气，再不是那个从前任人欺辱的青年，前世今生他从未怕过任何挑战，更不会怕天武城中的一个小小的家族。外围南宫婉儿的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他眼中含着点点泪水，不知为何刚刚他一颗心都挂在了江晨身上，生怕他出了意外，没想到江晨竟从如此逆境中凝气，更是一举破开七脉。他从没想到曾经那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男人，竟然会在1个月的时间成长到这种地步。小丫头，他是你男人？一个形容枯槁的老头向他蹒跚而来，南宫婉心中突然升起一股警惕。那老头走得很慢，可每一步都似乎踏在了南宫婉心弦之上，但这种压抑感觉很快消失，再看不过是一落魄老头的模样。老头紧了紧麻衣，靠在江晨家门口缓缓坐下。还别说，你找男人的眼光挺好，这是你家院墙让座不？南宫婉点点头。那枯瘦老者倚在墙边，沉浸在温暖阳光之下，似是慢慢睡去。茶馆2楼，林寒看着去而复返的无名，神情阴沉无比。怎么，你也怕了？不敢杀破开七脉的天才？无名似是心有余悸，似是刚刚从什么大恐怖中逃脱出来，额头冷汗涔涔，半晌才蹦出一句：林师兄，有强者降临，快走。夜幕降临，今天是江海一生中最扬眉吐气的一天。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他对自己的这个孙子越来越不放心。他时常在想，江晨没了父亲，若自己再离开这个世界，江晨一个人该怎么生活？这些年来，为了他这个一无是处的孙子，他一直倾尽全力守护。原本火爆的脾气也变得温和，挺拔的脊梁也弯了下去。他生怕因为自己得罪了谁，最后迁怒到江晨身上。可今天江晨凝气成功了，还成为了天武城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破开七脉的绝代天骄。他老泪纵横，甚至比江晨还要高兴。他终于放下了背上沉重的担子，好好的喝了回酒。喝到最后，他嘴里一直喊着江烈的名字。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么多年来，谁也不知道这位老人究竟在他心里压抑了多少痛苦。如果不是江晨，他早就没有了活下去的欲望。而今天，他终于活成了自己。卧房之中，烛火阑珊，房门被推开，一股酒气随着江晨进来。此时南宫婉儿正端坐在床上，青丝高盘，美眸微闭，暗淡烛光映照着她的秀颜，更添几分妩媚。江晨给两人倒了杯水，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房间安静无比，只能隐约听到彼此的呼吸声。终于，江晨忍不住开口：我凝气成功了。南宫婉儿睫毛闪烁，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体内残存的月华之力消去大半。或许要到两人分别的时候了，可是不知为何，她心中却升起一丝不舍。虽然她嫁给江晨不过半月有余，可不知不觉中，她已经习惯这种安宁惬意的生活，甚至与江晨的嘴仗都让她开心很多。还有，在自己遇到危险时，站在自己身前的那道坚毅身影。我会很快离开这里，我不是这个意思。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成婚，在娶你之前，我的确想过，如果凝气成功，就和你分开。可这段时间朝夕相处，我感觉和你在一起生活挺好。如果你愿意，想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江晨离开了，火烛熄灭，房内漆黑一片，躺在床上，南宫婉儿却久久无法入眠。回想着与江晨初见，而后莫名其妙的成婚，还有两人这些日子的相处，他无法不承认自己在慢慢被他感动和吸引。即便他在贫嘴，可自从洞房那晚过后，他再未踏足过自己的房间。若是江晨想，其实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抵抗，他自然知道自己的身体对男人有多大的吸引力。可江晨宁愿晚上去洗冷水澡，从未再提过与他同房。无论遇到什么危险，江晨从来都奋不顾身地挡在自己身前。不知不觉中，他面对江晨再没有了一丝提防和害怕。可是如果他知道自己是魔族圣女呢？自己又当如何面对江晨？门外又传来了江晨洗冷水澡的声音。犹豫片刻，南宫婉儿坐了起来。月色之下，随着房门吱呀一声打开，露出了南宫婉儿妩媚迷人的面庞。月色之下，犹如悄然盛开的昙花般美丽。江晨颇为惊讶：睡不着吗？南宫婉儿眸光微晃，犹豫再三，才终于说道：到这个房间睡吧。啊！江晨瞪大眼睛，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你不会有什么阴谋吧？南宫婉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眸中闪过一丝恼怒。你不来算了。来，谁说不来？江晨把手中毛巾一扔，飞快地窜进了南宫婉儿的房间。房间漆黑一片，南宫婉儿紧紧地攥着被子，心跳控制不住地加快，让她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与上次吃完迷药不同，这次她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她甚至能感受到身畔男人身上的热度，紧张的身体都在抖动。想后悔，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毕竟是自己主动提出让江晨到这个房间睡，
可是现在江澄清嗅着点点幽香，早已心猿意马，可枕边家人的紧张，哪怕隔着一个被子都能感觉到。他两世为人，自然知道南宫婉儿如此做只不过是报答自己的恩情，他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江澄伸手轻轻拍了拍南宫婉儿，柔声道：“睡觉吧。”南宫婉儿以为自己听错了，身为魅魔族的天骄，她早已习惯了男人们对自己的迷恋爱慕，还有毫不掩饰的欲望。她甚至有些厌恶那些男人邪恶的目光。她第一次有了被人心疼的感觉。不多时，耳畔传来了江澄均匀的呼吸声，似已入睡。南宫婉儿紧张的情绪逐渐舒缓，但莫名的又涌上一丝说不上的空荡。她渐渐睡去，朦胧中似是投入了一个温暖怀抱。这种温暖让她忐忑的心绪变得安宁平和，她逐渐放下心头的忧虑，缓缓沉浸在更深的睡眠中。上午，小院门口，一老一少坐在院门两侧，如同看门的门神。昨日破开七脉的年轻俊杰吃着刚出笼的大肉包子，另一侧的老头衣衫破败，白发枯槁，还夹杂几根茅草，要是再配个破碗就能乞讨了。近日流民虽多，但如此落魄的也是少见。江澄实在忍受不住老者垂涎3尺的样子，心疼地分给老头一个。邋遢老头嘿嘿一笑，也不客气，3-2口吃完，烫得刺啦吸气，然后拿起一个。二人谁也不说话，倒是默契十足，只不过吃包子的速度都快了许多，直到二人的手同时放到最后一个包子上面，两人目光相会，蹦出火花。尊老爱幼，包子是我买的，我2天没吃饭了，你好意思和老头子抢饭吃？江澄在想说话，就看到那双脏污不堪的手已经拿了上去。看着那雪白粉嫩的包子被玷污，江澄无奈地缩回手，恨恨地看向老者。老头倒是浑不在意，这天底下不知有多少人想尽办法请我吃山珍海味，你这小子忒没眼光。江澄感觉这老头是不是脑子有病？那你赶紧吃那些山珍海味，千万别再来吃我的包子，不白吃你的包子，来送你口酒喝。老头拔开酒色，江澄目光凛然，那黑色酒葫芦中竟蕴藏着磅礴剑气，精纯浩瀚，恐怖无比。江澄呆滞当场，似是很满意江澄的反应，老者自得地喝了口酒。在妖族天下，有13位雄踞一方的远古妖神，老者手持一柄神剑，与其中3位交过手，携一身无敌剑意，曾将高天机的粉碎，只杀得妖域翻天覆地，风云幻灭。老头还沉浸在曾经的热血当中，等反应过来，却只看到江澄的背影。这小子比我还牛。老头愣了一下，不怒反喜，哈哈大笑。他身形渐渐隐去，直至消失不见。数百里外的万寿山脉中，一头10数米高的棕熊人立而起，它鬃毛乌黑，隔着很远都能感受到它的恐怖气息。附近没有一只活物，仅仅1天，它已经将这座山峦的生灵吃尽。腹中仍饥饿无比，似得到感召，向天武城方向走去。一片雾霭当中，2只红灯笼在雾中飘荡，无数枯骨隐在雾霭之下。不是灯笼，而是一条足有数十米巨蛇的血目。它吐着信子，向天武城蜿蜒而去。山脉更深处，大片山林倒伏，无数头一阶妖兽汇成兽潮，向山脉外冲去。远远望去，如同一道黑色洪流。他们目露惊慌，似被什么存在驱赶。终于，无尽山脉中响起一道恐怖低吼，万木摇颤，乱叶簌簌坠落。一个庞大身影浮现，隐在浓雾之后，看不清真身。每跨一步，震得群山都要崩塌。鸟雀惊飞，万兽跪伏站立。这头妖兽不知活了多少年岁，身上挂满青苔。他得到妖族天下的神灵召唤，终于要踏出群山。这几日，天武城人心惶惶，城外村镇每天都有妖兽袭击，即便是宁气7武者也难在袭击中存活。天武城中的富贵人家已经开始逃离，他们花费巨资招来高手，护送他们向大城撤离。即便倾家荡产，他们也不愿在天武城再多待半刻。江家宅中，快把这碗药喝了，喝完病就好了。江澄含情脉脉地说道。南宫婉儿身为9节魔宗圣女，哪怕面对太玄剑宗林希月也不曾怕过，但这次她怕了。你确定这是碗？江澄看着面前的盆子，叫碗却是有些不合适。也怪自己第一次熬药没有准头，水放多了，为了功法牺牲些许色相还是必须的。他眉毛一立，身子前倾过去，霸道地望着南宫婉儿。女人，给我喝完。然后这盆汤药就均匀地洒在了江澄头顶。江海刚回家，看到孙子和孙媳妇打闹的场景，苍老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笑意。这种天伦之乐是他梦寐以求的。你们俩先别闹，这2天少出门，外面不太平。怎么了？江澄疑惑。这几天城里来了不少流民，听说天武城周围有妖兽出没，好几个村庄被毁了，死了几千人。天武城的人族强者呢？听说是前线战士吃紧，都去渤海前线了。
南宫婉儿一颗心却是提了起来，追捕自己的人族强者终于离开了吗？或许自己也到了离开这里的时候了。不知为何，南宫婉儿却升起一抹不舍之意。江晨早已睡去，这2日江晨一直在南宫婉儿的房间睡觉，有了第一次，第2次就顺其自然得多。虽然2人并未发生什么事情，但南宫婉儿却逐渐对江晨有意无意的肢体接触不再排斥。只是今晚南宫婉儿却久久未眠，看着睡在自己身侧的江晨，她心中既甜蜜又苦涩，回忆起这段日子就如同一场梦一样，今生的相见不过是为了斩断前世的姻缘，而现在终于要到梦醒的时候了。她轻轻摩挲着江晨的脸颊，你好好保重，就当我从来没有出现过。南宫婉儿缓缓起身，留恋地看了眼睡得正香的江晨，将曼妙娇躯掩在衣裙内，小心地打开房门，悄然离去。江晨望着那道倩影消失在夜色中，他两世为人，自然看出这个化名宫婉的女人绝非像他表现出的那么简单。可谁又没有秘密呢？他不知道2人究竟是什么关系，或许一别后再无相见之日。夜幕之下，天武城街道已没有了行人，街道上一片寂静，落针可闻。月明星稀，月光透过树叶照在南宫婉儿的脸上，显出斑驳光影。南宫婉儿体内依旧残存着月华之力，纵使经过了1个月的休养，依旧没有痊愈，更何况在人族城中，魔力发动难免节外生枝。他走得并不快，半个时辰还未走出天武城，在某个狭窄街口的时候，他突然停下了脚步。一道淡淡血腥味传来，南宫婉儿眼神一凝，一股莫名气势发出。或是因为伤势未愈，原本的灵觉此时也失去了作用，并未有任何发现。难道是自己的错觉？下一刻，一声凄厉惨叫在相隔不远的街道传来，在寂静的夜空中显得格外刺耳。呼啦啦，紧接着传来一道怪异声响，似有什么东西在上空飞过。南宫婉儿凭着峨眉，神色有些凝重。妖兽，若是曾经这种级别的妖兽，他挥手便能灭杀，可如今他犹豫半晌，最终还是继续前进。血腥味越来越浓了啊！又一声尖叫传来，继而引动了整个天武城。然后一声恍若雷霆的咆哮在天武城的某个地方炸开，反应过来的天武城居民开始呼喊：妖兽来了！伴随着天空的诡异呼啸，无数居民开始从家里涌出。随着零星的火把燃起，那头恐怖妖兽终于显露了身形，一头足有10数米高的巨大蝙蝠。此时血盆大口中还叼着一具人类尸体。妖兽，来人啊！救命啊！妖兽进城了。那些平民似乎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开始疯狂逃窜。他们虽有不少宁气武者，可很多从未与妖兽对战过，恐惧占据了所有人的心神。整个天武城彻底大乱，无数人从家中涌出。天武城南城大门炸出一道巨响，轰！高达10数米的城门轰然倒塌，一头足有数丈高的狂熊摇晃着巨大的身躯，缓缓爬进。他眼神兴奋无比，似是知道自己将要享受一场饕餮盛宴。救命啊！别吃我！别吃我！无数逃跑的人族被妖兽吞吃，场景惨不忍睹。南宫婉儿脸色苍白无比，跟随着涌出的人流开始逃窜。所有人都和没头苍蝇一般，有路就向前狂奔。最前方男人突然脚步一滞，满脸都是惊恐。前边也有。众人这才发现，街道尽头竟被一头数10米的黑鳞大蟒堵住。所有人慌不择路地调转方向，南宫婉儿在人群中被撞了一个踉跄，倒在地上。也就是这一瞬的功夫，那头大蟒已经朝着南宫婉儿冲了过来，巨口中獠牙森然，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味道。魔吞天地！南宫婉儿来不及考虑，魔力运转，突然一股剧痛席卷经脉，功力瞬间溃散，大蟒庞大的身躯如同怒涛般袭来，南宫婉儿避无可避。轰！他被击飞数丈远，重重地撞在墙上。噗！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在月华之力的作用下，他经脉如被刀绞。南宫婉儿艰难地从地上站起，美眸冷厉，心中却涌起悲哀。没想到自己这位曾被万魔敬仰的圣女，竟会被这等弱小的妖兽逼迫到绝望的境地。他双眸露出决然之色，准备最后的殊死搏斗。巨蛇盘身而起，大口咸水连连，如同一道黑色浪潮倾泻而来。南宫婉儿的瞳孔骤然收缩，那头恐惧巨蛇的血盆大口几乎要将他笼罩，下一瞬间就能将他吞入腹中。生死一线之时，媳妇儿！江晨的声音突然从远处响起，一道银色枪芒袭来，其实一往无前。嘶！大蟒一声痛嘶，长枪与蛇鳞相接，在黑夜中震出一道火光。江晨手持长枪，如天神下凡一般站在南宫婉儿身前，转头怒斥：赶紧回家，大晚上的你乱跑什么？江晨！南宫婉儿愣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江晨，如同被施了定身魔法。
她虽身为魔族圣女，但梦中也有与自己相伴一生的男人。面对危险时，她用自己并不强大的身体挡在了他身前，即使面对自己根本不可能战胜的对手。这一瞬间，那道心底的身影逐渐变得清晰。他怔怔地看了江晨好一会儿，才终于相信这不是幻觉。这一刻，他的内心突然安宁无比，似乎经脉中的疼痛也轻了许多。一双美眸缠绕着惊讶、欣喜，还有抹不去的点点柔情。大蛇嘶鸣，南宫婉儿回过神来：“江晨，快跑！这是三阶妖兽黑灵蟒，你不是他的对手。”南宫婉儿努力压制着体内的月华之力，打过打不过，这也很难说。江晨眼中的却战意十足，唯有生死中磨砺，才能使自己更强。凝气之后，他的战力提升何止数倍。随着吞天混沌经疯狂运转，江晨体内的真元如同波涛一般涌动，强大的力量流转七经八脉，他的气息陡然暴增。街道之上突然出现风雷之声，如万马奔腾，如惊涛拍岸，一道道气浪以江晨为中心骤然炸开。那头三阶大蟒此时也开始动荡不安。南宫婉儿美眸泛起异彩，江晨已经给了他太多惊喜。他每次都认为真正了解江晨时，他总会展露出自己更优秀的一面。他也了解到曾经的江晨曾经愚笨，但那绝不是真正的他。只有在逆境中一往无前的人，才会最终走到大道之巅。这一刻，他嘴角泛起微笑。南宫婉儿站在江晨身后，他已暗暗做了准备，如果江晨遇到危险，哪怕伤势加重，他也一定会救下江晨。大蟒盘起，口中雾气如海喷涌而出，烈风啸。江晨用出烈风狼的神通，一股飓风袭来，浓雾瞬息吹散，巨蛇嘶鸣，带着一股宛若山崩海啸的气势冲来。江晨大喝一声，眼中战意澎湃，一股庞大威势在枪身凝聚，于黑夜中闪动银芒，隐约之中散发龙吟之声。他长枪舞动，如同银龙翻身，与巨蛇冲撞到一起，轰交接之处，风起云涌。江晨倒飞出数十米远，嘴角溢出一丝鲜血。虎兽！他再次运用出二阶妖兽的神通，似有猛虎下山，杀意一往无前，唤出猛虎幻影，猛扑上去。巨蛇挥出长尾，与幻影相接，爆出雷鸣。寒冰刺！空气中突然寒气凝结，数十道冰锥在空中显现，朝着巨蛇疾飞而去。巨蛇嘶鸣翻滚，但这些冰锥只是江晨的掩护。万众枪袭，万千枪影从天坠落，如骤雨倾盆。黑灵蟒鳞片炸裂，露出斑斑血迹。南宫婉儿越看越震惊，以凝气一重与三阶妖兽对战，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神迹。纵使各派天骄，也从未有过这等骇人战绩。但江晨此时与巨蛇交战数合，竟不落下风。还有江晨五花八门的武技神通究竟从何而来？风、雷、冰，短短数合竟然运用了3种不同属性的武技。然而最恐怖的还是江晨绝顶的战斗天赋，他仿佛天生就是为战而生，而且进退之间似与大道相合，透露着一股玄奥气息。这种气息博大浩渺，甚至与自己的师尊比起来也丝毫不差。江晨此时与巨蛇的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他愈发得心应手，仿佛一个站在绝巅的武道大家，每一招都恰到好处，每一枪都精妙万分。黑灵蟒也开始焦躁，如此弱小的对手竟然屡屡能从他的必杀一击中逃脱。终于他昂起身子，一道道雷霆在口中氤氲，轰！足有数尺的雷霆从巨蛇口中喷涌而出，降临在江晨头顶。但也在此刻，江晨的身影瞬间消失，一杆银色长枪将巨蛇头颅贯穿。黑灵蟒剧烈挣扎，半条街道扬起烟尘，痛苦嘶鸣响彻天地。终于数十米的蛇身倒下，再无声息。蛇尸中的滚滚血气被江晨吞噬，只是可惜黑灵蛇的天赋神通却是没有吞噬成功。此时已近清晨，朝阳初升，随着血气的吞噬，江晨气息更加凝实，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江晨手持银枪，如同战神一般。南宫婉震撼，好长时间都没有说出话来。他已经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可没想到江晨竟然跨越了一个大境界，斩杀了3阶妖兽黑灵蟒。这是难以想象的壮举，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南宫婉儿也绝技不会相信。这种天才怎么会甘于平凡？待到他厚积薄发的那一刻，便是一飞冲天之时。他注视着江晨，心中久久激荡，几乎可以断定江晨未来定是一位无法想象的至强者。天武城昨夜有3头妖兽进入城中，万幸几大家族强者出手斩杀妖兽，才没有出现更大的人员伤亡。发生这件事后，整个天武城人心惶惶，似埋上了一层抹不去的阴霾。卧房中，二人坐在床边，却相顾无言。良久，江晨终于开口：“让我看下你身上的伤吧，或许我能有些办法。”
南宫婉儿却是摇头，没用的，伤我之人功法诡异，虽未伤及根本，但每次运功都会勾动残存在我体内的月华之力，除非把那些月华之力排出体内，不然很难恢复。而后南宫婉儿眸光微漾，咬了下嘴唇，最终说道：你为什么不问我究竟是谁？江晨却是笑道：你想说的时候，你自然会告诉我，最近先别想着离开这里了，等伤势痊愈了再离开吧，也省得我为你操心。看吧，这次要不是我，恐怕已经被妖兽吃掉了。看着江晨得意的样子，换做以前南宫婉儿肯定出言嘲讽，可今天却有了不一样的情愫。为什么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你都毫不迟疑地站在我前面？其实那条蛇杀不了我，即使你救了我，我也不会感激你。江晨微微一笑，不以为意，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看着自己老婆遇到危险袖手旁观呢？别说一个3阶妖兽，就是妖神也得踏过我的尸体才能伤害你，这可是一个男人的尊严。南宫婉儿芳心一颤，尊严？你就这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吗？我当然怕死了，没有比我更爱惜生命的人了。如果丢下自己媳妇不管，我以后的生命那会一直暗淡无光的。我是个珍惜生命的人，所以才会做些不得不做的事。江晨的声音很平淡，在南宫婉儿心中却掀起骇浪。他总是魂不吝的样子，可以说与自己梦想中的男人截然不同。可就是这个男人几次3番地保护了自己，他的目光透着自己都看不懂的复杂。我并不是你媳妇，咱们成婚是假的，那时候说过，什么时候你凝气了，我就离开这里。江晨在南宫婉儿小手上轻轻抚摸了下，生米都煮成饭了，什么真的假的，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媳妇。的确，他虽两世为人，却是第一次成婚。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日子虽然短暂，但在江晨心中却有不一样的意义。即便两人分别后再不能见，这个女人也会牢牢印在江晨心中。南宫婉儿轻咬朱唇，呆呆地望着江晨，心中此起彼伏，暗想：若她知道我是魔族妖女，她还会如现在这般吗？人魔早已势不两立，即便江晨对自己有些感情，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也定会反目。不知为何，想到这里，他心中却涌起一抹忧虑。或许在未来人魔战场上终会相遇，那时候自己是否能狠下心对江晨出手？此时，院外传来了混乱嘈杂的声音。万兽山脉的妖兽出来了，旁边几座城池都被妖兽攻破，听说死了好几百万人。兽巢距离咱们天武城也不远了，听说那些大家族今天一早就离开了天武城，就剩下咱们这些老弱，这可怎么活啊？10年前的妖兽攻城，咱们天武城死了几十万人，这次难道又要重现那时的惨剧吗？众人的话透着一股浓浓的悲怆，10年前的惨剧历历在目，而现在历史又要重演。但10年前至少还有那个叫做江烈的汉子，可是现在呢？那些曾经信誓旦旦与大家共进退的家族贵胄早离开了天武城，剩下的武者中最强的不过宁气10众，拿什么去抵挡妖兽进攻？江海着急忙慌的给江晨收拾着行李。江晨，你们俩快走，兽群快到了，天武城是不能待了。江晨叹了口气，现在的情况恐怕比老爷子想的还要糟糕。爷爷，不用收拾了，早上离开天武城的那些人，现在恐怕已经死光了。天武城外100里处，一行数百人向大城进发。虽然山地间灌木丛生，古木参天，但这些人大都凝气7以上修为，有几人甚至已经到达了先天境，奔行极为迅速。突然，最前方的武者骤然站住，嗷呜！低沉的笑声响起，此起彼伏，环绕在他们四周。山林中出现了无数双血红的眼睛，如同鬼火一般飘荡。终于，那片鬼火走出山林。妖兽，好大，好大的狼！所有的人惊悚，他们前方竟出现了上百头巨狼，每一头都有2丈大小，如同巨象一般，血盆大口中流着咸水，獠牙足有半尺长，阴寒森然，狰狞无比。上百头2阶妖狼，寻常在山林中能见到1头都极为罕见，而此时从林中竟出现了上百头。嗷呜一声狼啸，那些巨狼开始发起冲锋。啊！人群中一声凄厉惨叫传来，一个身穿华服的少年被妖狼撕下半边身子。他曾是巨富之子，本可一生荣华富贵，此时却命丧妖狼口中。那富商失去儿子，嚎丧一般大哭：救救我儿子，救我儿子，我给你们1万两，不10万两。话还没说完，他被2头巨狼撕成2半，瞬间吞噬入腹。几个先天期的武者真元涌动，他们是天武城有数的高手，此时气息爆发，引起一阵飓风。沙眼护族人撤退，杀！为族人报仇，我来挡住妖狼。一个中年男子跨出一步，先天期的真元猛然涌出，长剑洞穿妖狼咽喉。可妖狼实在太多，数百人的队伍转眼被吞噬过半。他们虽能自保，却无法守护族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人被妖兽吞吃。他们燃烧真元，眼含血泪。若在城中，或有一战之力，可此时悔之晚矣。足足半个时辰，在几大高手的奋力屠杀下，妖狼死伤殆尽，但他们的几乎灭族，每个人都几乎崩溃，
整片山林都弥漫着血腥味。快撤！血腥味定会引来其他妖兽。话还未毕，远处山林中如同山洪爆发，妖兽吼叫惊破天际，震耳欲聋，向着这边急速冲来。嗷！山林摇晃，大地震颤，山怪、角征、金睛猿、巨蜥兽，数不尽的妖兽从山林中冲出冲，巨木折断，山石崩碎，如同洪水奔流，看不到边际，景象恐怖至极。所有人脸色苍白，双膝发软，甚至都忘了逃跑。转眼间，兽潮已至，数不清的妖兽碾过那些凝气七武者，而后踏在脚下，化为肉酱。看着自己的家人在自己面前死去，转眼天人永隔，几名先天武者心神动荡，早已失去理智。杀！他们手中兵刃挥舞，所过之处妖血横飞。啊！山林中传来一声奇异吼叫，似龙似鳄，如同太古一种复活，一股恐怖气势骤然涌起，震得这片山林都在抖动。那几名先天武者被惊住了，山林中到底有什么恐怖存在？即便是三阶上位妖兽，也绝技不会有这种威势。啊！沉闷吼叫震撼天地，一棵棵参天大树折断，引起滔天烟尘，终于露出了阵容。那是一头长达100米的巨鳄，身上银纹流转，鳄首隐现龙形，竟拥有一丝龙族血脉，难怪会如此恐怖。随着巨鳄降临，群山都在抖动，整片天地都弥漫着寒意，一股恐怖气息奔涌八方，刹那间万兽跪伏，战战兢兢。他一双树瞳望向几人，目光冰冷阴寒。天空中乌云凝聚，一道大雷降落，转眼那几名先天武者化为焦炭，死在当场。夜幕降临，时间已经将近亥时，江辰却依旧忙碌着。他双手舞动，随着真元凝聚，一道道神异阵纹浮现，在黑夜中隐现光芒。兽潮来袭已是必然，即便江辰战力远超铜镜，恐怕也只有自保之力，唯有设置防御阵法，或许才有一线生机。你在做什么？江辰的手并未停止，快到几乎可以看到残影。布阵。南宫婉儿双眸瞪得滚圆，以为自己听错了。在这个世界，阵法之道极为最高深莫测，入门极难，纵使身负慧根，也需要数十年的打磨才能勉强绘制阵纹。但若阵法有成，仅凭阵法之力便可抵得上千军万马。而且几乎每个宗门、每个国度都离不开防御大阵的保护，因此几乎每一个阵法师都地位超然，绝非寻常人可以接触到。即便是他，对那些阵法大师也十分尊崇。江辰在阵法上的天赋，前世时曾得到自己师尊崇明仙王多次赞誉，在这一届更是超越绝巅的存在。曾经在所有人眼中，江辰一直是个废物，即便他有些奇遇，但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拥有布置阵法的能力。可眼前的景象由不得他不好奇，江辰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此时江辰身上多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气息，眼神更是坚定无比。随着江辰手指舞动，一道道玄奥光影飘荡而出，这是真元凝聚出的阵纹。更让南宫婉儿震惊的是，江辰布置的阵法并非是最低阶的防御阵法，阵纹玄奥无比，即便是他只是粗通布阵之术，也可以感受到这阵法的神异强大，复杂程度甚至超过了9节魔宗的护宗大阵。随着阵法绘制，江辰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不只是体内真元的消耗，对精神力消耗也异常巨大。若是前世这种低阶阵法挥手而就，可现在却布置起来却极为困难。其实对江辰来说，这也相当于一次历练，前世布阵皆用仙力，而这一届却是依靠体内真元，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的考验。他仿佛不知疲惫，阵纹绘制越来越快，足足过了半个时辰，江辰体力几乎到了极限，后背也被汗水阴湿，随着10几枚兽核放入阵眼。瓮夜色中，一道浅蓝光幕出现，把江辰家的宅院笼罩其中，宛若壁垒一般，甚至连外界的声音都小了很多。而南宫婉儿完全愣在了那里，似乎根本不敢相信。足足过了片刻，他将手掌放在光幕之上，一股神异力量隔绝了他与外界的接触。他的目光都有些颤抖，似是看到了什么神迹，因为仅仅10数个1阶兽核，竟被江辰布置出了足以抵抗3阶妖兽的防御阵法。要知道，他甚至连绘制阵纹的伏笔都没有，仅靠自己双手。南宫婉儿身为9阶魔宗圣女，自然知道这种布置方法有多么困难，除非这个人对真元的掌控已经达到了近乎变态的地步，否则绝不可能做到。纵使人魔两族能做到这种地步的阵法师，也不会超过1掌之数。此时，这个神迹竟然出现南宫婉儿面前。看着江辰手中高深莫测的阵法灵纹，南宫婉儿眸光一片朦胧。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至少自己曾经看错了他，整个天武城的人，甚至他的家人也都看错了他。能布出如此阵法的天才，怎会是平凡之辈？即便是魔族那些所谓的天骄，也都无法与他相比。这个男人身上到底还隐藏着多少秘密？难道我遭受这次劫难，就是为了遇见你吗？江辰看着自己布下的阵法，却是叹了口气。真元运用还是太粗糙了，好好的云锤阵也就勉强发挥出4、5成的效果，能量消耗也很大，
但是坚持个1-2天还是没问题的。南宫婉心中却是一阵颤动，这阵法都布成这样了，好像江辰还有些不满意，要不是亲眼看到他神乎其技的布阵手法，怕是自己都觉得他在吹牛了。这防御阵法叫云锤阵嘛，果然神异非凡。只可惜阵眼只是1阶妖兽兽核，要是能换成3阶的，怕是4阶妖兽也攻不破这阵法的防御。江辰一愣，你还懂阵法？南宫婉莞尔一笑，只是知晓些皮毛，不过我倒有些3阶妖兽的兽核。10几颗闪耀着光华的妖兽兽核出现，江辰目光一阵诧异，自己这媳妇到底是什么人？3阶妖兽强大无比，寻常先天武者也难以力敌，他却如此轻易拿出，难道是叛逃的大宗弟子？随着阵眼更替，一时间蓝色光芒闪耀，光幕愈发清晰坚韧。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整个天武城都乱成一团，无数人在挖壕沟、地窖，甚至建设塔楼，意图能在兽巢中生存下来。兽巢将至，江辰和南宫婉2人坐在房顶露台，仰望星空，心中却少有的安宁。江辰思绪飘飞，吞噬了白衣仙女的功力，他在1个月里提升了整整1个大境界，这种速度简直神迹，但也产生了很大弊端，那就是真元的不稳定。毕竟获得的真元太过驳杂，即便他身负圣人传承也难以消化，要想将之稳固，就需要大量战斗。这次妖兽攻城对自己来说就是一次绝佳的历练机会，唯有生死磨砺，才能让自己在极境中提炼升华。夜风吹过，点点幽香吹入江辰鼻息，江辰握住了身侧家人的纤手，南宫婉却是触电般将手抽回，慌乱地整理着被风吹乱的发丝，俏脸飞上一抹潮红。好像你很没有安全感，能告诉我你的事吗？这话却是触动了南宫婉的心事，他深深看了江辰一眼，最终说道，并非不告诉你，只是如果你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怕连累了你。江辰一笑，保护自己媳妇天经地义，怎么能是连累？南宫婉眸光一闪，不由自主地将琴手靠在了江辰肩头。她虽是魔族圣女，心中却潜伏着无数彷徨恐惧，此时她的内心却安宁无比，哪怕只是片刻。如果时间能停在这一刻就好了。她的眼中充满希冀。江辰把她白嫩纤手捧在手里，停在这刻怎么行？以后我们会有很多美好的日子，比现在还要美好。南宫婉沉浸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嘴角泛起笑意，身边男人的肩膀并不宽大，但让她感到温暖安心，似是漂泊的浮萍终于找到最温暖的归宿。两人相互依偎，都有着不同的心事，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气氛在夜色中宁静安详。嗷呜，两人相依而眠，城外突然传来怪异的呼啸，惊醒睡梦中的两人。城楼上守城的士兵瞪大了双眼，他是位灵气5重的武者，此时吓得两腿发软。只见地平线的尽头，数不尽的妖兽席卷而来，黑压压的一片，震得四野颤动，场面极其可怕。妖兽攻城了！随着一声凄厉哭喊，整个天武城沸腾起来，只不过这种沸腾反而像一种穷途末路，很多人钻进挖好的地窖和壕沟，更多的人涌进房内，趴在床底跪中，还有一些人甚至已经放弃了活下去的希望，如行尸一般走在街道上，等待着死亡的降临。轰！一声巨响传来，一处城墙轰然倒塌，无数妖兽如同破了闸洪水，疯狂涌入城中。街道上一个逃跑的平民突然止步，那人直到死前都不知自己究竟如何死的，只发出半声惨叫，头颅窜起数米，而后被一头人熊吞吃。即便有些凝气期的武者妄图挣扎，也被一拥而上的妖兽扑杀上来，撕成几块。兽巢恐怖无比，所过之处房倒屋塌，那些躲在床底柜中的人被翻找出来，最终死于妖兽之口，状况惨不忍睹。江辰站在房顶，目中所见如同炼狱，看着街头的张铁匠一家被妖兽当作血食吞吃，他拳头死死攥着，心中燃着火焰。一头2阶妖兽向江辰的院子冲来，重重地撞击在阵法之上，却连一丝波纹都没有激起。这阵法强悍无比，这种低阶妖兽完全造不成伤害。江辰放下心来，从房顶一跃而下。辰儿，快进地窖！江海大声呼喊，似是对江辰的阵法很不放心。江辰却是拿起银枪，真元在体内流转，继而融入奇经八脉，瞬间气力奔走如龙象。爷爷，这阵法坚固无比，您只要不要出去，妖兽就伤不了您。转头看向南宫婉，身形如松柏般挺拔，帮我看好爷爷。江辰的话让他清醒又茫然，于是他茫然地搀住江海。江辰提着枪冲出去，然后没跑几步又折返回来，用力地抱了下南宫婉，然后又狠狠地亲了一口。南宫婉在后面大喊，你要去做什么？江辰回首傲然一笑，看你男人如何斩妖。城中妖兽遍布，哀鸿遍野。朝阳出生，此时的朝阳便不再像朝阳，到处都是哭喊的人群和残肢断臂。某个巷口，一个5、6岁的小女孩无助哭泣，她的母亲已丧生妖兽之口。此时一头凶狠的妖狼盯上了她，腥风掀起，准备一口吞吃。小女孩眼中写满了恐惧与绝望。
一道枪芒闪过，那头妖狼被穿出一道血洞，失去生息。那道身影转眼消失在视线当中，但在他幼小的心灵中，那道伟岸光辉的影子再不会被抹去。江辰手持长枪在城中急速穿梭，把家传枪法运用到极致。无论是一阶妖兽还是二阶妖兽，都难挡他一枪。只是面对这等低阶妖兽，即便斩杀，给予的血气也十分有限。凝气后，他更加感受到吞天混沌经对血气的需求量之大。若说筑体期只需要吞噬几十头妖兽血气便可静静，而凝气开出七脉后，以他的真元承载量，至少吞噬上千头低阶妖兽的血气，才能让他提升到凝气2重。所有人都跑得慌不择路，不只是天武城居民，甚至守城士兵都在溃退。逆着逃跑的人流，江辰绝尘而去。一道黑影伴着怒啸飞扑向江辰，血盆大口中獠牙闪着寒光，赫然是一头2阶妖兽黑毛背。如同一道恶风，江辰在黑毛背将至之时，银枪挥舞，扫在妖兽头颅。砰！黑毛背头颅崩碎，在惨叫中被远远扫飞，全身一阵剧烈抽搐，再也没了声息。转眼周围怪声四起，不多时，数十只黑毛背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前方首领毛发中竟有金丝，体型硕大，足有丈许，浑身毛发倒竖，散发恐怖气息。他竟已经突破到了3阶。随着首领嚎叫，那些黑毛背怪叫着扑向江辰。江辰神色淡然，手中银枪舞动，挽出万千朵枪花，一时间背尸乱飞，惨叫连连。不到几息时间，10几头黑毛背死在江辰抢下。吞天混沌经运转，滚滚血气融入江辰体内，他气息更加炽盛。黑毛背首领兽目中散发寒光，释放着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他猛然跃出，巨大身形如同房屋一般，砸向江辰，爪上闪耀金色光芒。江辰感觉到一股让人窒息的气息，他双眉一拧，长枪向他的利爪轰去。一声尖锐到刺耳的声音响起，长枪崩飞，江辰转而挥出拳头，一拳拳捶向妖兽。他的身体如同神柱，大道经文流转全身，一拳之力足有数万斤。黑毛背首领发出凄厉惨叫，但江辰已经跃到了他硕大的身躯之上，几拳下去，他脊骨折断，拳头都垂到了腹腔之中。江辰一脚蹬在妖尸后背，借势一弹，手中银枪挥舞，滚滚真元融入其中，凌空一跃足有10丈，一道白色光华冲出，10几头妖兽被斩为2段。咕嘟，这小子是谁？竟然生猛如斯！难道是大派天骄来救咱们的？他就是前几天刚凝气的江家小子江辰，不愧是破开7脉的天才，有他在，咱们一定能活下去。江辰如人形杀气，浑身浴血，所过之处妖尸横飞。一些凝气境的人族武者看得心潮澎湃，那些认识江辰的天武城居民此时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动容之色。原因无他，这家伙太猛。一个人站在天武城主街，迎着杀之不尽的妖兽，毫无惧色，衣衫都被妖血浸透，犹如杀神，所向披靡。他们依稀记得几年前的妖兽攻城，那是一位武者一夫当关，守在城头死战不退。而今天的这个青年，正是那武者的儿子江辰。走，我们也上，我来助你。妈的，老子不跑了，先整死这群狗日的妖兽！江辰的战意感染了所有人，他们纷纷调转方向，拿起手中的兵器，有些人甚至拿起锄头、铁锹，径直朝着妖兽杀去。他们终于不再逃跑，胸中鲜血开始沸腾，他们像一条疯了的恶犬，呲出了他们以为早已退化没了的獠牙，向妖兽席卷而去。他们像疯子一样胡乱劈杀，即便被妖兽咬掉一条臂膀，也用身体恶狠狠撞向一头妖兽。冲啊！把妖兽赶出天武城！一棵老槐树下，形容枯槁的老者喝上一口酒，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笑意。这人族啊，看来还有救。妖兽被杀到了城门之外，在众人合力下，妖兽开始溃败，除却几头3阶妖兽，天武城主街上遍地都是妖兽尸体，血腥气直冲九霄。随着一头巨熊轰然倒地，人族又重新夺回了天武城。那些浴血的人族武者疲惫已极，站着、躺着、趴着、坐着，气喘吁吁地看着身后的家园。他们脸上荡着笑意，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江辰表情却丝毫没有轻松，似乎有不好的预感，根本没有时间庆幸眼前的胜利。轰轰轰，大地在震颤，那声音震动着山野，鸟雀惊飞，兽吠灭绝。江辰快步掠上城头，只见极远处烟尘漫天，他的脊背顿时有些发凉。在视线的尽头，兽潮出现了，整个万兽山脉的凶禽猛兽冲出山脉，异域血洗万里妖兽如洪水一般汹涌，连绵不绝，让人头皮发麻。天空一声长鸣，一头凶禽展翅，它张开翅膀，有天火降临人间，如同灭世。天武城居民中刚从劫后余生中走出，就看到铺天盖地的火焰坠落。江辰转头看去，
小半个天武城都在燃烧，房屋、树木、街道，还有尸体。他看到被自己救下的小女孩融于火海，看到那些刚刚鼓起勇气拿着锄头铁锹的男人为保护家人化为灰烬，看到曾经繁华的街道飞快地成为残垣断壁，看到远处一望无际妖兽形成的滔滔洪水死，一股滔天杀意瞬间扩散，江晨拔地而起，轰！脚踏之下，石板碎裂成尘，一道血色人影冲上高天，手中银枪如同雷霆炸裂，如奔雷破天。那头恐怖凶禽在空中爆碎，滚滚血气吞噬入体，江晨的气息在涨，凝气二重天。他从高天落在城头，衣衫染血，一头黑色长发在风中飘荡，英姿挺拔如山，手持长枪而立，宛若神奇。那是江晨，他又突破了，他还没放弃，咱们也不能怂。还能站起来的兄弟，拿起刀剑，再战一场。绝望之中的点点火光蓬勃亮起。这一日，天武城中终于埋下武者之道的种子。虽千难万险，我自有一剑，虽死不退。那头凶禽妖兽的神通融入江晨心中，他提枪而去，于城楼俯冲而下。刹那间，天空中燃起天火，如暴雨般落下。江晨真元沸腾，在吞天混沌经的加持下，这神通更加猛烈。不只是天空，甚至江晨身上也燃起了火焰一般的金色光芒。随着真元奔腾如洪流，他的气息再度暴涨，让跟在后方的人族武者都瞳孔一凝。天火降落，妖兽洪流骤然停止，火焰在兽群中蔓延，散发一片焦糊，滚滚血气被江晨吞入气海，化为澎湃真元。他眼中杀意更盛。啊！一声吼叫惊破苍穹，妖兽群后方一阵骚动，那些低阶妖兽纷纷躲避。只见一头百米银色大鳄冲来，他身披银甲，獠牙上染着血迹，气息强横无匹。江晨后方的人族武者被如此恐怖妖兽慑服，脸色发白。碧鳞鳄，这头大鳄在万寿山脉蛰伏100年，他竟然出山了。100年前他就已经是极为可怕的3阶妖兽，现在他更加恐怖了。江晨快退！这大鳄不是寻常3阶妖兽，他血脉中一丝龙血，实力距离4阶只有1线。碧鳞鳄张开数米的巨口向江晨咬来，掀起道道腥风。被这等妖兽咬到，即便江晨体魄惊人，也必死无疑。江晨眼中一灵，一道血光冲起，江晨手持长枪迎着大鳄杀去。万钧巨力轰然降落，强大的力量震得大地颤抖。两者相撞，爆发恐怖冲击波，一道道气浪扩散。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大鳄为祸100年，即便曾经先天境高手前去斩杀，也陨落在万寿山脉。这江晨不过凝气境，怎会有如此战力？江晨腾空而起，他长枪舞动，如蛟龙探渊，第二枪再至，如一道道银芒降落，所过之处血光冲天，一杆长枪舞得密不透风。这种枪法造诣已经远远超过了家传枪法的极限。碧鳞鳄力大无穷，一条数十米的巨尾如同银鞭，摧枯拉朽，对江晨展开了疯狂攻击。江晨眉头紧皱，脸色凝重，他真元流转，吞天混沌经全力运转，经脉中经文灿烂，隐有大道之音冥响。砰！银色巨尾狠狠撞击在江晨身上，爆出一阵巨响。江晨被巨力轰出100米，大地上划出一道深深的沟壑，最终撞断一株巨树，掀起漫天烟尘。江晨小心！不好，快去救江晨！所有人族武者都在惊呼。正面受到碧鳞鳄一击，江晨怕是身负重伤。呜！烟尘当中，空气疯狂暴动，如裂帛般的声音响起，竟有龙卷凝聚，而后骤然散开。神！什么？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满脸的不可置信。遭受如此重创，江晨竟然毫发无伤，甚至气息更加强大。江晨眸若晨星，黑发飞舞，一股玄奥气息在他躯体流转。庞大的碧鳞鳄移动，整片荒野都跟着颤抖。100米的鳄身上流动着银色的光辉，将周围染成一片银白。他在万寿山脉外围堪称王者，称霸100年，死在他口中的人族足有数万。随着碧鳞鳄张开巨口，一道道腥风迎面扑来，4万鬼哀嚎，地狱降临人间，恐怖无比。一些人族武者已经双腿发软，软倒在地，眼中露出惊惧，似被恶鬼缠绕。传说人死于虎口，化为昌鬼为虎所用，这大鳄竟然也修成这种诡异神通。江晨神色坦然，无喜无悲，这等幻象难动他道心分毫。他张口斥出一道雷音，迷幻的众人只觉脑中一片清明，从幻象中脱离出来。啊！碧鳞鳄咆哮惊天动地，他猛然跃起，向江晨杀来。庞大身影遮天蔽日，仅仅一瞬间，飞沙走石，巨树折断，乱象冲天。江晨经脉站稳闪耀，真元涌入银枪，与大鳄冲撞到一起，刹那间爆发气浪，席卷四方。江晨再次喋血，倒飞出数百米远，
在如此巨力下，他的身躯已经到了极限，但他却战意冲霄，金色符文在经脉中闪耀，似乎圣人大道与他仅有一步之遥。碧灵鳄狂性大发，狰狞地望着江辰，一双树瞳中闪耀着滔天杀意。这头恐怖大鳄有龙族血脉，虽只是一丝，但已经可以勾动天雷之力，一道神念冲入天际，天空中狂风骤起，黑云压顶，其中有雷霆翻滚。天武城外飞沙走石，劲风呼啸，那雷霆在云中翻涌氤氲，整片天际都被照亮。他要让江辰惨死在雷霆之下。江辰仰头望向雷云，圣人经文中点点奥义在脑海中闪现，一股慷慨在胸中流淌，壮气浩然。他手持长枪，眼中神芒涌起，一股庞大气势在枪神凝聚，城外战场竟有龙吟之声响起，所有人惊愕之际，那道人影已经冲天而起，脚下大地瞬间崩碎，天空中天雷滚滚，浩浩荡荡，毁灭万物。轰！一道大雷向着江辰轰然砸下，如开天辟地，惊破苍穹，长天苍苍，大地茫茫。只见苍穹之上有一道人影，手持银枪，迎天而上，一往无前。瞬间，那道雷霆竟被一枪破开，银枪去势不减，一枪破开天空雷云，阳光重新映照大地。那道身影在霞光下缓缓降落。江辰仰天长啸，酣畅淋漓，心神恍惚间升起一丝明悟。一道道气机流转，妖兽群中，他竟然闭上双眼，陷入顿悟。圣人经文第2篇在江辰脑海中流淌，一时间气息动荡，金芒蔓延，江辰的气势逐渐增强。顿悟，是顿悟，快守住江辰，别让妖兽伤害到他。他是此战胜利的希望。等他顿悟结束，那头大鳄寿命近1000年，虽灵性未通，但也感受到了江辰的气势在步步增强。若等他顿悟结束，恐怕自己必死无疑。他晃动巨大的身体，人力而起，虽身体庞大，但并不笨拙，速度快若闪电，向江辰杀去。一位人族武者意欲阻拦，就被那银色长尾拍成血雾。我来拖住妖兽。又一位凝气9重的武者使出武技，火光蔓延，化成一片火云落下，攻向碧灵鳄。然而这头碧灵鳄身上银光飘荡，长尾挥动，竟将火云劈碎。而后那名武者被大鳄一口吞吃，血光崩现。可这些武者悍不畏死，一个接一个的冲上去，为江辰拖延时间。轰隆！一人浑身染血，被大鳄扫飞，重重地砸在山石之上，身体都已皲裂，兵刃都断成2截，可他仍旧艰难起身，挥着断刀再次冲杀，而后在碧灵鳄巨爪下化为肉泥。告诉我媳妇，别等我了。又一个人族武者燃烧真元，冲了上去。娘，我对不起你，养育大恩，来世再报。家里就剩下我一个，我先上。面对这等妖兽，他们如蝼蚁一般，可这些人毫不犹豫，依旧如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哪怕卑微渺小，也要燃尽最后的生命，只为挡住碧灵鳄分秒。城楼之上，无数天武城居民看着那些武者战死，他们眼中满含泪水。天武城的人族强者呢？那些先天武者，还有那些大族天骄都去哪里了？他们得知妖兽异动，早逃离了天武城。天帝为何如此不公？那些高手不在，竟让这些凝气武者拿命守城。有他们在，咱们人族就有希望。当家的，等等我！一位人族武者听到了身后媳妇的哭喊，他却没再回头，挥舞着兵刃杀向碧灵鳄，而后化为血雾。江辰却不知外界发生的一切，他的心神完全平静下来，脑海中空灵一片，似身边万物都不存在，所有的精神意识都集中在那道道经文之上。金色符文在奇经八脉中闪耀，以他气海为起点，吞噬体内道道经文，开始改变颜色，化为赤红，如血痕一般逐渐蔓延全身，一条条诡异纹路犹如魔纹一般。这一瞬间，江辰如同万箭穿身，剧痛从他全身每个角落疯狂涌出。若是寻常人，早在这种极度痛苦下死去，但江辰两世为人，道心何等坚定。他浑身抽搐战栗，但心中战意不减。他脑海中出现一片鬼域，妖风呼啸，火云飞舞，大地上山川崩碎，天空中妖魔驾车奔驰，火云犹如浓烟翻腾。如此天地，一个渺小人影却在山川间舞枪。不，他并非在舞枪，他是在与这片天地战斗。人影昂首向天，一往无前。天地在狂怒，飓风呼号，如同怒吼。天空降下山一般的陨石，大地涌出黑红的岩浆，浩浩荡荡，恍如灭世。但这小人丝毫不惧，他的血脉在燃烧，这最后一招便是他自己。这一枪是要破天，这便是吞天混沌经的第二重境界——天灭。突然，江辰骤然睁开双眼，一道凌冽气息轰然爆发，整片战场突然寂静一片，万兽惊惧，似感受到了什么恐怖存在苏醒。那些低阶妖兽体若筛糠，趴伏在地，簌簌哆嗦个不停，恐惧到不敢抬头。
将陈血脉在沸腾气海中的真元化为烟霞，疯狂融入体魄当中。瞬间，他的气息暴涨数倍，一道枪芒乍现，横扫八荒。那头毗陵鳄也感受到生死危机，仰天怒嘶，气压山河，漫天雷光汹涌，意欲一击将江辰斩杀。城墙上的天武城居民，还有城外那些残存的人族武者都瞠目结舌。从那枪芒中，他们看到了一道希望之光。轰！一声巨响惊破天际，光芒灿烂无比，将半片天空照得一片光明。所有的人目光都聚集在那一处，久久无声，如同这个世界的声音被完全剥离。光芒逐渐暗淡，众人才看清了那处的景象。荒野之上站着一个血人，若无银枪支撑，恐怕他早已倒下。在他前方不远处，那头恐怖的毗陵鳄被斩为两半，横尸此地城楼之上。那老者放声大笑，仰头痛饮。此一枪已得天地真意，当罪一场，当罪一场。兽潮并未停止，万兽山脉绵延万里，不断汇聚而来。那头毗陵鳄不过是外围的王者，万兽山脉深处更有大妖存在。吞天混沌经发动，毗陵鳄的庞大血气被江辰吞入体内，他伤势看起来极为骇人，肩膀一道伤口深可见骨，却已经止血，甚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慢愈合。身上其他的伤痕也在血气涌入后开始恢复，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莫说在下界，即使在仙界也从未有过如此霸道的功法。他的身体血气如火焰一般蒸腾，在吞天混沌经的加持下，他已经可以发挥出先天中期的力量。这种圣人传承堪用禁忌来形容。感受着体内的强大力量，江辰握紧长枪冲向妖兽，他的实力再次提升，身畔都产生了音爆。他如人形杀神，在旷野中游走，杀得碎肉飞起，妖兽残肢散落。轰！江辰跃于高天，长枪落下，大地震撼，狂暴的力量与具有杀力的气浪轰然爆发，数十米的所有东西都在湮灭。这一击何等霸道，半片荒野都在颤抖，连城墙上的平民都感受到了大地的震颤。那杆家传长枪终究顶不住如此残酷的战斗，轰然爆碎。哦！一头怪异妖兽仰天嘶鸣，它躯体怪异，摇头摆尾，嘶鸣声引发黑色波纹蔓延四方。它气息强势，是一头三阶上位妖兽。江辰一声大喝，气冲斗牛，发丝狂舞，双臂经文蔓延，与那妖兽杀到一起，爆发出一团金色光芒，宛若火山爆发，气息冲向高天。江辰一拳轰在妖兽头颅，妖兽利爪正中江辰胸口，两者丝毫没有招式，此时杀到极致，都是最原始的功法。天摇地动，荒野隆隆作响，江辰一手撕下那妖兽臂膀，断处兽血飙飞，半具残躯被丢向远方，所有的人都在骇然。江辰肩膀被妖兽獠牙贯穿，伤口恐怖无比，但他恍若不觉，凶猛攻杀，所有人都在惊骇，心中毛骨悚然。这种战斗已经超越了他们的想象，太凶残了，这还是人的战斗吗？他如疯魔一般，丝毫不防守，身躯都被打烂了，也要杀死对方。那些低阶妖兽目露恐惧，吓得向远方遁逃，唯有2阶以上妖兽才敢上前。血气滚滚融入体内，吞天混沌经运转到极致，江辰已经坠落到谷底的气息再度爆发。他伤势恐怖，可嘴角露出狰狞笑意，从战斗中极尽升华，这是他前世未曾经历过的，唯有步步极进，才有可能最终登顶大道绝巅。一头浑身长着金毛的狮子降临，通体璀璨夺目，屹立山巅，如同兽王俯视众生。他猛然跃起，脚下山巅碎裂，他如一座金山，獠牙足有1-2米长，向江辰杀来。有人想驰援江辰，但这种层次的战斗早超越了他们可以涉及的能力，即便是寻常先天武者，怕也不是这狮王的对手。而江辰如一道血光闪过，向那头狮王杀去。天武城100里之外，数千骑飞驰，溅起烟尘无数，他们气息强大，最弱的也有凝气10重的修为，为首的将领更是气息强横无双，怕已到了炼神巅峰。一匹战马上，天武城守周天元心急如焚。万兽山脉妖兽暴动，几日前他特意赶赴最近的人族卫所寻求援军，可没想自己一路飞奔，还是迟了。据斥候汇报，妖兽已于昨日攻破天武城，这也意味着天武城的100万百姓凶多吉少。想到城中此时的惨状，他脑袋一阵阵的发昏，猛地加紧马腹，拼命提升着速度。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天武城上方烟尘弥漫，妖兽的吼叫也越来越清晰。妖族为祸天下万年，人族遭受了多少苦难，多少城池沦陷，多少人死于妖兽之口，天武城只不过一个小小缩影。周天元满心悲愤，正值壮年的他却已两鬓斑白，但那又如何？天下大事便是如此。他无声悲呼，眼泪早已流干。他已有了打算，若是天武城陷落，他便亲上前线战场，为人族洒下自己最后的热血。不知过了多久，城楼上出现了千百道人影，那是天武城的平民。周天元心中涌起狂喜，天武城没有陷落，难道兽潮还没到吗？不，
他看到了远处烟尘扬起，妖尸遍地，嘶吼声震惊山野。虽还有数里远，他也能感受到大战的激烈。那些大族已经提前撤退了，究竟是谁在守着？距离越来越近，只见城外荒野血流遍地，到处都是猩红的血迹和零零碎碎的妖兽残肢。荒野之中，一道身影越来越清晰，他肩膀断裂，脸颊血肉模糊，一道可怕伤口贯穿整个脊背，浑身都在淌血。但他身姿挺拔，杀伐之力如同疾风骤雨般倾泻，一头被鲜血阴透的黑发在风中狂舞，宛若一尊为杀戮降世的战神。妖兽如潮水一般朝他涌来，可他却一步不退，杀声不断。无论是城头上矗立凝望的平民，还是前来驰援的数千士兵，每个人都神情肃穆，眼中充满敬畏。他满身血肉模糊，可脊梁如山一般挺拔，他也如山一般挡住了万千妖兽的进攻。所有人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杀！救下那个小子！一时间杀声震天。江晨回头望去，看见一片黑甲洪流席卷而来，他身体摇摇晃晃，几乎就要跌倒。可以说他仅凭心中的信念撑到现在，即便吞天混沌经是圣人传承，但终有极限，吞噬的血气已经不足他的耗费，甚至连伤口恢复的速度都在变慢。终于他倒在地上，黑甲军强势无匹，向妖兽杀去。他们身经百战，战力无双，战斗很快蔓延了周围数十里。有4阶妖兽出现，炼神期的人族强者也参与其中，所有人都在拼命激战。轰隆！万兽山脉中雾气蒸腾而起，妖气弥漫，仿佛一片混沌。整片战场的厮杀声突然停止，似被什么可怕存在惊动。弥漫的雾气中，一个庞大身影浮现，他浑身雾气缭绕，高不知多少里，每跨出一步，山峰崩碎，天穹碎裂。所有人都在颤抖，双腿都在哆嗦。这是究竟是何等妖兽？他们的灵魂都在恐惧。妖帝！周天元呆滞半晌，所有人都绝望了。竟然有妖帝降临真身，莫说天武城，恐怕东荒都要陷落。城墙上一位枯瘦老者伸了个懒腰，自始至终他都没有过出手的打算。为人族他已战了上千年，看过太多面对妖族连反抗都不敢的人族。一个等着别人来拯救的民族，注定会走向灭亡。但从江晨身上，他再次看到了希望。有这样的人族青年存在，人族就有重新夺回9域的那天。他揉了揉枯树一般的褶皱脸颊，喃喃自语道：看了半天，也该活动活动了。那老者饮下一口酒，张口喷出一道酒气，酒气化为一道万丈剑芒，席卷天上地下。轰！万兽山脉中发出一声惊破天际的巨响，10数个山岭崩碎，巨石乱飞，烟尘澎湃。所有人都惊惧之际，只见一道身影如流星一般从城墙之上掠向万兽山脉，朝着那恐怖妖帝杀去。当那道身影落入万兽山脉，短暂死寂过后，爆发出旷世恐怖的大战。那庞大身影挥舞巨掌，引动天宇罡风，回应他的是一道璀璨剑光，其中蕴含的剑意无比恐怖，半边天穹都被斩碎。2个不可想象的存在爆发大战。万兽山脉雾霭蒙蒙，如云海翻涌，所有人遥望却看不清其中真容，只看到山脉上空身剑光破天，妖气汹涌，整片山脉都在摇晃，至强威压让百里外的生灵都想叩首膜拜。妖帝被阻，兽潮开始退去。江家院内，江海几次要出去寻找，都被南宫婉儿拦住。听到城外的妖兽吼叫，他心急如焚，心里早牵挂万分，可答应了江晨守着爷爷，他只能强压住自己的担心，静静地等江晨回来。他从未如此忐忑过，甚至比他自己遭遇险境时还要担心。院外传来了震颤，似有千军万马奔袭而来，烟尘漫天，地面隆隆作响。南宫婉儿登时俏脸煞白，天武城失守了吗？南宫婉儿掠上房顶，就看到了让他震惊的一幕，成百上千的人簇拥而来。这几天，天武城的居民就像将被烈日炙烤而死的蚂蚁，他们早已陷入绝望，静静地等待死亡降临。没想到守不住的城池却守住了，他们矗立在城头观望，看着那个青年浴血奋战，死战不退。于是他们有了英雄。处在昏迷中的江晨被他们抬着举着，向江晨家的方向涌来。大门很快被围了，水泄不通。晨儿，一道苍老沙哑又心痛无比的声音抖响。江海推开人群，冲了上去，把江晨的身体搀扶住。南宫婉儿望着那道身影，他捂着嘴巴，争取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眼中已朦胧一片，还能勉强称之为人吧。他手臂裂开了，肋骨凹陷，显然已经断裂，背部一道伤口，甚至露出了森森白骨。他浑身淌着血，如果不是气息仍在，几乎以为他已经是个死人。城守大人给江晨喂了灵丹，护住了他的心脉。他是我们的英雄，没有他，咱们天武城已经陷落了。江老爷子，你有一个好孙子，以前我们都看错了，江晨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他才是咱们天武城未来的希望。所有人眼中都是发自内心的崇敬。此时，几位年老资深德高望重的老者分开人流，为首老者看向江晨，
无比动容，脸上也生出一抹愧色。江海老爷子抬头，却是满脸惊诧：“老家主，您怎么来了？”江家老家主摇摇头，叹了口气：“10年前，江烈浴血奋战；10年后，江辰又在危急存亡之时力挽狂澜。我对你们这一脉有愧啊。”转头又和身边的几位江家族老说道：“现在我们就回去通知江长陵，江家产业的一半必须分给江辰这一脉。他要是不听，咱们就罢免了他这个家主。”“好，老家主，江辰为咱们流血，咱们就不能让他再受委屈。咱们这几个老头子射出脸去，不信这江长陵不照办。”江海愣了一会儿，眼中流出泪水。受了这么多年委屈，现如今总算熬到头了。这一切都是江辰用鲜血换来的，可他心疼这个孙子啊，哪怕什么都不要，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孙子变成这般惨状。南宫婉儿分开人群，走到江辰面前，他的表情平淡，但语气却冰冷无比。“让开！”一位郎中模样的中年人走上前来：“我刚把过脉，都是皮外伤，你放心。”“让开！”南宫婉儿的秀目一瞪，眼神冷冽的想要杀人。他抱住江辰，手足无措的不知该放到哪个位置，因为江辰全身都已经血肉模糊，触目惊心。他不知道江辰到底经历了多么恐怖的恶战，才受了如此重的伤。那个嬉皮笑脸的男人，此时安静的如同死人。南宫婉儿的心在滴血，多年未曾流泪的他，此时眼泪如决堤一般。南宫婉儿知道江辰曾经的经历，那些街坊对他并不友好，有些甚至为了讨好江枫一脉不惜欺辱江辰，但他却在最危险的时候站了出来，和曾经保护自己一样，毫不犹豫地用自己并不强大的身躯挡住了万千妖兽的进攻。他身处魔族，早看惯了自私自利、无情无义、穷凶极恶、口蜜腹剑，甚至他最信任的师兄都背叛了他。他以为自己早做到了断情绝爱，但江辰这个名义上的夫君却慢慢地化开了他心中的寒冰。他从没想到，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这样一个人，用自己的生命和身体保护着身后的人，而且毫无所求。南宫婉儿泪如雨下，无声抽泣。场面一时安静下来，大家望着这对夫妻，心中充斥的感激和心疼。他温柔地背起江辰，谁也没看，径直朝院内走去。“我们回家。”夜色降临，江家大堂之中灯火通明，江长陵坐在上首，脸色阴沉无比，漆黑双眸凛然，让人不寒而栗。与往日冷清不同，此时却是站满了人，他们都是江长陵一脉的核心成员。此时众人同仇敌忾，眼中饱含着杀意。“大哥，绝不能让江辰小儿重回江家。家主，现在受潮退却，咱们江家各处产业都在蒸蒸日上，可不能听那几个老家伙的。对，江烈死后这些年，您为江家做了多少贡献？要是没有您，我们哪有这么好的日子？万万不能分出一半给江辰一脉啊！”江长陵阴沉的脸色稍有缓和。“既然诸位和我一心，我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众人窃窃私语，都到这种时刻了，还有什么好消息？我儿江枫已被云霞宗天骄凌寒公子收到麾下，不日便是云霞宗外门弟子。这一句话顿时引起众人狂喜。“恭喜家主，恭喜江枫少主！江枫天赋绝伦，他才是未来我江家之主。不错，我们这一脉乃江家嫡传，岂能让宵小之辈占我江家？一个20岁勉强凝气的旁支，有什么资格继承我江家族产？”一众族人纷纷开口，恭维不断。凌寒公子道。这时堂外传来一阵嘹亮喊声，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面带谄媚地看向声音来源，想一睹云霞宗天骄的风采。不多时，一位神态倨傲、锦衣华服的青年在数人簇拥下走来，身侧的女子更是引来众人一愣，竟是曾与江辰有过婚约的苏薇。她就是云霞宗的天骄，果然可怕，看她气息，恐怕已经炼神境界了。不愧是大宗天骄，咱们天武城第一高手才是先天境界，这林寒才多大年纪，竟然已经修为深厚至此，简直恐怖。江辰和林公子比起来，简直是云泥之别。少主跟随了凌寒公子，未来成就必定不可限量，说不准也能进入炼神期。炼神期，以咱少主的天赋，有了林公子照拂，离合境也有可能。众人此时一片欢欣，如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江长林淡淡道：“这次受潮工程，在我运作下，咱们江家未伤一人，其中不光有我的努力，还有云霞宗凌寒林公子出手援助。这几个老头子不知感恩，还欲想把产业分出去，这是想从内部瓦解我们江家。我身为家主，绝不允许。来人，把他们拖出来！”只见数名老者被拖进大厅，他们身上满是鲜血，在打得遍体鳞伤。此时奄奄一息，有2位甚至已经昏死过去，生死不知。带他们进来的正是江枫，他眼中带着残忍快意，缓声道：“像这种吃里扒外的老东西，有什么资格再认祖老？谁若再敢言分裂我江家族产，这几个老东西便是下场。”老家主脸上满是血污，他的牙齿被打掉，手臂折断，此时仍旧挣扎着起身，
一双眸子死死地盯着江长林和江峰，眼中的怒火炽烈成实质。江长林，你不得好死！我眼瞎了，才把家主之位让给你，江家早晚要败在你手中，我愧对列祖列宗，我愧对啊！噗！老家主额头出现一道血洞，惨死当场，竟是一旁的江峰出手。周围众人不寒而栗，畏惧地望向江峰父子二人。哼，老东西，不知所谓，咱们江家跟了林寒林公子，只会一步登天，各位也必然跟着飞黄腾达。谁要再敢反对，别怪我不讲情面。众人慌忙俯首叩拜，我等听家主安排，誓死效忠，绝无二心。江长林转过身来，恭敬叩首。林公子，我江家愿为您马前之卒，誓效死力。很好，那么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了。林寒点头，他眼神阴寒，他扫视周围众人，似有要事宣布。江晨躺在床上，脸上毫无血色。南宫婉儿取出一枚透着金色光晕的灵丹，喂到了江晨口中。这是一枚6阶的定神丹，乃是疗伤圣药，价值不可估量，极为珍贵。丹药的力量流转江晨的躯体，修复着断裂的骨骼和体内残存的杀力。如果一般人在如此伤势下，定然难以存活。但江晨的体魄何等惊人，在灵丹作用下，七经八脉都在发光，金色符文显现。正因为这些金色符文，江晨才没有伤及大到根本。他体内真元开始从气海中溢出，原本受损的经脉急速修复，一股股精纯至极的真元不断在经脉内游走。虽然仍在昏迷中，但情况已经好了很多。南宫婉轻轻地擦拭着江晨身上的血污，这一刻，她似乎真的成为了江晨的妻子，手轻地像抚摸一件珍宝，甚至连老爷子江海提出帮忙也被南宫婉拒绝了。这一刻，他认为只有自己才能陪在江晨身边，他不希望江晨再受到任何伤害。足足1个半时辰才清理完毕，而后静静守在江晨身侧，思绪万千。曾经他只想利用一个身份隐藏在天武城疗伤，可江晨的出现却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也打动了他冰冷的内心。不知不觉中，他们彼此也有了好感。但如果江晨知道他的身份以后呢？还会对他一直好下去吗？作为魔族9节魔宗的圣女，是所有人族必杀的存在。江晨身为人族，怎么会接受一个魔族女子呢？更何况他的手上也曾沾过人族的鲜血。在千愁万绪中，他趴在床边渐渐睡去。夜色渐深，微凉的晚风拂过，卧房中的南宫婉儿骤然睁开美眸，数道黑色人影在昏暗的月色下掠过房顶，包围住了这个小院。南宫婉儿心中惊异，魔力缓缓运转房顶上，声音低沉，隐隐传来：“林公子的话记住了吗？江晨一家除了那个女人，鸡犬不留，动作小点，尽量别惊动官府。大哥，那个窝在门口睡觉的老乞丐杀不杀？你特么傻啊！老乞丐又不是江晨家人，你乱杀什么？不过要是他敢阻拦，一块杀了。”他们说话的声音虽小，但被卧房中的南宫婉儿听得清清楚楚。他微微颦眉，起身朝院中走去，挥手向江海房间荡出一道迷烟。房中老爷子沉睡过去。南宫婉儿望向房顶，俏脸冰寒，淡淡说道：“出来吧。”嗖嗖嗖，被南宫婉儿发现，几人也丝毫不慌，从房顶飞掠而下。他们蒙着黑色面巾，仅露一双眼睛，散发着阴冷杀意。为首的黑衣人身材高大魁梧，武器是一把足有100斤板斧，气息强大，竟然有着先天一重的修为。身侧副手则是尖嘴猴腮，拖着一根狼牙棒。那副手望向南宫婉儿，眼中露出淫邪之意，嘴角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大哥，这小妞果然够美，你们看她这一双眼睛，着实勾人的紧，比天香楼的头牌都够劲。今天咱们弟兄几个有福了，可以好好爽一爽，嘿嘿嘿。说你傻，你是真傻。高大黑衣人一巴掌拍了上去，这可是林公子看上的妞，轮得到你我染指？好好给林公子办事，肯定少不了咱们的好处。几人旁若无人地说着话，根本不把南宫婉儿放在眼里。的确，南宫婉儿此时气息如同未曾习武的普通人一般，以至于黑衣人没有丝毫危机感。南宫婉儿眉宇间凝起一抹厌恶，冷冷道：“不想死的话，滚！”哟，高大黑衣人乐了，不愧是林公子看上的妞，果然够劲。我劝你老老实实跟我们走，林公子看上了你，这可是天大的福气。林公子是云霞宗天骄，跟了他，以后荣华富贵应有尽有。南宫婉儿面露愠怒，如果不是担心暴露身份，他早已出手。再说一次，滚！我留你们一条狗命。几人捧腹大笑，这小娘们一阶凡人，哪里来的自信？唰，一道金银玉手挥动，其中一人倒飞出去，重重跌倒在地，吐出一口鲜血。那人目露骇然：“你是武者？”为首的黑衣人却是眼神狂傲：“武者又能如何？看我先擒了这小娘们，再去杀江陈爷孙俩！”怒吼中，他双臂绽放白芒，猛然向南宫婉抓来。此人是先天境高手，出手如同一道流光一般，迅猛无比。
南宫婉儿眸中闪过杀机，娇躯骤然拔高，躲过他的攻击，而后正欲反攻，飞掠上空的南宫婉儿却身形一滞，一股剧痛从经脉传来。他刚要运转魔力，牵动了体内残存的月华之力，脸上泛起一抹不正常的嫣红。必须速战速决，当天势。他一掌压下，而后又是10数掌连绵而至，招式精巧异常，在夜色下如同仙女舞动，泛出阵阵残影。几位黑衣人境界都在凝气10重以上，自然看出招式不凡，但他们人多势众，刀剑齐上，将南宫婉儿逼退。为首的壮汉一马当先，重拳轰来，拳掌相接，南宫婉儿一颤，娇躯连退数步，重重撞在墙上，胸口起伏。他连咳数下，才勉强压制住体内动荡的魔血。有2下子啊，小娘们，我劝你别再顽抗，万一我不小心打伤了你那美丽的身子，还得受林公子责罚。南宫婉儿秀眉一皱，她竭力运转一丝魔力，气息瞬间暴涨，竟隐隐达到先天层次，娇躯之上都仿佛笼罩了一层紫芒。她的气势骤然提升，周围黑衣人脸上的狞笑顿时消失，从这个绝美女子身上，他们竟然感受到一股让他们恐惧的威压，甚至比炼神器的凌寒还要恐怖。怎么可能？几人面面相觑，都看到彼此眼中的不可思议。难道这个女人是个绝顶高手？大哥，怎么办？一个黑衣人感觉到了不对，向壮汉询问。壮汉脸色一凛，怕什么？别留手，上！雷火轰鸣，他拳上闪耀雷光，在黑夜中划出一道巨大电弧，向南宫婉儿笼罩而去。南宫婉儿双掌猛地一挥，掌风带起一阵气浪，拳掌相接，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量席卷向那壮汉。他硕大的身躯猛地一沉，在强大力量下轰然倒飞。砰！一声巨响，他重重地砸在院中的大树之上，一时落叶纷飞。壮汉狼狈起身，感觉到胸口剧痛无比，半边身体都酸麻一片。自己身为先天一重的高手，更是主修力量一脉，在自己全力之下，竟然被这小娘子一掌击飞。这也意味着他至少拥有先天中期以上的修为。壮汉眼中目露骇然。南宫婉儿想速战速决，他的倩影骤然发动，一时引动泼天气浪，朝着那几个黑衣人杀去。突然，他的身形停滞，扑月华之力再次爆发，他骤然吐出一口鲜血，身形摇晃，竟站立不住，险些就要摔倒。壮汉一愣，转而哈哈狂笑，哈哈，我说一个先天高手，怎么甘愿嫁给一个20岁才凝气的废物？原来是有伤在身，小娘子，这下你可逃不掉了，哈哈哈。南宫婉儿强忍着体内剧痛挣扎起身，他没有说话，双掌横在身前，准备最后的殊死一搏。嘿嘿，小娘子，性子太硬，可是要吃苦头的。几人露着狞笑，向着南宫婉儿步步逼来。他再次被壮汉击飞，一役敌众，终究难以招架。他步步后退，每次硬汉，他体内魔血都在动荡。此时嘴角已经阴出了点点血丝。壮汉真元涌入双臂，幻化出一双巨大光影，向南宫婉儿笼罩而来。轰！就在此刻，一道强横气息骤然爆发，那巨大光影骤然爆碎，巨大声响让他们双耳一阵嗡鸣。一道挺拔的身影从卧房中走出，他身上还有残存血迹，但2只眸子在黑夜中闪耀。所有人瞳孔瞬间放大，壮汉语气带着不可思议：“江辰，你不是身受重伤了吗？若没有那颗定神丹，江辰还需要几天才能恢复。但灵丹庞大的药力加速了伤势好转，最主要自然是因为江辰近乎变态的恢复能力。”在昏迷中，江辰感受到南宫婉儿纤细的手指在身上划过，为他擦拭血污，还有那具温暖柔软的娇躯和他滴落在江辰身上的点点泪滴。南宫婉儿转头看向江辰，美眸中露着难以掩饰的欣喜。“你没事了？”江辰看着眼前的女人，看着她惨白的俏脸和嘴角的那丝血迹，感受着她因为疼痛而略微颤抖的身躯，江辰一阵阵的心疼，轻轻说道：“虽然没有痊愈，不过杀这几个垃圾没问题，剩下的交给我。”南宫婉儿眼神一片朦胧，她眼中都溢出了泪花。好在这一切并不是幻觉，也不是在做梦。每一次在自己遇到危险时，她都会出现，挡在自己面前保护自己。她嘴角泛起一抹微笑，不知为何，只要江辰出现，她便感觉从未有过的心安，似乎所有的困难都不再是困难。江辰走到南宫婉儿身前，轻轻握了下她纤细的手：“等着我，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几个黑衣人略有忌惮：“大哥，我听说这小子在城外杀了头3阶妖兽，实力非同小可。”黑衣壮汉眼神凶狠无比：“一群废物，不过一个凝气武者而已，能强到什么地步？伤这么重还能活蹦乱跳的，命还真大。江辰，有句话你倒是说对了，你们一家一个也活不了。上！”几人听大哥这么一说，心中忌惮消失的无影无踪。一个凝气武者，即使破了7脉又能如何？不过就是仗着运气好杀个3阶妖兽，要是他们采用偷袭的战术，未必不能越境斩杀。杀！他们挥着刀剑齐齐攻了上来。
南宫婉儿刚刚平复的内心骤然提起，小心，他们都是灵气巅峰，不好对付。江晨微微一笑，媳妇放心，就这几个土鸡瓦狗，还伤不到我。声音刚落，他的气息猛然增强，如同一头上古猛兽苏醒，身体如一道雷霆击射出去。他们都是灵气10重的武者，体魄反应远强于常人，可江晨的速度却远超了他们反应的极限，几乎只是瞬息，江晨就后发先至，杀到几人面前，双掌更如流星坠地，迅猛到只能看到残影，拳还未至，仅激起的罡风就让所有人大惊失色，心头发寒。下一瞬，啪啪数声爆响，几人倒飞出去，手中刀剑更如废铁一般被震成数段，他们口鼻喷血，甚至连惨叫都做不到，躯体就如废纸般爆碎，肋骨被江晨一掌贯穿，内脏都瞬间崩碎，恐怖到无以复加。南宫婉儿美眸泛起惊喜，他愣了一会儿，才从震惊和喜悦中回转心神。短短的几天里，江晨又变强了，这近乎神迹。而创造这个神迹的男人就在自己眼前。这1个多月里，他亲眼看着江晨一步步成长到现在，即便是看到过无数天骄的南宫婉儿，也不得不承认，江晨已经迈入的绝顶天骄的行列。即便他现在境界只是灵气初期，但以他这种近乎恐怖的成长速度，江晨会迅速的赶超他们。带头的黑衣壮汉倒退2步，看到地上的残肢断臂，满脸不可思议，似是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你绝不是灵气初期，你是先天武者。圣人传承以及前世战斗记忆，让江晨拥有了远超同境的战力。生死之间，他不断寻求突破。守城之战之所以受如此重伤，很大的原因是最后他的对手不再是妖兽，而是他自己。唯有突破自我，才能做到真正的重楼之上，再上重楼。我现在只是灵气2重，但你的先天境界在我眼中不过是空中阁楼罢了。有时候一味寻求静静，根基不牢，反而限制了你的进步。江晨摆出一个拳架，古朴沧桑，隐有大道流转，以凝气悟大道，古今未见。区灵气2重，敢说叫我先天武者，一境之差，天差地别，我不信你能胜我。黑衣壮汉真元澎湃，脚下一踏，地板碎成尘土，他如凶兽一般，手持大斧向江晨的方向劈来，大斧携带风雷之势，攻势无双，引起罡风震动。若是斩到，先天武者也必惨死当场。但江晨却身影微动，速度快到就连南宫婉都没有看清，臂中的一击在江晨身侧落下，深深陷入地面。而江晨下一瞬权势已到，看似慢，其实快到极致。他的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重重砸在黑衣壮汉腰上，先天武者护身罡气瞬间破碎，甚至护身宝甲都有了裂痕，整个人如同破麻袋一般飞了出去，而后重重砸在墙上。黑衣壮汉狼狈的起身，吐出一口鲜血，整张脸一片苍白，眼睛瞪得滚圆。不可能，不可能，一境之差，天差地别，你怎么可能赢我？你怎么可能伤我？他肝胆欲裂，只有身体的剧痛提醒他，这一切真实存在。江晨目光平淡地看向他，如同看一个死人。黑衣壮汉反应过来，眼中燃着火焰。江晨，我要把你碎尸万段！他一声怒吼，随着大斧舞动，整个院子都掀起飓风，大斧卷起飓风扫向江晨。江晨握掌成拳，一道道真元流淌七经八脉，在夜空中，他的躯体绽放金芒，如同黑夜中的天神。当，火星四射，一声巨响，黑衣壮汉再次倒飞出去，江晨落地，身形微微一晃。黑衣壮汉看向自己的金刚大斧，满脸的难以置信。只见斧刃之上赫然出现了一个缺口，竟与江晨的拳头相当。难道说江晨的拳头比自己的金刚大斧还要坚韧？他的心神在剧烈动荡，信心一瞬间瓦解崩溃。他进境到先天已经数年，虽然没有宗门传承，更没有什么高深武技，可是一身修为却是实打实的。但2次硬拼却都被江晨轻松击退，彻底将他的信心打落了谷底。江晨缓步走到黑衣壮汉面前，他趴伏在地，已经无法起身。黑衣壮汉的双臂骨骼已经错位，再也没有了一战之力。告诉我，谁让你来的？我留你一命！感受到江晨凌冽杀意，黑衣壮汉彻底崩溃。他是先天武者，只要不死，就有享不尽的荣华，他舍不得死。是江长林，是江长林和林寒，他们说让我杀了你和你爷爷，然后把你媳妇送给林寒，都是他们让我干的。求求你，饶了我，饶我一条狗命，我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江晨看着这个7尺大汉涕泗横流，跪地求饶的样子，淡然道：我江晨说到做到。黑衣壮汉眼中露出狂喜，只要能活下去，以后就还有逍遥痛快的日子。下一瞬，江晨的手掌拍在他头颅上，黑衣人的脑袋如西瓜一般碎裂，再无声息。江晨一撇嘴，略有嫌弃地擦了下手上血迹。我还说过，你们一个也活不了。不远处的南宫婉儿已经看呆了，他身为魔族，自然杀伐果决，
可如江辰一般杀人连眼都不眨的却是少见。他绝不是第一次杀人，唯有从尸山血海中经历过的人才会有如此杀意。他仅仅才20岁，这种道心，这种杀意，这种天赋，南宫婉儿突然生出一种可怕的想法：这个男人或许就是人族崛起的希望，带领人族重返万族之巅。一阵夜风飘来，却带起寒彻心扉的冷意。江辰突然眸光一凌，将南宫婉儿护在身后。夜空中，一个青衣人飘落在院中，他恍若一个黑洞一般，气息如渊，阴邪无比。正是凌寒手下头号强者无名。与其他人不同，他虽是云霞宗的内门弟子，因为主修杀戮之道，被云霞宗门人所不喜，只有跟随凌寒，他才能拥有足够的修行资源。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先天9重的高手，心甘情愿跟随凌寒的原因。他的实力已经无限接近5到4境炼神，果然不能依靠这种垃圾。少主果然有先见之明。无名声音冷冽，一双鹰眼中满是阴霾，看向江辰的目光似是雄狮玩弄蝼蚁，但其中蕴含的杀意浓厚无比。随着真元流转，他的衣袍荡起，威势远远超过江辰见过的任何人。江辰身上汗毛突然竖起，心中生出一股生死危机才有的警兆。高手，此人境界深不可测。江辰双眉皱起，目光死死地盯着无名。我来拖住他，你带上爷爷，快跑！南宫婉儿自然能感受到无名身上弥漫的无穷杀意，此人实力强横，远非江辰所能抵挡。旋即和江辰说道：你先走，我来挡住他。江辰摇了摇头，躲在媳妇身后，我还不如直接去死。无名在微笑，月色之下，他的微笑显得狰狞无比。放心，谁也跑不了，你们都得死在这里。话音刚落，无名手中便多了一把黑色的长剑，瞬间挽出千万朵剑光，在夜色下显得璀璨无比，犹如蛟龙出海一般卷向江辰。江辰气海真元澎湃，瞬间涌入奇经八脉。黑夜当中，江辰经脉竟从金色符文向血色转化，一时间他身体血气蒸腾。这是吞天混沌经的第2重境界天灭，他的气息顿时暴涨，竟然瞬间超越了凝气的极限，达到了先天境的高度，但付出的代价同样巨大，他的经脉都在血气沸腾中颤抖。江辰一拳击出，全是引动大道之力，无尽剑光崩碎，但也只是一瞬。只听轰的一声，江辰的权势在剑光中震散，一股澎湃杀意席卷江辰全身。即便江辰躯体强横，但在这剑光中开始破碎磨灭，一股杀意无穷的力量随着剑光涌入他的身体。剧痛之中，江辰展示出恢宏权势，他一拳挥出，全身血气蒸腾，身后似有一双血目睁开，拳风摧枯拉朽，将万千剑光摧毁磨灭。无名此招被破，眼中倒升起一抹异色，不愧是破开气脉的天才，难怪那几个人废物死在你手中。不过宁气期终究实力太弱，下一招你还挡得住吗？江辰半跪在地，脸色苍白，他本就没有痊愈，此时新伤和旧伤并存，终于爆发，他连咳出好几口鲜血，半天没站起来，他的声音平静而决然：媳妇，带上爷爷快走，接下来我就顾不上你们了，即使是死，我也要让他付出惨重代价。江辰此时最后的底牌便是云锤阵，他曾留下后手，只需稍作改动便可化为杀伐行阵法天缚阵，但相应的周围100米之内生机断绝，包括他自己。南宫婉儿身畔忽然有一道紫色光芒冲天而起，天舞城上，黑云压顶，遮掩住天空皓月，天地气象瞬间变化，无尽飞沙走石凭空而起。无名的发丝被劲风吹得凌乱不堪，此时眼中升起一抹骇然，似是感觉上古巨魔将要苏醒。江辰，我不会让你死的。南宫婉儿的声音带着一种超然世外的平淡，他闭上眼睛，七窍都在流血，可随着鲜血殷殷而出，他身体隐隐现出一道紫芒。以他为圆心，一股滔天魔气轰然炸开，惊破整个天地。夜空之上，黑云盘旋，出现一个巨大而诡异的漩涡，笼罩整座天武城。门外老头随手一挥，天机随之掩盖。老头颔首微笑，没想到这魔女倒是有情有义，只可惜修行之路算是到头喽。院中，无名神情近乎绝望，始终保持着横剑而立的姿势，视线死死地盯着那个女人，死一般的安静，他不敢移开视线，就连他的呼吸似乎也在寂静中停止，似乎时间被定格在这一秒。唯一变化是他的瞳孔竟收缩到极致，如同看到了这个世界最恐怖的画面。哪怕他修行杀戮之道，也从未见过如此杀气滔天的人物，纵使云霞宗的掌教，也绝没有带给他如此大的压力。这个女人究竟是谁？林寒为什么要喜欢这样一个恐怖的女人？他想逃，却如同被封印一般，一动也动不了。等待死亡的过程何其漫长。终于，他动了，体内真元毫不保留地倾泻而出，一道血色剑气陡然出现，所过之处音爆炸响。不好！
生死一瞬间，江晨血气奔腾，瞬间将南宫婉儿护在身后。时间恍若停止，南宫婉儿秀目呆呆地望着江晨，他怎么都没想到，已经重伤的江晨竟会挡在他身前。噗，一口鲜血喷出，江晨只觉得身体被巨石碾过，看着身后的南宫婉儿，想说话却再也发不出声音。江晨，一股滔天气浪骤然出现，无名瞳孔骤然放大，远远超越他认知的恐怖威压，紫色的光芒直冲天际。这一刻，黑夜似乎被紫芒笼罩，如同一阵清风吹袭，他的身体在风中坍塌、分解、消散，如同血染的梅花，随风飘落，直至消失不见。风吹到江晨脸上，带着一股淡淡血腥，他缓缓地倒下，双眸中只留下一个绝美脸庞，而后缓缓闭上眼睛。江晨，卧房中，江晨浑身被汗水阴湿，不断打着冷战。无名最后一剑倾尽全力，无穷杀意割裂着江晨的经脉，即便是胃下灵丹，依旧难以缓解江晨的伤势。江晨，你不要死，快醒过来啊！江晨，南宫婉儿紧紧地抱着江晨，希望能用自己身体温暖江晨的躯体。可嗨！南宫婉儿猛然咳嗽起来，并发出一声痛吟，随着一口鲜血吐出，她的身体在极度疼痛中瑟瑟发抖。江晨，你快醒过来，快醒过来啊！她的声音带着痛苦和煎熬，仿佛忍受着巨大折磨。吱呀，一根木杖推开房门，破衣烂衫的老者走了进来，找个椅子便大喇喇地坐下。好歹是魔族圣女，怎么混得这么惨？被林丫头的月华之力击中，今晚又强行运转功力，你不废也快了。不过也好，看着你们情真意切的样子，这小子也算死得其所了。南宫婉儿艰难地睁开眼睛，竟是前几日遇到的老乞丐，眼中掠过一抹异色。老乞丐一副悠闲懒散的模样，饶有兴致地观察着江晨。只可惜你这小情郎年纪轻轻，天赋不凡，本应有着大好前程，可惜不懂珍惜啊！替你承受了这杀戮一剑，这杀戮之道最是凶险，要是没高人救治，怕是撑不到明天早晨喽。南宫婉儿望着江晨，眼中升起绝望之色，他紧紧地把江晨抱在怀中，泪水在他眼眶无声滑落，滴落到江晨脸上。因为连续重创，江晨此时已尽油尽灯枯。不过呢，我倒是有个法子能救他，就看你愿不愿意了。南宫婉儿本已绝望，听到了老乞丐的话，心里又升起了几分希冀，连忙说道：前辈，只要能救他，让我做什么都可以。老乞丐嘿嘿一笑，这法子代价可大得很，你可想好了？前辈，他是我的夫君，假如他死了，我也绝技不会独活，无论任何代价，我都答应。老乞丐看向南宫婉儿，我有知晓一种禁忌之法，可以将你二人奇经八脉连通一起，自然你体内一半功力也会转到这小子身上，他得了你的功力，体内真元就可以将那些杀戮之力驱除。不过呢，老乞丐停顿了下，继续说道，不过这一禁法是以毁掉你的自身经脉为代价的，施行此法过后，你体内魔脉尽毁，经脉寸断，必死无疑，即便侥幸活下去，也会沦为废人，终生不能修行。如此大的代价，你可愿意承受？南宫婉儿脸色变得和雪一般苍白，她曾是家族的骄傲，更是九劫魔宗这一代的圣女，可以说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她看向江晨，看着他嘴角的血迹以及胸前那道可怖伤口。来到天武城，他原本的规划很简单，隐藏城中恢复伤势，然后伤愈回到魔族。后来他却阴差阳错嫁给了江晨，他的人生也因此变得绚烂多彩，不再只有冷酷修行和家族倾轧。命运将两人绑在了一起，他眼神中的冰冷和淡漠逐渐融化，取而代之的是抹不去的柔情。江晨用生命守护了他这么多次，现在轮到自己守护江晨了。南宫婉儿转头看向老乞丐，目光坚定，我愿意。老乞丐眼中颇有几分赞赏，一个人族来刺杀江晨，反被一个魔族妖女救了，这种事说出去，恐怕谁也不会相信。事不宜迟，开始吧。在老乞丐的指挥下，南宫婉儿的细嫩手指点向江晨身体大穴，禁法启动。他浩腕一沉，体内魔力如骇浪般涌出，魔力似是受到了什么强大吸引力，瞬间冲进江晨的气海。随着南宫婉儿的功力灌入江晨体内，以他的气海为起点，他的奇经八脉闪耀漆淡紫色的纹路，转眼蔓延全身血脉，他的双臂、双腿、躯干，甚至所有窍穴都闪耀诡异紫芒，而道道魔力经过转化，进化为了精纯的真元，驱逐吞噬着江晨体内的杀戮之力。随着禁法的实战，江晨如同黑洞一般吞噬着南宫婉儿的功力，剧烈的疼痛传遍了南宫婉儿郊区的每个角落，如同千万利刃穿过血脉，他几乎在剧痛中昏迷过去。不可昏迷，不然你就醒不过来了。老乞丐一声断喝，南宫婉儿将撑着回转心神，只要能救回江晨，这点痛苦又算什么？无法形容的剧痛持续着，完全超出了寻常人所能承受的极限，不只是功力，甚至生命也在缓缓逝去。
南宫婉儿面色平静下来，他感受到体内魔脉崩碎，或许禁法完成后，自己再也无法醒来了吧。他缓缓睁开眼，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男人，而后缓缓闭上，只是他的眼角一滴晶莹泪痕悄然滑落。真想和你长相厮守，可我没办法再陪你走下去了。两人的经脉似连接到一起，血色符文得到磅礴力量灌入，刹那间明亮起来。江辰的奇经八脉在发光，真元流转全身，轰然爆发出一道灿烂金光。他沉浸在一种玄妙领域，随着滚滚真元在气海中翻涌，原本坚韧的经脉开始碎裂、愈合、碎裂、愈合，周而复始。随着每次愈合都愈加的坚韧，甚至比以前更加的宽广。一道道金色符文显化出来，淬炼着躯体的每个角落，熔炼符文与肌肉当中，画出一道道神息，滋养着他的身体。这一刻，他恍若重生一般。这是万世难求的大机缘，吞天混沌经不断运转，如同干涸的河流吞噬着天空骤雨。他浑身喷薄霞光，像是神明降临世间。老乞丐瞪大了双眼，看向江辰，如同看到怪物一般。这小子不会真是神灵转世吧？别说老头子我，就是那一位也没这么变态的天赋啊！哈哈，该这老头子运气好，这徒弟勉强配得上我了。吞天混沌经运转，将所有驳杂能量汇聚清洗。莫说是那点点杀戮之力，就连南宫婉儿体内的月华之力也清除殆尽，化为成一道道神性光束，没入江辰体内。崩坏的骨骼复位，其上金色符文闪耀，断裂的机体重生，更加的坚不可摧。甚至连他的五感都获得了巨大的提升，这是逆天造化，江辰获得了难以想象的蜕变。若说曾经的他只是小城中的天骄，那么这一次他的天赋再次拔高，与之同时境界也提升到了名气四重。不知过了多久，气息终于平静下来，江辰缓缓睁开了眼睛。卧房中竟有一个老乞丐端坐在椅子上，正目光灼灼地看向自己，正是那天吃自己包子的老者。你怎么在这里？江辰惊异道。老乞丐眯着眼睛答非所问道，小子，你运气不错啊，就你这副体魄，未来最起码能达到8境超凡。此时江辰才看到身侧的南宫婉儿，他脸庞毫无血色，浑身冰凉如冰，若非还有微弱呼吸，江辰几乎以为他已经死去。为了救你，他动用了禁法，一身修为尽失，恐怕再也醒不过来了。你这媳妇对你倒是情真意重。老乞丐的话在江辰的耳中与雷霆无异，他顿时双眼圆睁，心脏几乎都要停止。老乞丐继续说道，不过你运气倒是不错，得了他这一身功力，无异于经历了一次蜕变，现在你的天赋堪称逆天。江辰猛然站起，疯了一般冲向老乞丐，两只手死死抓老乞丐的肩膀，急切道，我不要什么蜕变，老前辈，你还有什么禁法？就救他，让他醒过来。老乞丐刚气一震，江辰被震出数尺。你以为闹着玩呢？禁法启动代价巨大，岂能逆转？他必死无疑，别说是我，就是大罗金线也救不了他。江辰咬着牙近乎咆哮，我不能让他死，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我绝对不能让他死。老乞丐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飘然而去。他早就料想到会有这一刻，禁法之所以是禁法，便是因为代价极大。他从第一眼看到南宫婉儿，便认出了他的身份，人魔两族仇深似海。开始他并没打算放过这个魔族圣女，甚至有过连同江辰一块杀了的想法。但随着这些日子的观察，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甚至对江辰生出爱才之心。他看到江辰在兽潮中逆流而上，不顾生死，拖延了妖兽的进攻，甚至以一己之力唤醒了整个天武城武者的战意。看到了江辰和南宫婉儿令人动容的感情，在生死之间，两人为彼此从未犹豫，反而是那些大族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弃城而去。甚至作为天武城第一大族的江家，宁愿派出先天境界的杀手袭击江辰一家，也不愿意为天武城出一份力。最后在杀不杀南宫婉儿这件事上，他犹豫了，正好有此禁法，他便顺水推舟地说出来。没想到南宫婉儿竟果断答应。他没打算将南宫婉儿的真实身份告知江辰，以现在江辰的天赋，他的未来不可限量，必定不能和魔族妖女走到一起。或许这是最好的结果吧。江辰如同失去了魂魄，静静地抱着那具沉睡的身体，他的呼吸微弱到近乎停止，如同睡着的仙女。虽然面色苍白如纸，但依旧难以掩盖她的倾世容颜。还记得那时，江辰在街道边第一次见到南宫婉儿，随着时间的前进，两颗心的距离越来越近。他曾想过南宫婉儿总有一天会离他而去，但从没想过他会为了自己放弃生命。可是这样的生命太沉重了，沉重到江辰难以背负。他虽是魔族，可与江长林那些人比起来，却圣洁得如同天使一般。他缓缓闭上眼睛，一滴泪滑落，在睁开时，他眼中的仇恨怒火甚至燃烧成实质。兽潮退去的天武城开始重新焕发生机，倒塌的房屋开始重建。这次人族大能出手，镇杀万兽山脉妖皇，
也意味着近几十年天武城将不会再出现受潮工程。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微笑。一处兵器铺前，一些天武城居民聚集在这里，聊得兴起。这次要不是江辰，咱们天武城可遭殃了。那是，我一家老小都是他救的，凝气破开七脉，这样的天才百年难遇啊！我闺女也是他救下的，只可惜这次妖兽攻城，江辰因为守城受了重伤，希望不要影响根基。这样的天才，可是咱们人族未来的希望。突然间，一人满脸惊骇：“那个不就是江辰吗？他没事了。”“什么？怎么可能？昨天我见过的，浑身没一块好肉，怎么可能好那么快？你是不是看错了？”众人转过头去，却发现了向他们走来的江辰。他一身白衣，那些恐怖伤势竟然已经恢复，甚至气息比前些天还要强大。众人骇然，难道江辰又有进步？只不过此时江辰表情冷冽，眉宇间萦绕着散不开的杀意。“江辰，你没事太好了，太谢谢你了，江家小子，是你救了我们全家。”江辰颔首示意，径直走进了兵器铺。“我要一杆长枪，最好是凡器。”武者兵刃分为1到10阶，3阶以下为凡器，3阶到6阶为灵器，7阶以上便是传说中的神兵。在这天武城中，一阶凡器已经是了不得的存在，即使是天武城手，也只有一把2阶凡器。刚好有一杆1阶长枪，是用百炼金铁打造，其上有大师铭刻符文。您是咱们天武城的英雄，要是你用，我也不赚钱了。一口价8000两。的确，之前凡器从未低于过1万两，这老板已经给了江辰不小的优惠。我没有银子，你看这个行不行？江辰从怀中拿出7、8颗拇指大小的透明晶体，隐约散发着光芒。兵器铺老板眼睛一亮，这几颗晶体乃是3阶妖兽的兽核，每一颗都价值1000两以上，更有一颗是3阶上位妖兽的，价值可达3000两。足够了，我找您银子。不用找了。江辰拿起那杆长枪，转身离去。江辰兄弟，你要去做什么？江辰面无表情，轻轻吐出2个字：杀人。而后径直向江家大院走去。良久，众人才从惊骇中醒转过来。江辰要去江家杀人了？什么？难道是因为曾经江烈和江长林的仇恨？我看不是，这些年江家是怎么对待江辰的？他肯定是感觉不公，去江家寻个公道。江家除了江辰一脉，都是些什么东西？妖兽攻城，他们那么多高手，连个面都不出，今天总算有个鸣不平的，活该他们倒霉。不对，江辰现在才凝气初期，江家可是有好几个先天期的高手，江辰恐怕讨不到好处。咱们赶紧跟上，江辰救了咱们，不能让他吃亏。对，知恩图报，咱们不能看着恩人遭遇不测。江辰身后很快会聚出一道人流，而且随着距离江家大宅越来越近，人流甚至还在持续增多，最后竟然有了数百人。他们有的已经凝气，有的甚至只是筑体期的平民，武器兵刃更是五花八门，刀枪剑戟，甚至爬犁、镰刀，他们气势汹汹，是与江辰同进退。还有数百米到江家时，江辰回过身来，向众人拱手：“诸位，你们对我的心意江辰领了，但这是我一人的仇恨，其中更牵扯到云霞宗天骄，还请诸位不要插手。若我遭遇不测，还希望诸位替我照顾爷爷。”这一句话顿时掀起轩然大波。云霞宗那是何等恐怖的存在，即便是整个天武城与之相比，也只如小乡村一般，不值一提。如果只是得罪了江家，众人还能依靠人多势众救下江辰，可得罪了云霞宗这等巨擘，面临的可能是举族陪葬。他们虽然一腔热血，可毕竟还有老少妻儿。有人上前劝阻：“江辰兄弟，退一步海阔天空，云霞宗高高在上，和神仙一般，咱们惹不起，忍了吧。”对，江辰兄弟，你凝气破开七脉，前程远大，何必因为一时义气葬送了前程？江辰身上戾气冲天，众人顿时语塞。杀妻之仇不共戴天，血债自然要用血来偿还，还请诸位莫要阻拦，就此别过。江家大院中此时歌舞升平，10数位美女跳着妖娆的舞蹈，身上的衣衫几乎褪尽。江长林开怀畅饮，左拥右抱，身侧的族人也连连举杯谄媚阿谀。在他们眼中，江辰一家已被灭门，毕竟一个不中用的老头和一个重伤的江辰能掀起什么乱子？爹！江家大厅，江峰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满面忧色。爹，昨日派出的几人一夜未归，莫非出了什么乱子？江长林真元一震，酒气进去，他乃是先天2重的高手，体魄非凡，凡间美酒自是千杯不醉。乱子？能出什么乱子？江辰一个区凝气初期的武者，纵使破开七脉，又能强到哪里去？更何况还有林公子手下第一高手无名压阵，他可是云霞宗内门弟子，实力深不可测。江峰也想起那个青衣人，那人主修杀戮之道，战力堪与炼神期相比，这才放下心来，纵酒狂欢。轰！一声巨响，
江家大院的大门被一道摧枯拉朽的气息崩碎，更有数个江家族人倒在地上，口喷鲜血，生死不明。一声怒喝在门外响起，如雷霆般声震四野。江长林、江峰，出来受死！谁敢闯江家？不要命了吗？大厅内传来几声怒喝，10几个舞女吓得四处逃窜。随着烟尘散去，一道身影在江家大门口显现，他身姿挺拔，手持银枪，气势强横。江长林瞳孔猛然一缩，江晨，数十道人影迅速围了过来，他们手持刀剑，真元流转，竟都是凝气后期的武者，更有几人已经达到了先天初期。江长林脸上泛起一抹不自然的狞笑，站起身来，朝院中走去。江晨，都说你愚蠢，我先前不信，现在我信了。我要是你，昨晚侥幸逃脱，便浪迹天涯，隐姓埋名，或许还能多活些年。没想到，你这个蠢货，竟然还敢找上门来送死，愚不可及，愚不可及啊！江峰跟在江长林身后，嘴角也露出阴森笑意。他一直担心江晨日后报复，没想到他竟敢自投罗网。血债自然需要血来偿还，今日你父子2人必死，就你！江长林放声大笑，莫说身边还有几10个护院，就是他自己也是先天2重的武者，一个区区凝气初期，敢放如此狂言。江峰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江晨，不要以为凝气开脉自己就天下无敌了，20岁才到凝气期，即便破开七脉又能怎么样？我才是江家第一天才，你得罪了我，得罪了云霞宗林公子，只有死路一条。我父亲已经把你逐出了家族，现在你不过是一条无家可归的狗而已。如果你现在跪下求我放过你，我或许会网开一面，否则的话，我会把你碎尸万段。围在江晨周围的数十人真元涌动，眼神凶狠地望向江晨，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在家主面前展露自己的价值，如果能够侥幸获得林公子的赏识，更是有一步登天的可能。江峰，2个月前，你设计把我骗进万寿山脉，若不是我被命运眷顾，早已经死在妖兽之口。为了占我江家族产，你数次陷害我，更是因为你让我失去了妻子。其实你的命我早该取的。江峰被当中戳穿，眼中杀意凛然。对，这都是我做的，那又如何？现在的你不过是一个丧家之犬，你不过凝气初期，依旧是废物。我已经突破到凝气10重，我才是江家的天才，而你永远只配活在我的阴影之下。江晨眼神冰冷，这个曾经的伪君子终于撕下了他的虚伪面具。凝气10重吗？那我倒想看看你这个凝气10重到底有什么本事。得知江晨在守城战中的傲人战绩后，江峰心中发虚，可这几日得到云霞宗外门功法，他静静神速，以凝气巅峰对凝气初期，他自然多了一些底气。而且这么多人在场，即便不敌，自己父亲也能救下自己。更何况在江晨凝气破开七脉后，很多人都说江晨才是江家第一天才，今日正好借此机会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名头。江峰向前一步，好，我就让你知道你我2人的差距，我会亲手杀死你这条丧家之犬。江峰拔出长剑，随着真元汇集，他体内的真元开始澎湃涌动，一股无形气势散开，掀起道罡风，他仗剑而起，云霞万里。江峰头顶上空有云霞凝聚，其中竟有剑气显现。作为东荒大宗，即便是外门功法也达到了3阶，江峰仅用几日便入门，足可见其天赋。江长林一脸傲色，看到没有，我儿才是真正的江家天才，未来必是我天武城第一强者。江晨，受死！云霞裹挟着剑气，朝着江晨呼啸而来，犹如恶龙张开獠牙，意欲把江晨一口吞噬。而江晨手持长枪，竟然一动不动，似乎已经被江峰的气势吓傻了。就在剑气要把江晨切割成碎片的时候，江晨的身影骤然消失原地。莫说江峰没看到，即便是江长林也眼前一花。神？什么？下一瞬，江晨的身影如闪电般出现在江峰身后，手臂经文闪耀，右拳爆出，轰！气浪纵横，啊！一道凄厉惨叫充斥着整个大院。仅仅一击，他的后背衣衫崩碎，脊骨在一击下断裂，汹涌澎湃的权力透过脊椎碎掉了他的奇经八脉。不可能，不可能！他脸色苍白，眼中满含惊惧和难以置信。江晨不过是个凝气初期的武者，即便破开七脉，战力远超铜镜，也不可能一击就把自己击败。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江峰的脸上写满恐惧，身体都在恐惧中颤抖。敢伤无子，给我杀了他！江长林怒吼。杀！数十人挥舞着刀剑向江晨冲去。江晨真元在气海中沸腾，经脉中的金色符文化为血色，这是吞天混沌经的第2重，消耗巨大。但是此时仇恨已经充斥了他的内心，他要用最残忍的方式把江峰和江长林杀死。轰！随着江晨一枪挥出，澎湃如江海的气浪汹涌而去，朝着四周扩散，
还是宁气期的武者纷纷倒飞出去，惨叫连连，仅仅一瞬便有10数人惨叫着倒地。仅有几个宁气巅峰和先天境界的高手欺近江辰。大背手、金波拳、碎骨刀，他们使出自己的最强一击，欲把江辰一击斩杀。江辰眼神冷静，长枪舞动，画出千万枪影。在获取南宫婉功力后，他的实力再获提升，枪影凌厉异常。一个宁气巅峰武者躲闪不及，在空中化为碎肉，恐怖异常。几大先天武者也倒退出去，不敢英气锋芒。江辰的声音低沉而冷酷：“我说过的，我早该杀你。”唰，银枪舞动，不要啊！一道银光闪耀，江峰双腿自膝盖断裂，血花四溅。江峰的瞳孔在剧痛中骤然放大，发出一声喋血般的嘶吼，身体在剧痛中痛苦痉挛。翻儿！江长林看着江峰的惨状，眼中的怒火都要燃烧起来，他气息骤然爆发，不顾一切的朝江辰杀来，双手化爪，直扑江辰的咽喉。砰！江辰的动作简单无比，但迅若闪电。他左臂凝聚真元，整个左臂闪耀着血色光芒，如同笼罩了一层魔光，向杀来的江长林重重挥去。只听一声沉闷爆响，如乱石穿空，江长林倒飞出去，虎口震裂，鲜血淋漓，半条手臂都在不断痉挛，一双眼睛惊骇地望向江辰，似是不敢相信刚刚发生的一幕。身为先天2重的自己，竟然被宁气初期的江辰一拳击伤。你到底是什么境界？江辰的眼神丝毫没有波动。这些年中，江长林父子2人伤害了他们一家太多次，南宫婉更是因为他们昏迷不醒。此时仇恨充斥着江辰内心，他的长枪再度举起，2道枪芒闪过，江峰双手手筋也被挑断。啊！饶了我吧，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求求你饶了我！江峰的哭嚎惊破天际，他从没想过江辰这个曾经的废物竟然有这样的战力，更没想过自己会躺在地上哭喊求饶。可此时恐惧早已占据了整个内心。饶了你！江辰睥睨四方，你无数次对我起杀心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饶过我？你派出杀手杀我全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饶过我？我不会立即杀了你，我会慢慢的折磨你，我会让你父亲看着你被折磨致死。你们给我的痛苦，我会100倍、1000倍的还回来。是，又是一道枪芒，迅雷一般刺入了江峰的胯间。这声惨叫如九幽地狱中的厉鬼，惨烈到极致。江辰，我要把你碎尸万段！江长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江辰折磨得不成人形，他的面容已经扭曲，身形骤然拔起，他的真元滚滚而出，双臂弥漫着黑色雾气，竟比妖兽还要恐怖，似是有头猛虎猛踏地面，朝着江辰狂冲而来，速度之快，连空气都被震爆。江辰嘴角泛起一抹狞笑，长枪骤然挑起地上的江峰，向江长林甩了过去。江长林根本来不及躲避，双拳重重轰在江峰身上。那个已经惨不忍睹的身躯如破麻袋一般倒飞到30米外的院墙之上，发出一声沉闷的撞击声。翻儿！一声凄厉呼喊，江峰身体僵直，缓缓掉落在地，生机全无。江峰如死狗一般滑落，在墙上划出一道血痕，口中不断流着血沫，凄惨到极致。江长林看着自己儿子的惨状，全身都在颤抖，心胆欲碎，脸色苍白到极致，亲眼看着江峰渐渐失去生息，他恨到发狂。这是他唯一的儿子，可是却死在他眼前，甚至是他亲手杀死，让他如何不悲伤，如何不痛苦？他一生作恶，从未想过竟会有如此凄惨的一幕。江长林踉跄起身，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江辰，滔天的怒火和恨意充斥着他的表情，他状若疯魔一般怒吼：江辰，我要把你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江辰的目光冷到极致，看着江长林怨恨癫狂的样子。江长林，现在轮到你了。一道道气浪凭空显现，在真元注入后，凡气长枪渐渐变得赤红，江辰的气势也在步步增强。江长林整张脸都因为愤怒而扭曲。都给我上！谁杀了江辰，赏金5万两！所有人一时呆滞，而后眼中泛出狂喜。5万两，这是何等巨大的手笔！即使那几位先天高手1年的收入也不过万两。上！一名修为达到先天2重的武者猛然跃起，手中的大刀足有2米，真元澎湃，刀身亮起白芒，映照的周围一片明亮，杀向江辰。江辰身形一闪，长枪在虚空一划，一道血色锋刃斩去，两者相交，锋刃瞬息爆碎。但此时江辰神通已成，天火燎原，天空之上竟有数十团火焰，如同流星坠地，朝着江家大院降落。一个凝气武者被火焰击中，顿时化为火人，痛苦倒地，化为灰烬。一起上！10数道人影涌来，江辰招式杀力无穷，长枪所过之处溅起血花无数，那些凝气巅峰的武者连一招都难以抵挡。
短短数息，大院内已成一片炼狱，到处都是残肢断臂，散发着浓浓血腥味。黑云压顶，一声恨意无穷的吼叫。江长林面色狰狞，手中凡气长剑，黑色雾气汹涌而出，杀向江晨。两者重重轰在一起，轰！恍若金铁交鸣，然后肉眼可见的冲击波爆开，两者脚下的地面都崩开一道道裂纹。其他几位先天高手也挥刀而上，一时间院中剑气刀芒溅射，气浪上下翻腾，喷薄出一道又一道的炽烈光芒。周围的建筑被气浪波及，发出断裂之声，相继倒塌崩碎。江晨在里面打起来了，战斗太激烈了，光看余波就知道其中的凶险。江晨以一敌众，只怕不是对手。虽是天才，但太鲁莽了。江家身为天武城第一家族，底蕴深不可测，光先天高手就不下一掌之数。罢了，咱们照顾好江老爷子，也算对得起江晨对咱们的恩情了。你们看，只见江家大院烟尘漫天，一道挺拔身影手持长枪，气势澎湃，即便相隔千米外，依然能感受到那人的恐怖气息。那身影与数个先天高手厮杀，竟隐隐占据优势。是江晨，他竟然还占上风。所有人都懵了，他们本以为看到的场景会是江晨喋血，甚至在围攻下重伤甚至惨死，没有一个人想到江晨竟然一人一枪杀进江家，还能够占据优势。在妖兽工程中，身为第一家族的江家不仅一族未出，甚至借妖兽工程大敛奇财，天武城居民早就对他们的行为怨声载道。此时看到这种情况，顿时心潮澎湃。若不是顾忌江家背后的云霞宗天骄，他们恨不得冲上去齐声喝彩。轰！几人交战百合，江晨血气翻腾，越战越勇，手中长枪战力无双，一枪挡开斩来的长刀，而后重重轰在江长林的胸前。噗，一道血箭喷出，江长林整张脸都在痛苦中扭曲起来，重重倒飞出去，竟将身后的廊柱击碎。若不是先天境界体魄惊人，他已然殒命。整个大院顿时一片凝滞，几大先天高手此时身上都隐隐带着血迹，每个人眼中都带着深深忌惮和不可思议。一个宁气初期的武者，竟然越一个大境界和数个先天武者交战，甚至还占据上风，恐怕说出去谁也不会相信，除非这个人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东荒九宗天骄相提并论的地步。而江晨自小生活在天武城中，所学更是最低端的武技，这只能证明一点，江晨天赋之高已经达到了恐怖的地步。都上啊！杀了他，赏金5万，不，10万两。江长林愤怒嘶吼，可那几名先天武者却是面面相顾，谁也不敢动手。江晨一步一步朝着江长林走去，眼中杀意冰寒一片。江峰的所作所为背后都有着江长林的指示，为了独占江家族产，他无所不用其极。啊！你给我死！江长林的声音落下，手中的黑色剑气已然爆发，在刺耳的破空声中，剑气直飞江晨而去。一道银色枪芒划破黑暗，轰轰轰！银光冲撞在黑色剑气之上，涟漪疯狂扩散。随着银光闪现，剑气轰然崩碎，甚至去势不减，直冲江长林而去。原本凶狠异常的江长林一声惨呼，身体再次倒飞出去。轰！直到连续撞断数棵院内的大树才停下来。江长林口鼻喷血，此时胸骨凹陷，再无一战之力。他几次挣扎起身，而后又跌倒在地。看着缓缓走向自己的江晨，江长林眼中满是怨恨和恐惧。江晨，你不能杀我，我已经认林寒公子为主，你杀了我，他不会放过你的。不光是你，你一家都得为我陪葬。江晨冷漠地看着江长林，抬起了手中的长枪。远处传来密集的脚步声，数十位身穿官服的官差急行而来。为首的华服青年一声厉斥：江晨，不想死就住手！看到来人，江长林满面喜色，他挣扎着起身，虽然身负重伤，但脸上的笑容却狰狞无比。林寒公子，不，少主，您总算来了，杀了江晨，为夫儿报仇。少主，杀了他！江长林的话未说完，只见一道银芒陡然亮起，那杆长枪快到极致，即便炼神期的林寒也来不及阻拦。噗！江晨手中的长枪直接穿透江长林的胸口，汹涌澎湃的血气把江长林肺腑搅个粉碎。我说过的，今日你父子必死。此时鸦雀无声，所有人全呆呆地望向江晨，谁也没有想到江晨竟敢当着林寒的面杀死江长林。看着江长林被江晨一枪贯穿，死得不能再死，林寒的瞳孔骤然一缩，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敢忤逆他的人了，他要让江晨付出沉重的代价。林寒的脸色变得铁青，双手都因为愤怒而略微颤抖。好，很好。林寒深深吸了一口气，胸口重重起伏，脸色越来越阴沉，浓重的杀意和怒气瞬间蔓延了整个江家大院。所有人在威压下脊背发寒，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唯有江晨目光直直地看向林寒，没有丝毫畏惧。突然一股狂暴气浪汹涌而来，
江晨只觉胸口被巨石碾压，他整个人倒飞出去，剧痛之中，江晨长枪插入地下，在地上犁出一道深深的沟壑。江晨猛然吐出一口鲜血，受炼神强者一击，竟然艰难撑住，并未倒下，双眼依旧死死地盯着林寒。林寒双眼一眯，身为云霞宗天骄，竟然一击没将此人击杀，实在是奇耻大辱。他正欲挥掌，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只听院外无数人涌来，脚步密集，人声鼎沸，似是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涌来，声震四野。然后整个江家大院就被无数人包围了，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足有数千之多。得知江晨去江家寻仇，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半个城的人都在向江家大院靠拢，意图救下江晨。墙头上此时都围满了人，甚至人数还在不断变多。莫说林寒，就是江晨也有些发懵。江晨是天武城的英雄，不能杀江晨啊！妖兽攻城，江晨浴血奋战，救了无数人的命，求你们不要杀江晨！大人，求您放过江晨吧！人声嘈杂而鼎沸，你一言我一语，他们很弱小。可此时他们涌进院中，用自己的身躯挡在江晨前面。曾经江晨用生命守护他们，现在他们要守护江晨。林寒杀意弥漫，对这种平民他向来没有好感，而且这些人弱小的如同蝼蚁一般，如果他愿意，挥手间便可击杀数百。身后官差也察觉到了林寒的杀意，为首的府衙司主事顾海慌忙上前：林公子慎重，这是在天武城，若是大开杀戒传出去，怕是对林公子不利啊。对，林师兄，这些平民虽如蝼蚁，传到宗门怕是影响您的前程。林寒身后的师弟也慌忙劝阻。府衙司主事顾海阴森一笑，低声道：林公子，交与小人处理吧，小人定让林公子满意。事已至此，林寒只能压下心头的杀意，颔首点头：都闪开，都闪开。顾海大摇大摆地走到众人之前，官威十足，周围嘈杂声音顿时安静下来。贼子将陈私闯民宅，持械杀人，打死打伤数人，证据确凿，依照东荒律例，立即逮捕此人，违抗拘捕者、蓄意包庇者，依同犯处理。在真元加持下，声音传开，众人噤若寒蝉。东荒律中，持械杀人乃是死罪，纵有大义，大义又能高得过律例？妖兽攻城，江家一人不出，只是失了大义；仗势低价收购周边产业，只是失了道德；把江晨一脉赶出江家，也只是家族倾轧。而江晨为家人报仇，却是违背了律例，何其讽刺！但那又如何？自古好汉多草莽，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位府衙司主是三两句话就改变了这件事的性质。看着江晨身边的人朝满门退去，林寒脸上也露出了森森笑意。可想而知，江晨一旦被逮捕，只有死路一条。城守大人来了，周城守来了。极远处人流分开，只见人群中有10数人走来，其中一道身影引起了林寒的注意，他瞳孔瞬间放大，背后更是惊出一身冷汗。云霞宗的丹霞堂客卿长老黄西川，他怎么会在这里？顾海，你不在衙门当差，到这里做什么？顾海慌忙转回身去，满面含笑，神色恭谨。卑职参见城守大人，卑职接到报案，特来此处处理。开口之人正是天武城城守周天元。周天元身侧还有一位头发灰白的中年人，腰间有着云霞宗标志的玉佩，气息如凡人无二。顾海心中一凛，此人出身云霞宗，岂是平常之辈？唯有实力深到极致，才会藏诸于身。此人境界恐怕高到极致，远非他这个先天异宠所能窥探。事已至此，顾海心下一横，既然已经结下仇怨，那也就不再顾及其他。此时讨好林寒公子才是最重要的。打定主意，他转身走向周天元。城守大人，卑职有要事汇报。周天元看向顾海，什么事？顾海一脸正气。贼子将陈思闯民宅，杀死江长林父子2人，更打伤江家族人无数，罪大恶极。卑职恳求立即逮捕此人，以儆效尤。慢着！一道悠悠的声音传来，说话的却是那中年人。这江晨与江烈是什么关系？周天元语气恭敬：回皇长老，江晨便是江烈之子。此次妖兽攻城，便是他以一己之力拖住妖兽进攻，若无他，天武城不复存矣。江晨竟是我恩人的儿子。黄西川一惊，而后走到顾海面前，表情逐渐变得阴沉似海。你是说我恩人的儿子私闯民宅？强大的气息朝着顾海澎湃而去，顾海感觉自己双腿都在发软，但他毕竟是先天武者，强撑着没有跪倒，却是一言不敢再发。你还说我恩人的儿子杀了人？顾海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他后悔起来，连周城守都对这个人如此恭敬，恐怕他的地位高到不可想象。他终于在绝望中跪倒，浑身瑟瑟发抖，冷汗把后背阴得湿透。杀人又如何？黄西川声音隆隆，他虽主修医道，但修为也到了真元一重。顾海只感觉天地翻覆，一股强大威压轰然而至，他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眼中满是恐惧骇然。林寒的脸色瞬间僵硬，没想到区区一个天武城的宁气武者，竟然和黄西川扯上了关系。云霞宗中，黄西川是丹霞堂长老，他师父严谦绝世执法堂长老，但二人却是多年的死对头。江辰乃我义弟江烈之子，那便如我亲子一般，莫说只是杀几个人，就是把这家满门皆屠，又有谁敢问罪？霸道猖狂！黄西川这几句话振聋发聩，身侧的周天元脸上却是青一阵白一阵。毕竟他是天武城首，每天宣扬的也是爱民如子，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真要是黄西川这位大佬出面，只要不谋反，谁又敢把江辰怎么样？江辰望着这位锦衣中年，内心中翻江倒海，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城守大人，在他跟前和个仆从一般，也不记得自己父亲什么时候有这样牛比的结拜大哥啊！林寒的脸色瞬间僵硬，没想到区区一个天武城的宁气武者，竟然和黄西川扯上了关系。云霞宗中，黄西川是丹霞堂长老，他师父严谦绝世执法堂长老，但二人却是多年的死对头。一直没有说话的林寒此时站了出来，走到黄西川面前，微微欠身。云霞宗执法堂亲传弟子林寒拜见丹霞堂黄长老。那个高高在上，犹如神仙中人林寒，竟然向着老者行礼，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禁不住吞咽唾沫。今日的天武城不知是受了哪路神仙的眷顾，平日连莫流宗门都不屑一顾的地方，今日竟同时出现两位云霞宗的大人物，其中一位更是丹霞堂长老，身份可谓贵不可言。难怪他敢放出此等豪言，这种人物莫说是一城之主，就是东荒郡守也要以礼相待。执法堂弟子，黄西川的面色冷了下来。林寒，你不好好在云霞宗修行，到处乱跑什么？林寒却是一笑，朗声说道：弟子是奉师命游历东荒，今日恰好撞见这贼子私闯民宅，犯下滔天杀业，这才仗义出手，为的就是维护我云霞宗的清明。弟子常听家师说起黄长老，每次提及都是赞誉有加，常说黄长老光明磊落，义薄云天，更是身居高位，从不欺人，却没想到众人口中德高望重的黄长老竟如此霸道，公然袒护杀人贼子，此番作为如何服众？又有何资格做我云霞宗长老？黄西川沉默不语，但脸色却有些难看。这林寒说的虽然难听，却句句都在理上，即便他地位崇高，一时也不好辩驳。此时城守周天元却在此时出声：林公子说得好，如此任侠仗义，真不愧是云霞宗弟子。只不过周某听说一些闲言碎语，说林公子来到天武城，每日流连青楼妓馆，甚至前几日妖兽攻城都没有露面，反而你口中的杀人犯在妖兽攻城时浴血奋战，以一己之力拖住了妖兽进攻周某，倒想问问，到底谁在抹黑云霞宗，谁才是真正的贼子？江长林一家所作所为，周天元一直有所耳闻，但碍于是家族内部的事，他也不好插手。但对于江辰，他却印象不错，既然能在妖兽攻城时身先士卒，为满城百姓浴血奋战，绝对不是什么坏人。江辰此番杀人定然有所隐情，压抑已久的群众此时也喧嚣起来。没有江辰，我们天武城早被妖兽占领了，要杀江辰，我们绝不答应。对，妖兽攻城，江长林一脉连面都不露，还在妖兽退却后仗势低价收购我们的产业，这样的人死有余辜。这些年江长林是怎么对江辰的？把江辰一家逼到了最差的宅院，还造谣他父亲江烈做了逃兵，这种人早该死了。什么？黄西川的脸色猛一抽搐，一股杀意滔天而起，他勃然暴怒，凌冽杀意倾泻而出，他乃是真元境强者，整片天地似乎都在滔天杀意中冰冷了许多。你说谁造谣江烈兄弟做了逃兵？那人战战兢兢，结结巴巴地说道：是江家的新任家主江长林，就是被江辰杀死的那个。轰！一道雷霆从天而降，将长林的尸体在雷霆中化为飞灰。突然而来的变故让全场一阵惊呼，黄西川声音中带着些许哽咽。江烈贤弟在前线浴血奋战，大小战斗几百次，那次不是身先士卒，他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背后竟有此等小人重伤。这样的畜生不死，天下在前线浴血搏杀的将士不答应，亿万万战死的英灵不答应。没有江烈，5年前我就死在前线战场上了，他用他的命换了我的命，为的就是让我救治更多的将士，斩杀更多的妖兽。他的声音隆隆作响，声震四野，周围群众无不动容。10年前江烈就曾在妖兽攻城中立下大功，拯救百姓无数，10年后他的儿子同样如此，甚至做得更好，当真满门忠烈，让人钦佩。大人，求城守大人为老朽做主啊！几位老者被架了出来，他们4世经过拷打，全身都是血迹斑斑的伤痕，恐怖异常。这不是江家的几位族老吗？怎么成了这般惨状？周天元慌忙上前：几位老人家，是谁将你们殴打成了这般模样？本官绝不轻饶。是江长林还有江峰那2个畜生，
他们为了霸占江家产业，不惜勾结云霞宗天骄凌寒，杀死老族长，而且还派出杀手去灭江城满门，求大人为我们做主啊！凌寒瞬间变得苍白无比，还没反应过来，便感觉到一股泼天巨力袭来，炼神期的护体罡气骤然爆碎，而后他飞了出去，在地上滑行数十米才堪堪停止。凌寒飙出一口鲜血，面色顿时煞白，刚刚生死一线，若是黄西川出手再重一些，恐怕他已命丧当场。凌寒肝胆欲裂，心神皆寒。黄西川看向江辰，急切问道：“江辰，你家人没事吧？”江辰望着凌寒，眼中充满愤怒和恨意。上一世看着自己师父崇明仙王惨死，而如今这种痛苦又在自己身上重来了一次，让他如何忍得下去？我爷爷侥幸躲过，我的妻子却重伤昏迷，怕是再也醒不过来了。畜生！看着凌寒把江辰一家害成这种样子，黄西川怒火中烧，抬手就要把凌寒击毙。黄伯父，此人与我有杀妻之仇，不共戴天，可否由江辰亲手了断他，为妻子复仇？黄西川思量了下，点了点头。也好，他现在连条狗都不如，你放心动手。江辰手持银枪向凌寒走去，疾风掠过，衣袍猎猎作响，眉宇间透露出一种冰冷杀意。行走间衣衫轻摆，杀意冲霄。看着杀意澎湃的江辰，凌寒的脸色瞬间苍白，双手慌乱地哆嗦起来。你要干嘛？他挣扎着想要起身，可身体的剧痛又让他瘫软下去。你要干嘛？我是云霞宗天骄，我是亲传弟子，我是林家嫡子。你不要杀我，你不能杀我，你杀我，我师父还有林家不会放过你的。江辰注视着眼前的男人，这个传说中的云霞宗天骄，此时在惊恐中全身都在抖动。他语气虽然说的冰冷，却是色厉内荏，眼神中都是畏惧和惊慌。在江辰走到他身前时，他终于撑不下去，匍匐趴在地上，眼泪鼻涕横流。求求你不要杀我，我错了，饶了我吧！唰，一道银光乍现。啊！凌寒发出一声喋血般的惨吼，两条腿在极度恐惧中痉挛着，胯下湿了一片。这个云霞宗的天骄竟然吓尿了。江辰脸上露出一抹轻蔑的笑容，所谓的大宗天骄、大族嫡子，不过是一个孬种，却因为这个孬种让自己失去了挚爱，险些一家丧命。他要亲手慢慢把凌寒折磨致死。就在江辰再度挥枪之时，一道魁梧中年骤然间从一处房顶激射而来，落在江辰食部处，盛气凌人。他气息强势无匹，胸前纹着一个林字，蓦然中带着阴鸷。凌寒看到来者，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袁叔，快救我，快救我，把那个小子，把他们都杀死。啪一声闷响，那中年男子竟然一掌把凌寒打昏了过去。这一掌力道实在太大，竟然连凌寒的半张脸皮都打碎了，直接昏死了过去。中年男子朝着黄西川躬身一礼：“黄长老，小人乃是林家客卿袁良，这件事凌寒的确错了，您也出手教训了，可否看在林家，看在云霞宗的面子上饶他这一次？”黄西川一个眼神示意周天元把江辰拉回来，看似漫不经心地挪动到袁良和江辰之间，目光越来越冷。杀人偿命，他还没死呢。自认为退让太多的袁良冷笑道：“有谁的命能比林家未来少主云霞宗亲传弟子的命更金贵？”一声惊雷声响爆发，黄西川骤然发力，金色浪潮瞬间席卷而去，卷起数十重气浪，景象骇人至极。砰！袁良猛地发力，用自己的肩胛骨硬生生顶了上去。他身体巨震，而后噗的一声咳了一大口鲜血，但脚下却一步未退。半步真元。黄西川眼中略有惊疑，没想到凌寒竟然随身带着这样一位高手，甚至修为比自己还要高半分。但他丝毫无惧地看着袁良，讥讽道：“你以为半步真元就有资格让我收手吗？”袁良并未回首，只是站在原地，强行咽下一口血水，脸上带着狞笑：“黄长老，我自然知道您的本事，若是伤了您，恐怕半个东荒的高手都会追杀我。即便您出手杀了凌寒，林家或许也会忌惮您身后的势力，不会把您怎么样。可是这个后辈呢？”黄西川再次抬起的手骤然在空中停住。林家虽不是五大姓七望族这等豪阀，但在东荒郡也是前10大族，嫡子死去怎会善了？而且凌寒的师尊乃是执法长老严千珏，他的手段可比林家还要狠辣。的确，杀一个凌寒不过举手而已，对自己来说不过是再多1、2个仇人，但江辰和他爷爷呢？难道天天跟在自己身边？恐怕日后对江辰一家的追杀会无穷无尽。突然，袁良气机流转，一股滔天巨力乍现，江辰手中银枪瞬间被那股巨力吸了过来，从袁良壮硕的躯干透体而过。他摇晃2下，再次吐出一口鲜血。刚刚他舍弃了所有护身玄力，为的就是让这杆长枪重创自己。我是半步真元的武者，现在已经重伤，若是还不解气，用我的命换凌寒的命，这买卖做不做？你……黄西川双眉紧锁，
已经怒到了极致，可抬起的手掌却是迟迟没有落下。江晨上前一步，对着黄西川躬身一礼：“黄伯父，江晨请求您饶他一命。他伤害了我的家人，此仇不共戴天。若有一日，江晨会依仗自己的力量报仇。况且这样的垃圾根本不配您亲自动手。”袁良看向江晨，这青年虽然现在年纪不大，但道心之间天赋之强，实乃他平生仅见。林寒的所作所为，他也看不下去，可无奈自己只是散修，只能依附于林家才有出头之日。而且他这招苦肉计，不只是为了林寒，也是为了江晨。若江晨真杀了林寒，的确逞一时快意，以后呢？林家和严千珏的报复，就连黄西川都无法承受，江晨一家才是真正的必死无疑。江晨冷冷地看向林寒：“林寒，今天我不杀你，2年之后我会去云霞宗找你，到时候我会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依靠任何人，光明正大的将你斩杀。”黄西川看着江晨的身影，欣慰无比。江烈的儿子果然有先父遗风。晨儿，晨儿！远处传来了江海老爷子的声音。他醒来已是中午，得知江晨去江家大院寻仇，便忙不迭地追了过来。在半路却听到江晨连杀江峰、江长林父子2人的消息，这才稍稍放下心。突然，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震惊到无以复加。“你是？”黄西川突然呆滞了，眼中泪水连连。“您是江海，江大叔。”江海看到黄西川也有些哽咽。在送江烈上前线时，他见过黄西川一面，没想到这位大人物竟然还记得他的名字。“您是黄长老，老朽见过黄长老。”江海刚要行礼，却被黄西川紧紧扶住。“您怎么老成这般样子了？”5年前，江海虽50有余，可满头乌发，豪情冲霄。那杆他亲手制作的寿部战旗一直飘扬在阵地上空，直到江烈牺牲，那面染血的战旗才被送了回来。那晚，老爷子几乎一夜白头，仅仅60岁就已满头华发，双目浑浊。这苍老里到底隐藏了多少无法言喻的哀伤、痛苦，还有对儿子的思念？年龄大了，该老了。您这次来天武城有什么事？黄西川擦了下眼角的泪。渤海郡战争打了5年，前些日子我才从战场回来。江烈贤弟舍命救我，没有他，我早死在前线了。那时在军营，我们俩就情同手足，他又因救我而死。这份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一日不敢忘记。您是他的父亲，那就是我的父亲，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这次来天武城，我就是来接你们去流云城的。黄西川的话顿时引起一片哗然，围观百姓甚至城守周天元都瞠目，震惊的心脏都差点停住。流云城乃是云霞宗所在的大城，比小小的天武城大了成百上千倍。那里远离妖兽区域，即使城边的村落也远比天武城富庶。江晨要一步登天了。所有人看向江晨的表情一下子变了，有震惊，有敬畏，甚至还有浓浓的艳羡。晨儿，快过来向黄长老行礼，他可是咱们东荒医术绝顶的高人。江晨一愣，旋即心头涌出一阵狂喜，快步走到黄西川面前，重重地把头磕在地上。黄伯父，还请您救救我妻子。卧房中，南宫婉静静地躺在床上，如同睡着了月宫仙子。伯父，您请进。黄西川来到窗前，他短暂地愣了下。这女子身材婀娜，皮肤白皙，容貌虽非绝色，但也精致异常，即便面色苍白如纸，依旧无法掩盖她发自骨子里的魅惑妖娆。听闻江晨妻子是路边捡来的乞丐，他心中不免升起一丝轻视，毕竟作为东荒第一名医，更是真元境的高手，什么时候给乞丐治过病？他的呆滞只持续了刹那，便伸手按在南宫婉的手腕之上，心下却是一沉。果然如江晨所说一般，甚至比江晨说的还要严重，七经八脉竟然如打碎的玻璃一般支离破碎，躯体里生机全无。若不是仍有细微呼吸，黄西川几乎以为江晨让他诊治的是个死人。这样的伤势，纵使是黄西川也生出了深深的无力感。莫说是恢复他的经脉，就是留住他的性命也绝不可能。看着黄西川的表情，江晨眼中的希望逐渐消弭。没救了，尽快准备后事吧。按理说他已经死了，但不知为何还有一丝力量支撑着他，若再醒过来，几乎没有希望了。如晴天霹雳一般，江晨呆滞在那里，似乎失了魂魄，半晌都没回过神来。突然，他身形摇晃了下，猛然从口中吐出一道血剑。不，一定能醒来，一定可以醒过来的，伯父，您一定有办法，您再想想办法。晨儿，江海看到江晨失态的模样，呵斥道：“黄长老是咱们东荒第一神医，他都说没办法，那肯定就是没办法。他已经死了，咱们要做的就是让他入土为安，葬礼办得风风光光的，也算对得起我这个孙媳妇了。”不，他没有死。江晨猛地冲到床边，护住南宫婉。他没有死，他还有呼吸，他还活着。
我见过一个神医，他说过的，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天下百病皆可医治。他不是神医，所以才不会治。我要去找真正的神医。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天下百病皆可医治。如同雷霆在黄溪川耳畔响起，他先是一愣，停顿几秒后，双瞳骤然放大，心头如同升起一丝明悟。他喃喃自语，眼中突然放出神芒。天生万物，相生相克，生死轮回，不息不绝。世间百毒，5步之内必有其解。病可生则可去。好好好。黄溪川连续说了3个好字，双手隔空闪动，道道霞光没入南宫婉儿体内大穴。他一身血脉经络在黄溪川脑海中显现，万千种治疗方式浮现，相互印证打磨。足足半个时辰，他骤然睁眼，眼中有希望，也有绝望。此女有法可医，只不过……什么？江辰慌忙问道。他全身经脉碎裂，即使侥幸治好，修行之路也必然断绝，沦为一个废人，甚至起居都要人照顾。这样活着，与死人何异？这样救他，或许只能徒增他的痛苦。你确定要救吗？黄溪川的话让江辰心中冰凉一片。若南宫婉儿只是一个普通武者，纵使终生不能再踏上修行之路，他也会陪伴他度过一生。可他偏偏是修为强大，前途无量，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天骄变成废人，这是何等巨大的落差，甚至比直接死去难受1000倍万倍。终于，江辰做出了决定，他的眼神坚毅无比。他是因为救我才变成这样，无论如何，我也要救醒他。而且，只要活着，就有恢复的希望，活着就一切都有可能。即便他成为废人，我也会陪他度过余生。黄溪川叹了口气，少年义气太过伤人，在前线战场，他见过了太多伤员，他们成夜的因为伤痛哀嚎，生不如死。但他也有些欣慰，毕竟江辰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此番来天武城，他也对江辰有更大的安排。有件事我想问你，天下百病皆可医治，说这句话的神医，你可知是谁？可否引荐一下？江辰一时呆滞，这句话乃仙界彭祥医圣所言，其医术更是旷古烁今，乃是师傅崇明仙王的好友，两界不知隔了多少宇宙，如何引荐？只得向黄溪川歉然道：黄伯父只是偶遇的游方郎中，聊过几句。黄溪川懊恼地拍了下大腿，双手都颤抖了起来，他脸色通红，眼中满是遗憾。唉，天大的机缘就被你错过了，此人一语话就能让我破开一道关隘，能说出如此名言的岂能是凡人？恐怕医术已经到了起死回生，独开一脉的地步。这样的神医，你稍微学到一点，便足以笑傲天下。可惜啊，可惜，如此机缘错过，此生再难遇到了。经过近2个时辰的治疗，黄溪川额头此时也汗水涔涔，随着数百道真元凝聚的气针缓缓拔出，他气喘吁吁，面带疲惫。修复心脉难度之大，远超常人想象，即便是他，心力也消耗到极限。可以了，他的心脉断裂太过严重，此次也只是修复了1/12，若要康复，还需几次治疗。看着南宫婉儿的脸色从苍白变得略显红润，甚至气息都强了许多，江辰慌忙下拜：多谢黄伯父，伯父大恩，江辰永不敢忘。黄溪川看着江辰，却是叹了口气，这孩子品行不错，却疏于管教，已经20岁，才宁气初期，一心只放在男欢女爱上，放任下去将一生碌碌无为。若是如此，自己如何对得起死去的江烈？来，跟我去正堂，我有些话要和你说。正午，江家正堂，黄溪川面色肃然，来回踱步。荒唐，太荒唐！江叔父，您是说江辰是为了保住这处宅院，才与那女子成的婚？江海沉重地点了点头。要不是怕我这个糟老头子，江辰也不会如此草率地成婚了。这姑娘虽然不错，但终究是逃荒而来的乞丐。黄溪川面色凝重，既心疼这数年来受尽屈辱的江海爷孙，也为江辰为一处宅院结婚感到羞愧。要是他能早一些回来，哪怕通过自己的朋友安排照拂一下，他们2人也不至于这种地步。在前线战场，那里战事何等严酷，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武者伤亡。即便是先天境界以上的武者送到他那里治疗，但也是夜以继日，经常连续数日不眠不休，直到前些10日才有人接替了他的工作。但现在不同了，他既然来到天武城，见到了江辰，就不允许这种荒唐事再发生。更何况在江烈生前，他2人便定下了亲事，虽是开玩笑，但在江烈用生命保护他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他心中的头等大事。桌上是从天武城最好的饭庄要来的美味佳肴，若是以前定然大快朵颐，可此时气氛却十分压抑。江辰，你是我义弟江烈的儿子，你父亲去世，那我就是你的父亲。自古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你们的婚事我不同意。伯父，江辰刚要开口，便被黄溪川打断。你别急着反驳，先回答我的问题，你现在什么境界？凝气4重。他看着江辰，满脸的恨铁不成钢，
自己这个侄子没有父母在身边，荒废了数年的时日，若不是他及时出现，怕是前程尽毁。20岁才宁气4重，这等天赋没收在云霞宗，就是再添5成，也算不上优秀。我打算让你拜在星辰堂堂主门下。宁气开脉开了几脉？4脉有吗？江辰摇头。黄西川一声叹息，那就是3脉了。没事，我在丹道上有些成就，有了丹药辅助，即便你只是开了3脉，我也能让你静静不弱于那些4脉武者。星辰堂亲传弟子是不用想了，不行就拜到林香主门下，做个云霞宗的内门弟子。也不是3脉。黄西川脸颊都有些抽搐，这江辰宁气不会只开到2脉吧？他双眉紧锁，这确实是有些不好办了。你就跟在我身边吧，做个导药弟子，有我的照拂。伯父，我宁气破开7脉。江辰如实说道。多少？黄西川以为自己听错了。7脉。黄西川表情顿时变得难看。这江辰自小没父母管教，已经学坏了，自己出来添5成便得知江辰杀人，如此好勇斗狠。若是江辰吹牛说自己宁气破开5脉，倒也可能糊弄一些人。可宁气破7脉，那是什么人才达到的成就？整个东荒只有一个身负武道圣体的林希月，此女获得多少逆天机缘，吃过多少天地奇珍，所学更是至高功法，才有此成就。你一个边境小城的落魄青年，就敢妄言破开7脉，吹这种牛？江辰，你让我很失望，天赋不好，这是命中注定。你父亲也不止一次和我说过，哪怕你宁气只破2脉，我也会给你铺出一个大好前程。但你为一时脸面，就撒这种低劣的谎言，我对你十分失望。看着黄西川满脸铁青的样子，江海终于忍不住说道：“黄长老，辰儿的确是开了7脉。”黄西川准备和江老爷子普及下宁气破脉的原理，右手摸到江辰手腕时，全身猛然一震，双目死死地盯着江辰，那是一种震惊到极点，如同看到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目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黄西川失神自语，另一只手朝着江辰身体大穴点去，一道白色光芒在他双眸凝聚，江辰的经络骨骼在他脑海显现，他的双目再次睁大，全身都在颤抖，脸上全是无法言喻的震惊、不可置信，还有狂喜。他的情绪从没有如此失控过，如同看到了神迹一般。7脉果然是7脉，而且还不是一般的7脉，任督2脉贯通，而且5脉更是宽广坚韧，神迹，神迹啊！江辰也一时瞠目，前世他主修仙道，对武道并不十分了解。伯父，宁气破开7脉很难吗？黄西川平静数息，可心脏的疯狂跳动怎么都无法缓和。7经8脉乃是武者根基，所以宁气尽才可成为武者，而开脉多少决定着一个武者未来武道成就的高低。寻常云霞宗弟子便是破开4脉，开脉越多，气海容量和真元流转速度也越强，开启到5脉，无论是真元流转速度还是储量，都数倍于4脉者。黄西川用力抓着江辰的肩膀，你此时破开7脉，与寻常武者相比，气海大小几乎是寻常武者的几十倍，加之你任督2脉齐开，修炼速度再有数倍提升。目前东荒，即便是破开7脉的林希月，也只是最普通的7脉，而你远远超过了林希月。能破开7脉，绝非仅靠天赋，你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逆天机缘，或是大能点拨。和伯父说，是不是那位神医帮了你？江辰没想到破开7脉竟然对黄西川有这么大的震撼，只得点头道：“对，那位神医曾给我一粒丹药，想必是那丹药的功效。”黄西川脸色顿时一变，随之更是布满了深深的震撼和敬仰，眼中竟然逐渐溢出了泪水，表情如同朝圣。身为一名医者，未见到那位神医，实是一生之憾，但见到被神医指点过的江辰，又是一生之幸。良久，他叹息道：“潇洒而来，慷慨而去，这才是真正的神仙中人啊！我原以为医者极尽是活死人肉白骨，却没想到竟然能一粒丹药重塑经脉，欲医术者救人，欲医道者救世，真乃医圣也。我虽自诩神医，熟备天下医理，但自问毕生不敢奢望这等极致之术。但我心中也有了方向，按照那位大人的指引走下去，定然能够医道之上，再登高峰。”他一边说着，一边看向江辰，满脸高山仰止之色。江辰连连称是，心中暗想，自己只是随便撒了个谎，不会把这位神医引领到什么歪路上吧。良久，黄西川才缓过神来，看向江辰的目光也有了变化，变得比之前炽热了不知多少倍。你宁气破开7脉，我更不能同意你的婚事，以你的资质，未来不可限量，岂能与一个乞丐成婚？你父亲在世时，我2人便定下了婚约，现在你我重逢，正是履行婚约的时候，你先别急着拒绝。只见黄西川一挥手，一道画卷展开，其上一位少女风姿绰约，湛然若神，一双美眸莹然有光。那少女轻笑倩兮，眉梢眼角高贵典雅。那少女轻笑倩兮，眉梢眼角高贵典雅，单容貌而言，已胜过南宫婉儿数筹，更显得气质出尘，如同天外仙子。纵使江辰倾心武道，却也有一瞬间失神，
黄熙川看到江晨的表情，脸上略有得意之色。毕竟自己这女儿一直是他最大的骄傲。这是我女儿黄初瑶，今年虽才18，但已是炼神境界，凝气时破开6脉，引动天象，被云霞宗长教收为亲传弟子。云霞宗天骄如云，可初瑶却在首位。这可不是因你开7脉，我才提的此事。哪怕你只是个助提武者，但就冲你是我义弟江烈的儿子，我就很放心的将女儿许配给你。你父亲江烈重情重义，赤胆忠心，能和他成为兄弟，是我黄熙川一生的荣耀。你是江烈的儿子，我相信也绝对错不了。江晨沉默了，他从未想过有如此大的馅饼砸到自己头上，可现在真的发生了。或许只要他一点头，财富、地位，别人梦寐以求的绝代佳人，他都唾手可得。与南宫婉儿一起的点点滴滴在江晨脑海浮现，他语气坚定决然。即便他成为废人，我也不会离开他。伯父，虽然他没你女儿漂亮，可能以后一辈子只能做个不能修行的凡人，而且好吃懒做，有时候脾气也不好。可是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您知道的。男人是不能随意丢下自己媳妇不管的。黄熙川没想到江晨竟有如此选择，他很失望，这样一块璞玉竟然会被这样一个女子迷惑了心神。他今年1道，一眼便看出这宫婉乃是内妹之体，若是他再不拨乱反正，江晨就会沉迷于这种风月女子身上。黄熙川勃然大怒，江晨，我可以为他治伤，但他伤愈后必须休了他。身为你的伯父，我不能看着你一错再错，这件事我做主了。伯父，恕难从命。江晨语气坚定。江晨如此沉迷女色，岂是大丈夫所为？如何对得起你父亲江烈的在天之灵？罢了，黄长老，江晨并非沉迷女色之人。成婚以后，他2人一直分房睡。许久未曾说话的江海老爷子开口道：晨儿，我知道你重情重义，可你毕竟还年轻，未来将会与他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按理说我不该说这话，可毕竟你们成婚时就定下了诺言，只要你凝气成功，他随时可以离开。没有比他更了解自己孙子的为人了。江晨从小就是这样，别人对他好一点，他会100倍1000倍的还回去。其实都怪我这个老头子，如果不是晨儿担心我到了城外活不下去，他也不会生出这个主意。我这儿子和孙子都太倔了。这一句话却是重重的击中了黄熙川的心神。曾经在最危险的时刻，江烈用自己的身体为黄熙川挡下了必死一击。江烈作为先天10重的武者，有无数次机会撤离，可他仍旧毫不犹豫地将活下去的机会让给了自己，用生命拖住了妖兽的进攻，为自己争取了一线生机。现在再看江晨，他2人的眼光何其相似，一样的坚韧不拔，一样的正直勇敢。既然江伯父都如此说了，江晨，你再好好考虑一下，有责任心是好的，但有时候这份责任反而会害了你。先吃饭吧，这件事日后再议。窗外一道美丽身影，此时眼中已满眼泪痕。在黄熙川治疗后，南宫婉苏醒过来，虽然此时还虚弱无比，但强撑着起来，想看看江晨是否恢复。没想到却看到了这样一幕，他呆呆地望着江晨，目光变得越来越朦胧。若是他展露真容，施展媚术，江晨有这种选择，也许他可以理解，但他此时容貌根本无法与那画中美人相比，身份更是云泥之别。而江晨提到自己使眼神是那么温柔，说的话明明那么损，却让他充满了安全感。透过迷蒙的视线，江晨的面容深深地刻在了他心里，泪水止不住的滑落，如同雨下。吱呀！南宫婉儿推门而入，江晨猛然一愣，转而狂喜，失声道：你醒了。黄熙川脸上也略有震惊，毕竟他知道这女子伤势极重，即便自己摸索到救治之法，也很难恢复如此快。难道有神迹发生？南宫婉儿面向黄熙川微微欠身，声音虚弱的道：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婉儿日后定有厚报。而后转身看向江晨，眉目间带着淡然：江晨，你我2人成婚本就是假的，等伤势稍好，我便要离开天武城，或许此生再不相见。婉儿。南宫婉儿却没给江晨说话的机会，轻声道：我驻足天武城多日，本就是为了养伤，你若是真心待我，便不要逼我留下，我们今生没有缘分，注定没办法在一起。至于我的身体，你也莫要担心，有这位神医的治疗，我好多了，相信再治疗几次便能痊愈。江晨知道南宫婉儿的个性，她是个极有主见的女子，一旦决定很难改变，只是她的理由却让江晨难以接受。她语气坚决道：我从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更不相信缘分这种东西，只知道我爱的人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手。你已经是我的妻子，这是谁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即便你走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找到你，任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江晨神情决绝，让南宫婉儿心中一阵刺痛，可人魔两别，2人终究无法走到一起。黄熙川给了江晨考虑的时间，便匆匆离开了。临走前给告诉江晨，
后日将会带他和姜老爷子去一趟城首府，到时有重要的事宣布。天武城外遥远的大山中，一道诡异魔光降临，如同魔神降世，强大的波动扩散，群山万壑都在摇颤。那魔光笼罩万物，所过之处生机断绝，草木枯槁，万兽湮灭。终于，一切陷入死寂，那道身影才显露真身，乃是一身着黑袍的女子，容貌英式国色，只是气息却恐怖到极致。所过之处魔光璀璨，天地都要裂开。一位衣着褴褛的老头降临此地，他提着葫芦，脚步蹒跚，如醉鬼一般摇摇晃晃登山而上，如登天梯。只是他一步踏出10数丈，每一步都画出万千剑气。等来到那女子面前，身后已画出铺天盖地的飞剑，其中的剑意凌厉，空间几乎都要破碎。老酒鬼，让开！我来找我徒弟，若再阻拦，我图你人足万里。老头轻轻随意挥袖，一道布满符箓状纹的巨剑出现，瞬息长到万丈，剑光微微贯穿天地。咋啦？我老头子走遍天下，打赢过也打输过，但是就没被打怕过，不服先打一架。那女子恼怒无比，这老头最是好战，若被他缠住，恐怕也甭想找回自己的徒弟了。人魔两族数百年已经没有过冲突，你是想挑起两族战争吗？老头听罢也缓和过来，不用找了，你徒弟我替你找到了，不过情况可能不太好，要想见他，恐怕还得等上些时日。今天可以说是城首府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天。天武城只是东荒的边境小城，处在人族世界的最底层，而东荒9宗之一的云霞宗却是东荒的霸主，两者层次相差之大，无异于云泥之别。听闻云霞宗长老亲临天武城，瞬间引爆了周边万里，无数强者赶来，希望能与这位大人物攀上关系，借此一飞冲天。清晨，城首府门口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不只是周边城池中的权贵，就连万里外的几大城池都有家族到访，而且基本都是各家族各门派的主事者。人虽多，但无一人敢喧哗，都低声私语，唯恐惊扰到那位云霞宗的大人物。此时看到江晨来到，认识江晨的人顿时眼中一亮，也顾不得原本含蓄的态度，慌忙迎了上去。江公子，我早就知道江长林他们父子不是东西，一直想和您说，一直没有机会。是啊，先前我们一直为您鸣不平，本想出手教训江长林那个畜生，可家中有事耽误了，还望江公子见谅。这些原本天武城中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此时看向江晨，满脸的阿谀谄媚。一个年纪的有50岁的中年胖子凑了上来，衣着华贵，高傲表情不在，满脸堆笑。江叔，别看我只长你30来岁，可是我辈分小，论辈分，我得喊您叔叔。您以后飞黄腾达了，可不能忘记小侄啊，这是晚辈的小小心意，您先收下。江晨接过储物袋，竟然是一枚4阶妖兽内丹，这人可谓是下血本。还有我的，江公子，我的你也收下。都闪开！一道浑厚的声音响起，围着江晨的人群瞬息散去。一个身材挺拔、面色肃然的男子向江晨走来，身上散发的气息强大无匹。离合镜，这是寻常人一辈子都难以接触到的绝世强者。他要做什么？难道是江晨的仇敌？只见他缓步走到江晨面前，双目如电，面色凝重。突然，他挺拔的脊背瞬间低下，严肃表情变成讨好。江公子，不愧是破开7脉的人中龙凤啊！黄长老有您这样的晚辈，真是让人羡慕。小人乃是天狼宗宗主赵旭，前几年受了点内伤，黄长老驾临此地，还请求他老人家赐力灵丹。听闻您凝气成功，这是4阶冰刃寒云枪，正适合凝气七武者使用。旁边的人都无语了，你拍个马屁，还摆什么谱啊？整得大家还以为来寻仇的。而且谁家凝气七武者能用上4阶冰刃？纵使是5到4境炼神期，全部身家也未必能换取一把此等神兵。忽然，又是一道罡风卷起，声势之大，更胜天狼宗主。赵旭，你要不要脸？堂堂一宗之主，竟做如此卑劣之事，武者的脸都让你丢光了。江晨江贤弟，我乃黑水城主段西安，与你一见如故。你我2人结为兄弟如何？这件4阶金丝玄翼甲正是为您准备的，贤弟你先穿上，这边我香案摆好了，你过来走个过程就行。天武城的豪门世家都呆住了，离合镜放到哪里不是盖压一方的存在，而此时竟然如此低三下四，谄媚阿谀，他们眼中略有遗憾，也略有后悔。曾经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结交江晨，但却没有珍惜，而在这个讨好江晨的战场中，他们已经没有上场的资格。转眼间，光是凑过来的离合镜武者，此时已经10数位。院中还有几位真元出境的巨老，他们在前线蒙受黄溪川恩惠，有些甚至更胜于救命大恩。此时正在跃跃欲试，若不是碍于面子，早就凑了过来。在东荒，有着一代神医之称的黄溪川地位，甚至超过了云霞宗宗主。毕竟他不仅医道过人，单道亦是闻名东荒。武道之中的关爱，要么靠顿悟，要么靠灵丹。即使是真元境的强者，
也渴望拥有一枚黄西川所炼丹药，即便自己用不到，子侄静静总是需要的。江晨，进来。黄西川从院内走了出来，及时阻止了这场闹剧。其实这也是黄西川有意为之，若非如此，恐怕江晨还不了解自己究竟处在多么低劣的环境，他的修为又是多么低微。黄西川不希望江烈的儿子一辈子只愿意安身在一个小小天武城中，众人眼中投射出羡慕的光芒。江家这下可要飞黄腾达了，以后怕是再也不回天武城了。还好以前没得罪过江家，否则真要寝食难安了。以前没攀关系，现在想攀，咱们也攀不上了。府邸中的空地上摆满了桌椅器具，正北有一高台，上面3炷大香忽明忽暗，所有来参会的宾客全部集合在既定位置。一些先天期的高手甚至连座位都没有，但谁也不敢有意见，因为他们都知道得很清楚，这位东荒九宗的长老究竟有何等巨大的能量。黄长老道。一阵嘹亮的喊声从府邸后院传出，人群霎时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汇聚到那个声音的来源，都想一睹东荒神医黄西川的风采。不多时，一位衣着朴素、神态温和的中年人在人群的簇拥下走来，还有一位身穿灰衣的老者跟在黄西川身后，面容清癯，气息宏大，如同黑洞一般，仿佛半个天地都被此人压在脚下。至强者，在场众人瞳孔骤然一缩，一些高手已然知道了这位老者的身份，云霞宗青龙堂长老破天剑萧霸海，真元10重的绝世强者。战场之上曾一人一剑斩杀7阶妖兽，杀力之强堪称云霞宗第一。他怎么亲自驾临天武城？莫不是要发生什么大事？天武城主周天元则是在前亲自引路，虽然神情姿态恭恭敬敬，但看到那些境界远高于自己的宾客艳羡的眼神，此时眼中亦有一丝得瑟。毕竟能与黄西川、萧霸海这等强者搭上关系，意味着他将会平步青云了。黄西川走到台上，却是转头把江海请到最中间的太师椅上，他微微躬身行礼，面向众人说道：5年前，我义弟江烈舍身救我，我一直铭记于心。江烈与我既是恩人，也是兄弟。他已去世，那他的父亲便是我的父亲，他的儿子便是我的儿子。今日宴请诸位，有2个原因：第一，自今日起，我将拜江叔父为义父，我义弟未尽之孝，由兄代行，还请诸位见证。台下已是私语一片。黄长老要拜这个老头为义父？我的天啊，我没听错吧？这老头白发苍苍，一丝真元波动都没有，看着也就和种地老农差不多，哪里有资格当黄长老的义父？黄长老真乃义薄云天，受人恩惠百倍报答，那江烈也算死得其所了。所有人几乎惊得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台下坐着10几位真元境强者，眼珠也瞪得快要爆出。黄西川地位何等尊崇，竟然甘愿拜这样一个普通老者为义父，即便他的儿子曾对黄西川有救命之恩，能做到如此的也是万中无一。众人看向黄西川的眼神，敬畏中又多了一丝钦佩。还有一件事，便是我侄儿将陈拜萧霸海长老为师的拜师礼。原本众人的私语声顿时变成了喧闹。萧霸海何许人也？那可是半步神游境的高手，放在整个东荒，也是跺一脚就能引起4方震动的至强者。若是如此也就罢了，萧霸海此人不止境界高深，战力无敌，而且他向来眼高于顶，从未收过弟子。这黄西川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让这位孤傲的云霞宗长老同意收徒？萧霸海向前一步，气势如同天地压盖一方。纵使同为真元境，可是境界越高，1重与10重的差距也就越大。那些在台下坐着的真元大能无不感受到一股强大威压，心中生出一种无力感，此人不可敌。东荒9宗果然实力超凡，远胜普通宗门。萧霸海看向江晨，傲然道：我叫萧霸海，乃是云霞宗青龙堂执法长老，拜师后你便随我回云霞宗修行。虽然你开了7脉，做我萧霸海的弟子只算勉强够格，要不是在战场老黄救过我的命，我是不会收你为徒的。江晨皱眉，站在场中却毫无动作。自修行吞天混沌经后，境界虽低，但修行可谓1日千里，其中主要是吞噬的功劳。若是一味闭门造车，无异于过宝山而不入，唯有前线战场才是他提升实力最合适的地方。而且前些日子的妖兽攻城，让他看到人族此时生存的艰难。若人人都畏惧妖兽不敢上前，人族谈何希望，谈何未来？晨儿，快快跪下磕头，萧长老可是云霞宗前3的高手，能拜他为师，是你的福分。黄西川催促道。他原本想把江晨带回云霞宗，再去给他找寻师傅，没想到萧霸海刚好路过天武城，更没想到他说出自己的请求后，萧霸海竟然同意了。要知道，虽同为长老，萧霸海在宗内的地位却十分超然，堪称神游境以下无敌，甚至一些神游初期的强者也不是他的对手。能让江晨拜这种至强者为师，江烈泉下有知，也会欣慰。一直垂在下手躬身而立的江晨却沉默了。晨儿，快磕头啊！黄西川催促道，内心却暗自焦急。
难道这江辰被那妖女迷了心智不成？终于，江辰跨出一步，拱手行礼：“萧长老，若是拜在您门下，我能够上前线杀妖兽吗？”萧霸海有些不悦：“身为我萧霸海的弟子，还需要上前线杀妖兽？你放心，有我在，什么时候你到了离合境，什么时候再说杀妖兽的事。武器功法、武道资源，老夫应有尽有。”这一句话再次引来了下方的震惊。离合境才出山，这是什么待遇？下方众人身为人族，哪怕家世显赫，也逃不过上阵杀敌，最多能谋个后勤保障的差事，防止在没成长起来时陨落。可这萧霸海随口一说，就免去了江辰上战场的义务，甚至还说出了武器功法资源管够的豪言壮语。这也意味着江辰武道之路将会安全畅通无比，不到离合境不需要去战场，到了离合境，只要你不一心求死，就那些先头的低阶妖兽怎么能伤得了你？众人无不羡慕，可你羡慕得了吗？这人可是萧霸海，号称一人之力斩杀7阶妖尊的狠角色，也只有这种人族之强者，才有资格说出这种话语。江辰眸子如星辰一般发出一道摄人光芒，终于他做出了决定。他向前走出一步，态度恭敬，说出话却引起骇然巨浪：“对不起，萧长老，江辰无福，恐怕不能成为您的弟子。”轰！如同雷霆炸响，莫说是在场的人呆滞住了，就连江海和黄西川都着急了。一直未说话的江海老爷子站起来，哆哆嗦嗦地说道：“江辰，你快跪下，给萧长老道歉。能拜在萧长老门下，是咱们江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分。萧长老，老夫给您跪下。孩子不懂事，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黄西川慌忙搀扶住江老爷子，毕竟是自己义父，纵使萧霸海身份尊贵，也不能让他行跪拜之礼。此时台下众人看向江辰的眼光都有些变化，这小子不会脑子有毛病吧？能拜萧霸海为师，这是多大的福分，这是多大的机遇，哪怕是多少贵不可言的存在，连见萧霸海一面的机会都没有。而这个江辰竟然拒绝了这天大的馅饼，原本对他印象不错的人，此时都开始暗暗鄙夷江辰，暗自思忖，这江辰一定是认了黄西川这个伯父，知道这辈子衣食无忧，就想靠着这个伯父挥霍享受，再也不想在武道上有什么作为。这种货色也就是命好，如果他不是江烈的儿子，恐怕只配在大街上要饭，根本没有人愿意多看他一眼。江辰，你知道这个机会有多难得吗？你知道这是黄长老付出了多少代价才为你换回的机会吗？一道厉声呵斥，振聋发聩。此时呵斥江辰的竟是天武城主周天元，他是真愤怒了。黄西川如此高贵的身份，为了能让江辰拜在萧霸天门下，低声下气，垂手躬身。像这种盖世神医，什么时候这般卑微过？更是拿出诸多灵丹妙药，每一颗每一株都价值连城，引起外界的腥风血雨。如此难得的机会，却被江辰一句话给放弃了。若不是黄西川在此，他恨不得一掌将这个不成器的东西拍死。黄西川看着江辰坚定的眼神，却是叹了口气。纵使开了7脉的天骄，终究也走不出美人种。他可以理解江辰，任何一个男人面对美色时都会沉迷其中，若是他20岁时，恐怕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只是那个女子并不适合江辰，这一切终究是水中花镜中月。希望江辰梦醒的那一天，他能够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吧。只可惜拜萧霸海为师的这种机遇，却再也不会有了。江辰却继续说道，声音掷地有声，传遍当场：“爷爷，黄伯父，萧长老，江辰唯一心愿，不是在天武城中庸碌一生，也不是在云霞宗中成为温室中的花朵，而是想赶赴前线，诛杀妖兽。”清风拂过，吹得城首府中树叶哗哗作响。江辰的声音却如雷霆，袭过在场所有人的耳朵：“武者之命，与族同伤。我们人族曾附庸天下9州，可如今只剩这一域之所。我听人说过，现在前线紧急，纵使我们人族武者前赴后继，可是日日溃败，战线每日撤退上百里。我们还有多少地方可以退的？8000万里，7000万里。如果退到不能再退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人族灭亡之时。我们还有心在后院吃茶饮酒，还能坐在宗门里头潜心打坐。这是生死之战，不拼命，那就等着亡国。王族，我们别无选择，与其在家中等死，哪怕粉身碎骨，哪怕魂飞魄散，我宁愿冲上去，把血流干，也不会回家娶一房媳妇，等着看举族沦丧。江海此时被江辰的话震惊得无以复加。10年前的妖兽攻城，江海记忆犹新，无边无际的妖兽席卷而来，所过之处尸横遍野。后来江烈执意赶赴前线，最终战死沙场。难道江辰也逃脱不过这个宿命吗？江海终于控制不住内心中的悲痛，颤颤巍巍地站起。江辰，你是想让江家绝种啊？老爷子满眼含泪，大声怒斥。他曾经白发人送黑发人，唯一的儿子死在战场，
难道又要看着自己的孙子死在战场吗？江晨却是坚定无比。爷爷，我父亲和我说过的，人族危亡，岂能做事？以前我没有灵气，不算是真正的武者，现在我灵气成功了，而且还开了7脉，那我就不会再坐下。等到我们人族席卷天下，将这些异族赶出九州时，那时候，如果萧长老愿意，我再拜在萧长老门下。场中寂静无比，江晨的话点燃了他们内心的某个角落，他们目光灼灼地望向江晨，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达他们复杂的心情。一些跟随长辈前来的少女，此时望向江晨，双眸中已满是星光。原本那些鄙夷江晨的人，纷纷羞愧地低下头。他们有很多人为逃避上战场，甚至不惜花费巨资。与江晨相比，自己何等卑劣，竟然还鄙夷这样一个义无反顾、慨然赴死的青年。虽然境界低微，可唯有他才是真正的人族武者。萧霸海注视着江晨，心中久久动荡。这个青年虽然只有凝气4重的境界，可从他身上却看到了人族的希望。正因为有这种人存在，人族才没有灭亡。突然，一股令人心骇的气息直冲云霄。只见迟迟未语的萧霸海肉身灿出神光，血肉吞吐神辉，如同凡人向神明进化，似有神明吟诵圣经，大道在他身体上烙印铭文，道道光华笼罩四野，照耀四方。这是神游境！天哪，我没看错吧？萧长老突破到神游境了，我们东荒又多了一位顶尖大能，能亲眼看到真元境踏入神游，此生无憾了。一些同为真元境的大能眼中有惊异，也有艳羡。他们知道，看似真元与神游只有1境之差，但哪怕他们穷其一生，也摸不到神游的门槛。萧霸海虽是半步神游，可若是心结不开，便会永远困在真元。没想到江晨几句话竟打破了萧霸海的心结。这收徒大典，萧霸天倒成了收获最大的一个人。恭喜萧兄，恭喜萧长老！萧长老神功盖世，再登高峰。众人连连道贺。每多一个神游境大能，都是人族的大喜事，恐怕再回云霞宗，要天下震动了。神游境大典可是人族接贺的大事，皇族和天下所有大宗都要发来贺帖，有不少强者也将去云霞宗观礼。萧霸海似是没听到众人恭维，他慨然长笑，看向黄西川，哈哈，老黄，你有一个好侄子啊。黄西川却没说话，眼中却似乎看到了那个男人。江烈不也是这样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吗？他大笑而来，慨然而去。那时他虽然境界低微，但是豪情万丈，也正因如此，他2人才成为挚友。他的儿子竟也是这般，可是他眼中更多的却是不舍。在前线数年，他看过多少人族战士死在妖兽口中，古来征战，几人能回？江晨此去还能回来吗？若是江晨出事，他有何面目去见泉下的江烈？萧霸海此时走向江晨，眼中投射着根本无法掩饰的欣赏。不愧是老夫的好徒儿。哎，江晨，快给师傅行拜师礼。江晨愕然，这萧长老变脸也太快了吧！突然间，空中云海沸腾，如浩荡江河入海，云浪翻涌，层层叠叠。萧霸海心头一跳，瞪大双眼，只感觉泼天威压降临，仅仅瞬间，额头已布满冷汗。他刚入神游，已是东荒有数的强者，究竟是谁？还未现身就有如此威势？城首府中，1000人腰间长剑，竟然颤鸣如龙。极远处，一道白芒插入云海，若一道白链横贯长空，而后搅动天上风云，化为万千剑气，如翻江倒海，在空中悬挂出一道惊世骇俗的剑幕。一时间，天武城风起云涌，整片天地被剑气充斥，如绸带般环绕天空，从地面铺展至天边。整个天武城的人惊骇举头去观望垂于天空的异象，不知是谁喊了一句神仙显灵了，而后呼啦啦跪倒一片。萧霸海心神俱震，望向天外，颤声道：“来了！”众人惊疑：“什么来了？”只见天空之上有神奇踏步而来，那人衣衫褴褛，走路迤逦歪斜，只不过此人踏在云端，云海飞流直下，其中剑气氤氲，符文密布，而那人顺流而下，如仙人下凡。众生仰止，心神恍惚，这才是真正的剑中仙人。超凡境！萧霸海眼中满是不可思议，这一句话如同雷鸣，让所有人都震惊到无以复加。东荒郡100万里区域，人族更是数以百亿计，超凡不过数十，其中多为大宗底蕴，从不出世。这人是谁？竟然降临人间！城首府高台上，那老者缓缓落地，衣衫破烂如乞丐，手中酒葫芦还满是泥垢，气息如海似渊，深不可测。这句奉承的话传到老者耳朵里，却让他气不打一处来，骂骂咧咧道：“你也是活了几百年的人了，有没有眼力见？超凡？你他妈才是超凡！老子是货真价实的9境入圣。”如被冷风吹拂，听到超凡这2个字，所有人瞬间瞠目，喉头艰难发出吞咽唾沫的声音。5到10境，9境为巅，
盖因为当今天下人族出世的最强者也不过9境巅峰，最近1000年里，人族从未有人突破成10境武者。此人乃9境入圣，掰开指头算整个东荒也不过就那2、3位，他怎么会降临天5城？难不成东荒要出什么大誓愿中上千武者？无论是5境离合，还是6境真元，甚至出入神游的萧霸海，此时也忙不迭地跪倒在地。万年前妖魔降临，人族还能勉力维持，更多是因为仅存几位的人族大能，此时亲临此地，众人岂敢不拜？眼中光芒也透着炽烈崇敬之意。一位离合强者此时更是潸然泪下，能亲眼看到我族大能，不枉此生了。萧霸海修为最为高深，见识稍广，敢问前辈可是云长青云前辈？太玄剑神云长青。东荒郡有9大宗门，可其他8大宗门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太玄剑宗。盖因为太玄剑宗这位入圣境的老剑神，他曾以一人一剑杀入妖族区域，斩杀10阶妖帝数位，更是追的11阶妖神溃逃，碎裂一道法身才得以逃得一命。前辈降临，莫不是有什么事吩咐我等？但凡力有所及，虽死不辞。吩咐谈不上。老乞丐横眉冷对，再晚一步，徒弟都要被抢走了。徒弟？萧霸海愣住，然后脸色骤变，惊道：云前辈，您说的徒弟，莫非是江辰？老乞丐收起葫芦，朝着袖子讥讽道：废话，难不成是你？就你这资质，老头子就是一点一点的教你，这辈子神游也就是个头了，这样的徒弟还不如不收。转头面向江辰，挤出一个笑脸，倒是江辰这小子蛮对我的胃口。小子，知道我是谁了吧？拜我为师，你不吃亏。老乞丐的讥讽让萧霸海表情抽搐，自己刚刚踏足神游，在东荒也是有数的人物了，在老剑神口中却如此不堪。场中众人还有黄西川瞠目结舌，似是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周天元呆滞半天，冷汗直冒，这个江辰到底是什么造化？不光被萧霸海看中，就连这位老剑神对他评价也如此之高，甚至要亲自收他为徒。刚刚自己还出言斥责江辰，要是被江辰记恨，自己如何是好冷汗直冒间？却听江辰说道：多谢老前辈。江辰自幼散漫惯了，却是不打算拜师。老乞丐以为自己听错了，半晌才反应过来：小子，我可是太玄剑神，你知道天底下有多少人排着队想拜我为师吗？别说是神游境，就连8境超凡，也巴不得让老头子指点1、2。这么大的机缘掉你头上，你说你不要？江辰前世修仙与武道虽是2条截然不同的路，但也有自己的原则。崇明仙王对江辰恩同再造，岂能背弃？即便这老者在此界地位非凡，他也不想改换师门。老前辈，非是江辰不愿，只是我曾有师承，虽然师父早已逝世，但他对我恩同再造，岂能改投他门？还请前辈见谅。其次，江辰也不想一直在羽翼下生存，过些时日，江辰想去前线战场，唯有生死砥砺，才是真正的武者之道。老乞丐一直浑浊的双眼绽放出异样光彩，对着江辰连转几圈，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得意，最终哈哈大笑：好你个小子，倒是与我一位故人相像了。不过你这一身武道天赋可比我那故人强得多。那林丫头学了我7、8成的剑艺，可老头子的一身剑法还没传出去。既然你不想拜我为师，那我也不勉强。但我这剑法，你学也得学，不学也得学。老头子不指望你日后登峰造极，把我这太玄剑道发扬光大。你不是想去前线杀妖吗？那你就用我这剑法去前线，杀得越多越好，杀得越猛越好。老乞丐话说到这个份上，江辰也不得不答应，只得拱手行礼。那小子多谢老前辈指点。众人一阵无语，这太玄剑神哪里吃过这种瘪，仗着一身浩然剑气，就是到了妖域也是大杀四方。天下希望能拜在他门下的，更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此时收个徒弟，倒像求人一般。可这老剑神却丝毫没觉得不光彩，一脸喜色。什么师徒门派，咱们人族就是被这些门户之剑拖垮了。回头我就把我一生剑倒刻在城楼上，谁爱看谁看。到时候天底下都是剑神，我看妖魔还敢入侵我人族天地。江辰，你喊我一声前辈，我也要有个前辈的样子。这把剑送你了。随着一阵耀眼金光出现，那道光芒直冲天际，似乎整片天空都变了颜色。今天那些宾客似乎他们看到人生中的所有神迹，他们久久无声，呼吸都似乎已经停滞，瞳孔汇聚在那处金光之上，有渴望，有震惊，有贪婪。良久，一个真元境大能才从瞠目中反应过来，似是失神的自言自语：7阶神兵。武者兵器分为9阶，7阶以上便能被称为神兵。即便是最低阶的兵器，价值也非常昂贵。江辰耗费全部身家，也不过购买了一把1阶长枪。现在竟然有一把神兵出现在江辰面前，让人如何不艳羡惊骇。这把神剑名为斩天，凌厉刚猛，无坚不摧。我曾执此神剑斩杀妖族7大地族，
此剑本是一双，合并则是八阶神兵。那把段月在林丫头手中，这把剑便送你吧。江辰睁大双眸，也不客气，接过神剑。他虽未习过剑技，但天下武道相通，随即剑招陡然施展。明明只有一把神剑，却挥舞出了漫天剑影，足有成百上千道，每一道剑影似实似虚，层层叠叠，如浪潮般无穷无尽。而后一剑递出，剑意澎湃，直冲寰宇。若仅仅是这种简单至极、低劣至极的剑招，却被江辰使出了一种超出招式本身的风采。这些前来参会的宾客，无不是一方豪强，众人无不震惊。只见江辰剑意隐隐之间贴合大道，剑势之强，不弱于先天巅峰。萧霸海乃是云霞宗杀力最强之人，岂不识货？高声喝道：“返璞归真！”一些境界高深的宾客倒吸一口凉气。这个仅仅是宁气四重的江辰，带给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震惊。周天元看向江辰时，眼中透露着不可思议。他竟然能用把如此简单的剑招，展现出大道之力。任何一种功法修行到此等境界，绝非仅靠勤奋，唯有超出常人100倍、1000倍的战斗天赋，才能达到这种境界。而且还不知道积累多少年的战斗经验。纵使九宗的天骄，怕是也无一人可以做到。他明明才刚刚凝气，怎会拥有这般实力？这要是学了老剑神的剑法，周天元不敢再说下去，因为他下一句话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青年的战斗天赋，怕是震古烁今。萧霸海也有些呆滞了，这是个妖孽吧？他艰难转头看向黄西川，老黄，你不会是因为这小子才认江老爷子当干爹的吧？黄西川无语地瞥了下萧霸海，眼神中却有得意之色，嘴角微微翘起。毕竟再厉害，那也是自己侄子，或许还能亲上加亲。江辰缓缓收剑站住，朝着老剑神拜去，多谢前辈赐剑。老剑神眼光是似穿过无尽长河，一身剑意如巍峨山岳。这些人只能看得片面，登山越高，越能发现此山巍峨。世间剑客亿万，剑法相同，剑意不同。而江辰剑招中蕴含的剑意，如宇宙洪荒，博大无穷。为习剑法而有此剑意，堪称旷古烁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的剑法在你身上，或许还可再上一层。老剑神放声大笑，豪气纵横，声震四野。如此高的评价，众人尽皆骇然。黄西川更是满面含笑，好像老剑神夸的是自己一般。前辈谬赞。江辰并未因萧霸海的庇护沾沾自喜，虽面有感激之情，却毫无得色。黄西川心中暗暗称赞，这江辰有此心性，当真人中龙凤，和自己女儿黄初瑶倒也堪称天造地设了。老剑神将凌天武成和萧霸海成就神游，将很快传遍东荒。萧霸海一事后便赶回了云霞宗，众宾客也纷纷离去，但每人都面带笑容。毕竟不只看到了传说中的太玄剑神，还见识到了真元突破至神游境的神迹。最重要的，或许是黄西川心情大好的原因，每一个人都分到了他亲自炼制3阶丹药，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在众人的谈笑中，太阳缓缓落下，老剑神话里有话的说道：“江小子，这些日子你不要离开天武城，我会把剑法传授给你。城守大人，给老头子准备间房如何？毕竟他家里还有娇妻，我也不好打扰。”周天元忙不迭的安排，心花怒放。这段时间好事一件接着一件，老剑神何许人物？恐怕过上一段时间，郡守大人都得对自己点头哈腰。这些时日，江辰每日天还未亮，便去找老剑神求教，只不过学习内容却是太玄剑宗最低阶的太玄剑法。老剑神会躺在竹椅上，悠哉悠哉的喝着周天元给他寻来的美酒，偶尔提点江辰2句，便让江辰受益匪浅。即便万法相通，但一道走到极致，亦可屹立绝巅。周天元鞍前马后，不时偷师，即便他天赋平平，但在老剑神的指点下，也突破到了炼神期。反而是破开7脉的江辰，每日苦修，却是一劲未长。岂料越是这样，老剑神越是开心，说林希月虽是武道圣体，但错就错在进境太快，年纪轻轻便已半步神游，看似早走一步，却是比江辰慢到了后面。未来率先超凡的必是江辰。听得周天元心头一阵发凉，自己一个刚刚炼神期的武者，听别人说超凡入圣的话题，就是东荒9宗的宗主，也没人敢说这么狂的话吧。可偏偏老剑神是个异类，有时老剑神也会让周天元给江辰喂剑，二人都使用太玄剑法。周天元以炼神战凝气，在不使用真元的情况下，周天元胜多败少。或许是报复江辰不拜师，老剑神时不时的拉偏架，给周天元指点3-2句，便把江辰打得狼狈不堪，皮开肉绽，引来老剑神一阵嘲讽：“就你这点本事，还上前线打仗，一天你得死8回。江辰就是不给自己争脸面，也得给你爹争脸面啊！要我是你，也别让妖兽杀了，自杀得了。”江辰倒是浑不在意，知道这是老剑神对自己的磨砺，唯有精益求精，才可得剑道真传。如此苛刻的修行，江辰几乎每日都是满身伤痕，
引来南宫婉的心疼，怒斥老剑神不是个东西。江晨则是哈哈一笑，这是他人生中少有的宁静安心的时刻，几乎每天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不知不觉中，2月已过，霜雪也挂上了枝头，江晨的剑也越来越快。周天元2个月直入炼神巅峰，堪称奇迹。江晨依旧一静未动，可此时即便老剑神指点，周天元也是难求一胜，伤痕累累的变成了周成手，每日唉声叹气，度日如年。老剑神脸上也露出笑意，自己这剑法总算是了有传人。他看着江晨，把葫芦中的酒水一饮而尽，似是有临终托孤的意味。誉满八方的人族，天骄我见过不少，能和你相比的却是一个没见到。只可惜你已婚配，以他的身份倒也不算委屈你，只可惜了林丫头。我曾和他说，日后手持斩天剑的男人就是我给他找的道侣。也罢，都是命数。我走了。几十年前我和妖域的一个老家伙打了一架，没打过。今天老头子心情不错，再去打回来。道已传罢。那一日，老剑神从人间拔地而起，仗剑而去，只身杀入妖域100万里，只杀得天穹破碎，赤地万里。100年中，老剑神再无音讯。江晨拿起酒杯一饮而尽，背起长剑悠哉离去。这是老剑神教他的最后一剑。江晨宅院，经过黄溪川这些时日的治疗，南宫婉儿体内残破经脉几乎已经恢复。天空异象起，数十万百姓看到老剑神离开天武城，纷纷跪拜祈祷。这些日子也是他们心里最踏实的2个月。一道黑色身影突然降临江晨小院，抬头望向天空，那老酒鬼仗剑而去，漫天云霞相随，嘴角扯出一抹嘲讽。这老酒鬼倒是好大的派头。随着房门吱呀一声打开，南宫婉儿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顿时瞪大了眼眸。他紧走几步，跪在那女子身下，恭敬喊道：“师傅。”黑袍女子望着南宫婉儿，眸光微动：“听说你受伤了，让我看看你的伤势。”根本不容南宫婉儿反抗，她的手指已经按在了南宫婉儿皓腕之上，一阵魔光闪耀，强大无匹的魔力骤然充斥整个房间。南宫婉儿心中忐忑，若被幽寒烟知道自己修为之路尽断，恐怕要浮尸万里。其他人他并不在意，可是江晨。然而就在这时，幽寒烟却是猛然一震，刚刚升起的魔光骤然消散，一双凤眸死死地盯着南宫婉儿，脸上是无法掩饰的兴奋与震惊，仿佛看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南宫婉儿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师傅这般样子，他越来越惊慌。师傅，这一切都是弟子自愿的，要惩罚您就惩罚我。婉儿，幽寒烟自成为9节魔宗宗主后，还从未如此失态过。可此时他心脏在疯狂跳动，任凭怎么压制都无法缓和。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为师？南宫婉儿表情黯然，迄今8脉碎裂，他是最心痛的那一个，长久以来积压的委屈和心酸此时倾泻而出，他一时泪流满面。幽寒烟此时眼中也含着淡淡泪光，他可以理解南宫婉儿有如此大的机遇，谁能不喜极而泣？婉儿，告诉为师，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把9节魔功练到了至高一层，是有高人指点，还是什么逆天机缘？啊！南宫婉儿抬起头，瞠目结舌。师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体内魔脉重塑，新生魔脉虽是出生，但坚韧无比，更是将我们9节魔功的至高战纹刻印其上，甚至其中蕴含的真意宏大无比，置之死地而后生，果然是大手笔。幽寒烟的话让南宫婉儿一阵眩晕，自己不是经脉尽断，成为废人了吗？即使有那位老者出手，自己也恢复不到曾经的状态。可师傅怎么会说自己将9节魔功练到了至高一层？他乃是魔族大能，定然不会欺骗自己。看师傅的眼神，也绝不可能是假的。难道是江晨？他回忆起初见江晨血脉中经色战纹时的场景，在施展禁法时，2人血脉经脉相融，自己将功力给予了江晨。与此同时，江晨经脉中的金色战纹也融入自己经脉当中，从而让自己的身体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眼中有着骇然，江晨究竟是什么人？经脉中为何会有至高战纹？9节魔功乃魔族10大至强功法之一，但除了开宗祖师，谁也没有修到过最高一层。魔脉中的至高战纹，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未来在修炼9节魔功将毫无瓶颈，经脉内存储的魔力也更加精纯。莫说是我，就连历代祖师也从未达到过如此高度。将来你必会达到比为师更高的层次。难怪你这么久不回魔族，原来竟有如此大的际遇。婉儿，告诉为师，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修炼了至高魔功的人族，若把这件事传出去，不知会引起多么巨大的轰动，但极有可能人魔2族都不会容他。南宫婉儿思索片刻，说道：前些时日经脉受损，本以为修行之路断绝，没想到重塑后的经脉竟然发生了变化，或许是祖师保佑吧。幽寒烟从南宫婉儿身上看到了一丝不一样的情感，但也没再追问下去。或许这就是天意。婉儿，你马上跟我回去闭关修行，我们9节魔宗将因你而崛起。师傅，可否再给婉儿几天时间？幽寒烟离去后，
南宫婉儿却陷入沉思，动荡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有重塑经脉的欢喜，更多的却是将要离开的悲愁。婉儿，我回来了，今天我又把周成手修理了一顿。随着江晨推开房门，一股香味钻进了江晨的鼻子，江晨便看到南宫婉儿端着粥放到桌上，来，吃点粥吧。南宫婉儿看着江晨一点点把粥喝下，沉默良久，才道：我快要走了。江晨拿着碗的手一顿，故作轻松道：我也快要走了，你想知道我的身份吗？江晨拉住南宫婉儿的手，我说过，什么时候你想和我说的时候，你再告诉我。现在我知道你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我的妻子。南宫婉儿双眸微动，轻声道：假如我是魔族妖女呢？妖女又怎么样？江晨大大咧咧，不忘出言调戏，不照样是我媳妇？来，让我看看你怎么个妖法。南宫婉儿摘下脖颈上的符文，随着一道光华闪过，一个绝美身影出现，空气中陷入宁静。那副绝美面容令天下人屏息，仿佛上天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这张面庞上。一双美眸勾魂摄魄，如同世间最惑人的魔女。她的五官如同得上天造化，精雕细刻而成，完美到不似人间所有。无论男女，所有人都会在看到这副倾绝天下的脸后失魂落魄。江晨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身体似被电击过一般酥酥麻麻，全身的血液似乎都要沸腾起来。他完全看呆了，双眸呆滞，意识游离于天外，仿佛魂魄都脱离了身体。脑海中、意识里只剩下这个美到天地极致的女孩，那眉目间妖艳妩媚，让他半晌才回过神来。我真实身份是九节魔宗圣女南宫婉儿。脑中恍若闪过一道惊雷，原本沉浸于南宫婉儿美丽当中的江晨骤然起身，内心无法控制地生出一种冰冷恐惧。他身体也闪电般的向后一缩，谨慎地拉开距离。南宫婉儿呆滞了一瞬间，美眸掠过一抹凄然。他早已该想到这样的人魔两族仇深似海，即便自己再美丽，在江晨眼中也如魔鬼一般。江晨心中的纠结只有一瞬，如此久的相处，从开始的吵吵闹闹到后来的生死相依，两人早就情根深种，再难割舍。他上前一步，握住那双雪白细嫩的小手，情不自禁地吻在南宫婉儿额前。就算是魔族妖女又怎么样？我只知道为了救我，你连命都敢舍去，哪怕与天下人为敌，我也绝不会辜负你。那你呢？江晨目光灼灼地看着面前的美人。我也是。那是一张妖媚无双的脸庞，如同凝脂一般的肌肤，透着淡淡惹人遐思的红晕，如水双眸散发出天生的妖娆，妩媚性感，却又带着高洁淡雅，一颦一笑勾人心魄。而此时，这双眸子正含情脉脉地望着江晨，没有哪个男人能够忍受这种诱惑。他一把将南宫婉儿拉到怀中。好看吗？江晨点点头。好看。南宫婉儿从未因别人夸赞她漂亮开心过，而这种话却因在江晨口中说出变得不同。只是他快要离开这里了，他心中默默念叨：江晨，一定不要忘记我。浴堂中淅淅沥沥的水声响起，水汽蒸腾，一具曼妙的躯体沐浴在水中，画出一道美绝天下的婀娜曲线，如瀑般的青丝，如云的鬓发，无不展露着一种绝代倾城的美感。那张美丽玉脸仿佛是这个世界不该存在的完美，只是如梦似幻的美眸中，此时却泛着难解的忧伤。她从来都是敢爱敢恨的魔族女子，自认为只要是自己爱的人，哪怕千难万险，她也会奋不顾身地和他在一起。可是她现在却犹豫了，她可以用自己的命换江晨的命，但却不忍心让江晨过上流离漂泊的生活，更不想让江晨成为被同族唾弃追杀的叛徒。人族和魔族终究不能走到一起。终于她做出了决定。那具绝美娇躯穿上睡裙，仅有一双洁白小腿露在裙外，如洁白的莲藕，美得让人心惊。她朝着江晨的房间走去，房间中烛火摇曳，江晨正看着老剑神留下的剑法秘录，每一次观看都让他受益匪浅。此时看到南宫婉儿走进房中，只感觉一股淡淡幽香飘来，即便已经看过南宫婉儿的真容，依然半晌才从那张倾国倾城的脸上回转过心神。他直直地望着那道美丽身影。这么晚了还没睡？随着房门吱呀一声关上，红烛熄灭，那具绝美娇躯投入了江晨怀中。第二天清晨，叽叽喳喳的鸟鸣扰醒了酣睡的江晨，看着身侧那副绝美面庞，才发现原来不是做梦。江晨暗暗啧舌，不愧是魔族妖女啊，半个晚上一刻也没有停下。这也就是自己天赋异禀，换一般人早就败下阵来。只见怀中美人似是被鸟鸣吵到，低垂的长睫毛轻颤几下，美眸睁开了一条线，又慢慢闭上了眼睛。一声娇哼，
那双玉臂把江晨抱得更紧。江晨轻轻地将胳膊从雪白滑腻的躯体下抽出，俯身在他额头轻轻一吻，低声唤道：“婉儿。”其实南宫婉儿此时已经醒来，回想起昨夜的疯狂，俏脸上飞上一抹嫣红，但此时肌肤相亲，却怎么也舍不得放开怀中的情郎，便索性抱着江晨装睡。江晨感受到他脸颊和玉颈的绯红，便知晓了他已睡醒。他微微一笑，吻了他的脸颊一口，在他耳畔轻轻呼唤：“媳妇。”南宫婉儿心中仿若花开般欢喜，她忽地睁开眼睛，汪汪美眸中上流着昨夜的春情，温柔中透着妩媚，哪有半点睡意。经过了一夜的滋润，那俏脸之上的美丽更加惊心动魄，双颊上渗着春情的陶晕，在那娇艳身躯上似是增添了千百倍的魅力，慵懒柔情中美得夺目，却又让人不敢多看，怕灵魂沉迷于其中再难抽出。江晨不禁感叹，原来世上还有这么美的女人，是魔女。南宫婉儿听到爱郎的称赞，眼中满是欢喜，那双粉嫩洁白的藕臂如蛇般缠上了江晨的脖颈。江晨哑然失笑，是魔女，不然怎么会天都快亮的时候才睡觉？南宫婉儿美眸一转，眼中颇有霞色，才这么点时间就撑不住了，我们魔族的男人可不像你这般。江晨一滞，怎么，你在魔族中还有男人吗？那句绝美娇躯讨好似缓缓拥住江晨，他的脸颊深深地埋在江晨的脖颈，鲜嫩的柔体抚摸着他的后背，美眸中闪过一丝悲伤，但声音却是放荡无比。那当然，我在魔族可是有着不少情夫，10个8个的，过几天我就要回去了，你可不要爱上我，不然恐怕你再找不到我这么漂亮的媳妇，要打光棍一辈子了。点点悲伤隐去，那双纤手轻轻地抚上江晨的面颊，他认真地看着这副面孔，眉目一片温柔，似是喃喃自语，也像是妻子对临行前丈夫的嘱托。他柔声说道：“我走以后，你可一定要忘记我啊。”江晨点点头，面上柔情似海：“放心，我一定会忘记你的。”南宫婉儿这才放心，赤裸娇躯一扭，翻在江晨身上，那具丰满迷人的娇躯缠上了江晨，胸前丰盈压在他的胸口。江晨感受着唯有天人才有资格享受的极致快乐，清晰地感觉到美人身上飘来如兰似麝的醉人幽香流入鼻息，而后在房间中飘荡。南宫婉儿调皮地在江晨挺拔的鼻梁上轻咬一口，娇声道：“白天好好补补，晚上继续，伺候好了本圣女，走之前送你个礼物。”江晨再过几日便要赶赴前线战场，黄溪川似是怕打扰了两人最后的相处时光，他已不年少，但也曾有少年时，所以除却给南宫婉儿治疗，并未踏足过这个小院。这一日却早早来到江宅，郑重地把江晨喊到正堂中，看着前些日子还精神抖擞，此时气色萎靡的江晨微微叹息，终究只是个年轻人，沉浸在美人香中，不知这孩子还舍不舍得离开。江晨，渤海郡前线战事告急，征兵时间提前了，你父亲曾经就是在孤玉关驻守，你可愿去那里继承你父亲的遗志？江晨萎靡状态一扫而空，眸子骤然射出一道寒芒，战意凌冽，如同将要出鞘的利刃。我早就做好准备了。黄溪川轻抚胡须，放声大笑，哈哈哈，好样的，不愧是江烈的儿子。此去凶险，我还有东西要交给你。这是一件5阶护甲，名为金鳞锁子甲，4阶以下妖兽攻不破此甲防御，还有一门为5阶轻功逍遥游。江晨郑重地接过，这防具和轻功堪称价值连城，即便是云霞宗亲传弟子，怕也是难以得到。此时却被这位长者毫无保留地赠予，为的就是让江晨能够在九死一生的前线搏出一条命来。这个戒指你戴上。江晨瞳孔骤然收缩，空间戒指。若说储物锦囊其中空间为1的话，那空间戒指其中空间便是1000，储存其中的灵药宝血更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药力。这是重宝，价值不次于那2件重宝，纵使黄溪川身家丰厚，地位超然，最多也只能拥有1枚。伯父，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黄溪川却是将戒指强行塞到江晨手中，收下。战场之上，危机四伏，妖兽凶残，时时刻刻都是生死一线。你父亲英年早逝，你想让老爷子再次白发人送黑发人吗？里面有一些丹草灵药，本来是给萧长老作为束修之礼的，他退了回来。你虽已凝气，但战场上危险重重，难免负伤，任何伤势都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黄溪川像是嘱托将要出征的儿子一般，絮絮叨叨。等江晨打开空间戒指时，他呆滞了。数万颗灵丹漂浮其中，甚至还有一堆堆成小山的灵药，灵气氤氲，流光溢彩，一股股清香扑鼻，如梦似幻。他有些哽咽，眼睛被泪水弥漫，这才明白为何前几日在自己拒绝拜师后，周天元为何如此愤怒。仅仅这些灵丹便比一个小宗数百年的积累还要多，更何况还有那些灵药，
这几乎是黄西川这些年中的所有积累，而付出这些，只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前程。前线有一些我的好友，我也给他们传了信，在你遇到危险时，他们会竭力相助。孤玉关的林帅是我的挚友，有困难你可以随时找他，他都会帮助你的。为了能让自己在前线博取一线生机，黄西川几乎付出了他全部积累，动用了他所有人脉。从黄西川身上，江辰似乎看到了自己师尊崇明先王的影子，他跪在地上，郑重地磕了个头。多谢黄伯父，江辰绝不会辜负伯父期望，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卧房中南宫婉儿在忙碌，若是修行，他堪称魔族年轻一代中前世的天骄，可此时他却有些手忙脚乱，衣服、被褥，最终成就了一个不规则形体的包裹。江辰饶有兴致地喝着茶水，毕竟能让这么一个绝代佳人给自己打点行装，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南宫婉儿的伤势痊愈，明日不只是江辰要赶赴前线，他也要离开东荒，回归九节魔宗那个结束忙碌的家人，走进江辰。一双洁白晶莹的纤手将堪称魔宗至宝的隐匿符文戴在江辰项上，这是隐匿符文，可以隐藏气息，改变容貌。这几天你表现不错，给你的奖励。江辰看那符文，却是有些疑惑，这符文你用得到，给我做什么？南宫婉儿面色肃然，看来江辰的确不知道他经脉中的秘密。他下一句话让江辰心中掀起滔天巨浪。你知道你经脉中金色符文是我们九节魔宗的至高战文吗？什么？随着南宫婉儿将九节魔宗的来历慢慢说出，万年之前，魔族一位天才的窥天书半卷，但其一红大晦涩，即便是他精才绝艳，也只参透寥寥数行，借此创出了魔族10大功法之一的九节魔功。修行至高境界，经脉中便有金色战文显现。江辰眼神变得飘忽，所谓的金色战文，不过是吞天混沌经的第一层功法。那个传说中的魔族天才看到天书，有可能就是看到了吞天混沌经的一部分。无尽宇宙中，为何自己穿越到了这个世界？其中究竟是否存在着联系？所谓的圣人传承，究竟还存在着什么秘密？你是不是有过什么奇遇？一种堪称神迹的奇遇？看着江辰若有所思的神情，南宫婉儿确认了自己的想法，他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毕竟每个人都有秘密。那晚我和你说的凝气之法，便是出自九节魔功。你在运转真元的时候，经脉中的金色符文就会显现，一般人或许不清楚，只怕有人族大能发现你经脉中的异状，所以这个符文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取下，因为一旦被发现，人魔两族都不会容你。他心中感动。到了这时，南宫婉儿还一直记挂着自己，望着面前貌若天仙的女子，那晶莹如玉的脸颊在映入房间的淡淡月光下闪烁着诱人光辉。他一把将南宫婉儿揽入怀中，感受着那娇躯的微微颤抖，将头深深埋藏在如墨玉般的乌黑长发中，品尝着淡淡发香沁入心扉。天色不早了，咱们该休息了。江辰在南宫婉儿耳边轻声道。南宫婉儿轻嗯了一声，江辰的话似是春雨润物，击中了他的心扉。南宫婉儿脸上泛起一抹潮红，痴痴地望着江辰，似乎要将这个男人的模样永远记在心里。他眼中含着淡淡泪光，却又不想让男人看到，挥手间红烛熄灭，他发疯似的抱住江辰，在他耳边呢喃：“爱我。”这一声低吟彻底打开了江辰的欲望，他一声低吼，将家人压在了身下。春意浓浓，被翻红浪半夜，云脸风息。寂静夜色中，江辰轻酣阵阵，一双美眸如清波婉转，在黑夜中散发着难掩的悲伤。他喟然叹息，却再也难掩伤心，泪如雨下，低声而泣：“我走以后，再不会回来了。今生没有缘分，若有来世，我再也不做什么圣女了。我要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要和你一起长大，和你吃饭、走路、结婚、生子，和你一起变老，一起死去。可是，那都是下辈子的事了。这辈子，你一定要忘了我，你要好好活下去，找一个喜欢的人结婚，平平安安的走完一生，让那个女人替我过我想过的日子。江辰，你一定要忘记我啊！只有我一个人伤心就好了，你一定要开开心心的活下去。”终于到了离别的日子，天武城外，与江老爷子告别后，江辰把南宫婉儿送到了城外，两道人影相对而立，似是为回归魔族感到开心。南宫婉儿俏脸上带着喜悦，她走近江辰，语气轻松：“我要走了，不再聊一会儿。这才上午，下午走也不迟。”南宫婉儿眼中略有得意：“怎么了？舍不得我？在魔族可是有很多男人像你一样倾心于本圣女，看来人族里也要多一个爱慕之人了。但是你不要白日做梦，本圣女注定你们谁也得不到，行了？别像个女人一样哭哭唧唧。露水姻缘，洒脱一些。我走了。”江辰无语，谁哭哭唧唧了？也不知道是谁。昨晚上哭了半宿，多打扰人休息。以后还回来吗？江辰问道。感受到江辰目光中的不舍，南宫婉儿内心一阵酸涩，但仍旧强忍着心中的伤感，摇头说道：“
我已经做了决定，返回九节魔宗后闭关修行，不会再来人族区域了。江晨却是微微一笑，语气坚定道：没事，以后我去找你。他抬头起来，却见江晨目光炯炯，正坚决地望着自己，心绪复杂万分。别傻了，人魔两别，以你现在的实力，到了魔族，只怕你连命都保不住，就被那些低阶魔物当了血食。江晨却拉过他的手，不由他的反抗，将他拥入怀中。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把你找回来。江晨声音斩钉截铁，南宫婉儿不觉间泪湿脸颊，明明不可能的事情，却被他说得义正辞严。他听得出江晨语气中的坚决，有这个心，他就已经感动万分，但他怎舍得让江晨以身犯险？你若真心怜我，就忘了我吧，此生我们没有缘分。如果让你一辈子都活在危险和艰难当中，我宁愿一辈子不再见你。江晨没再多说，只是心中暗暗下定决心，在他在这个乱世有自保之力时，他一定去魔域走上一遭，把南宫婉儿找回来。走吧，有缘再见。南宫婉儿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纵身而去，再不敢回头看他，生怕自己会做出不对的决定。有缘再见。江晨在他身后大声喊道。空中的南宫婉儿身形一顿，仍旧无奈地转头看了他一眼，大声回复：不要等我，你一定要忘了我啊。江晨用力点头：你去吧，我一定会忘记你的。那道倩影这才放心，转回头时脸颊已被泪水打湿。江晨，你一定要忘记我。江晨，你一定要忘记我啊。江晨，你一定不要忘记我啊。湛蓝天空中偶有几朵云彩飘过，那道绝美倩影消失在云中，见南宫婉儿身影不见。江晨长长的伸了个懒腰，该到自己出发的时候了。极远处，黄西川准备带江老爷子赶赴云霞宗，原想着劝说南宫婉儿离开江晨，没想到无需自己多言，他自己就提出了以后不会再来东荒，更不会再与江晨相见，倒让他省去一番功夫。毕竟自己女儿黄初瑶才是和江晨郎才女貌的一对。本想出言安慰一下江晨，20岁正是年少多情之时，二人虽不合适，但毕竟相处了一些时光，难免心有不舍。可看到江晨神采飞扬的模样，哪有一丝离别之苦？你不难过？黄西川有些愕然。不难过啊。江晨跨上骏马，他要先赶到数千里外的越城集结，才能去前线。黄西川有些心凉，虽然他对南宫婉儿没有丝毫好感，但南宫婉儿对江晨的情谊，他一个外人都能看得明明白白。难道他看错了江晨？此人虽天资绝顶，但实际是个心性凉薄之辈。你们这辈子都再难相见了。疾风掠过，江晨横枪立马，豪气冲霄。谁说再难相见？天下虽大，谁能拦得住我江晨？黄伯父，我不在的这些日子，爷爷就拜托您照顾了。江晨走了。江晨轻点马镫，骏马疾驰而去，直到江晨消失在视线中，黄西川才缓过神来，他嘴角泛起笑意。官道上，炎炎烈日下，此处却是少有的沸腾。10数个行商车队在此落脚歇息。一朵紫云般的女子从车厢中走出，顿时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她一身紫色服饰，轻纱遮面，气质清冷淡雅，无法分辨宗派，但只看超凡出尘的气度，便可知此女来头一定极大。小姐，明明有非洲不做，为什么要受这一趟的劳累？身后丫鬟满是不解。云儿，我修的世入世剑，自然要历经世事，这一路便是最好的修行。那叫云儿的丫鬟却是浑不在意。您是咱们天极宫最年轻的炼神期天骄，即便路上有3两头妖兽，您一剑就杀了，哪里来的什么历练？大道修武也修心，这一路的凡间百态，对我道心大有裨益。丫鬟嘟着嘴，不再说话。那小姐神情突然一变，真元运转。远处山林中，哦！一阵妖风呼啸，腥气扑鼻，一头足有数丈的妖兽从深山中走出。他已经许久没有吃到人类血肉，此时正饥饿不已。看到远处长长的车队，眼中散发出嗜血的目光，仰天嘶鸣，声震山林，朝着车队奔袭而来。这妖兽极其可怕，竟然已达到了3阶，他不知道吞噬了多少人族，血气滔天，车队顿时乱作一团，疯狂逃窜。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璀璨光芒乍现，凌厉气息一闪而逝。那头3阶妖兽被神光击中，轰然倒地。一时间，附近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惊骇莫名。那光芒来得太快，竟没看到究竟是哪位高人出手。太玄剑法。紫衣小姐美眸中露出一抹异色，以枪使出太玄剑法，且得其中真意。此人难道是太玄剑宗的天骄？同为九宗，云儿，和我前去拜会那位少侠。这一路让江晨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让江晨看到妖兽横行，民不聊生。几日里，他斩杀了数头妖兽，但以现在气海的真元储量，这些血气甚至不够塞牙缝的，唯有妖兽战场才可获得足够的血气。正思虑间，
一道幽香传来，这位可是太玄剑宗的少侠。小女子天极宫秦子嫣见过少侠。江辰抬头，却看到一位少女，即便戴着面纱，依旧难掩她的绝代风华。我并非出身太玄剑宗，姑娘认错人了。秦子嫣还未开口，却听到她身后小丫鬟气呼呼地说道：“太玄剑法都使出来了，还说自己不是太玄剑宗的，别以为你们是东荒九宗之首就高人一等。我家小姐可是天极宫年轻一代最天才的人。”云儿，秦子嫣打断了云儿的话，可能是子嫣认错了，不过少侠以枪御使剑法，且得其中真意，实属难得，在东荒定非无名之辈。敢问少侠如何称呼？江辰。秦子嫣思索片刻，却不记得东荒年轻一代有这样一号人物，或许并非真名吧。江少侠，看你前行方向，好像要去月城，这是小女子的名帖，若有需要帮忙之处，可去天极宫别院找我。江辰无语，这女的为何对自己如此热情？难不成自己的魅力实在太强，有美女上门？他也不好推辞，只得接过名帖。那就多谢秦姑娘了。秦子嫣二人回到车厢后，云儿还是满脸不悦，自己小姐身为绝代天骄，什么时候如此热情过？这男的虽然长得不错，身手也还可以，但也没强到让小姐如此主动的地步。小姐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呀？如果我没猜错，此人是那位月仙子的师弟。月城，城外大营，这里就是新兵报道处了，你直接往里去就行。一位莫约25、26的青年说道，他是负责接人的5团老兵，带着江辰转了小半个时辰，才找到江辰报道的营号。江辰抱拳感谢，多谢仁兄，当了兵都是自家弟兄。不用客气，我是第5守备团的，有缘再见。那青年留下一个灿烂的微笑，转身离去。数十万人族士兵集结，渤海郡前线战事吃紧，仅仅孤玉关一地，此次便招收了数百万人族武者。这些人族武者大多都是筑体期，他们一些年纪不过15、16，面上带着少年的青涩，一些甚至已于中年，两鬓已有白发，大多衣着简朴，都是穷苦人家出身。把关造册的长官声音洪亮，态度嚣张，把自己名字、境界、籍贯、家人写清楚，负责记录的一个字也别给老子马虎。你们要是死了，这几行字是唯一能证明你牺牲的证据，抚恤金也会发到你们家人手中。李四福筑体8重，黑水城人拐子巷7号，媳妇叫张春花。陈有德筑体7重，云山城，俺爹叫陈占中。吴浩筑体10重，越城吴家寨的。登名造册的士兵抬头不耐烦道，你家人的名字叫什么？别耽误功夫，后面很多人呢。那个少年不过18、19岁，脸上带着淳朴的笑意，不好意思的挠头。我娘死得早，我爹和我哥前几年去前线牺牲了，家里就剩我一个，没人了。周围的喧哗被这个有些怯懦的声音打断，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一些人眼中已经含着泪水，连年征战，多少良人一去不还，多少儿子失去父亲，多少白发送走黑发。这些人境界低微，在战场上可能一天也活不下去，可是没有他们，关爱却一天也守不下。他们用最微小的生命去换取人族的一寸寸土地。此时那少年脸上还有着腼腆的笑意，明明知道到了前线会发生什么，可仍不觉得自己悲壮，仿佛自己就应该这样。那个军官一改刚刚的嚣张态度，以标准的军步走到青年面前，他面色肃然，如同朝圣。孤玉关第7守备团团长孙成龙向烈士家属吴浩敬礼，周围将士齐声高呼，动作整齐划一，向烈士家属敬礼。那个吴浩被吓了一跳，脸颊涨得通红，慌慌张张的回了个并不标准的军礼。突然极远处一阵马嘶，哪怕相隔很远，也能感受到那匹宝马的神骏。马上所配鞍间华光溢彩，万金难求。马上青年更是英姿飒爽，气势蓬勃。他引缰勒马，阔步走来。孙成龙浓眉微皱，低声骂了一句：他娘的，又是来镀金的2世祖。江辰阔步而至，双手抱拳：天武城江辰，凝气4重，前来报道。周围顿时低语一片，是凝气的武者，难怪这么有气势，只有凝气开麦才算真正的武者。他肯定不会跟咱们一队，听说凝气期的另有安排。那肯定的，他们是斩杀妖兽的主力，要进主力军，可比咱们这队伍危险多了。众人向江辰投以崇敬的目光。孙成龙看着面前衣着华贵的青年，心中更加厌恶。可厌恶又如何？江辰这个名字昨日就已听说，上峰安排特意做了安排，据说是一位了不得的大人物的子侄，必须安排进最后方。你就是江辰，运气不错，有个好爹妈。你去到东北大营报道，大帐档案处负责保管战区档案。放心，那里安全得很，妖兽要是冲到你那里，咱们人族离灭族也就不远了。
那些前来参军的士兵对江辰的敬意顿时烟消云散，甚至眼中带着鄙夷。人族危亡之际，却仍有一些善于钻营之辈，利用前线将士的鲜血镀金，何其可恨！江辰微微皱眉，感觉这军官似乎对自己挺有意见，但还是抱拳拱手：“是，长官。”孙成龙瞥了一眼江辰，拿起扩音法器，走向高处，声音传遍四方：“弟兄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第7守备团的兵。你们要知道，咱们和那些在后面醉生梦死、只知享乐的二世祖不一样，咱们是人族最前线的战士。第7守备团是最勇猛的团，7团有130年的历史，有84531人为守疆土，壮烈牺牲。咱们的前辈多少次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埋好战友的尸体，擦干自己的血，妖兽未退，我们就还得打下去。成了咱们7团的兵，哪怕你们只剩下一条胳膊、一条腿，也要用这条胳膊、这条腿干死妖兽。让你们把信息填好，不是为了那30-50两的抚恤，是希望有人能带着你们的魂找到家乡，告诉你们的爹妈，你们没有给他们丢人。”声音隆隆，话虽悲壮，但却无一人畏惧。他们拳头紧握，眼眶中含着血泪。人族危亡，我愿为先锋撒尽热血，虽死无悔。江辰来到大帐档案处报道时，才明白孙成龙的话。这里汇聚了几十位二世祖，他们有男有女，莫约20岁左右，衣着华美，气质典雅高贵，与帐外新兵形成强烈反差。帐中甚至不像军营，而是一个郊游晚宴，美酒美食应有尽有，所谓的文件也不过是10几本莫须有的书籍。小弟名为陈川，我父亲是西山宗执法长老陈天和，久仰久仰，鄙人段春风，父亲乃是浮云宗父宗主段浪。兄弟，敢问姓名？江辰。这些人与江辰曾经接触过的武者不同，他们几乎不问彼此武道境界，聊天内容大都是彼此家事，谁若是家世显赫，便十分吃得开。像江辰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只配坐在角落，谁也不搭理他。唯有那个叫陈川的，倒是热情十足，如孔雀开屏般游走在众人当中，甚至连江辰都没有冷落。江兄，你初来此地，可能有些情况你还不清楚，咱们这个档案处又叫2代处，基本没什么管制，用不着点卯，更用不着上战场，每日就是吃吃喝喝玩玩，自由得很。除了2伙人惹不起，其他人我们随便欺负，只要咱们遇到这2伙人避着点，其他时候我们随便横行霸道，绝对没人敢管。江辰也想多了解下军营生活，问道：哪2伙人咱们惹不起？一是大帅营帐的校官团，他们最低境界都是先天巅峰，虽然家世一般，但每个人都是尸山血海里烫出来的，他们除了大帅，谁的面子也不给。不过这伙人大都在战场前线，不知道哪天就被妖兽整死了，咱们犯不着和这种亡命徒一般见识。说到这里，陈川表情凝重起来，甚至眉目间还生出一股惧意。其实惹了校官团还好说，但另一伙人就是打死也不能招惹，那就是天才营。他们不仅背景深厚，修为也深不可测，每一个都是各大宗门或者家族脱颖而出的俊杰，是未来人族的栋梁。咱们是来这里镀金，人家来这里是磨练的，惹了他们和找死差不多。另外，这些人都眼高于顶，最看不起咱们2代处，所以江兄只要避过这俩，咱们谁也不惧。不过也不用太担心，天才营虽然大都桀骜不驯，下手很辣，但我听说这一期咱们东荒的天骄秦子嫣也来了，他可是炼神期高手，名头大得很，即便到了孤玉关前线，也没几个人能与他相提并论。而且听说她不仅长得漂亮，性格还温柔似水，有她在，相信那些天才也不会对咱们下手太狠。江辰一滞，秦子嫣不正是路上遇到的紫衣少女，没想到竟然是炼神期武者，难怪可以看出自己枪法中带着太玄剑宗的影子。其实用枪也是无奈之举，毕竟那把神剑来头太大，不到危急时刻还是少用为好。哎，对了兄弟，我在咱们东荒号称2代白晓生，基本所有仙2代我都略知一二，怎么没听说过江家？敢问您的父亲是什么境界？江辰回忆了下，先天10重。陈川面色一凝，原本亲热的态度略有冷漠。先天10重，你父亲也太不争气了吧？咱们2代处最差的父亲也是离合期，我父亲更是离合10重，距离真元境也只有1步之遥。也罢，我这人心善，这件事你不要传出去，不然这2代处容不下你。多谢陈兄，你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能分到2代处，整个军营就没有比咱2代处更安全的地方了。只要你伺候好2代们，等到兵役结束，哪个人都能给你谋个前程。随着门口一阵脚步传来，本来喧哗的营帐突然安静，只见一群年轻武者路过，他们神采飞扬，每一个气息都极其强大，只是眼神掠过帐中时，流露出一抹不屑。江兄你看，那位穿白衣服的叫陈章明，今年21岁，已经先天8重，听说被9宗之一的天龙门收为了内门弟子，一手掌法凌厉异常。那位灰衣服的年纪稍大，但也只有23岁，
已经半步炼神，在天才营中也属强者。突然远处一阵嘈杂，即便那些天才此时眼中也露出惊容。陈川的声音不知为何戛然而止，慌忙跑了出去，似是听到了什么重要的情况。江晨对这些信息并不在意，坐到一个角落中闭目调息，默默地按照吞天混沌经运行着体内真元。经过这些日子的打磨，第二重天灭的力量已经开发到极致，但消耗的血气也会越来越多。如果吞噬的血气不足以补充消耗，将会进入虚弱期，强行催动则有可能影响大道根基。但随着境界提升，所需吞噬的妖兽血气也就越多。以现在的凝气4重，若想提升到凝气5重，至少需要斩杀上千头2阶妖兽，也就意味着只有到最前线战场才能杀到足够多的妖兽。而在这醉生梦死的营房大帐，却不是他想到待的地方。一群垃圾。一个身穿白色束甲的少女快步走来，刚要坐下，才看到角落中的江晨，秀目一瞪，滚远点。江晨抬头，便看到一个身材高挑的少女。这少女身材修长，肌肤光滑如玉，虽不如南宫婉儿那般惊艳，但却如一朵清冷淡漠的梅花，亦是少有的角色。那女孩轻弯蛮腰，尤其胸前那极具胀大的曲线，更引得人心惊摇动。只是俏脸上的鄙视厌恶破坏了此时的美感。不想死的话，滚远点。江晨这才发现大帐此时寂静无比，所有人都略有恐惧地看向这个方向。那个叫陈川的青年还不断给江晨使着眼色，示意江晨赶快逃离。江晨却浑然不觉，长得不错，脾气这么大，当心找不到婆家。那少女脸色通红地怒视着江晨，眼中喷出一股怒火。你找死！大帐中掀起一道澎湃气浪，杀意朝着江晨倾泻而来，手掌上白光闪耀，带着一股凌冽劲风，朝着江晨胸口袭来。说动手就动手。江晨心中一惊，根本来不及细想，真元涌动，左臂一伸格挡住少女的进攻。不知是不是江晨的错觉，就在江晨格挡的一瞬间，那少女眼中流露出一丝不忍，手上的力道也小了许多。饶是如此，江晨依旧感觉到一股巨力灌入体内。但江晨战斗经验何等丰富，右手化拳为掌，猛然向前攻去。二人本来就靠得近，少女也没想到这个纨绔弟子竟然会突然爆发，想要躲开依旧来不及了，只得将娇躯一拧。电光火石间，江晨只觉触手一片柔软，自己的右手正好按在那少女胸前，两人同时陷入呆滞。一时间，大帐内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大大张着嘴巴，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画面。陈川眼中已经流露出了绝望之色，自己刚认识的兄弟，看来马上就要尸骨无存了。无耻！我要杀了你！反应过来的少女秀目圆睁，再不留手，顿时剑光闪烁，杀意如潮。江晨也没料到这种情况发生，本来自己站里的，现在变成了猥亵少女。这小妞虽是个绝色美人，可哪有一点美人的样子。自从见了南宫婉儿的真容，对美女免疫力大大提高，只能边逃跑边道歉。我不是故意的，就你这样的，你就让我摸，我也不摸。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少女眼睛都红了。畜生！我不杀了你，我灵犀誓不为人。东北大营当中，江晨疯狂逃窜，身后换作灵犀的少女步步紧逼，但凡江晨跑慢一步，就要被他砍成两段。远处一道紫色倩影出现，引起周围一阵惊呼，仿佛珠水坠湖，在无数人的心湖中泛点涟漪，也将所有人的目光牢牢地吸引过去。只一瞬间，那上千道目光变得灼热无比，即便那女子面覆白纱，但仅从曼妙身姿中可以看出她绝代的妖娆。一袭紫裙，及腰乌发被黄金布摇束着，秋眸如水，肌肤若雪，顾盼间若春水般温柔，荡人心湖。仿佛天地间所有美好都凝聚在那双眸子中，化作一股神韵，温柔和煦的气息更是瞬间感染了所有人，甚至让人忘记了她婀娜的曲线，那是不该在乱世出现的柔情。一缕阳光正好从天空乌云中射出，披在这位佳人的身上，让她看来仿佛天上的仙女一般。天极宫的绝代天骄秦子嫣，传说她生来身具道心，未来不可限量。这一句话顿时引起了周围的沸腾，所有人嘴巴大张，目光直直地看着那个美人，但眼中毫无亵渎，反而是一种不可企及的仰视。秦子嫣竟然真的是秦子嫣，她竟然也来了前线，果然是我人族天骄。她可是上了东荒乾隆榜上的人物，前途璀璨。这样的天才怎么会出现在前线？天极宫怎么舍得放人？江晨呆滞片刻，才缓过神来，立马如看到救命稻草一般大喊：子嫣姑娘，救命！救命！秦子嫣也有些惊讶，才分开几天，没想到这么快便与这个名叫江晨的男子重逢，而且重逢的方式还如此戏剧。一道凌厉剑气骤然炸开，形成一片10数米的剑域，其中威力之大，足可将凝气武者化为齑粉。住手！秦子嫣抬手间数道剑光飞出，那片剑域在剑光中消弭。灵犀看向这位紫衣仙子，秀目中略有忌惮。
你就是秦子嫣，这件事和你无关，让开，我要杀了这个登徒子。秦子嫣回过头看了江晨一眼，脸上古井无波，却是挡在江晨身前，看着林夕淡淡说道：你与江兄是否有些误会？江兄，这简单的2个字让林夕的脸色略微惊异，陈川更是完全呆滞，在场众人甚至那些过路的士兵此时都瞠目结舌，震惊到无以复加。这哥们到底是什么来头，竟然与秦子嫣攀上交情？有人传言秦子嫣极有可能是天极宫未来之主。人们看向江晨的脸色一下变了，顿时从轻视变成了敬畏和震惊，就连档案处的一些仙二代看向江晨也略有忌惮。江晨也发现周围目光的变化，暗道这紫衣妹子到底是什么来头，难不成还是什么大人物？秦子嫣继续说道：江兄为人正直，我与他同行而来，对那些平民，江兄多次出手相助。林姑娘，你2人莫不是有什么误会？他对平民出手相助，灵犀一致，不错，更是击杀过一头3阶妖兽。若是江兄真要出手，林姑娘，你未必是江兄的对手。灵犀也回转过心神，这是他第一次见这位天极宫的第一天骄，虽然轻纱遮面，却气质温婉，眸光柔和似水，虽被誉为天机宫年轻一代魁首，却无丝毫豪气，声音更如春水般流淌过心泉。很难想象，传说中的绝代天骄竟是这样一位温柔佳人。看在你救了那些平民的份上，就放过你一次。他冷冷看向江晨，眸中还带着深深的敌意，最终还是放下手中的剑，转身离去。江晨擦了擦额间的汗，这么不讲理的小妞，简直比妖兽还要凶残。多谢秦姑娘救命之恩。秦子嫣莞尔，你救我一次，我救你一次，咱俩扯平了。不过，你怎么会在东北大营？莫非你也要赶赴前线？江晨微微点头，人族已到了危急存亡之时，我虽修为低微，但也想出一份力。秦子嫣眸中露出一抹赞赏，若是所有人都和你一个样子，我九域大地也不会仅剩一域了。你在哪个守备团？也是天才营吗？江晨有些尴尬，毕竟2代处的名声差得厉害。在档案处，秦子嫣美眸流转，笑道：有你在，档案处实力大涨，我在天才营，咱们相距不远，若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我。看着秦子嫣离去的倩影，陈川不知何时凑了上来，眼中满是星星。不愧是紫嫣仙子，风华绝代，温柔如水，若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我。这声音，我的心都快融化了。哎，江兄，你是怎么认识的紫嫣仙子？看样子你俩关系不错啊，改天给我介绍介绍。放心，好处少不了你的。没问题。不过那个蛮不讲理的女的是谁？白长这么漂亮了。她来头也不小，兄弟，也就是你福大命大，逃过一劫，明日就该开拔了。你要是身负重伤，那可怎么办？陈川似是为江晨捏了一把冷汗。她到底是谁啊？这么可怕？陈川把江晨拉到一个角落。这女人是东荒九宗天剑宗宗主的独女灵犀，家世显赫，修为更是先天五重，和那些天才比也不遑多让。她对那些平民倒还好，可看到咱们这些仙2代，那是蛮不讲理，下手狠毒。我表哥就是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差点没被她打死。江晨面色凝重，这女人长得不赖，没想到竟然如此凶残。难道就没有人管她吗？管她？谁敢管她？东荒九宗什么存在？他爹可是9宗之一的宗主，而且老来的女，宠爱的不得了。算了，惹不起，咱们躲得起，算咱们倒霉。以后啊，怕是没好日子过了。营帐中，一个厚重苍老的声音在灵犀身后响起：小姐息怒，宗主这样安排，也是担心你在前线有什么不测。这档案处虽都是纨绔之辈，但也安全的紧，希望您能理解宗主的良苦用心。那秦子嫣怎么能进天才营？我就只配来这个2代处。冯伯，你去找我父亲，去找大帅，我不服气。老者喟然长叹，秦子嫣比你年纪稍大，现在已经是炼神2重，在战场上难免有妖族天骄降临，若是您的身份泄露出去，定然会成为那些天骄的眼中定肉中刺。以您的天资，未来必定能成为一代强者。再者说，您何等身份，岂能如那些平民武者一般？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灵犀注视着远处征兵场中的武者，喃喃自语：他们有些不过15、16岁，有些已经两鬓斑白，实力弱小到甚至连宁气境都没有。他们不知是谁的儿子，又不知是谁的父亲，一入战场便是天人2隔次日。数百万大军开拔，场面壮观无比。越城城墙绵延数十里，城墙之上，数十万城中居民等待，一盏盏长明灯冉冉升起，为这些将去前线的将士们祈福送行。数百艘巨型飞舰停驻在城外，这是由人族大能打造的飞行法器，高大巍峨，气势恢宏。无数将士的家人围在军营外，希望能从登舰的人中看到自己的儿子或是自己的丈夫，只是距离太远，只能看到蚂蚁大小的渺小人影。大人，这仗的打多久啊？10年
还是8年？您给句实在话，我们好等他们回家。那位营官这时就有些官威，他正了正头盔，都在家好好的等着，干嘛要10年8年？几个月就把那群狗日的妖兽赶跑了，到时候就回来了。他转过头去，生怕别人看到他眼角的泪水。这种谎话他说过1万遍，现在又多了1遍。儿子，妈等你回来。阿东，一定要回来，孩子不能没有爹。他们相信了那营官的话，大声呼喊着家人听不到的声音，似乎这些声音会随着他们的心意飘到他的耳中。那些曾经抡着敲拉着犁的男人们，此时背上了刀枪，他们并不悲壮，也不强大，可去的义无反顾。也正因为他们，人族才得以延续。巨型飞剑缓缓升起，渐渐消失在天际，直到完全看不到那巨大舰体，人群才开始慢慢返回。夕阳晚霞，远处青山葱茏，近处炊烟缠绕，万家灯火亮起，千里金辉飘荡。在数百万里外的前线战场上，无穷无尽的妖兽与人族战士冲击到一起，溅起血光无数。一个筑体期武者胸腹被利爪洞穿，双目逐渐失去神采。临死前，他似乎又看到了曾经的家乡和那个美丽灵秀的女孩。飞剑一处房间内，陈川正在一堆仙二代面前滔滔不绝。兄弟们，咱们现在境界低微，武力不强，但咱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有几位兄弟还肩负着为家族传宗接代的重任，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2个字：猥琐。这不是怕，而是智慧。你们想，咱们身份何等高贵，一旦遇到危险，就会让更多的袍泽兄弟为救我们身亡。到时候长官指责我们，对手嘲讽我们，师傅控诉我们，良心谴责我们。所以咱们一定要把热血收在心中，不去任何危险的地方。咱们可以不做贡献，但是绝对不能给队伍添麻烦。当然了，咱们毕竟是有志之士，也不能天天混吃等死。作为猥琐发育的王者，我们在团队中一定要做到2点：吸收负面情绪，提高正面能量。这就类似于团队的灵魂，虽然自己不上，但是可以鼓动他们上，慰问伤员，动员群众。除了前线我们不去，其他地方我们一阵乱去，把我们2代处的美名传播出去。大家明白没有？名叫段春风的仙2代满脸钦佩，明白了。我修行的木系武技可以操控植物，陈兄，您这就相当于植物的光合作用，我愿称您为孤玉关最强植物人。陈川满面春风，当不起，当不起，贤弟谬赞，当得起，当得起。江辰站在透明金石制成的窗前，剑外罡风烈烈，他手持长枪，目光如电。下方的世界破败血腥，一头100丈的妖兽妖气冲天，足有4阶。所过之处，山岳崩碎，千万之堤皆妖兽呼啸而上，与人族战士激战到一起。为了守护疆土，他们用血肉筑成城墙，而他的父亲江烈便曾是这血肉壁垒中的一员。100万里的战线，每天都重复着血腥残酷。那头凶威滔天的妖兽一闪而逝，但江辰眼中战意滔天，他的血脉都在沸腾，手中长枪似乎感受到主人的杀气，散发一阵轻盈。陈川此时走了过来，同众人介绍道：这位就是我的小弟江辰，只有宁气4重，希望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多多照拂。好说好说，江兄，您的父亲是？陈川刚想阻止江辰，便听到江辰说道：是一名普通人族武者，先天10重，几年前战场上牺牲了。周围原本热情的眼眸顿时冷淡下来，一些人甚至眼中透露出鄙夷之色。区区宁气4重，出身还如此低微，怎么会有资格到我们2代处？算了，毕竟是陈川的小弟，给陈川点面子。这等平民，平日里都近不了我身，也罢，不搭理他就得了。众人散去，陈川叹了口气：江辰啊江辰，我想帮你，结果你自己不争气。江辰倒是毫不在意，毕竟他来前线就是为了杀妖，此处并非他久待之处。好在档案处管理松弛，他每日都在宿舍修行，并未有人察觉。飞剑上安排的宿舍很小，这还是因为特殊照顾，不然只能睡几十人一间的通铺，倒让江辰有种前世出踏修行之路的感觉。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江辰起身朝着外面走去。宿舍外是一片活动场地，此时已经有数十人围观，其中几人军服与常人不同，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应该都是天才营中的精英子弟，他们大都出自门阀大族，天资出众，每一个都是毫无疑问的天才。江辰，你也来看热闹？陈川热情地向江辰打着招呼，丝毫没有因为江辰出身平凡产生歧视。陈兄，发生什么事了？一个新兵走错门了，进了天才营的宿舍，结果那个叫高平的得理不饶人，把这个新兵一顿好打。咱们看看热闹就行，这些天才营的平时心高气傲，嚣张跋扈，可千万不能招惹。你们太过分了，飞剑太大，我们兄弟只是走错了门，都是来当兵打仗保家卫国的，你们何必下这么重的手？一个身穿新兵服的少年躺在地上，
他莫约18、19岁，嘴角一血，脸色苍白，身上的军服都被撕烂了，凄惨无比。出手伤人的青年却浑不在意，他是神力宗的亲传弟子，名唤高平，修为先天4重，资质超凡，平日嚣张跋扈，根本就看不上这些连凝气期都不到的平民武者。保家卫国，你们也配？你见过妖兽吗？别说是2阶的，就是1阶妖兽就能把你这种垃圾撕碎。高平不屑地嘲笑道，真不知道让你们这群垃圾到前线干什么，除了给妖兽当口粮，半点用都没有。那青年虽然受伤，但还是挣扎着起身，辩解道，我杀过妖兽，1阶烈风狼，村里还给了嘉奖。你不信问俺们村的张二牛。青年很认真的样子，引起周围10几个天才的哄笑，他们都是天之骄子，所学功法更是强横无匹，7、8岁的时候都已经名气，听到这个平民武者为自己杀过1阶妖兽沾沾自喜，不禁露出嘲讽之色。烈风狼，你好厉害哦！高平装作一副惶恐的样子，右脚划出一道弧线，突然朝着那青年踢去。青年虽然竭力躲避，可境界差距太大，当即就被一股大力迸飞出数米，重重地摔在地上，肋骨凹陷，明显已经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创伤，没半个月恐怕恢复不了。高平不屑一笑，这种垃圾与蝼蚁无异。周围此时已经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虽然也一些平民武者也为青年鸣不平，当看到出手的竟是天才营后，只得压住了心中怒火。青年缓缓爬起来，眼中怒火燃烧，但却难以发作，只是攥紧了拳头，怒视着高平。哟，杀了1阶妖兽的小英雄，还能站起来啊？看来你没事，来，我再给你松松筋骨。高平一副虚伪做作的模样，他没想着杀人，但在飞剑上实在无趣，有这种平民新兵找上门来，不好好玩一会儿怎么行？他狞笑着走上去，轰！那青年再次飞了出去，半条胳膊都耷拉着，但这青年倒是硬骨头，被打成这样依旧不告饶，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高平。江辰表情变得凝重，这些平民生存何等不易，在家中经常遭受妖兽袭击，想着参军保家卫国，却又被这些所谓的天才欺辱，他怒火中烧，马上就要冲上去，却被身旁的陈川死死拽住。别冲动，这高平实力强得很，出身也很高贵，别因为一个平民的死活得罪这样的大佬。陈川说的没错，在这个世界，等级制度根深蒂固，对于出身高贵的天才来说，莫说打伤几个平民，就是杀死1、2个也不会有人管，甚至感觉理所应当。看到江辰竟想帮助那个青年，顿时出言阻止。也有些天才也有些看不下去了，劝阻道，就这样吧，这些平民不吝教化，就这点实力，还等着他们到了战场上给咱们做炮灰呢。好不容易有这么一场好戏，哪能这么快结束？在飞剑上都无聊死了。高平，再来一脚，我带着丹药呢，死不了人。吴师姐都发话了，你看我这一脚怎么样？高平嘴角邪笑，左腿踢出，一道流光闪现，他膝盖感受到一股剧痛，平衡失去，重重倒地，竟摔了一个狗吃屎。此时的狼狈不堪与上一秒的嚣张跋扈形成鲜明对比，引起周围一片哄笑。谁他妈暗算老子？高平愤怒地望向四周，却始终没发现是谁出手。有胆出手，没胆承认，那我就当着你的面弄死这个平民，你好好当个缩头乌龟去吧。只见不远处，一位青年步履坚定，正一步步走来，他气息并不强大，却给人一种与天地交融的感觉。陈川看着江辰走过去，一脸绝望。有正义感是好事，但你也得分情况，为一个平民去得罪天才营，简直愚蠢至极。江辰走到受伤青年身前，厉声说道：天才营就能随意欺辱别人吗？都是一起到前线卖命去的，何必下这么重的手？哼，一起卖命？高平不屑冷笑，这些平民也配和我们相提并论？再者说，我也没欺辱他，我们是在切磋，对不对？对，这个平民武者主动向高平发起挑战，技不如人，受伤也正常。高平已经手下留情了，要是全力出手，这小子还能活？再者说了，拳脚无眼，断腿断脚都是常有的事。那几位看热闹的天才营成员，你一言我一语的给高平打掩护，先占据道德高峰，防止落人口实。好一个拳脚无眼！现在大战在即，人族危亡，你还有些用处。等战后，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拳脚无眼。江辰淡淡的看了高平一眼，慢慢搀扶起那青年。高平忽然间全身一冷，恍如被嗜血妖兽锁定一般，又像是坠入极寒冰窟，不禁打了个寒战。他看向江辰，心中一阵狂跳，等看清江辰身上档案处的军服，才放下心来，刚刚一定是自己的错觉。他冷笑着说道：哈哈哈，你是在警告我，威胁我？看你的军服是档案处的吧，给我道歉，我当你刚刚就在放屁，否则别以为我不敢打你。那平民青年慌忙站起，踉踉跄跄地拉住怒气压制到极点的江辰。大哥，多谢了，我们是在切磋，我技不如人，被打是应该的，他们是人族天才，在前线肯定能杀很多妖兽，您千万不要因为我得罪他们。
陈川此时也慌忙走了上来，毕竟自己小弟惹祸，身为江辰的大哥，绝对要挺身而出拯救小弟。高哥，小弟陈川久仰大名，他是我兄弟江辰，平时脑子就不好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给小弟一个薄面。高平看到陈川出面，有些忌惮。虽然陈川只有宁气8重，但他的父亲却是离合10重的强者，即便是自己师父，也要略给陈川父亲薄面。陈川，你怎么又护着你这个废物兄弟啊？又有几人走来，他们穿着档案室的军服，这军服竟是一街防具，数十万应征入伍的新兵，唯有天才营和2代处才有这种特殊待遇。陈川，我们知道你心善，但咱们天才营和2代处同气连枝，能进入这2个地方的，谁不是最上层的弟子？结果混进来这样一个平民，因为这样一个垃圾，犯得着和天才营发生矛盾吗？高平听到这里，气焰再次嚣张起来。他们出身高贵，大都是门阀和大派弟子，彼此都很熟悉，难怪看这个江辰如此陌生，竟是个平民弟子。原来是平民，哼哼，陈川，那就别怪我不给你面子了。他骂了我，我不好好教训他一顿，以后怎么在天才营立足？对，打他！一个平民敢对着咱们这些天才嚣张，不揍得他满地找牙，咱们天才的脸往哪里搁？让他看看平民和天才的差距，我们正愁没乐子看呢。上，高平！一丝阴笑浮上高平的嘴角。嘿嘿，你叫江辰是吧？既然你打断了我和他的切磋，那咱俩就切磋切磋。放心，我会注意力道的，不会一招就把你打残，我会慢慢折磨你。他的身体忽然向前，右手画爪，速度如流光一般划过，朝着江辰脖颈袭去。江辰一动未动，目光冷静地看着越来越近的右爪，似是被高平攻势吓呆了，爪芒闪现，带动炽烈光华。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江辰将被一击重伤之时，那臂中的一击竟从江辰躯体穿身而过。不对，高平心里骤然一突，而后就感觉后背一股冰冷至极寒意袭来。刷刷刷，数十道冰锥骤然落下，高平身法如电，在冰锥中掠过，即便他身法出众，仍有数道正中他的身体，在护体罡气下崩碎。这是什么武技？高平惊讶地看着江辰，对这种奇异武技高平未见过，却有一丝熟悉感，好像是低阶妖兽冰霜狼的神通，但冰霜狼的神通只有1道，这数十道铺天盖地，几乎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冰域，根本来不及惊讶。飓风凭空出现，朝着高平呼啸而去。高平虽是先天武者，但面对这诡异飓风依旧不敢应接，仗着身法出众，凌空而起，如同苍鹰一般朝着江辰飞掠而去。就在双掌将要击中高平时，一道火墙凭空而出，骤然炸开，高平全身一僵，慌忙后撤，可身后飓风再次袭来，封住火势，把高平笼罩其中。啊啊！我的衣服，我的头发！烈焰之中，高平凄厉哀嚎。先天武者的护体罡气霸道无比，这些低阶妖兽的神通自然杀不死他，可层出不穷的神通让高平应接不暇。数息的时间，火焰才散去，场中仅剩下一个一丝不挂的高平。他此时满脸黑灰，浑身莫说是衣服，就连一根毛都没有剩下。短暂的死寂过后，几位少女声音凄厉，而后脸颊羞红的跑开。啊！流氓！天才营的人面色难看无比，先天4重的高平，即使在天才营中也是中上游的高手，竟然一下没打到江辰，自己还被烧得一丝不挂，简直羞耻到家了。他们扶着额头，不愿意让别人看出自己和高平是一伙的。耻辱！奇耻大辱！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高平从踏上武道之路那天起，便是整个家族乃至整个宗门中的天才，虽然行事嚣张跋扈，但修为却是实打实的强大无匹。纵使遇到高手不敌，但也打得有来有回。可这江辰不知道使的什么妖法，一会寒冰，一会烈火，让自己一身力气使不出来，甚至还把身上的衣服烧个精光，他的脸涨得通红。所幸有黑灰掩护看不出来，但此时浑身赤裸，继续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大在当场。周围早就不忿的新兵们心中舒爽无比，简直爽到了骨髓里，浑身说不出的舒畅快意。如果不是担心得罪天才营，他们恨不能直接高呼喝彩。还是陈川比较机智，最先反应过来，立马脱下衣服把高平的裸体包住，嘴里不忘大声呵斥江辰，还不断给江辰使着眼色。江辰，你看你干的什么事？高兄让着你看不出来吗？最起码让了你一件衣服。再者说了，高兄乃是神力宗的天才，力大无穷，多少绝技都没使出，他要是使出，你一招也接不住，还不快滚！杀了你！我要杀了你！高平彻底暴怒，双眼变得赤红，如此大的耻辱让他对江辰起了杀心。高平暴怒，真元流转，霎时间金光闪烁，一片炽盛，他已惊动了杀机，此时竟全力出手，欲把江辰一击斩杀。江辰血气沸腾，爆发出阵阵气浪，在经脉重铸后，他的实力可与先天高手争锋。大战一触即发，一缕缕恐怖气息在高平拳锋凝聚，重重朝着江辰轰去。
江辰一声断喝，血气爆发，拉出一道残影，双臂灌入血气后发出炽烈光芒，全力位置，气浪便已席卷四周。周围众人心中一惊，这江辰到底是什么来头？威势竟然不下于先天四众的高平，以前也没听过这个名头啊！震惊只是一瞬，二人冲撞到一起，轰！一声巨响如同雷鸣，两者掀起气浪，吹得周围新兵东倒西歪。高平乃是神力宗弟子，主修力量，他双臂神光激荡，如同山岳压顶，不断地朝江辰压去。随着二人相接，地面出现一道道细密裂纹，所有人都看呆了。陈川眼睛瞪得滚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自己这小弟这么萌吗？不是说自己只有凝气四重，绝不可能，他肯定隐瞒真实修为了。那些天才营的人此时也满脸的不可置信。高平在天才营虽不算最强的那几个，但若单论力量却是名列前茅。这个江辰究竟是什么人物？在力量上竟与高平打了个平手。高平手臂都剧烈动荡，江辰的全力也在此时泄尽，二人骤然后退，拉开数米距离。先天四重嘛，有点意思。高平的脸色顿时难看到极点，他明明是天才营中的高手，怎么听江辰的意思，自己才是弱者？他狰狞一笑，没想到二代处还有你这样的高手，不过我还没有使出全力，要是没猜错，你已经力竭了吧？众人看去，这才发现江辰的手臂在轻微颤抖，明显有些脱力的状况。下一击，我要把你打成肉酱。高平的声音落下，身体表面忽然有金光灿出，他的血肉开始膨胀，肌肉开始隆起。我没看错吧？金刚神功4阶5技，他竟然练成了，果然真是金刚神功。我曾听说过，一旦大成，立刻开山，无坚不摧，无物不破。不愧是神力宗的亲传弟子，这小子完了，别说是高平力量成倍增加，就仅靠金刚神功的防御力，这个叫江辰的小子都破不了防。不知有多少天才在震惊，他们都是从各地汇集的天才，每个人都自视甚高，没想到才来第2天就看到金刚神功，这也更让他们心神摇晃。果然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江辰眼中神光璀璨，第2层天灭施展，他的气息陡然变化，如同太古巨魔复苏。有一瞬间，众人感觉到莫名威压，惊得众人一身冷汗。风气云涌，江辰一拳挥出，如同蛟龙出渊，爆发万千拳影，一道狂暴无匹的力量朝着高平轰去。高平双眼骤然放大，眼中露出骇然之色。金刚神功一直是他的底牌，本想靠着神功在战场大杀特杀，一举成名，没想到第一战就遇到了如此变态的人物。到了这时候，他哪敢保存实力？真元如同不要命一般流转，他浑身金光璀璨，宛若神人。但神人又如何？在两者双拳相交时，高平就已经绝望，金色躯体如同碎瓷一般崩裂，开始只是1-2道，最后蔓延全身。轰的一声，也不知道有多少金光炸开，一片耀眼过后，高平横飞出去，重重的倒在地上，全身血迹斑斑，凄惨无比。所有的人都呆住了，尤其是了解高平实力的好友。这江辰到底是什么来头？面对金刚神功大成的高平，竟然如此摧枯拉朽，仅靠力量就把高平击败了。他们曾经想过，江辰利用那些五花八门的神通与高平周旋，拖延到高平真元耗尽的时候，但绝没想到江辰仅仅依靠力量就把堪称铜镜无敌的金刚神功破去天灭散去。江辰一步一步朝着在地上挣扎高平走去。切磋才刚刚开始，你怎么就站不起来了？一头妖兽未杀就向同族出手，像你这样的武者也配称天才？你知道你打的这个小子是谁吗？高平恐惧后退，惊骇道：是谁？难道是哪个长老掌门的儿子？江辰目光冷峻地扫视四周，那些所谓天才知道了江辰的恐怖，纷纷低下头，不敢与之对视。而后江辰又看向2代处的那些二世祖们，你们这些所谓的天才只知道攀关系，欺负弱者。这个被你打成重伤的小兄弟，我来参军第1天就听说了他的事。他叫吴昊，越城吴家宅的，他一家人全牺牲在了战场之上，家中就剩下他一个人了。现在他也要去前线，没想到他没被妖兽打倒，却被你这个所谓的天才打倒了。江辰的声音冷酷，如同咆哮，他一脚重重踢在高平腹部，力道之大，掀起一道气浪。那位叫吴昊的青年眼中含着泪水，内心伤疤好像被生生撕开一样。谢谢大哥，我知道做我那个人说的对，我连宁气都不是，上了战场也要当炮灰，说不准1天都活不下去。可是我一家人都死在了战场上，我想和他们死在一起，我不怕死，我就是怕还没到战场就死了，那样他们就找不着我了。霎时，现场所有人陷入死寂，一股难以言喻的悲怆在无声蔓延，一些人眼中已经有了泪光。江辰看着这个淳朴的少年，说什么死不死的？你家人为什么要去妖兽战场？那是因为他们想守住身后的土地，让你活下去。你要好好的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还为了牺牲的家人。少年才18岁，可他却露出一抹复杂的笑容。俺一个人活着，真想死了啊！
江晨沉默片刻，再抬头，眼中含着不可压抑的怒火。他们就是你们看不起的这些平民，他们打了这么多年，死了那么多人，为的是什么？他们血都流干了，就是为了你们这群狗娘养的吗？他怒不可遏地朝着高平走过去，每一步都压抑着怒火。如果不是理智压制，他几乎想要把这个叫高平的天才活活踢死。高平感受到江晨的杀意，浑身如筛糠一般抖动，眼中写满恐惧。别杀我，我知错了，我知道错了，别杀我。突然，一道清越悠扬的声音传来：住手！你在干什么？只见远处一位身穿白袍的男子朝这边走来，他莫约25、6岁，身材挺拔，气宇轩昂，一身正气。而他身侧竟有一红衣女子跟随，容貌秀丽脱俗，二人如同一双璧人，一出现就夺去了天地间所有光彩。楚川师兄，天哪，我没看错吧？真的是楚川师兄？是天剑宗的楚川吗？他可是炼神期3重的天骄。天啊，我一定是眼花了。往年天才营最厉害的不过是炼神2重，楚师兄能来，咱们的实力更强了。不，你看他身后还有几个人，公孙云、杜茂，还有徐家的女天骄徐平，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亲自来前线？绝望中的高平如同找到了救世主，激动的泪水都要溢出来。楚师兄，楚师兄救我！楚川一副天将降大任的模样，面色冷峻地走了过来，狠狠瞪了高平一眼。你也是我东荒弟子，成何体统？而后转向江晨，目光阴沉道：他这副样子是你弄的，你就是江晨，以凝气战先天，难怪秦姑娘对你百般褒奖。没错，是我。江晨从未见过此人，不知为何，竟从此人身上感受到一股莫名敌意。楚川眯着眼睛，露出一脸冷漠轻视，目光如同神明俯视蝼蚁。飞剑之上，当众斗殴伤人，果真好胆。你家世平平，虽然我不知道你靠什么手段进的档案处，但作为师兄，我警告你，不该做的事不做，不该招惹的女人别招惹，即使秦姑娘保你，我也难以保证有没有意外发生。江晨的身份他已做了调查，父亲不过是先天10重，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进了2代处，这也就罢了。东荒谁不知道灵犀是自己的小师妹，他亲自来前线战场也是宗主亲自安排，此人竟然当众调戏灵犀，这让他怎么忍得住这口气？江晨丝毫没有境界相差巨大感到畏惧，反而迎上了他的目光。你是从哪里窜出来的大尾巴狼？我要做什么事你管不着，我要碰什么女人你也没资格过问。周围众人窃窃私语，他敢得罪楚师兄，他不想活了吗？楚师兄可是炼神期的高手，和先天境不可同日而语，就算他有些能耐也不能找死啊。刚刚那几句话把天才营和档案处全骂了一遍，我看他就是脑子不好使。楚川目光一沉，眼神阴森地瞪着江晨，似乎一言不合就要动手。楚川正欲教训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突然远处传来严厉的声音：飞剑准备降落，所有人列队，整理军容，带好行列。飞剑在高空摇晃着减速，意味着距离那座雄关越来越近。原本面色冷厉的楚川突然一笑：你运气不错，不过时间还长着呢，作为前辈师兄，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几个档案处的马屁精也慌忙凑上来：楚师兄，此人不过是个平民，不知道怎么混进了档案处，我们可和他不是一伙的。陈川看着几人叛变，面色不悦：既然分到了一个地方，那就是同生共死的兄弟，你们就这么叛变了？江晨却对着陈川温和一笑：多谢陈兄，这几天我惹了不少麻烦，档案处也并非我想待的地方，告辞。雄关万丈真如铁，广袤无垠的戈壁中，只有寥寥发黄的野草在风中摇曳。一座高达100丈城楼高耸巍峨，两侧城墙也足有数十丈高，其上符文流转，可抵御3阶以下妖兽的攻击。孤玉关号称渤海郡第1关，位于人族领地的外围，关外到处都是干涸的血迹和尸体，空气中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血腥味，几乎每一天都会有大战开始。数十巨舰缓缓降落，各团的军官清点着人数，随即安排食宿。20个人一间房啊，这么紧？军官面色冷漠，似乎一眼也不愿意多看这个新兵。别那么多意见，过几天就不挤了。为啥？你哪来的那么多问题？赶紧收拾铺盖，等下马上集合训练了。一棵干枯的树下，老孙这次招了多少人？一个独眼男人皱眉。第7团团长孙成龙叹了口气，8个集团军，一共73万，越来越少了。年少的孩子还没有长成，年迈的老人已经老去。随着连年战争，人越来越少，没有时间了。他是负责训练的总教官，曾经训练1个月才上战场，可如今缩减到10天，没有时间了。妖兽的攻势越来越凶，各个战场都缺兵少将。或许有一天，孤玉关也会成为妖兽的领地。报告总教官，集合完毕。
各团带回各自营地，开始训练。是。第7守备团营地，3000名新兵在场中立正。孙成龙的声音像钢铁一般坚硬，传入众人的耳朵。来到我们第7团就没有一个孬种，今天活着那就赚了，明天死了那就光荣。我们唯一的一课就是面对妖兽不畏惧不后退，敢于拼杀。你们虽然已经筑体，但很多人连妖兽没见过，到了战场上我怕你们还没拔刀尿都被吓出来了。今天我们训练项目就是妖兽战斗。长官，我杀过妖兽，我不怕。一个皮肤黝黑的新兵说道。孙成龙却是狰狞一笑，杀过个把1阶妖兽就觉得自己能耐了。我告诉你们，战场上虽然大多都是1阶妖兽，但2阶妖兽数量也不少，有些甚至3阶，他们的凶狠残暴你们想象不到。李猛，把那头鬼面猿带出来。随着帆布拉起，巨大牢笼中一头足有3米的巨猿出现，他面孔狰狞似鬼，散发着可怖气势，只是失去了一条臂膀，显得有些萎靡。看到周围的人群后，他猛然站起，朝着人群嘶吼，凶恶的眼神似是要把这些人族全部撕碎。尖利的獠牙滴着咸水，这些人族对他来说是最美味的血食。虽然仍在牢笼中，但已经将一些新兵吓得瘫软在地。这是2阶上位的鬼面猿猴。你不是说你不怕妖兽吗？来，你第一个参加训练。那个新兵面色煞白，双腿颤抖。长官，长官，我……此时他话都说不出，这就怕了。你知道有多少同胞被他们屠戮，多少领土被他们占据，又有多少父老兄弟丧身妖兽之口，血海深仇，不死不休。这些士兵们牙都快咬碎了，国仇家恨，不死不休。我先上，我来宰了这头畜生。仇恨让他们不再恐惧，纷纷奋勇争先。长官，我不怕了，我先。那青年手持长刀走上前去，随着牢笼打开，鬼面猿猴嘶吼着冲出，若不是他脖子上还拴着铁链，怕是会直接冲进人群，将这群新兵撕碎。畜生，我宰了你！青年高高跃起，真元澎湃，朝着鬼面猿砍去。但瞬间，青年倒飞出去，喋血当场。医疗队治疗，下一个，我来，我上。虽然有老兵护持，在要出生命危险的时候及时救下那些新兵，但仍旧有不少新兵负伤。孙成龙看着新兵们不断倒下，又不断站起，他也不想用这种惨烈的方式训练，可是没有时间了。半月后，这些兵就要赶赴最前线。当他们看到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妖兽时，他们如何应对？唯有如此，才能让这些新兵拥有一战之力。那名负责保护新兵的军官站在帐旁，他努力不去认识任何一个新兵，认识了就会有感情，有感情了，死的时候他就会难过。这是他总结出的让自己不难过的方法。一个新兵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看起来莫约20岁，但身上的杀意比那些在征战多年的老兵还要浓郁。他手持银枪，面色平静，站在营地门口，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刃。孙成龙也看到了江晨，顿时想起了这青年的身份，没好气地问道：咋啦？你们2代处没教官，跑我们这里干啥？我要加入7团。孙成龙以为自己听错了，没听到我刚才说什么吗？我们7团不收孬种，我们和你们这些仙2代不一样，我们是要上战场杀妖兽的，要和你们一样，那就等着举足沦丧。江晨走到孙成龙面前，就是为了杀妖兽，所以我才要加入你们7团。我问过了，7团要驻守的阵地从来都是孤玉关最凶险的地方。孙成龙都想笑了，这个仙2代知道什么是危险吗？他见过很多自以为是的仙2代，自以为父母长辈赐予了高阶防具，就跑到前线战场去，一看到妖兽凶恶的模样，裤子都尿湿了。为了保护他们，甚至牺牲更多的袍泽兄弟。滚！我不想骂人，更不想打人。我们第7团不是随便哪个都能进的。你以为慷慨激昂的几句话我就信？看到我腰上的刀没有？我拿它砍过无数妖兽，也砍过多少逃兵，数不清。在这孤玉关，我从17岁砍到45，那些战场惨烈不告诉你，是怕吓尿了你这样的人。快滚！既然来了就不会走，怎么才能收下我？江晨站得很稳，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孙成龙瞥了一眼江晨，宁气4重是吧？看到我的兵是怎么训练的？你斩了这头鬼面猿，我让你加入我的团。听到孙成龙的话，那些新兵顿时瞳孔一缩。这鬼面猿的凶残他们刚刚领教过，战刀砍上去就是几道白痕，被他轻轻一挥都是骨断筋伤。要不是那些医疗队配备了1阶灵药，怕是1-2个月都恢复不过来。这青年虽比他们略强，但不过宁气4重，怎么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一些新兵眼中升起骄傲，我们的团
可不是随便就能进的，哪怕你是宁气期的武者。一言为定。江晨提枪而去，似是想看到江晨被妖兽追杀的丑态。孙成龙高声道：“李猛，把链子解开。”那名负责保护新兵的军官一顿，以为自己听错了，没听到我说的话。把链子解开。是。随着铁链解开，鬼灭猿露出森然笑意，恐怖鬼面更加狰狞。没有锁链束缚，他将发挥出全部力量。在战场上，他生撕过宁气期的武者。此时看到江晨走来，他血色的瞳孔里散发出嗜血的兴奋。哦！鬼灭猿猴仰天长啸，恐怖气息骤然爆发。那些新兵顿时面色苍白，此时才知道刚刚面对的生物竟如此恐怖。若是刚刚打开锁链，怕是这些新兵都会葬身在妖兽口中。鬼灭猿猴猛然一跃，画出一道残影，速度之快竟然超越了宁气武者的极限。一阵腥风传来，脸盆大小的巨口朝着江晨咬来。江晨一动不动，似是被面前妖兽吓懵。不好！孙成龙一慌，出大事了。李猛宁气七重的真元猛然爆发，要在鬼灭猿的利齿下救下江晨。可是太晚了，鬼灭猿抱着必死之心，临死前也要再感受一次人肉的味道。他的眼神疯狂且兴奋，仿佛马上又能品尝到鲜美的人肉。时间恍若静止，狰狞巨口与江晨的距离逐渐缩短，2米1米。突然江晨动了，一道银光惊天而起，庞大的鬼灭猿在空中静止，瞬息后，赤鬼灭猿坚韧的躯体瞬间爆碎，一片血雨飘荡在七团营地当中，血腥而又美丽。所有人都呆住了，似是不敢相信这恐怖而又惊叹的一幕。李猛的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走到孙成龙身侧：“长官，您看清了吗？”孙成龙从极度的震惊中惊醒过来：“看清了，行，我还有事，你安排一下，让他跟着一块训练吧。”李猛一脸无语，都猛成这样了，还需要训练？点点血气吞噬进江晨的气海，这种感觉他渴望已久。孤玉关外，日日妖兽咆哮震天，仅仅1日，妖兽便攻城数次，数不清的伤员被运送到后方，最前沿的阵地甚至没有伤员，竟是战死的烈士。形势越来越紧迫了，或许不久的将来，人族将会舍弃孤玉关，此地也会沦为妖族领地。大帅帐内，孤玉关统率领破敌，表情阴沉的可怕。大帅，先锋营看到有妖族天骄降临，恐怕接下来妖族会大举进攻，将孤玉关当作他们的演武场。林破敌双眉紧锁，他在前线守城数十年，从一名小卒一步步杀到一关统帅的位置，战功赫赫。可人族阵地在这数十年中却溃退了数十万里，阵亡将士无数，此时难道又要溃退？他的心在滴血。妖族有天骄，我们人族没有吗？不是说东荒几位天骄亲至，我渤海也有几位年轻俊杰，何惧妖族？都尉苦涩一笑，上面已经传了话，他们都是各宗天骄，都是人族的未来，不可让他们以身涉险。况且妖族天骄每次降临战场，都有跟随7阶妖尊以上的护道者，若是他们亲赴战场，恐怕会遭受大妖偷袭。仗打成这个样子，人族有个屁的未来！100万里战线天天溃败，这群打着声援前线的天骄们，还妄图到前线混个名声，给我传下去！我不管哪个宗的天骄，还是哪个家族的传人，要么去沙场卖命，要么到每个守备团教授武技，要是不去，就给我滚出孤玉关！是。另已传出，已经数日没睡的林破敌闭上眼睛，好隐藏眼底的无奈与愤怒。人族天骄将亲自教授武技的消息瞬间传遍整个关隘，孤玉关沸腾了。就连那些平日里自视甚高的老兵，如今都精神满满的期待着天骄传授。对他们来说，平日里学习的武技最多不过是2阶，林帅此举摆明了让他们把3阶的宗门武技贡献出来，无疑这将会大大加强各个守备团的实力。很快，那些档案处的2世祖们也被迫加入了传技大队，虽然他们修为平平，但因为身负的却都是高深武技。第7守备团营帐，李猛朝孙成龙大吐苦水：“团长，那个叫江晨的不知道得罪哪个大人物了，被逐出了档案处。其他守备团都排到天骄了，我去找了好几个天骄，一听是咱们第7守备团，人家扭头就走，还说什么那个江晨只要在1天，他们就绝不会踏足咱们团，还有半个多月就得到沙场了，兄弟们就指着这武技多活几天呢，要不咱们把江晨逐出去吧。”孙成龙瞪了李猛一眼：“他通过了考试，就是咱们7团的人了，咱们7团从建团以来就没抛弃过任何一个兄弟，咋了？因为人家给点好处就把兄弟给卖了？在7团这么久了，一点7团的骨气都没学到。”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眼眶有些发红，眼中泪水都快溢出来了。“团长，我不怕死，可我怕这些弟兄死啊！要是有了那些天骄大人传授的武技，他们也能多活几天。”孙成龙不理他，
烦躁的挥挥手，身为守备团团长，他比李猛更知道其中的关键，可他绝不会因为一个3阶武技去放弃七团中的任何一个人，不抛弃，不放弃，这是曾经老团长留给他的精神。团长，江晨求见。让他进来。江晨踏入营帐，言简意赅道：我有办法让七团将士在半月内提升一个大境界。什么？孙成龙猛然站起来，一脸不可置信。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还半个月内提升一个大境界？孙成龙怒不可遏，武者之道循序渐进，除了那些身负绝代体质的天才，才有可能1-2个月内提升一个大境界，还需要极品功法和天才地宝搭配。这么多前提下，也仅仅是有可能。这江晨自己才只是个宁气7武者，就敢说要把整个七团将士半月内提升一个大境界，简直是胡言乱语。在孤玉关的几日中，江晨看到太多将士死于妖族之手，要想在这乱世之中搏出一线生机，就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提升自己的实力。只有他一个人变强是远远不够的，唯有整个守备团提升实力，才有可能与妖兽有一战之力。江晨脑海中闪过一个大胆的念头，如果这个方法可行，给他半月的时间，他甚至可以组建出一支全是宁气5重以上的铁血强军。团长，我会布阵之术。江晨的下一句话让孙成龙情不自禁地咽了下口水。布阵之术几乎是传说中的东西，莫说他这样的低阶武者，即便是大宗大派，也以拥有一位阵法大师为幸。这江晨不过才20岁，怎会布阵？看着孙成龙满脸不信的样子，江晨运转气海真元，开始刻画阵纹。短短数息，一个最简单的阵法便已绘制完毕。随着光芒亮起，孙成龙隐隐感觉到一股奇异力量排斥着他伸过来的手掌。防御阵法。孙成龙眼中的亮光甚至比阵法光芒还要明亮，看向江晨的眼神也变得炽烈无比。好，好，好。他一脸说出3个好字。你的意思是为咱们的阵地布下防御阵法？不错，这样的话，咱们的新兵即使都是筑体7，有了防御阵法，也能发挥出宁气7的实力。江晨却是摇头，比起防御阵法，他有个更疯狂的想法，一旦可以实施，不只是七团，他自己的实力也将飞速提升。团长，不过我需要一些妖兽晶核。没问题，你需要多少？咱们七团就有4阶晶核3枚，3阶晶核40枚，1阶2阶的数不胜数。不够，咱们团有3000人，1、2阶晶核用处不大，唯有3阶以上才有用，最起码3阶晶核100枚，4阶晶核10枚。孙成龙倒吸一口凉气，要知道一枚4阶晶核的价值堪比2阶兵刃，江晨张口就是如此大的数量，即便是他凑齐这些也极为吃力。不过看了看那些年轻的新兵，孙成龙心一狠，行，我明日给你凑齐。不过我和你说清楚，这阵法要是不管用，我饶不了你小子。孙成龙的办事效率比江晨想象中高得多，到下午便凑齐了江晨所需要的，甚至让李猛买来了绘制阵法所用的伏笔丹砂。夜色朦胧，篝火燃起，江晨面色肃然。在前世，他在阵法一道便堪称大家，无论是换阵、防阵，亦或是杀阵，他都有极有心得。而这一次，他绘制的却与以往所绘不同，乃是前无古人的吞噬阵法。在那晚与南宫婉儿沟通后，他发现了那黄金符文的神异之处，可以吞噬妖兽血气融入己身，经脉中的经文便相当于一个吞噬大阵，只不过其玄奥到极致，以他目前的实力，纵使模仿也不过其万一。这等圣人大道，即便万一也足够强大。安排妥当后，他开始执笔绘制阵文，随着真元涌入伏笔，黑夜中亮起一道金色璀璨光芒，玄奥莫名的阵文在虚空中汇聚，而后刻印在大地之上。七团所有将士瞪大了双眼，如同观看一出精彩演出，因为实在太过华丽，那一道道光芒如同金蛇流淌，在黑夜中熠熠生辉。江晨双手各执一笔，动作如同舞蹈，可真元控制却妙至绝巅，即便是当世阵法大能看到此幕，也必定叹为观止，即便是他们也绝不可能将阵文绘制到此等地步。孙成龙见识稍广，自然能看出阵文的玄奥无比，朦胧中似有所得，可稍稍一想便头痛欲裂。他心中惊骇，这究竟是什么阵法？自己想参悟都不可。这位叫江晨的青年到底是什么来头？金核。江晨把一处阵眼绘制完毕，高声喊道。孙成龙慌忙送上金核，随着金核放入，顿时冲起一道光束冲入天际。七团的异象顿时惊动了其他人。楚川正平易近人的教授武技，看到江晨所在之处的异象，便安排人前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良久，那人回来禀报，不过是在玩杂技，没人给七团传授武技，也只能看看杂技了。楚川这才放下心来，暗道自己多虑，一个区区宁气境的废物，能弄出什么浪花来？此次他亲赴前线，为的就是能和灵犀加深感情。慕容家的女天骄虽好，但怎比得上九宗宗主的女儿？想到这里，他嘴角浮起一抹淫笑，只要自己装作一副平易近人、为国为民的样子，不相信这个小丫头不沉沦在他的魅力当中。
此时七团外已经汇聚了不少路过的将士，他们每日在生死之间，此时看到那犹如杂技的璀璨金蛇，顿时留住了脚步，给他们在残酷的军旅生涯中增添了一抹趣味。江辰运笔如飞，一个又一个的阵纹被他绘制完成，迅疾而精准地放置阵眼。他的身影越来越快，最后几乎只能看到一片持续晃动的残影。七团外，一双美眸盯住了那道残影，从开始的随意一瞥，到最后的目露惊奇，仅仅只有数息的时间。秦子嫣越看便越觉得那道阵纹神异非凡，他本就悟性超绝，顿时陷入参悟当中，但也仅仅一瞬，他头痛欲裂，而后猛然吐出一口鲜血。小姐，身后的丫鬟慌忙给秦子嫣递上手帕。小姐，您怎么了？小姐。秦子嫣目露骇然，大道反噬，这究竟是什么阵法？竟然比太玄剑宗的护山大阵还要可怕。要知道，东荒第一大阵便是太玄剑宗的护山阵法。那丫鬟精的嘴巴张到最大，她虽是秦子嫣的丫鬟，但本身也是一位先天五重的天才。她望向那道身影，倾尽全力也看不清楚，只得惊叹：那人是谁？这么厉害？江辰。江辰额头已经沁出了汗水，这是一次克阵，也是一次对圣人之道的体会。但随着阵纹绘制，他体内的真元逐渐枯竭。寻常人以丹砂绘阵，以各种晶石作为阵眼，而江辰却将真元汇入到阵纹当中，以此更好地带动这个阵法。他的速度开始变慢，脸色也越来越苍白。不知何时，他的口鼻已经溢出了血迹。高平和几个天才路过此处，恰好看到了江辰。他虽被江辰击败，但却获得了楚川的青睐。近日在天才营风头正盛，即便是先天8、9重的高手，也需要给他点面子。他就是偷袭我的江辰，被楚师兄赶到了这个团，在飞剑上那么嚣张，我还以为是谁家的弟子呢。弄了半天，他爹也就是个先天期的武者，得罪了楚师兄，有他好受的，都不用楚师兄出手，他就成为妖兽的血食了。半个多月后，这些守备团就驻扎战场阵地了。就这种凝气气的炮灰，每天不知道死去几万。江辰此时精神高度集中，外界的一切似乎与他毫无干系。每次阵法刻印，他奇经八脉中的金色战纹都会轻微闪烁一次，而吞天混沌经的力量也随着阵纹流淌入大阵之中。这是真正的圣人之技，超乎寻常人的想象。1刻钟过去，半个时辰过去，2个时辰过去，除却七团开始还有些兴趣的过路人士也渐渐离开。此时已是深夜，整片七团营中，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看着江辰的动作。营外那道紫色倩影伫立，似乎已沉浸其中。终于，江辰的动作终于停止，他闭目凝神，108道阵眼在他心中默默运转，正合天罡地煞之术。停止不过数息，那道身影双手齐舞，108道光芒准确无误地射入阵眼。也就在此时，七团上方冲起一股恐怖气息，恍若神灵出世，灿烂光芒在夜空中如烈阳般炸开，将整个孤域关照得一片通明，如同上苍降下法旨，整片天地的灵气向阵法方向汇聚，无数灵气如汪洋般倾泻而下，瞬间将七团营地淹没。秦子嫣双眸瞪大，已经从开始的惊骇变成了现在的目瞪口呆。他历劫百世，面对任何事早已云淡风轻，可此时却让他失去了曾经的从容，毕竟他从未见到过如神迹般的一幕。在最后一道光芒归于阵眼时，早已到极限的江辰猛然倒地，口中鲜血喷涌而出。江辰，他心力耗尽，快给他拿药！闪开！一声娇斥，秦子嫣快步走上去，取出一粒灵丹送入江辰口中。灵丹虽然能滋养江辰的机体，却无法修复他的心力，终于他支撑不住，昏睡过去。林破敌正在鱼图前分析战局，突然一股让他感觉到威压的气息骤然降临，他心头一惊，难道有妖尊以上的大妖降临了？他飞掠而出，便看到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只见孤玉关一处营地上，一片金色的光幕从天空降落，化为一道道光束落在营地上，而其中灵气氤氲，堪比圣地。怎么会？这种情况超出了他的认知。圣地之中灵气充沛，乃是绝佳训练之所，可即便是圣地，也绝不可能有如此浓郁的灵气，起码以他真元10重的见识，是远不能理解的。难道有大能降临孤玉关？不只是林破敌，几乎所有孤玉关的强者都被惊动了，他们飞快向那处方向掠去。而越靠近那处，天地灵气也就越浓郁，等靠近到七团最近时，浓郁程度甚至达到了正常的10数倍。如果进入其中会如何？那3000新兵给了他们答案，灵气浓稠如汁水，流淌进他们体内，融入他们的气海。一些半步凝气的人立即开始凝气，不断有异象出现。我没看错吧？他明明修为不如我，怎么率先开始凝气了？开到4脉了，此人可入大派为徒？不，你看那个，他破开了5脉，乃是天骄之姿。那个新兵陷入顿悟，任何人不准踏入七团营地，勿要打扰天骄顿悟。秦子嫣再一次陷入呆滞，因为他感受到滚滚真元融入自己经脉，炼神期静静缓慢，众人皆知。而在如此充盈灵气下，久久未曾打破的关爱，此时竟然开始松动。
仅仅半刻的时间，他便已进入了炼神三重。虽然更多的是因为他底蕴丰富，但契机则是如此浓郁的灵气。七团所有人都在盘膝吐纳，往常1-2年才能进境一重的，此时1-2个时辰便能够突破，这是天大的机缘。孙成龙体内真元澎湃，如同龙吟，他在先天十重已经5年未有进展，此时汹涌灵气融入经脉，如同奔腾的江河，所过之处焕然一新，无数灵气融入四肢百骸。他慨然长啸，一股滔天气势陡然发出，他成功踏入炼神一重，这是亘古未有的神迹。看到那些新兵们不断突破，有炼神期强者和离合强者意欲进入其中修行，分取气运，却被林破敌高大的身躯拦住。大帅，周围数百里的灵气皆汇聚于此，才有此等异象。若你们踏足，即便这些灵气全纳入你等体内，也未必能进境一重，反而对于这些新兵才是天大的机缘。他们很快发现了七团的异样，此处的阵法无异于一个吞噬天地灵气的漩涡，周围数百里的灵气都汇聚在此，此等异象究竟是谁所为？难道神明在释江辰从昏迷中渐渐苏醒，却闻到一阵奇异幽香？他缓缓睁眼，眼前竟是一个戴着面纱的女子。他几乎能感受到秦子嫣滑嫩肌肤和淡淡芳香。看到江辰醒来，那双美眸露出欣喜之色。你醒了。被这样一个千娇百媚的女人抱着，甚至那双紧绷的大腿与江辰的脸颊只隔着一层薄薄裙纱，江辰心跳加速，挣扎着起身，却因为脱力再次倒下。你心力耗费到极限，不要勉强自己，躺着休息一下就好。秦子嫣也从来没和男人如此亲密接触过，可从第一次见江辰就对他产生了兴趣，到后来得知江辰因为一个普通人族士兵离开档案处，对江辰的敬意更多了一分。此时不得已为之，但是方心中竟不觉得别扭。江辰没再勉强，倒不是可他刻意占秦子嫣便宜，而是心力耗费到极致，大脑中的疲惫感蔓延全身，让他几乎一动也动不了。刻印圣人大道远非表面看起来那般简单，中途失误一步将会前功尽弃。江辰闭目调息，吞天混沌经的霸道之处在于可以吞噬妖兽的数年中积累的血气。这里灵气虽然浓郁，江辰也如黑洞般吞噬着灵气，可对于江辰近乎变态的真元储量来说，依旧远远不够。但对于那些筑体期的武者来说，却如圣地一般，整整1天1夜，七团中凝气异象此起彼伏，几乎所有的筑体武者都已踏入凝气境，最强的有2位破开5脉，有10几位4脉，其他最差也破开2脉。他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不断蚕食着灵气，直到第3天上午，七团上空的异象才渐渐消失。而此时，楚川的愤怒已经达到了顶点，是那个江辰搞的鬼，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楚川双眼通红，自从江辰上次因为一个平民离开档案处，灵犀就对这个轻薄过他的男人印象大为改观，甚至多次在楚川面前夸奖江辰。本以为他到了最底层的守备团老实一些，回头找个机会弄死算了，没想到短短几天，江辰竟然又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甚至连灵帅都惊动了。下方的高平几人瑟瑟发抖，跟了这位楚师兄之后，才知道他并非外界传言的义薄云天、平易近人，不仅性情暴躁，且对手下人非打即骂，也就对那几个同为炼神期的天骄温和一些。楚师兄，那江辰不知从哪里学的布阵之法，竟然能够引动天地灵气，不过好像未布这个阵法，他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昏迷了1天1夜。他不过只是个凝气期的废柴，纵使会布阵又能如何？与楚师兄差距还是天渊之别，等到了战场，生死还不是咱们说了算。楚川眼神阴鸷地扫视了他们几人，暗想自己多虑了。江辰不过是一个凝气期武者，无论是修为、家世还是外表，他都无法与自己相提并论。纵使灵犀对他看法有改变，也绝对不会喜欢上这样一个弱者。昏睡中，江辰只觉得身体在空中飘荡，似是在风浪中起伏，似有一个美丽女子靠近他，温柔地为他擦拭额前的汗水。朦胧中，他似乎看到一个绝美的面孔，那女子眉目如画，温柔似水，离他似远似近，逐渐绝美面容与南宫婉儿重合。婉儿，他看得真切，伸手一拉，却拉了个空。婉儿的容颜在梦中消失，他再次睁开眼睛，却身处出一处女子闺房。你喜欢的人叫婉儿吗？身边传来一道如春水般撩人的声音，不过语调略显幽怨。江辰猛然清醒，刚要起身，才发现自己光溜溜一片，竟是未着片缕。他双目圆睁，难道秦姑娘，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秦子嫣虽然戴着面纱，但被江辰这一句话骚得通红，还未说话，丫鬟云儿走上来，怒斥道：你这人好没良心，我家小姐在你昏迷的时候守了你整整1夜，你就这般态度？在东荒，不知有多少青年才俊追求我家小姐，你不过就会画个阵法，有什么可牛的？江辰此时也有些尴尬，想起身，可衣服不知哪里去了，正好看到秦子嫣捧着他的衣服，好像还刚刚洗过。秦姑娘，这是什么回事？秦子嫣看着江辰欲哭无泪的样子，也觉得颇为好笑，将衣服轻轻放在床边。
是林帅安排的，以不震伤了心神，需要好好静养。咱们孤玉关安静的地方也不多，刚好我这里颇为宁谧。你身上的血污是孙团长擦的，这衣服是我小姐给你洗的，我要洗，小姐还不让。云儿气哼哼地说道。本来红晕刚刚褪去的秦子嫣登时脸涨得通红，本来这些事可以吩咐云儿去做，可不知为何心中升起一丝异样，总觉得江晨的衣服自己洗才应当。我怕云儿洗不干净，这才。江晨大概明白了前因后果。多谢秦姑娘，多谢云儿姑娘，你们可否回避下？你先穿上衣服，云儿，咱们去外面等着。秦子嫣逃也似的离去了，平日里的优雅气质荡然无存，反而有些慌不择路。江晨看着离去的曼妙背影，这位秦姑娘倒有些可爱。秦姑娘，你进来吧，我换好衣服了。随着门吱呀一声打开，江晨刚想向秦子嫣道谢，却看到一个陌生的身影，他莫约50-60岁，两鬓斑白，一身甲胄，威武不凡。秦子嫣介绍道：江晨，这位就是咱们孤玉关的林帅。江晨慌忙下拜，毕竟身在军中，自有军中规矩，无需多礼，坐着说就好。林破敌示意江晨不必多礼，他目光炽热地看着这位年轻俊杰，对他的亲热程度甚至远超面对那些大派天骄。你来时，你黄伯父特意给我打了招呼，让我一定要保证你的安全，所以我把你安排到了档案处。多谢林帅。林帅继续说道：我听说因为一个平民，你得罪了天才营的人，所以才去了七团，能为一个平民出手，你倒有侠义心肠，能不出如此奇阵，也是一位奇才，不错不错。我身为七团将士，自要为七团做些事情，命理事，分内事。林帅重新打量着江晨，宠辱不惊，让他对江晨的印象更好了几分。仅仅3日，七团的所有士兵几乎提升了一个大境界，即便是大派也难有此等作为，这是大功啊！我既答应了你伯父，自然要保证你的安全，到我身边来吧，中军大帐，我还差个书记官。江晨却是一滞，自己费了半天劲，就是想在前线杀妖，怎么又回去了？林帅，我在七团挺好，我听说别的团都想待在后方，只有七团，哪里危险去哪里，我觉得这样的团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秦子嫣此时美眸也泛起异彩，她见过很多天才，如江晨这种的却是第一个，因为一个平民不惜与天才营决裂，而且放着好地方不去，反而要到最危险的地方。江晨有这个心，本帅很欣慰，可是放你一个破开七脉的天才到七团，我心疼啊。莫说你还有布阵之法，就从你的天赋来说，我都不会放你去七团。七脉？秦子嫣美眸瞪大，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宁气破开6脉，已经是宗门中数100年难遇的天才，这江晨竟然破开七脉，简直是万年难遇。宁气破七脉，身负太玄剑宗剑道真传，阵法大师，这3个身份的任何一个都足以震惊东荒，可为什么他从未听说过江晨这个名字？这个男人身上究竟有着什么秘密？江晨听了林帅的话，语气坚决：林帅，民族危亡至此，若所有人都后退，人族还有希望吗？我看过史书，人族曾附庸9域，曾经我们是那么辉煌、开阔、骄傲、无畏，可那些富饶和美好，我居然要看书才知道。我走了很多地方，看到的都是妖兽横行，民生难以为继，多少家庭因为妖兽破碎，多少男人因为妖兽战死疆场。那些大派天骄看不起平民，其实我看不起他们，那些舍生忘死，哪怕卑微渺小，亦要如飞蛾扑火般冲向妖兽的平民，比他们强了1000倍、10000倍。我们没时间了，人族退了10000年，再退能退到哪里去？退到王种灭族的时候吗？够了！林帅从赞赏变为愤怒，江晨说的是实话，所以他才愤怒。他每天都在看舆图，看的不是如何反攻，看的是如何撤退。江晨无异于撕开了他的伤疤。他每日废寝忘食，几乎连觉都不敢睡。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战场，大大小小战役成千上万次，身上的伤疤多到一块挨着一块。可是战绩呢？渤海亿万人族中口中的勇将，其实是个百败之将，只因为败得好看些，败得惨烈些，就成为了他们眼中的英雄。然后他们就把自己的丈夫、儿子交了出来，葬送在战场之上，成为了无定河枯骨。深闺梦里人江晨的声音很平淡：我不怕死，但要尽其道而死，与在营帐中当个缩头乌龟，我宁愿战死沙场。这些话是江晨一直想说的话，他前世便是人族一方强者，从未经历过异族屠戮，而来到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幕幕让他心惊，更让他心寒。似乎所有人都把被妖族屠戮、侵略当成了理所应当。从穿越到这个妖魔入侵的世界那一刻，江晨便知道了自己别无选择，国仇家恨注定江晨最终会踏足战场之上。而江晨无论前世今生，从未怕过，大道本就是逆天而行，我不惧天，又何惧妖？秦子嫣痴痴地望着江晨，从江晨身上，他感受到一股从未见过的气质。明明身负逆天资质，却把自己当做一个最普通的小卒。卒虽微小，可谁见我退过一步？林破敌很黯然，很疲惫，
自领兵以来，他时刻绷得像一根拉到极致的弓弦，表面的淡然掩藏着他压抑的疯狂。可是他终究是义军之帅。他看着江晨，眼中燃着火焰。别去七团了，来做我校官团团长。房间中一片死寂，秦子嫣和云儿瞪大了双眼。校官团的大名谁人不知，都是一群从血海里烫出来的武者。他们出身虽平凡，但即便是大宗弟子和家族天骄，也绝不敢小觑他们。同境当中，他们战力堪称恐怖，让江晨去领导他们，简直可以说是一步登天。有了这份履历，未来江晨前程难以想象，恐怕人族大能都会注意到江晨。江晨即便是个天才，可不过是个宁气七武者。校官团最差的也是先天巅峰，让一个宁气武者去做校官团团长，他们以为自己听错了。可是林破敌的表情郑重无比，他死死盯着江晨，似乎想用自己的威严强迫江晨答应。江晨默然片刻，回答：我现在是七团的兵，七团有句话说不抛弃一个兄弟，我不想抛弃他们。现在秦子嫣二人不为林破敌的决定惊讶了，他们为江晨惊讶。这种泼天的富贵砸到头上，没几个人能不眩晕，而江晨却丝毫不为之动容。林破敌也很惊讶，他看向江晨的眼神不再是欣赏，而是炽烈的怒火。校官团一样可以杀妖兽，而且可以更好的杀妖兽。你在校官团无异于如虎添翼，你是天才，生死魔力在哪里都行，不一定非在那个七团。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称呼七团吗？炮灰团。每次征兵七团都在列，是因为他们每一战都是死战，现在还是3000个人，不用半个月，死的还剩下几十个。你就这么确定你能活下来？江晨让林破敌很恼火，他从不劝诫，他用一种说垃圾的模样说着七团。他说的是实话，可实话难听。你是个天才，你的能力应该在更重要的地方闪耀，而不是那个炮灰团。你信不信那个阵法如果是在校官团部下，他们能顶10万大军？江晨目光似穿过千山万水，似看到了千万人家挂着的白绫，看到了无数沙场枯骨，看到了曾经战死沙场的江烈。虽然他从未亲眼见过这位父亲。七团已经很好了，他们不是说我们是炮灰团吗？那我们就证明给他们看，我们绝不是炮灰。我们虽然微小，可是我们也能发出光，散出热。林帅，我知道您想的是什么。被我们视为愚笨至极的妖族都知道用人族将士的鲜血磨砺己身，树下面是长不成树的，他们都明白的道理，为什么我们不明白？看到江晨还在回嘴，林破敌不再说了。他能说到这种地步，已经让自己都惊讶了。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告诉你，别指望你去了七团，我会派出人手保护你。七团是最能打的团，我们不需要保护。快气的头发都要冒烟的林破敌，此时声音变得冷淡无比。好吧，那我倒要看看七团是怎么在前线浴血奋战、奋勇争先的。林破敌转身而去，从江晨身上，他看到了心底想成为的自己。懦弱有10000个理由，但勇敢只有一个理由。江晨展示了什么叫气节，这是他在那些天骄身上没看过的东西。谢谢你，我走了啊。只剩下2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房间，气氛变得有些怪异。你心力交瘁，要不再休息一晚吧？不用，现在时间紧迫，要是再不回去，七团恐怕真要和林帅说的一样，成为炮灰团了。然后秦子嫣没再说什么，开始给江晨收拾行装。其实江晨根本没什么行装，此时包裹里却多了一些东西，吃的、用的。女人总比男人细心，虽然这些并不是江晨的。这个是啥？和兽不一样。云儿从外面跑进来，她从江晨衣服里找到的。我父亲的遗物，在前线啥也没剩，就剩下这么一面战旗。好奇怪的战旗啊！等到展开看到那几行小字时，秦子嫣和云儿的双眸从短暂呆滞变得瞬间朦胧。人族危难，妖魔狰狞，幸无有子，自愿请缨。邪气意面，时刻随身。伤时擦血，死时裹身。视死如归，勿忘本心。江晨回来了，江大哥回来了。七团的将士看到江晨痊愈，每个人脸上都带着难掩的惊喜和敬意。在经历过那晚的神迹过后，他们每个人都获得了巨大提升，即便天赋差到极点的，也提升了几个小境界。曾经那些近乎孱弱的士兵，此时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不断操练。将军中舞技舞得虎虎生风，喊杀声响彻整个兵营，看向江晨的眼神也都带着感激和敬仰。你回来了。孙成龙看到江晨回归，眼中略有讶异，因为林帅已经明确告知他，江晨乃是难得的人才，他要留在身边，却没想到江晨竟然会重新回到七团。我是七团的兵，不回来去哪里？江晨开着玩笑，一拳重重地打在孙成龙胸口，却被一道护身罡气震得手臂发麻。江晨略有讶异，练神了。孙成龙略有得意，本来以他的天赋，想要练神还得有几年打磨，没想到竟然一举突破到练神，可以说江晨部下的阵法，他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好小子，力气大得很啊！先天武者初期恐怕也没你这距离。没错，托你的福，练神期了。孙成龙带着江晨逛遍了整个营地。江晨大概对新兵们也有了了解，
同时也发现了不少弊端。时间越来越紧迫了，他们虽然境界提升，但战斗经验太差了，一旦到了战场，恐怕发挥不出本身的实力。孙成龙叹了口气：是啊，这些天我多去弄几头妖兽，分组训练实战，争取能让他们慢慢习惯这种生死搏杀，其实已经很好了。除去教官团和大帅麾下的几个主力团，咱们团的战力已经属于上游。这些新兵实力虽然有了提升，但想成为真正的战士，恐怕还得折上一半。江晨没再说话，心中暗暗盘算，接下来对七团究竟该如何打磨，才能让他成为一支真正的百战之师。半月时间转瞬即逝，新兵们即将赶赴各个阵地，直面妖兽。轰！孤玉关城楼之上，林破敌骤然起身，真元石重的气息轰然爆发。他头发花白，一双眸子散发电芒，直愣愣地看着关外极远处。天空之上乌云滚滚聚集，其间黑光闪烁，散发着恐怖威压。七阶妖尊，有大妖降临。孤玉关中的绝顶高手飞快地掠向城墙之上，目露骇然。七阶妖尊实力堪比神游，难道孤玉关也要守不住了吗？只见黑云之下，一辆白玉辇车悬于高天，拉车的妖兽凶威滔天，仰天嘶鸣，最低也有4阶，究竟是何等存在，竟然有如此声势？林破敌双目散发赤金光芒，他看到了一头邪恶无比的白虎坐于其中。虽然此时散发妖威证明他只有4阶，但皮毛上的隐隐光芒还是显示出了他的贵不可言。妖族天骄，白虎血脉，成年后可达9阶妖皇，这是皇族血脉。那头7阶妖尊乃是这头白虎的护道者。天空出现可怖一幕，浓浓黑云中，一只不知有多大的头颅显露，它似犬似牛，一只眼睛便有100米大小。这头7阶妖尊显露真身，散发着滔天凶威，整个孤玉关陷入死寂。莫说将上战场的新兵，就连老兵们此时也在打着哆嗦。赵天剑，暗蓝，一声低吟，城楼上一道剑光，这是盖世强者的一剑，剑光微微，无坚不摧。那道剑光从天际斩出，直冲那头巨妖。恐怖的冲击波与天地肆虐，只是瞬间，百里已至。剑光之后，如黑夜降世，一声咆哮从高天传来，那巨口中吐出雷霆，与剑光相接。轰！只是瞬间，戈壁中10树里的沙砾山石被融为结晶，狂风呼啸，灼热袭来，众人无不避退。可江晨似乎完全没有感到炽热，只是定定地看向远方，眼中弥漫着对力量的渴望。诸位出手！林帅得令，数道人影拔地而起，冲向那头7阶大妖。遥不可见的天空之上，雷鸣阵阵，双方已在激战。嗷呜！那头白虎长啸，天地似乎都在抖动。他眼中闪着凶光，如同神灵降世，从车中跃下，妖气滚滚，凶焰滔天。林破敌双瞳一缩，他是要历练。身为妖皇血脉，他要用人族武者的生命来历练。那处阵地中，人族武者被他无情屠戮，血光崩现，杀声震天。哪怕他们明知不敌，可依然悍不畏死，前赴后继。他仰天长啸，血盆大口化成一个恐怖漩涡，数十人吞入其中，顿时鲜血迸溅，成为他口中血食。林破敌缓缓闭上眼睛。第5守备团没了他的拳头紧握，甚至牙关都咬出了血。可他不能出手，他是孤玉关的元帅，一旦陷入埋伏，那便是整个孤玉关的灾难。若他阵亡，整个孤玉关都会沦陷。杀戮足足持续了数个时辰，第5守备团经过了不可想象的血战，燃尽了最后一滴血。那个炼神一众的团长胸腹被利爪洞穿，渐渐失去生机。嗷呜！白虎浑身沐浴着人族的鲜血，眼中满是狰狞快意。他以杀戮人族为乐。白玉辇车落下，飓风滚滚，在7阶妖尊的护佑下，那头白虎大摇大摆地离去，如同享受了一次饕餮盛宴。军营中，该死的畜生，狗娘养的妖兽，老子整死你！狗日的妖兽！人族战士们眼含血泪，怒火冲天，恨意与悲怆弥漫，可却无能为力。城墙之上，小姐，回去吧。一位气息强大的黑衣老者跟在那位身材高挑的少女身后，那少女眼中却泛着异彩，眼中满是渴望。冯老，这才是我想过的生活。那头老虎一定会死在我的剑下。孤玉关帅营大厅，林破敌坐在主位，身侧几大强者身上都带着血迹，即便他们都是真元境的强者，可面对7阶大妖只能勉力支撑。数百守备团长在下方落座，人到其后，林破敌扫视一眼众人，死亡谷阵地失守，驻防的第5守备团全体官兵全部战死。众人沉默。
在城头，他们也看到了那恐怖一幕，即便是他们驻防，也必是同样的下场。诸位，妖兽已退，谁愿接替第5守备团驻防？数百守备团长却无一人说话。他们不怕死，可是他们不想这样被妖兽屠杀而死。第5守备团虽然惨烈，但不壮烈。长久的安静后，一个声音响起：我们第7守备团愿接替第5守备团驻守死亡谷阵地。孙成龙站得笔直，旁边的同僚拉他，却被他甩开。我们第7守备团愿驻守死亡谷阵地，虽死不退。就算他是头妖皇，我们也要拔下他几颗牙。我愿立下军令状。林破敌眼中神色复杂，让这些弟兄们赴死，他的心如同被刀割一样。可是若是放弃最前方的阵地，今天退一些，明天退一些，总有一天人族会退无可退，那就是灭族之时。军令状就不用了，辎重处给7团多发点金铁甲，一阶兵刃也多给一些，能吃的能用的该给的给，都这时候了，别亏待了弟兄。是，林帅。会议散去，林破敌突然喊了一句：哎，你叫孙成龙对吧？孙成龙点头，我记住你了，去吧。是。第5战备团全军覆没了。江晨排在队尾，脑子却被孙成龙的声音震得隆隆作响。他想起那个约好孤玉关相见的5团战士，他的笑容仿佛就在眼前。3000战士，无一生还。有人嘲笑他们，但我佩服他们，因为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他们也没退一步。我五体投地佩服这样的人族战士。你们命不好，碰到了老子这样不怕死的长官。生有时，死有日。他们第5战备团倒下了，咱们第7战备团顶上。咱们不是那些窝在爹妈怀里的怂包，更不是只知道吃喝玩乐的20族。我实话告诉你们，别说你们这群9条命能换1条命的新兵蛋子，就是精兵团也不敢接这一仗。可是我还是接了。我们要踏着袍泽兄弟们的尸骨，把那些妖兽造的孽、欠的债，让他们狗日的还回来。我不想说什么光烈千秋的套话，要么势如破竹，要么粉身碎骨，因为我们撞上了个操蛋的年头。就一句，你们愿不愿跟着我赴死？愿意，整死他们。江晨听到身边的山呼海啸，他们青涩的脸上此时涨得通红，似乎死亡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想燃尽自己，散发出最后一丝丝微光，为人族照亮一线前路。第7守备团出发了。150里外的死亡谷阵地是孤玉关最凶险的阵地，如同尖刀一般插在妖兽的胸口。他们这是要去哪？死亡谷。一个声音响起，那人回头慌忙行礼，竟是孤玉关的统帅林破敌。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回来。他们一定能平安回来。1天1夜后，第7团接近了死亡谷。才跨越一片戈壁，一头2阶上位妖兽的青山熊出现。他足有5米多高，身披鳞甲，凶猛异常。他咆哮着朝队伍冲来。我来。一个身着新甲的士兵高喝，正是报道时的烈士家属吴昊。在前几日他凝气成功，在半个月中的玩命训练中，他已经可与2阶上位妖兽厮杀。手中新发的1阶战刃朝着青山熊挥去，一声凄厉嘶吼，吴昊被击退，身上铠甲被青山熊抓破，但妖兽胸前也出现一道尺长血痕。这是最近训练的成果，加上新配备的武器装备，第7守备团实力提升巨大。轰！一道银光乍现，意图再次进攻的青山熊鲜血飞溅，轰然倒地。李猛看了眼江晨，眼中略有欣赏之色。不要恋战，抓紧前往阵地，在戈壁上一旦出现兽潮，后果不堪设想。大地开始震颤，只见极远之处出现黑压压的一片，如同吞噬一切的山洪，足有近1000头。快跑！兽潮来了，按训练时教的。前进！此时距离阵地只有数里，天空之上，数十头巨鸟出现，口中獠牙森然，意图捕食下方武者。凝气武者掩护，各队队长殿后，保护新兵。一股飓风呼啸而至，常会袭来。呼！离火了天。随着一道声音响起，一道足有100米的火焰骤然迸发。这是妖兽神通，虽然威力一般，但杀伤范围却是十分巨大，足可覆盖周围100米。那头妖兽身上燃起熊熊烈焰，周围弥漫着焦香气味，让众人在如此危急时刻情不自禁地咽了口水。江晨一跃而起，望着如潮水涌来的妖兽，眼中满是渴望。这一天他总算等来了。你们走，我来掩护。李猛拉起江晨就跑。掩护个屁，长官特意安排我保护你，快走。不用管我。江晨气劲外放，凝气8重的李猛竟然被震开，他心中惊骇，即便是半步先天的武者，恐怕也没有这等实力。这江晨真的是凝气4重。随着第7团跑进阵地，安排指挥的孙成龙才长舒了一口气。
要是让这群新兵一来就遭遇受潮，怕是要死伤殆尽。不对，怎么旷野之中还有个人？江晨怎么还不撤回阵地？他奶奶的，李猛，不是让你保护他吗？你怎么自己回来了？团长，我拉不回来啊！狗日的，我去救他！团长，你不能去啊！受潮来了，您要是出了事，咱们七团怎么办？此时受潮已至，一头头狰狞妖兽奔袭而来。他们虽大多是最低级的一阶妖兽，但汇聚到一起，也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纵使先天期的高手，也不敢说能在受潮中生存。妖兽，受死！江晨体内血气轰然爆发，随着家传枪技全力施展，手中长枪也绽放出璀璨光芒。万众枪袭！江晨此时力量何止万钧，千万道枪影如骤雨降落，血光四溅。仅仅一击，数头妖兽丧身枪下，一道道血气吞噬进江晨气海。他通体舒泰，眼中战意更盛，离火了天！一阵阵恐怖火光出现，是天神枪，如同死神镰刀，所过之处尸横遍野，如洪水般的受潮，如同被高山阻隔，溅起万丈血花。蓬勃血气不断从妖兽尸体融入江晨体内，终于，体内力量再次增强，距离凝气五重也只有一步之遥。江晨眼中露出狂喜，他的修为已经跃于没有进步，这才杀了数百头妖兽，便获得了提升。他来对地方了，这里是人族武者的修罗场，但却是江晨修炼的天堂。离火了天！随着境界提升，神通在吞天混沌经的加持下，威势更盛。周围100米化为烈焰炼狱，数百妖兽瞬息化为焦土。孙成龙在发呆，李猛也在发呆，所有的七团士兵都在发呆。曾经团长的话还在耳边回响，这里是在战场，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协力配合。这有啥好配合的？只见荒野中的江晨如同跳入羊群的猛虎，如同回归大海的蛟龙，所过之处尸横遍野。一阶妖兽招式余威即死，二阶妖兽也仅是一合便亡。周围的妖兽开始恐惧，如此生灵，这般生猛，即使他们位阶低级没有灵智，可看到那如小山般的尸体，也知道怎么回事了。跑！他们的本能驱使着他们逃离。江晨杀的兴起，再来几百来头就能升到凝气5重了，甚至吞天混沌经都有隐隐突破的迹象。可是这些妖兽竟然开始跑路，尔等休走！江晨怒喝一声，声若雷霆，一道道凌厉枪影降落，又是10几头一阶妖兽死亡。可是妖兽四散奔逃，他哪里追得上？战场上只剩下一地的妖兽尸体和孤独站立的江晨，他如同一尊战神般矗立在荒野之上，浑身浴血，手中银枪寒芒隐现，将他衬托得更加英武不凡。甚至江晨眼中还略有遗憾之色，看来要想提升到5重，只能等下次受潮了。江晨走到阵地，这受潮数量少了点，下次受潮啥时候才来啊？江晨问得很诚恳。孙成龙眼皮直跳，周围的新兵们跃跃欲试，这和他们想象中的惨烈情形相比不一样。李猛指挥着，来点兄弟，去把2阶妖兽的皮毛收集起来，这是做护甲的好材料，别看没咱的金铁甲好看，但防御力高得多。还有2阶妖兽的兽核，不光能到关内换成武器，咱们布阵也用得上。江晨补充道，而后走到孙成龙身旁，团长，受潮啥时候再来？这一点也不够杀啊。孙成龙已经被这一幕震惊的呆住了，七团的新兵们更是看得头皮发麻，近1000头妖兽，即便是最低阶的汇聚起来也极为可怕，即便是炼神期的天骄面对如此受潮也棘手无比，即便能做到将这些妖兽斩杀，自身也必定付出极大代价。受潮出现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想到江晨竟忽然出手，更让他们惊呆的是，凝气4重的江晨竟然如杀神一般在受潮中收割着妖兽，而江晨此时连气喘都没有，甚至气息比先前更加强势，即便是那些天骄恐怕也没有如此可怕的杀力。孙成龙情不自禁地吞了口唾沫，半晌才回过神来，虽然对江晨的实力有了新的认识，但还是面色严肃地训斥道，江晨不可逞一时之勇，这种受潮只能算小规模，在妖兽攻城时，不仅有这些1、2阶的妖兽，还有3阶甚至4阶妖兽出现，他们实力强大无比，若是你陷入其中，恐怕没人能救得了你。江晨点点头，曾经守卫天武城时，他便体会过被妖兽围攻，可以说生死一线。虽然自己在那一战中收获巨大，但也几乎失去了半条命。如果妖兽真的成千上万，江晨自然不会傻乎乎地冲进去送死。团长，咱们的阵地就是这里。孙成龙点点头，然后走到高处，弟兄们，把5团死去的弟兄抬出来，咱们让他们入土为安。江晨这才发现，阵地巷道之中还有许多曾经战友的尸体，他们有的
只剩残肢断臂，有的勉强有个人形。突然，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他，是那个给他带路的青年。曾经他意气风发，此时已长眠地下。江晨抱起那个只剩半截的尸体，朝阵地外走去。长夜将至，五团3000官兵的尸体仅剩不到1000人，有些已经苍老，有些还很稚嫩。众人搓土为炉，全体默哀。孙成龙经历过太多这种时刻，根本来不及悲伤，便要继续和妖兽战斗。夜色渐至，不错啊，江兄弟，怕是先天期的武者，也没你这么猛。李猛是这个小队的队长，递给江晨一小瓶白酒，这是战场上的硬通货，可见已是把江晨当做了自己人。江晨灌了一口，辛辣无比。陈哥，你真猛，那几招叫啥？能教给我们不？巷道中，一个青年崇拜地看向江晨。这青年名叫白铁军，已经24岁了，或许是营养不良的缘故，长得瘦瘦小小，见谁都叫哥。那是我家传的枪法，不过我用枪，你用刀，这武技也不通用啊。李猛拍了白铁军一下，不懂规矩，别乱打听人家武技，好好把咱们军营教的刀法学好，不次于2阶武技。对于寻常武者来说，并不是武技等阶越高，发挥出的实力越强，真元是武者进境的基础，越强的武技所需要的真元或也就越多。这些宁气武者全部真元也难以施展一式高阶武技，就比如曾经的谢三刀，真元不足，施展的武技也就空有其表。在江晨的勇猛发挥下，大家的情绪都不错，纷纷喝上几小口酒。很快，大家打成一片，一个阴暗角落里，孙成龙神色忧伤地看着这些新兵们。其实暗军令阵地不允许喝酒，但他知道这3000战士即便在第一波妖兽进攻后最低折损一半。像李猛这样的老兵，7团只有寥寥100人，他们是7团的魂，只要他们在，7团就不会散。可是只要一想到这些鲜活的生命会在接下来几天中凋亡，他的心都在滴血。可是没有办法，这个世道就是如此。为了这一寸寸人族疆土，为了身后的女人、孩子和人族的未来，他们只能这么一辈辈地打下去，把血擦在脸上，把痛留在心里，别无选择。他抬头看着天空皎洁的月光，人似乎又苍老了一些。夜色已深，周围鼾声此起彼伏。江晨盘膝而坐，气息滔滔，白天吞噬入体的浑厚血气在气海运转，化为真元融入奇经八脉。李猛远远地看着江晨，一言不发。这个人太可怕了，不只是他过人的天赋，还有他这种不要命的修炼方法。从见到江晨第一面开始，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修炼，没有一天停止或者松懈。江晨的成长，他几乎肉眼可见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如此天骄，应该在至强者身边修行，在成长起来之后再为人族奋战，怎么会舍得让他此时就进入战场？黑夜中，江晨眸子骤然睁开，射出一道金光。吞天混沌经，他总算又领会到了一丝真意。随着真元运转，澎湃巨力从江晨身上爆发出来，白色气浪几乎凝成实质。这是……李猛目露骇然，他难道又突破了？江晨感觉体内的经脉都在发热，原本如水般的血气沸腾起来，澎湃的力量冲击着江晨的全身经络，如同海啸一般轰鸣。第二重天灭再次提升，可以在一瞬间爆发出数十倍的巨力，堪比禁术。在吸收南宫婉功力后，他的经脉重塑，足足宽广坚韧了数倍。但即便如此，使用此招代价依旧巨大。若是寻常人在这种压力下，恐怕瞬间便要经脉破碎而亡。只是这几息，自己体内真元几乎消耗大半。若是再坚持几息，恐怕将会对经脉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但毫无疑问，这将会成为江晨的杀招之一。呜呜！随着号角吹响，孙成龙大声指挥着：“妖兽进攻了！等妖兽落入限兽坑再打。”限兽坑是针对2阶以下妖兽的陷阱，内置无数铁刺，但对于3阶以上妖兽几乎没有作用。江晨听到遥远的旷野中传来一个巨大的声音，恐怖无比。只见无数妖兽之后，一头足有数十米高的巨象缓缓走来，它每一步都很慢，但每走一步，大地都在震颤。4阶妖兽孙成龙真元涌动，飞掠而去，他必须要将这头4阶妖兽挡在阵地之外，不然将会对新兵造成灭顶之灾。凝气后期的兄弟们，给我上！近100凝气后期的武者真元奔流，他们要缠住3阶妖兽，哪怕付出生命。2道洪流撞击到一起，不只是死亡谷阵地，整条战线都在开战。无边无际的妖兽和无边无际的人族战士，这是血肉的搏杀，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去将侵略者撕咬、砍杀。可妖兽似乎无穷无尽，战争的天平逐渐倾倒，哪怕人族战士前赴后继，整条战线依旧在缓缓溃退。兽群之中，一头3阶狮鹫目露凶光，
嘶吼着冲向一位凝气武者。短短数息，那名武者被利爪撕成2半。妈的，给老子死！李猛气息轰然爆发，身躯骤然长大数分。他一跃而起，如同巨灵神将士，手中2阶巨斧朝着施救劈去。施救眼中露出一丝蔑视，他震开双翼，利爪与巨斧碰撞，一声巨响，李猛猛然倒飞出去。3阶妖兽实力之强，不次于先天武者，这些凝气7武者还是太弱了。他振翅而起，意欲吞噬此人。一股炙热骤然出现，施救坚不可摧的利爪崩碎，一个手持银枪的青年挡在他面前。只见他随意挥出一枪，无尽烈焰顿时笼罩100米土地，数十妖兽化为灰飞。施救眼中巨震，这人如此可怕。他浑身乌光大盛，吞吐雷霆，与江辰站到一起。仅仅数合，被江辰一枪洞穿头颅，根本来不及庆贺。此时整个七团都陷入苦战。江辰急速飞掠，将离火燎天运用到极致，所过之处无一合之敌。几头3阶妖兽疯狂袭来，一头巨鸟在天空怒鸣，浑身冰寒，爆发出漫天冰冷。这是3阶妖兽才拥有的妖术。他看到无数麾下妖兽死在江辰枪下，如何能忍？又有一头巨牛咆哮，一只独角射出白色光线，要把江辰洞穿。死！江辰血气蒸腾，动用天灭尽法，仅仅一瞬，爆发出超越数倍的力量，离火燎天。天空中爆发漫天火光，远远望去，如天降火雨，滔滔不绝，冰冷瞬间融化，去势不减，直冲3阶妖兽。巨鸟悲鸣，妖牛必退，烈焰如虹，铺天盖地。3阶妖兽凄厉悲鸣，从天空落下，点点血气融入江辰气海，他的气势更盛。江辰身上爆发出无与伦比的气息，手中银枪舞得密不透风，雨落不入。他战意滔天，巨牛恐惧，亡命飞逃，数头妖兽惨死在他铁蹄之下，哪里逃得掉？黄西川赠予的5阶轻功逍遥游虽只练到第1重，但轻力运行下，速度如流光一般。牛头独角掉落，身躯轰然倒地，看着江辰疯狂乱杀，老兵们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多久没有进行过如此畅快的战斗了？没了那些3阶妖兽，他们纵情砍杀，热血沸腾。冲啊！杀过去，杀光狗日的妖兽！新兵们哪里还记得孙成龙的嘱托，纷纷从战壕中冲出，与妖兽战作一团。江辰杀意滔天，不忘回头嘱托：他娘的，牛都死了，你乱砍什么？把火焰武器收回去，今天的饭就是牛肉了。说罢再次提枪而上。更多的3阶妖兽发现了那个在万兽中乱杀的青年，他们愤怒咆哮，必须先斩此人。一头银毛猎豹盯住了江辰，它虽只有2米多长，可散发的气息竟隐隐接近4阶。这头妖兽霸道异常，一脚跺下，大地崩碎，它一跃而起，如同闪电。不好！江辰胸口被猎豹冲击，吐出一口鲜血。若是寻常凝气武者，怕是已经被斩为2段。但江辰躯体远非铜镜可比，更有5阶宝甲护体。江辰眼中的战意炽热，他动了，银枪飞舞，在斩杀数头妖兽。突然，一头大若房屋的巨龟冲天而起，压向江辰。银枪绽放光华，瞬息没入巨龟甲靠。也正在此时，那头猎豹再次找寻到机会，江辰无法抽枪之际，他再次跃起，力道之大，足有数十万斤，带起100丈狂风，似要把江辰撞成肉泥。轰！江辰动了，他松开长枪，劲法运转，双脚踏地，震得山河失色。他抓住了猎豹双爪，巨大的力量把江辰击退100米有余。他口喷鲜血，眼中闪过一丝狰狞。啊！江辰一声大喝，双手猛然发力，血气奔涌。那头猎豹怒吼戛然而止，他竟被生生撕成2半，血如雨下。江辰如同丢垃圾一般，把这头妖兽残肢丢下。他杀意冲霄汉，缓步向前。这恐怖一幕深深印在了7团将士们的眼中，也看在了万千妖兽眼中。他们作为低等生物，更加恐惧强者。妖兽开始溃散，妖兽怕了，冲啊！7团将士眼中有恨意，有战意，被妖兽屠戮已久，他们压抑太久了，今天他们要酣畅淋漓地杀上一场。在7团将士的勇猛冲杀下，妖兽开始溃败。孙成龙手持3阶兵刃，与那4阶巨象来回拼杀，引得烟尘滔天。突然他回头望去，只见无数妖兽向他冲来。不好，有埋伏！高阶妖兽或是大妖之后，都拥有不低于人族的智慧。孙成龙满眼绝望。袍泽弟兄们，今日我等为族捐躯，虽死不悔。他振臂高呼：人族万岁，人族昌盛，7团万岁！他眼中流出血泪，今日他拼死也要斩杀这头巨象。
狗日的妖兽，老子和你们拼了！孙成龙杀意滔天啊！可这些妖兽似乎完全没注意到自己，纷纷朝着无尽荒野跑去。孙成龙保持这个姿势了10几秒，愣是没有一个妖兽向他发起进攻。直到李猛带着一群新兵出现在孙成龙面前，看着孙成龙这涕泗横流的模样，李猛也愣了。团长，你打个妖兽，怎么还敢动上了？孙成龙回头，别说这些妖兽，就连那头4阶巨象也没了刚才的威风，疯狂奔逃。他一脸茫然，发生什么事了？难道有高手支援咱们？有高手，特别猛的高手。众人眉飞色舞。团长，江晨太猛了。巷道之中，报告团长，人数清点完毕，原3109，现在2981。多少？孙成龙以为自己听错了。2981？你是说这么大规模的受袭，咱们就折了100多弟兄？李猛点点头。孙成龙激动的来回踱步，围着指挥所转了几圈，最终走到江晨面前，满脸都是笑意。咱们7团以3000武者击败过8万妖兽，作为先锋团也阻杀过5阶妖兽，咱们7团历史战功赫赫。不过如今天的战绩却是从未有过。哈，江晨，你他娘的还真是个人才，也就是我慧眼识珠，一眼就从人群里刀中了你。经历过这一战，新兵们脸上多了一抹见过生死的沧桑，唯有不断的战斗才能将这群新兵磨砺成真正的战士。今天就有数位灵气巅峰的老兵从灵气巅峰提升到了先天一众，这无疑是对7团实力极大的提升。晚上，众人将那头3阶巨牛分食。妖兽之中能作为食物的并不多，一些瘦肉腥臭干柴，而这头3阶巨牛却是少见的能作为食材的妖兽。篝火燃起，孙成龙用传音石给军统领回复着战斗情况。什么？斩杀3阶妖兽8头，折了100多号弟兄。那边的以为自己听错了。孙成龙，你可得给我说实话，你们7团是在最前沿，遭遇的压力比其他几个守备团大得多，那几个团今天折损都过1000了，可没你这战绩，你别蒙我。真没乱说，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3等功，说好了哈。行，把那8头3阶妖兽送来，我给你3等功。只剩7头了，有头灵牛被兄弟们吃了，还别说，味道真不赖。传音石那边传来怒吼：好小子，有灵牛这种好东西，你不送过来，等你回来看我不锤死你。灵气6重，仅仅3天，江晨提升了2个小境界，这种速度恐怕说出去谁都不会相信。虽然同为灵气7，但江晨的气海比平常武者宽广数倍，这也意味着他体内将能储存更多的真元。原本天灭只能坚持15秒，现在能延长到半分钟的时间。而且江晨终于从老剑神的剑道中提取出一式剑法焚心断意。假如说江晨的家传枪法更擅长群攻的话，这招焚心断意便是将所有力量凝于一线。虽然只能攻击一人，但杀力恐怖无比，不知比江晨家传枪法强了多少倍。虽然依照目前的实力并不能完全发挥出这一招的威力，但面对4阶妖兽时，江晨的战力将大大提升。古玉关内，一处府邸中正大排筵宴，肥嫩乳猪、酥香烤羊，席间觥筹交错，还有无数美女佳人闪现其中。众多天才和仙二代把酒言欢，与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武者形成了强烈对比。这是大人物们的聚会，可以说这些人虽然年轻，但未来将成为未来一方豪强。他们此时结交，对渤海东荒2郡势力划分将产生巨大影响。高平刚得到了江晨在7团的骄人战绩，急匆匆地走到楚川身畔附耳低语。楚川的表情逐渐难看，又是江晨。他身为孤玉关年轻一代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天赋恐怖，修为高深，无论在哪里都是赫赫有名的顶级天才。本来他才应该是最璀璨的那个人，想着来孤玉关走个过场，在宗主和小师妹那里增加点好感。没想到半路出了江晨这样一个人物，放着好好的2代处不带，反而去了前线战场。更可气的是，不光小师妹灵犀，甚至和自己齐名的秦子嫣都对江晨有着好感。想到这里，楚川充满着嫉妒和怨恨。江晨，你该死！楚川的眼神变得越来越阴狠。事已至此，看来混日子是不现实了。要想夺得灵犀的芳心，唯有做得比江晨还要好。犹豫片刻，他站起身来：诸位少庭，楚某有话要说。他一边说着话，一边走向大殿中间，与刚才阴狠模样完全不同。此时一脸温和，带着一股无形的高贵傲然。两俊天才看着缓缓走出的楚川，一时间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向他，甚至一些人眼中还带着深深的崇拜和敬仰。毕竟谁都知道，楚川乃是天剑宗宗主高徒，修为更是炼神7、4重，很多渤海郡的人都听说过他的大名。我既已投身疆场，便带着一腔赴死之心，导血肉沙场，看魂魄激扬。今日妖兽攻城，我军大胜，
第7守备团更是以一当十，肩腰数万。实话说，我佩服他们。楚川的声音清越温和，语气淡然，说这些话时，那些还端着酒杯的人脸颊赤红，羞愧不已。匹夫尚且如此，我等岂能在他们之后？今日乃是楚某和诸位的最后一饮，明日我便杀入妖兽腹地，此去凶险至极，但楚某一往无前。楚川一席话铿锵有力，那些天才无不敬仰，一时间赞誉齐飞，纷纷举杯敬酒。一些少女眼中还氤氲着钦佩的泪水，看着热情澎湃的众人，楚川心中暗自得意。什么妖兽腹地，只需要到妖兽后方转上一圈，避过正面交锋，到时候回来战功还不是自己随便说。像江辰这种愚蠢至极的白痴，才只知道卖命。他楚川能成长到今天，不仅是靠天赋，更重要的还是智慧。说不准，到时候小师妹还会爱上他这位归来的大英雄。只要拿下了灵犀天剑宗宗主之位，基本就是板上钉钉了。想到这里，楚川嘴角的微笑更加灿烂。团长，我有件事和你商量下。江辰双眸在黑夜中异常明亮，虽然这场大胜鼓舞了士气，但江辰却并不开心。仅出关2天，便折损了200-300弟兄，以这个速度，最多1个月，7团便会死伤殆尽。其实这种状况已经成了常态，很少守备团能够在死亡谷坚持几天，多数时间都是旧的死光了，新的再填上去。死亡谷不知埋葬了多少人族武者，土地都染成了红色，所有人都清楚，但所有人都不说。或许对他们来说，死在这里就是最好的归宿。什么事？我想在咱们死亡谷阵地布上一个防御大阵。本来还斜靠在墙壁上的孙成龙猛然起身，眼中带着难掩的喜色。你还会布置防御阵法？江辰白天的时候勘察了死亡谷，此地3面环山，可谓是绝地。虽然易守难攻，但一旦妖兽来袭，此地变成了一个铁桶，想逃跑都不可能，所以也就有了死亡谷的称号。但也恰好适合布置防御大阵，只要安排妥当，可以让死亡谷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物资，大量的物资，不只是兽核，还要丹砂、开槽镇眼的原木。江辰把各种材料说了半天，即便他已经尽量用价值低廉的材料，可总价值依然让孙成龙啧舌。他双眉紧锁，良久才说话：江辰，你知道这些东西价值多少吗？多少？300个3阶兽核，或者30个4阶兽核。前些日子的聚灵阵已经耗费完了咱们7团的家底，咱们根本凑不出这么多钱，即便大胜，也只获得了8个3级兽核，根本不够。孙成龙面带愁容，有江辰这样一个阵法大师，可苦于没钱布置阵法，让他如何不心痛？若是以前如此奢侈的花费，他或许连考虑都不会考虑，可偏偏现在有了江辰，在他的帮助下，7团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光是精神面貌，战斗力与主力团也有的一拼。要是再有了防御阵法，无异于如虎添翼。思虑片刻，他起身收拾东西，准备赶往孤玉关内。团长，你要去哪？你给我1天时间，我去找物资。天空飘起细雨，潮湿的柴火在巷道中燃烧，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今天又击退了一次妖兽的进攻，死了几十号兄弟。胜利的喜悦只是一时，残酷的战争才是永久。好在这种永久总有结束，就是在士兵死亡的那一刻，一些士兵也开始准备遗书，这是老兵提醒下写的，虽然接近死亡，但总想留下句话：我想尽孝，奈何妖兽凶猛，不能报答养育之恩，儿子不孝。江辰听到隆隆的声音，猛地从地上蹦起来。妖兽？不是，是团长回来了，还带了10几车的物资。江辰冲出巷道，就看到满脸得意的孙成龙，呲着白牙哈哈大笑。咋样？你说的东西一样不落，我都给你整来了。可以啊，老孙。江辰一样一样的检查，果然布阵所需的物资一样不少，甚至还多了一些。怎么弄来的？这些东西可值不少钱，你不会把自己给卖了吧？别管我咋弄来的，抓紧时间布阵，只要这阵法一成，管保那妖兽有来无回。团长，你的刀呢？李猛率先发现了孙成龙的不对劲，他家传的3阶宝刀从不离身，天天跟炫耀似的挂在腰间，不知陪他斩杀过多少妖兽，现在却不见了。孙成龙找个位置坐下，坐到刚刚卸下的物料旁。都是身外之物，不就是一把刀吗？我找了10几个人，妈的比老子还穷，整个团翻不出1两银子。江辰，还得是你们档案处就是有钱，张口就是200颗3阶兽核，那我哪能答应？这可是我家传的，得加钱。我讲我得布防御阵法，最低400，他们讲鬼信，就我们这样的炮灰团，会个鸟的防御阵法。等我说出你江辰名字的时候，他们人都傻了，连聚灵阵都能布的人，区防御阵法还难得到。江辰，你真给老子长脸，让那群仙2代吃扁，老子这辈子都没这么威风。后来400兽核1分没少。孙成龙笑得很快乐，可是周围的人一个笑的都没有。那把刀他睡觉都放在枕头旁。大家听着，大家沉默。一群将要赴死的炮灰，那个领头的炮灰卖掉了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只为让大家多活几天，从来到死亡谷那天
没人想过活着回去，可他们总想死得壮烈一些。江晨开始忙碌，安排着如何刻画阵槽，如何布置阵眼，他忙得不可开交。或许403阶兽核对于那些仙二代只是几天的饭钱，可对这3000士兵却是活下来的希望。孙成龙，一个默默无闻的炮灰团团长，总想在他一无所有的人生中告诉自己，死前打一场像样的仗，现在是时候了。终于忙碌1天1夜后，一束光芒冲天而起，地在镇城。转眼1月后，死亡谷阵地中仅仅30天，妖兽便发动了18次进攻。即便有防御大阵守护，再加上江晨这个杀神，7团3000号战士也仅剩一半。这是何等惨烈的战争！江晨看着昨天鲜活的生命，在一场大战后成为尸体。有些人临死前还保持着挥刀的姿势，怒目圆睁，虽死不屈。伤员和非伤员住在一起，因为快没了非伤员，只要号角一响，只要能动的就得爬起来抡上剩下的半条命。人很多，但很安静，痛得太狠就没有呻吟了，只剩下最后的执念。唯有一人孤独地站在阵地之外，清瘦颀长，一手扶着如兽部般的大旗，一手握着血迹斑斑的长枪，却如杀神一般气势滔天。18次受袭，江晨不知杀了多少妖兽，3万4万记不清了。他只是蓦然挥枪，沉浸在杀戮之中，任凭妖兽如何凶猛，无论是围攻还是偷袭，甚至数十头3阶妖兽，依旧未让他退一步。他气势如渊，即便是团长孙成龙已是炼神一众，此时也怀疑自己并不是这个杀神的对手。对的，杀神，他必是杀神在世。他也曾见过大派弟子大足天骄，可从未见过杀力如此之强的人。一人可当百万师，所过之处尸横遍野。也正因为有他的存在，才让7团仍然存在，名气实重。经过了1个月的杀戮，虽然看上去他疲惫不堪，但他体内的气海、经脉、血气已经达到顶峰，修为达到了凝气实重，与先天仅有一步之遥。而老剑神的剑法，他已经可以勉强使用出第2式。若是老剑神在此，定然会震惊的说不出话。因为太玄剑法虽然威力巨大，修行的难度也是成倍增长，即便是修行数年，也未必能有江晨这般成就。而江晨绝顶的战斗天赋和近乎变态的修炼方式，才创造了这么一个奇迹。或许说他此时的实力不如炼神初期的高手，但在战场上的杀力远超5到4境炼神。与此同时，妖族区域一处高耸山峰上，曾经灵气氤氲的宗门破败不堪，倒塌的亭台楼阁妖气终年不散，如浪潮一般奔涌咆哮，无数妖兽穿梭其间，更有无数人族尸骸仅剩白骨。天空中一双血色巨目睁开，压盖一方天地。52孤玉关正是绝佳试炼之地，去吧。接着一头数百米高的幼蝉拔地而起，所过之处山峦崩碎。此时那血色巨目的主人才显露真身，竟比幼蝉庞大100倍，头顶高天，脚踏大地。如此恐怖巨妖，正是8阶妖圣通天蝉。无尽汪洋中，百万海兽如同朝圣，一条金色幼蛟腾跃而起，刹那间没入高空，所去方向竟也是孤玉关。热浪滔天，岩浆奔流，如同炼狱。一头身着烈焰的巨鸟飞机长空，身后更有大妖护道，消失在混沌之中。皑皑雪山之上，一头金色猛犸仰天嘶鸣，它虽只有数米高，可散发出的凶威引得周围4阶妖兽俯首。它要踏出雪山，为妖界立下不世奇功。人族100万里战线中的孤玉关，在白虎妖皇幼子降临后，成为了无数大妖历练子嗣的修罗场。随着妖兽愈加强大，人族危在旦夕。妖族区域中，几个炼神期的年轻武者正在合力围杀一头4阶妖兽。他们配合默契，攻守之间毫无破绽。片刻，那头凶残的4阶妖兽轰然倒地。他们熟练地收集着妖兽身上重要材料。在人族中，除了有在前线奋战的战士，还有一些高手会组成战斗团队。他们深入妖兽腹地，以收集妖兽材料和采集灵药为生。而这几位则不同，他们身上宝衣熠熠生辉，气息强大无匹，施展武技亦是极为罕见的宝术。其中一人正是楚川。本来计划独自出行的楚川，却偶遇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天骄。他们之所以来这里，便是要历练自己，让自己极尽升华，踏入更高的一层。突然，天空中雷声隆隆，他们抬眼望去，只见云层之上，一个巨大身影出现，两翼张开，足有1000米，半边天空都被遮住，所过之处，山林夷为平地，巨木吹上高天。大妖！只见那妖兽羽翼之下，一头数十米的火焰巨鸟飞过，
他尚且年幼，但散发的淡淡威压证明着他的不凡。那头可怕大妖竟然只是他的护道者。上古妖兽，毕方，妖族天骄降临，此地不可久留，快回孤玉关。轰隆，号角吹响，荒原尽头，一片黑压压的兽潮涌来，这已经不知是第多少次进攻。受袭！孙成龙大吼着，让士兵们做好战斗准备。抬眸望去，那片如同山洪的兽群，犹如千军万马奔腾，隆隆而鸣，在一二阶妖兽身后，还有2头庞然大物存在，每走一步，地动山摇，恐怖无边。4阶妖兽，竟然是2头，嘿嘿，江副团长，2头4阶大妖，一头交给你了。孙成龙狞笑着，拔出长刀。经过这1个月相处，他已经和江辰成为了并肩作战、生死相依的兄弟。一旦认可，便如同狗皮膏药般如胶似漆，恨不得把江辰绑到7团这艘破船上。没问题，往常都是孙成龙和大妖缠斗，但这次受袭规模远高于前几波，竟有2头大妖，注定是场硬仗。上了！江辰和孙成龙飞掠而去。等靠近兽巢，2人更加惊骇，近100头3阶妖兽。这一战，7团怕是要死战了。几道人影从天际出现，他们气息强大，身上宝具光华闪耀。受袭！一位身着淡蓝锦衣的青年说道。他气质出众，容貌英俊，正是天剑宗天骄楚川。经过这1月的战斗，他再进一个小境界，达到了炼神4重。此时看向江辰，眼中掠过一抹轻视，毕竟相差2个大境界，看江辰如同看向蝼蚁。突然他心生一计，朝着其他几人说道，既然我等看到了，就帮这些平民一次，也正好让这些平民知道他们为何需仰望我等。面对这等平民还仗义出手，楚师兄仁厚，不愧是天剑宗亲传弟子。一位身着红衣的女子娇声道，她容貌秀丽，腰间慕容家的配饰证明了她贵不可言的身份，东荒大族慕容家的天骄。我先出手吧。一个面色冷峻的青年率先拔剑，竟是5阶灵气，炼神一众的真元爆发，一道道剑光闪耀，向下方斩去。江辰2人被上方的异变吸引，是人族天骄降临了。孙成龙眼中露出惊喜，剑光闪耀，数十妖兽丧生，白虹贯日，一声轻吟，又有天骄出手，炽烈白光如汪洋一般汹涌而来。那群妖兽鲜血迸溅，那几人面容高傲，似上天俯视苍生，招式更是强大无匹。短短数息，近万妖兽已经死伤过半。这等景象，这股气势惊呆了孙成龙。我族天骄果然了得。江辰，我们也去帮忙。孙成龙真元融于长刀，朝着4阶大妖斩去。苍啷一声脆响，孙成龙长刀断裂，口喷鲜血，倒飞出去。竟是一位天骄出手。我等出手，等不可近前。那位红衣少女表情冷淡，俯视下方，刚刚便是她出手，斩断了孙成龙的兵刃。找死！江辰怒火冲天，血气奔腾，便要斩杀此女。不可！孙成龙死死拉住江辰。同为人族，他下手如此狠毒，岂能饶他？你不是他的对手，毕竟他们帮了7团，我受点伤没什么，是我太唐突了。老孙！江辰更火了，你啥时候这么怂了？有点7团的血性吗？孙成龙转头看了看后方的兄弟，没有他们，咱们7团还能剩多少？江辰沉默了，即便他再能打，也不可能一个人斩杀所有妖兽。此时黎蒙等人已经赶了过来，怒视着远处的几大天骄。团长，那群狗日的为啥伤你？团长，你没事吧？孙成龙摇了摇头，我皮糙肉厚，没事，咱们回战好。他娘的，我和他们拼了！孙成龙推开江辰，一脚踢了上去。你懂个屁，兄弟少死几个不好吗？只见那几位天骄手中灵气光华流动，闪电、雷火、冰冷、剑气，妖兽溃退，2头4阶大妖被几人围杀，轰然倒地。他们悬于天上，俯视下方众人，强大气息让众人避退，近乎窒息。虽都为人族，但他们是天之骄子，等若神明。一位天骄声音冷酷，如同神灵降下法旨：我等天骄出手，尔等不可贸然近前，退后1里，俯首行礼即可。那先天武者，你惊扰我等，自断一臂，我饶你性命。我饶你妈！江辰一跃而起，手中长枪血气涌入，散发滔天银芒。兄弟们拿命换的寸寸疆土，竟然被这群天骄如此蔑视欺辱，找死！那位天骄面色冷酷，区区小卒也敢向他出手，敢犯我等威严，你必死无疑。他催动真元，指尖光芒闪耀，一道金色光束如同天剑降临，要把江辰斩杀。江辰不可！完了！下方的7团士兵惊悚不安，汗毛立起，
虽然相隔很远，但那道光束的散发出的力量让所有人心颤。几人眼露鄙夷，区区小卒也敢向神灵挥枪，死有余辜。轰！枪刃与光束相接，金光轰然炸裂。江辰去势不减，如一道黑色闪电向那天骄杀去。大胆！那天骄心惊，自觉受到了羞辱，怒火更盛，再不留手。我代表人族斩你！浩大声音宛如雷鸣，震动天地，先天以下的武者都捂住耳朵。这是雷音，乃是四阶武技，此人已修至大成。他祭出一把金色长棍，其上宝光闪烁，五阶灵气，这是天骄才能拥有的宝器，威能无穷。他挥动长棍，如金色闪电狂舞，盖压下去，天地都被照亮，金光璀璨。众人惊惧，不愧为天骄，这种威势骇人心神。难道他真要对同为人族的江辰痛下杀手？江辰长枪化为赤红，焚心断意，二者相接，漫天金色闪电欲把江辰淹没。可赤红长枪之上荡出一道道红色涟漪，漫天雷霆消失，仅剩下枪棍相接。轰！二人倒飞出去，江辰落入荒野，溅起尘土漫天。江辰，快去救江辰！7团众人慌忙涌上去。烟尘散去，一个身影昂然站立，散发着强大战意。江辰嘴角隐有血迹，但是战意滔天。林彻，你行不行啊？2招都没杀了这个小卒。红衣女子嘴角隐有嘲笑。那名叫林彻的天骄怒气冲天，他手掌隐隐作痛。这小卒究竟何等境界，竟然将他击退，在几人面前丢了面子。他杀意更胜林师兄。慕容姐姐，楚师兄，手下留情。林彻刚要出手，便看到远处一道身影荡来。之所以用荡这个词，是因为这人明明只有凝气8重的修为，根本无法飞行，唯有5到4境炼神期才可御空。此人则是借助一剑4阶灵气飞行，只是上下摇晃，很不稳当。几位师兄师姐，小弟陈川有礼了。陈川满面谄媚，卑躬屈膝的同几人行礼。陈川，你怎么在这里？作为仙2代，陈川在东荒9宗小有名气，虽然境界不高，但靠着离合10重的父亲，大家还是会略给薄面。家父给找了找关系，到边关来历练一遭，没想到能遇到诸位，真是小弟的福分啊。哎，江辰，你怎么和林师兄打起来了？都是自己人，何必大动干戈？快给林师兄道歉。放心，林师兄出了名的宰相肚里能撑船，不会计较的，是吧，林师兄？滚开！林彻狂傲，目光冰冷无比，长棍对准江辰，真元澎湃，足见他杀意之盛。陈川讪讪，这林彻作为大宗天骄，竟是一点面子也不给。他连给江辰使眼色，示意江辰逃跑。死！一道凌冽气息袭来，寒芒刺眼，罡风呼啸，林彻宝气夹杂无穷威势从天而降。江辰动作且稳且准，他一跃足有10丈高，如同一头蛟龙入海，手中长枪光华闪耀，如同大日当空。他战意高昂，此战为前线将士而战，他必不可退。砰！大日与寒光接触的刹那，霞光万道，神光喷薄，道道波纹扩散。天骄双臂灵能闪烁，宝辉弥漫。区区小卒，不知天地广阔，我等所修武技，非你可想象。江辰不答，再次冲杀，二人交击，轰鸣阵阵，像是山峰崩塌，气息惊骇众生。连续数合，二人退却，相对而立。楚川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他与这几位天骄相识，自然知道这几人天赋超绝，性格更是高傲无比。以江辰的脾气，肯定会与之发生矛盾。但让楚川震惊的是，江辰竟能与林彻战成平手，即便林彻还有很多杀招未出，也不应该是江辰所能抵挡的。难道这些天里，这个江辰又有逆天机缘？现场寂静无声，除却罡风烈烈，所有人都呆滞了，任谁也没想到这种结果。谁也没想到，一个区小卒竟和一位天骄平分秋色，这小卒好惊人的力量！一位天骄惊叹，其他几人虽面色平静，但心中也惊讶万分，想不到一个前线小卒竟有如此实力。林彻双臂酸麻，一张脸都要滴出血来，在几位天骄面前吃了如此大亏，如同挨了一记耳光一般，戾气更盛。我要把你挫骨扬灰！一道道神华闪耀，一口金色巨鼎显化，又是一件5阶灵器。这巨鼎重若万钧，在空中停滞。林彻催动真元，巨鼎横空撞向江辰，狂霸无匹。停手！极远之处，一道剑气光华万丈，散发强大威势，纵横飞舞，交织成一片剑域，将金鼎击飞。谁？林彻骤然停手，这剑气的威力，纵使他也惊骇不已。大眼剑气，难道是小师妹？楚川一惊，漫天罡风中，渐渐现出一道身影。他身着白色束甲，身姿高挑曼妙，容貌倾城绝世，手中宝剑虽已归鞘，可散发的磅礴剑意，
仍令众人心骇，却是曾经在档案处的高傲少女灵犀。灵犀来了！陈川此时眼中泛起惊喜，江辰这下不用死了。灵犀冷冷地注视着林彻，妖族大敌当前，还有心内斗。林彻面色阴沉，陈川的面子可以不给，但灵犀身份何等高贵，东皇九宗宗主独女，更兼得见到天赋千年难遇，刚刚那一剑，即便是他也没有把握接下。更何况陈川向远处看去，一个身体佝偻的灰衣老者，气息之强，堪称恐怖。此人是灵犀的护道者，灵仙子，此人对我等不敬，岂能轻饶？灵犀不等江辰说话，便怒斥道：几位师兄为前线助力，不惜以身涉险，深入妖兽领域诛杀妖兽，此次更是仗义出手，你不知恩图报，还同林师兄发生冲突，真令孤玉关战士蒙羞。李猛上前辩解，是他们，却被孙成龙死死拉住。这些人族天骄实力强大，哪有什么道理可讲？如果此时上前，反让他们更加愤怒，对江辰更加不利。陈川满脸堆笑，林师兄，这个人脑子不好，您和这样的人较劲，岂不是丢了您的身份？江辰收起长枪，不再与这些人争执。在这个世界，有实力才能讲道理。他能明白孙成龙为什么拦着他，与这些大派天骄发生争斗，只会让七团受到牵连。李猛，咱们走。明明是他们，没用的，走吧。可是，没听到我的话吗？咱们走。七团将士强压着心中的怒火，向血迹斑驳的战壕走去。身后，大族天骄笑声不断，众人热情洋溢，仿若暖春似锦。灵犀眼中略有歉意地看了江辰一眼，若他不怒斥江辰，以这几人的手段，恐怕今日之事很难善了。犹豫片刻，最终没有解释，转身离去巷道中。此时的防御阵法被妖兽冲得七零八落，虽然有兽核供应，但面对无穷无尽的妖兽，阵法依然损毁严重。此时发挥出的作用不到一半，伤亡也在不断加大，但能固守死亡谷1个月，已经是创造了一个奇迹。江辰递给孙成龙一粒灵丹，这些日子他没少从空间戒指中拿取灵丹，不然七团的伤亡只会更大。孙成龙无声地接过灵丹，他本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可是为了身后的这群兄弟，他只能忍气吞声。你没事吧？江辰摇头，与那名叫林彻的天骄再战下去，他必胜的信心。而且他还未拔剑，这就相当于带着负重于生死间磨练，等到拔剑的那一刻，必将璀璨无比。离开七团吧，你不该待在这种地方。我不是副团长吗？江辰提醒他。屁的副团长，你是老子瞎封的，受袭越来越强，咱们守不了多久，那就守到守不住的时候再走。孙成龙声音有些恼火，守不住的时候，就是咱们七团死绝的时候。你想跟着七团死？你到底要说什么？江辰看得出这个男人已经疲惫到极点，不只是身体，还有灵魂。杀身成仁，舍身取义，都是忽悠你们这群新兵的。你知道为啥这里叫死亡谷吗？因为就没有一个团能活着从这个阵地离开，这里的尸体铺了一层又一层，这次轮到咱们了。你怎么不走？我是七团团长，七团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江辰看着不远处赤膊黑皮的弟兄们，他们正在抓狮子，这是他们少有的娱乐活动。不知为什么，他想到了那几个气质出尘的大派天骄。我在前线快30年，不怕你笑话，没打过胜仗，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人族每年都在溃退，连带着我也溃退。我退了30年，不想再退了，到时候了。可是你不一样，你是天才，你是人族的未来，只要有你们这样的天才，人族就有希望，就能有杀回来的那天。江辰沉默，孙成龙嘴里还在念叨，这几天以前死去的兄弟老在我身边转悠，我知道他们是想我了，可我不能死这么早，我还有1000多号兄弟，我想让他们多活2天，哪怕活得不好，也想让他们多活2天。谢谢你，我知道的，没你，七团早没了。江辰听得很内疚，他相信如果那些高高在上的天骄听了这些话，也必定内疚，但人不会因内疚死去。可是他们的确要死了，因为受袭的规模越来越大。江辰很黯然，他站起身来，拿起长枪，早点睡，我去站岗了。身后传来孙成龙的声音，你不能死，我相信我没看错人，你给老子好好活着。孤玉关豪华府邸内，在如此险关，竟有这样一处世外桃源，将外界的肃杀之气完全隔绝。能出现在此地的，无不是世家大族的公子小姐，而被簇拥在中央的几人更是气质出众，气息澎湃，神武非凡。坐在首位的正是天剑宗楚川，他黑发如墨，眼眸中丝丝金霞绽放，同人中4剑欲演化，强大异常。身侧的4男1女正是同行的天骄，他们虽尽力压制气息，可不经意散发的威压仍旧显示出他们非凡的实力。一些容貌出众的女子尽情展示着自己妖娆身段
和秀丽容貌，希望能被哪位天骄看中，连带着他的家族都能一飞冲天。楚师兄，您真是神威盖世啊！能在妖界领地屠杀5阶大妖，真乃人中龙凤。人族有您这样的天骄，真乃人族之幸。几位在关前出手，寥寥数招便斩杀数万妖兽，真是豪气干云，气冲霄汉，让我等敬佩啊！一位老者出现，他气息如海，正是前几日大战7阶妖兽的一人。他乃紫山家的至强者，境界高达真元一重天。他看到楚川，微微含笑。天剑宗当真了不得，竟出了这样一位天赋异禀的奇才，还没到30岁吧，竟能将斩仙剑修到6重，假以10日，必将名动天下。楚川含笑，紫山前辈谬赞，我和灵犀师妹比起来，天赋还差得远。一位身着华服的青年眸子闪出一道厉芒，他乃是渤海虚家的嫡子虚坟，看向楚川时，眼中带有挑衅之色。楚川，听闻你第一次握剑便直接踏入宁气，破开6脉，如此天赋，你我一战如何？他宛如一头蛟龙，此人竟修习的古武技，且获得其中真意，澎湃着古朴强大的气息，令人心神战栗。和楚师兄切磋吗？我倒有意教训一下你，让你知道天高地厚。慕容家小姐慕容云因口生雷音，身上雷火涌现。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对楚川心生好感，自然见不得爱慕之人受辱。嘿嘿，东荒的天骄到我们渤海郡嚣张，看来是想挑衅我等了。远处传来一道张狂的声音，有数人御风而来，气息强大无匹，震得山河抖动。渤海郡天骄听闻东荒天骄降临，升起争斗之意。在场众人心神惊骇，这顿晚宴暗流涌动，已经不是他们这等层次可以干涉的，弄不好今日这些天骄要分个高下，看看谁是真正的天之骄子。突然远处传来喧哗，夜色阑珊，皓月当空，只见一紫衣女子踏月而来，她浮于空中，仙气飘飘，一双冷眸傲视众人。她肤若凝脂，面带白纱，遮住雪颜朱唇，但朦胧的美更引人遐想连篇，宛若夜空中下凡的仙女，又如不沾凡尘，清冷孤傲的天山雪莲显露出倾国之色，夜空中的绝美景象。众人已然待至，眼中虽有迷醉，但却不敢有一丝色情，只因她身份太过高贵，乃是天极宫前程最远大的天骄秦子嫣。忽然一个颤抖的声音响起，脚下生莲她才多大年纪，竟然可将天极宫绝学施展到如此地步。这一句话如同惊雷，震惊了在场所有人。看向空中女子的眼神也发生了变化，拥有脚下生莲能力的，唯有将天极宫绝学伏天莲叶修行到极为高深之处，寻常能生此异象的，最差也得是离合境界。这女子不过炼神初期，怎么可能做到？她的悟性究竟恐怖到什么地步？秦子嫣、楚川和虚坟等绝顶天骄眼中露出深深忌惮，他们虽也为炼神期，但年纪都已经27、8岁，这秦子嫣不过20出头，不仅修为高深，而且对真元的掌控已妙至绝巅。他们虽也是万中无一的天之骄子，但与这秦子嫣逆天的天赋比起来，还是相去甚远。子嫣师妹，1月不见，你又进步了，恭喜恭喜！楚川压下眼中忌惮，面上惊喜，似是真心为他恭贺。秦子嫣表情淡漠，与楚川的热情形成强烈对比。大战在即，你们还有心内斗？如此有血性，为何不将热血洒在疆场？这一句话隆隆作响，众人眼中略有愧色。毕竟关外将士此时与妖兽死战，而这些人却为了巴结天骄大排筵宴。楚川慌忙安抚众人，紫嫣师妹此话差异，这几位天骄于妖兽区域历练数月，斩杀妖兽不计其数，虽不在前线奋战，但斩妖数量不次于前线将士。不错，几位天骄在妖兽区域杀妖无数，此次归来也是为通报一些信息。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正是孤玉关的统帅凌破敌。他身穿银甲，威风凛凛。众人慌忙行礼，即便是两郡天骄也是慌忙下拜，毕竟此人不仅仅是义军之帅，更是真元10重的绝世强者，即便他们修行顺利，也很难达到这种层次。凌破敌这种绝代强者，才是人族真正的中流砥柱。凌破敌拿起一杯酒，诸位，战争艰难，妖族天骄已至，孤玉关怕要成为修罗场，诸位尽快离开孤玉关，以免不测。什么？妖族天骄来了？前些日子的那头妖神幼子恐怖得很，孤玉关岂不是守不住了？众人窃窃私语，眼中露出惶恐之色，因为大家都知道妖族天骄有着越阶战斗的强大实力，即便是4阶的妖族天骄也能轻松碾压炼神期武者，甚至那头妖神幼子可图离合境，那些天骄眼中也露出惶恐。虽同为天骄，但两者实力相却甚远，恐怕唯有楚川虚坟等几位顶级天骄才勉强能与同阶妖族一战。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妖族天骄已至，我人族岂无天骄？灵帅，我愿为先锋斩杀妖族天骄。”说话之人正是秦子嫣。林破敌言有欣赏之意，这秦子嫣乃是他最看好之人，虽身份显赫，但这些日子经常亲临前线，且能在战斗中进境，踏入步步生莲的境界。如此天赋，如此道心，未来定是一方强者。秦姑娘，人族有你这样的天骄，那就有打回九州的一天。可现在不是时候，以你的天赋，再过些年，定然能成为人族之主。仅为一隅，将自己置身险地，非智者所为。对，紫嫣师妹，林帅言之有理，我等先暂避锋芒，等日后修为精进。楚川的话被秦子嫣打断，他秀目扫过刚刚霸气无匹的天骄们，他已知江辰在外受辱之事，当看到江辰浴血奋战，却被这些小人欺辱，他更加愤怒。就你们，也配称天骄？便是城外阵地一小卒，也强于你们百倍千倍。这句话，众天骄脸色一变，他们平日里高高在上，哪受过这等屈辱？可秦子嫣却说的是实话，可以说，除了林彻、楚川几人，其他天骄几乎从未踏足过前线战场。紫嫣师姐说的不错，妖族有天骄，我人族难道没有吗？我虽修为不如几位师兄师姐，但也愿为人族一战。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一位白衣少女缓步而来，她腰佩长剑，容颜堪称绝色，但眉目之间稍显稚嫩，也就是17、18上下。可此时已经显露出倾国之色，正是天剑宗灵犀。此时气息外放，竟然显露出先天8重的境界，加上他的剑道天赋，实力不次于炼神1重的普通武者。须粉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秦子嫣话虽难听，却是实际情况。他最终下定决心，高声道：“我身为渤海天骄，此地为我家园，宁死不退。林帅，我必与妖族天骄一战。我也不走，我要和虚师兄并肩作战。一个女人都不走，我一个男人岂能让女人比下去？我也不走了，算我一个。”渤海天骄声音此起彼伏，林彻、慕容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楚川，他们跟随楚川而来，留与不留，自然由他决定。楚川看着众人的目光，他亲眼看到过那头巨鸟，深知妖族天骄的强大，心中惶恐，面上却豪气冲天。毕竟此时再退，怕被别人耻笑。我身为人族，渤海虽不是我的家乡，但同为人族领地，我愿为渤海出一份力。楚师兄，我听你的。慕容云英满眼倾慕，不愧是楚师兄，身怀大义。我也留下来，和妖兽血战到底。林帅看着这群天赋卓绝、热血沸腾的青年，眼中满是欣慰。有他们，渤海之幸，人族之幸。夜色笼罩下的死亡谷阵地幽暗静谧，这是孤玉关1个月来打得最艰难的地方，也是坚持时间最长的地方。其他阵地多的甚至换了3茬守备团，战壕中的士兵早已麻木，横七竖八地躺着，榨取任何1秒的时间休息。即便这1个月里他们武道都有进展，可仍快到达了极限。连日的苦战消耗的不只是他们的体力，还在磨灭他们的灵魂。没有人怕死，可没有人不想着活，总在生死间徘徊，人活得像鬼一般。一个瞌睡的士兵被人踢了一脚，那士兵刚想开口怒骂，可看到来的人以后，嗖的一下站得笔直，身体都因为激动而颤抖，双眼都快要溢出泪水。只因这个人名头太大，地位太高，正是孤玉关统帅林破敌。在渤海郡，他有军神之名，士兵刚想高声通传，却被林破敌制止。他从战壕中走过，身为统帅，他几乎从未来过最前线，可今夜他不得不来。指挥所里，孙成龙和江辰正闭目养神，突然就被一群人包围，他们厉兵秣马，杀意凛然，正是隶属林帅帐下的校官团，和传言中一样，每个人都身经百战，几乎都是炼神期的高手。孙成龙慌忙行礼，却被林帅一挥手，而后以请的名义嫁了出去。指挥所中仅剩下林破敌、江辰2人。林破敌看着江辰被血殷红的战袍和蓬头垢面，我看见了孤玉关混得最惨的天才，你本该同他们一样，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现在你看看你的模样，和个乞丐一般。江辰尴尬一笑，有新军服，没舍得换。但林破敌没理他，他左左右右审视着这个所谓的指挥所，其实破烂的和窑洞差不多，但不得不承认，被收拾的还算干净，以至于就连他都没露出嫌恶。我传信几次，你一次未回，你也是孤玉关胆子最大的天才，1个月几10场恶战，打痛快了。还行，就是兵器磨损严重，再不来补给，恐怕连5天也坚持不了。林破敌取出一把宝刀丢到桌子上，正是孙成龙卖掉的那把。为了阵地，家传宝刀都卖掉了，果然忠孝不能两全。你的人还算有种。江辰眼里立刻放出贪婪的光，然后无赖般的推给林帅，再卖一次430接金盒，童叟无欺。林破敌有些哭笑不得，这江辰竟还有这样一面。跟我走吧，800金盒，我现在就给。江辰朝外面看了看，那他们呢？那阵地呢？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以至于凌破敌少有的难堪，然后难堪瞬间转为暴怒。我能来这里，你可知为何？我有爱才之心，你不能恃才傲物。江辰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在和凌破敌闲聊。我也曾日日打坐，寻求我心中的大道，后来我发现闭关闭不明白，就想着仗剑天下，快意恩仇。我也想过。凌破敌说，直到我来到了这里1个月，我看到了一直扑到地平线的死人，我不知打了这么久，算不算打赢了？大败妖兽数十次，阵地仍在，你算小胜。现在回去，我给你开庆功宴。江辰看起来很迷惑，明明赢了，但这一切让我悲伤，我没感觉胜利的豪情。你看看外面那些蓬头垢面的弟兄，他们也没感觉，因为他们没想活着回去，他们不是为了活着来的。凌破敌难得的沉默，他知道江辰在说什么，军人之命，与卒同伤。他常拿这些话劝自己。他看到坐在战壕一角的伤员，他们依靠着一具具战死的尸体，或许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成为尸体。可是手里的刀还没放下，就勉强还算个士兵。你看到那个人没有？就是快断气的那个，他叫陈德才，肺都被捅破了，活不了了。22岁，刚成婚就来了前线，他媳妇还在等他回去。那个孩子叫吴浩，今年才16岁，家里人都死在了前线，他是家里最后一个。还有那个缺了条胳膊的尸体李有成，结果一事无成，在战场上偷袭一头3阶妖兽，临死前还说自己成功了，成功个屁！那妖兽就受了点轻伤，还是我给他报的仇。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很多兄弟中间的一个，他们有的已经死了，有的快死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让他们活着回去。凌破敌看着那双悲伤的眼睛，最终没再说话，转身离去。800兽核还是留下了。夜空中一阵白芒冲天，地在阵再次启动。孤玉关上，黑云压城，雷电轰鸣，狂风呼啸。云层之上，一道黑影出现，遮住整片天空，白昼如同黑夜。一头7阶妖尊张开双翼，细看来居然是一头庞大到无边无际的巨鸟。黑云之上雾气蒙蒙，看不清这头妖尊真身，强大气息压盖天地，恐怖无比。他俯视天地，凶焰滔天。啊！一声凄厉长吼，搅动云层，一只数百米的巨掌出现，向孤玉关城头挥动。赵天剑，寂灭。凌破敌运转真元，一轮黑色太阳飞出，迅速放大。轰！激烈的碰撞如同星辰相撞，引发强大冲击波。所有人族士兵趴在巷道底部，生怕被波及。妖尊展翅，化成一片恐怖黑云，挤满整片天空。2只巨爪伸下，一玉一爪将孤玉关毁灭。数道人影疾飞而出，他们是真元境的绝世强者，祭出无上武技，一时间光芒炽烈，紫气升腾，妖圣长鸣，巨爪闪耀神芒。一起上！几人须发舞动，体内真元喷涌，使出全力。天空上雷霆轰鸣，电光飞舞，即便看不到，也可感受到其中凶险万分。不好！凌破敌手持宝剑，目露惊慌。只见高天上数道人影坠落，满身鲜血。毕竟只是真元出境，几人即便联手，又岂是7阶妖尊的对手？突然，天空中黑云散去，2大妖尊收回本体，化为人，行立于高天。我族天骄降临，欲用人族天骄鲜血磨砺己身，人族可敢应战？声音轰鸣，层层叠叠传遍八方。凌破敌立于城头，眼神阴郁。2大妖尊出现，他岂会不明白，这是在逼人族天骄出手？他们要在人族天骄成长起来之前斩杀，也要证明同境之中，妖族才是至强一族。杀人诛心，何其歹毒！我等2大妖尊绝不出手干预天骄对决，你们人族可敢迎战？凌破敌身后一个身穿黑衣的青年，眼中满是战意，阔步走出，正是渤海天骄虚坟。战吧，凌帅，我有必胜之心，我来打第一场。凌帅，又有天骄请战。凌破敌在犹豫。这群年轻天骄虽然实力非凡，但这些年2族天骄对战，人族败多胜少，即便是胜也是惨胜。他不忍心这些年轻人就这么死去，毕竟他们代表人族的未来。2妖圣猖狂大笑，哈哈，人族应战的胆量都没有，看来人族已无天骄，9州之中唯我妖族长主臣服，尔等人族只配为我妖族奴仆。凌破敌看着身边这群热血青年，真元涌动，眼中恨意滔天，气息直贯苍穹。我人族从不屈服，应战！我等以为你们人族天骄准备好了葬身之地，尔等为我族魔力天骄，无论胜负，本妖圣成情。1月内，我妖族将不再发动进攻。江澄看着阵地远处的荒野上，目光凝重。来了？什么来了？身边的李猛奇道，他什么也没看见啊。轰！轰！轰！
身处孤玉关最前线的7团将士骤然瞪大双眼。荒野极远的群山万壑之中，风沙漫天，迷茫不可见。一座山峰正在移动，每跃一步，山河震动，万木摇颤。那不是山峰。等到显露身形时，众人无不倒吸一口冷气。那是一头数百米高的巨蝉，一头四阶妖兽奔逃，嘶吼哀鸣，可被那巨蝉张开巨口，一口吞入腹中。妖圣血脉，通天蝉。他气势压盖一方，无数妖兽都在瑟瑟发抖。可身旁几道身影竟然更加可怕，一条蛟龙，通体密布精灵，头生独角，熠熠生辉，妖气如海；一头金色猛马，长毛如金线，虽只有数米高，每走一步地动山摇，宛如太古神魔在世；一条数十米长的血色蜈蚣蜿蜒而行，头上竟生7只巨目，开合间七彩闪烁，每个法目都蕴含不同威能，万兽逼退。一声凶厉长鸣于他们身后传来，穿金裂石，通体赤红，形如上古一种朱雀，双眸如2轮血月，散发出的气息让大地都在抖动，江海都在沸腾。9阶妖皇血脉，毕方。10数道强大身影在死亡谷数十里外站定，悬于高天的天鹰妖尊双掌法则汇聚，一道道符文漫天。死亡谷前方，一块巨石从天而降，轰鸣过后，竟是一座10里方圆的擂台，其上规则隐现。这是战死人族强者的灵气。孽畜，上面还有我人族强者的血迹，尔等敢如此辱我人族，我必将血债血偿。这正是曾经真元境强者的灵气，用于门下弟子切磋，却没想到此时竟被当作了妖兽天骄的试炼场。人族武者仇恨滔天，可是无可奈何。万年中有多少大能卫守护人族死于妖兽之手，仇深似海，不死不休。这是天骄才配出战的生死擂台，我等绝不插手。第一战，我族哪位天骄出战？呱呱，我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声音传来，震得天地抖动，枯叶乱飞，整片天地似乎凝结，一股恐怖气息如山洪肆虐。万千妖兽瞬间止音，人族战士战战兢兢，浑身颤抖。那座小山般大小的蟾蜍化为人形，这是唯有妖皇以上的血脉才有的能力。他如魔王降临，散发滔天凶威，无尽荒野中一片死寂。即便化为人形，他依旧狰狞无比，浑身黄绿，两眼突出，光亮射人，口中吞吐着黑雾。他双足一跃，瞬间飞过数百米，落入擂台之上，身后万兽跪伏，血脉的压制让他们颤抖。通天蝉上场。刚刚还踊跃向前的众天骄一阵默然。这通天蝉此时虽为4阶，可血脉何其高贵，恐怕只有炼神期巅峰的武者才能抵抗。而这些人族天骄，境界最高的也不过是楚川和虚坟的炼神4重，可以说人族根本没有赢的可能。最让人胆寒的是，通天蝉虽然强大，可他身后那10几道恐怖身影，每一道都更胜通天蝉。这天骄战怎么打？难道只去送死吗？荒野擂台上，通天蝉立于其上，威势无敌。人族天骄却是久久没有动静。通天蝉面色狂傲，一张黄绿色的丑脸上已经有了明显讥笑。悬于高天上的2大妖尊眼眸也露出蔑视。若是人族天骄不敢出战，他们便护道诸天骄，屠杀人族士兵。如果连魔力都做不到，那孤玉关的人族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来打第一场。秦子嫣踱步而出，婀娜身姿杀气滔天。他本想打后面几场，因为他清楚越往后出场的妖族天骄也就越强。可如今众天骄被通天蝉气势慑服，谁也不敢露头。我来吧。终有一人起身，他身为渤海天骄，本就自傲，看到通天蝉如此嚣张，岂能再忍？落雨，小心！一道流光划过，落雨体内炼神1重天的真元奔涌，气息掠过之处，引起人族战士惊骇。好强大，不次于那头妖兽天骄，人族有望取胜。当落雨真正站在通天蝉面前，才真正感受到那股强大威压。即便是曾经在妖兽领域交锋的5阶妖兽，怕也没有如此强大。渤海赤星楼，炼神一众，落雨。不用说你的名字，毕竟你马上要成为尸体了。通天蝉声音中透着明显嘲讽。作为妖皇后裔，他有自傲之本。我今日就斩你这妖兽，让你领教一下我们人族之威。通天蝉的蔑视让落雨怒火冲天，他冲天而起，手中灵气真元缠绕，闪着炫目的赤色霞光，砸向通天蝉面门。人族当真孱弱。通天蝉一双带谱的手掌抬起，掌心妖光闪烁，化成紫芒喷薄而出，与灵气重重撞在一起，爆发出强大风暴。落雨只觉一股巨力涌入体内，他目露痛苦之色，可与这等妖族天骄对战，生死一瞬，直接使出杀招，浑厚真元全力施展，引动飓风，声势骇人。星辰坠落，不愧是天骄。人族武者目露振奋之色。孙成龙也连连称赞，
他虽也是炼神一众，可与天骄相差甚远。可以说他虽身经百战，但在落羽面前撑不过3招。花里胡哨！通天禅一声阴笑，双臂骤然膨胀，瞬息足有数米大小。他一掌拦住落羽杀招，另一只巨掌拍向落羽。砰！落羽手中灵气震颤，真元溃散，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无比，闷哼一声，倒飞出去，身体在擂台上磨出一道白痕，胸腹气海一阵剧痛，终于压制不住体内血气，喷出一口鲜血，双手捂着胸口，再也站不起来。哈哈，就这等废物也敢称天骄？通天禅一声狂笑，画出高达100米的圆身，恍若山岳，目露凶光。落羽眼中露出惊恐之色，只见那巨口从天而降。落羽，落师弟！恐怖的一幕出现，通天禅张开巨口，将落羽吞入口中。随着咯吱咯吱的咀嚼声，天骄落羽竟被通天禅活活吞吃100万人族，骇然！如此强大的人族天骄，竟被如此轻易击败，妖族天骄究竟强大到了什么地步？数十人族天骄呆滞当场，心中发寒。他们原以为即使落败也可保住性命，没想到仅仅2个照面，落羽就被活吃，简直骇人至极。几大妖兽天骄瞳孔中露出讥讽：长辈让他们来此历练，若仅仅只是这种程度的对手，有何历练可言？他们彼此相视，战意十足。若人族孱弱，那他们必要战上一场，试试谁才是真正的第一天骄。人族武者眼中有压抑，有仇恨，有愤怒，有胆寒。楚川额头沁出冷汗，即便是他，也未必能赢过这头通天禅，怕会落得和落羽一般的下场。林破敌眼中凝重无比，落羽已经是渤海郡少有的天骄，面对此等妖兽时竟被轻易击败，难道真要亡族？通天禅狂笑，这一战轻松无比，他并没有下场，嚣张地望向人族。人族还有天骄敢上台吗？众天骄肝胆欲裂，无不心中思量，面对此等妖兽，究竟谁人可敌？落羽虽非人族天骄中的强者，但实力也在中游，他都如此容易被击败，其他人纵使上场，怕也无济于事。怎么回事？人族难道连个敢上台的天骄都没有吗？通天禅咧嘴狂笑，声震四野。我去！又有人族天骄登台，身后风雷滚滚，他修行5阶5级风雷掌，已至大成，乃是渤海天骄中前列的高手。渤海玄光会，炼神2重，陈冰，风雷9天。通天禅化出本体，身躯大如山岳，遮掩半片天际，张开巨口，呱！这一次他没有动用肉身力量，张口吐出一道青色波纹，直径足有数十米，目标正是这人族天骄。这是妖圣血脉中的神通宝术，威能无穷。这波纹灿灿生辉，如同利刃，那名叫陈冰人族天骄祭出的雷电竟然瞬息瓦解，而后身躯在空中崩碎，鲜血溅起数十米。所有人都惊呆了，通天禅太强大了，根本无力对抗。一些阵地中的士兵已经露出绝望之色，他们舍生如死，最多能斩杀低阶妖兽，面对这等恐怖存在，唯有死亡一途。林破敌面色冰寒，在100万将士眼前连续2场惨败，他自然知道意味着什么。两军交锋，一旦没了战意，孤玉关不战自溃。之所以不让这些天骄出战，他也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出现。只是更糟糕的是，他没想到2战竟然败得如此彻底，可以说几乎毫无还手之力。死亡谷阵地，他们距离雷霆最近，自然看得清楚。看着人族天骄如此轻易地被妖族天骄击杀，7团将士牙都要咬出血来。可自己实力低微，面对这种强者对战，他们连做炮灰的资格都没有。孙成龙面无表情，正如他所说，打了30年，败了30年，他浴血奋战，无数次濒临死亡，可却看不到人族的希望。难道人族真的要走向灭亡了吗？江辰提起长枪，向战壕外走去。你要干嘛？杀了那头蟾蜍？你疯了？江辰，你才凝气10重，去了和送死一样，快回来！孙成龙的声音被风沙淹没，死亡谷外，一个手持长枪的身影朝着数里外的擂台走去。天骄阵中，灵犀秀目赤红，他虽只有先天7重，想要出战，却被那护道老者拉住。老者此次前来，便是为了保护灵犀安全，自然不能看着他白白送死。秦子嫣不再犹豫，利剑出鞘，剑气搅动苍穹。妖族猖狂，咱们若是再输，孤玉关100万将士的心气都没了，怕是马上就要破关。这一战，我去！秦子嫣刚欲仗剑而去，却没想到却被楚川突然拦住。他眼中满是对人族的关切。子嫣师妹，你不能去，你是咱们东荒的未来，也是人族的未来，你绝不能以身涉险。你我虽非同门，但却都是人族未来的希望，绝不能因为一时的胜负葬送了生命。纵使我豁出性命，也绝对不会让你过去。楚川站在秦子嫣身前，目光坚定，大义凛然。他心中自是有小九九，秦子嫣一介女流都上了，
他身为东荒修为最高者，怎么好意思留在阵中？人族连败2场，下一场若是再败，恐怕整个孤玉关的战役都会降到谷底。原本嚣张跋扈、眼高于顶的人族天骄，此时寂静无声，就连凌破敌此时也是一阵漠然。经过万年的征战，妖族越来越强势，即便人族偶有天骄出世，以一人之力也难以挽回人族颓势，而妖族却是日益强盛。在场天骄中，境界最高的仅有虚坟和楚川2人，即便他2人面对这头通天蝉也几乎没有胜算，其他人去更是与送死无异。或许人族到了最后关头，再有数百年，或许会真的灭族。罢了，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了，咱们认输。凌破敌闭上眼睛，他的心都要撕裂了。他今年200余岁，以真元境的年龄来说，他正值壮年，却因长年累月的整个带弹，把头发熬得花白。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族，却仍旧没能挽回人族的颓势。林帅，还请让我再打一场。一个身穿灰衣的青年起身，却是在角落中默不作声的一人。他将一个储物锦囊递给凌破敌。林帅，将此物交予我的父母，替我向他们道歉。孩儿不能尽孝了。你……凌破敌认识这位青年，他出身寒微，仅靠着毅力和天赋，以29岁的年纪刚刚踏入炼神一众，但是所修武技不过3阶。陈阿生，务逞一时之用，以后你修为高深。陈阿生打断了凌破敌的话。林帅，人族还有以后吗？而后扫视在场天骄，目光最终停留在秦子嫣身上。人族天骄，一群男人连个女子都不如，和你们这种人并称天骄，真是我陈阿生之耻。他目光冰冷，刚刚之所以没有出战，是因为他刚刚通过传音给师门交代了后事。众天骄无不低头，他们自以为英勇无比，可真到了死亡面前，他们害怕了。林帅，我去了。且慢。凌破敌看着陈阿生一往无前的样子，眼眶湿润，他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把利刃，光华微微，竟是15阶灵气。此剑名为除妖，是渤海欧野大师所炼。今日老夫就将此剑赠予你，祝你斩妖成功。陈阿生放声长啸，豪气干云。多谢林帅赐剑，活出性命，我必斩此妖。陈阿生去了。还有没有人族天骄敢上场？连登类的胆量都没有，人族当灭！哈哈哈！两大妖尊仰天长啸，声音震动四方，传遍孤玉关方圆数百里。数百万将士怒火中烧，却悲哀无比，因为妖族天骄强大无匹，人族已经没有获胜的希望。渤海九玄山陈阿生前来斩妖。一道灰色剑芒破开天地，插入擂台之上。只见那灰衣青年气息平淡，甚至还不如原来出战的两大天骄。通天蝉气焰嚣张，哈哈，又来了个废物，还不如刚刚那俩。今日我必要吃饱。呱！陈阿生手持除妖剑，踏出一步，万象归一，格脉逆血，动即是风，止即是空，真元转灭。轰！刹那间，地动山摇，巨石横飞。那道灰色身影身上绽放血色光华，光辉扩散，整片擂台都一片璀璨，似是9天之上的惊雷响起，擂台都成为了血色的海洋，云烟电芒交织，血气翻涌，如江如海，蔓延数里，甚至那头通天蝉的气势都被压制。这是众天骄惊喜，没想到这个平日里不言不语的青年，竟有如此实力，有望战胜通天蝉。他在用命换命。一个哽咽的声音响起，众人这才注意到，陈阿生此时已七窍流血，他不知修行的什么功法，竟然可以燃烧生命，短暂提升自己的实力。此时他的皮肤都升起血雾，无论胜负，陈阿生必死无疑。妖孽，受死！擂台上，黑云压顶，山雨欲来。你是何人？敢言除妖？通天蝉听到陈阿生的言语，仰天长啸，眼中满是嘲讽。虽然轻视，但仍旧收回本体。从陈阿生身上，他已感受到了威胁。既然你找死，我便成全你。他一步迈出，大地轰鸣，如同一头庞然巨物在动。拳风挥动，只见无数雷电轰鸣而去，最终画出一片黑色电狱。陈阿生一剑挥出，气息如滔天洪水开闸，那边恐怖电狱轰然崩碎，剑气去势不减。狂风呼啸，天地变色，通天蝉强大的身躯被击出100丈，尘烟消散，通天蝉胸前竟出现一道绿色血痕，他受伤了。人族传来欢呼，这是人族天骄第一次击退通天蝉。通天蝉暴怒，区区人族竟敢伤我，我要把你压成肉泥。他腰力流转，气息轰然炸开，一道道诡异符文传遍他的身体，那是妖圣血脉中蕴含的妖术。绿色雾气弥漫，雾气中噼啪声不绝于耳。通天蝉本体再现，他身躯再度长到数百米，吞吐烟霞，符文流转，恐怖异常。呱！
一声蝉鸣，他浑身化为青褐色，古意沧桑，宛如上古妖兽复苏，跨越无数时代前来参战。巨大身躯一跃足有1000米，口中出现一道粉色流光，其上雷电喷薄，朝着陈阿生袭来。陈阿生真元注入，斩妖剑轻盈不止。他踏出一步，气势更盛。此招无名，这是必死一战，也是必胜一战。临死之前，他悟出高绝剑意：莫道年少无胆气，敢叫天地沉入海。他虽身死，但斩妖之心宁死不变。一道恢宏剑意斩出，粉色流光崩碎，鲜血喷薄。那流光竟是通天禅的舌头。陈阿生七窍流血，可战意冲霄。九玄剑，天降神雷。往日不可参透的剑意已然洞悉，他在燃烧他的血脉，亦在燃烧他的潜能。他再走出一步，吐出一口鲜血，气息更盛。天空中雷云密布，9条如蛟龙一般的电光在云中飞舞。通天禅恐惧，他妖力疯狂催动，想抵抗天空中的雷霆。9条雷龙轰然降落，击在通天禅后背。雷霆万钧之下，地动山摇。人族武者，本妖还有秘法，我饶你一命，你下场吧。通天禅后背血迹斑斑，其上还残余雷电，有些地方焦黑一片，但气息更然强大无匹。陈阿生仰天狂笑：临死斩妖，此生足矣。我便是为斩你而来，不死不休。此时陈阿生已成血人，那血人再次挥剑，9雷过后，天雷再起，瓢泼大雨轰然落下。通天禅恐惧，此人先杀己再杀人，心狠至极，恐怖如斯。他开始逃跑，此时唯有拖才能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此人看似强大，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孤玉关人族战士眼含热泪，他们已经知道这位叫陈阿生的天骄究竟在做什么。天雷如同拥有生命，化为2条青龙，横贯长空，冲向通天禅。妖光遮天，他不再留手。一轮血色巨目张开，这是妖术产生的异象。恐怖的火焰从目中腾跃而出，冲向雷龙。轰！通天禅胸口再度染血，陈阿生皮肤血雾升腾，7孔血迹已成黑色。你他娘的不怕死吗？通天禅破口大骂。陈阿生浑身是血，慨然长啸。人族历史千万年，即使我身死，残躯归天之际，必有东岭新伯出生。此招必杀你！陈阿生的声音在孤玉关上空回荡，不止人族，即便是在无尽妖兽和那妖族天骄耳中都清晰可闻。天地动容，通天禅眼中满是绝望。他已看到了天空中氤氲着粗如山峰的雷霆。陈阿生挥剑，咔嚓，他的瞳孔骤然扩大，声音很小，可是孤玉关数百万人族耳中却如雷霆万钧，如长夜将至。终于撑不住了吗？他的手臂崩裂，斩妖剑坠落，只差最后一招。暴雨倾盆，那个血人直直地倒了下去，鲜血顺着雨水流淌。林破敌缓缓闭上眼睛，不让眼泪流出。陈阿生虽败，但用自己的生命为孤玉关挽回了战役。或许这就是人族的宿命吧。他转回头看向身后的众天骄。天骄擂台我们认输，妖兽强大，非你等可敌。你们快返回内陆，大战在即。记住陈阿生，记住孤玉关的100万将士，来日为他们报仇。那林帅告辞。告辞林帅，我们一定会成长起来，让他们血债血偿。灵犀师妹，紫妍姑娘，咱们也走吧。擂台停止，2大妖尊很快要攻城了，孤玉关守不住的。楚川催促。通天禅死里逃生，疯狂大笑，哈哈哈哈！我赢了，我赢了！区区人族也敢伤我，看我将你吞掉！他化为人形，满脸的嚣张疯狂，一步一步朝着那个气息微弱的血人走来。他恨透了这个让他灰头土脸的人族青年，要在陈阿生死前吞掉他，一点点的咀嚼咬碎，让他尝尽痛苦而死。瓢泼大雨中，一个身穿新兵服的青年踏上了擂台。他的步幅并不大，气息也很微弱。可是通天禅忽然全身一冷，身为妖圣血脉，他怎么会感觉到冷？刚刚有一刹那，他感觉自己坠入冰窟。他慌忙回身，环顾四周，一个瘦削的身影站在了血人面前。他身穿新兵服，手持着一把平淡无奇的长枪，气息微弱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就这么一个人，却让通天禅感觉到磅礴杀机。陈阿生濒死之际，迷蒙中看到一个身影站在他身前，随着一粒灵丹送入他口中，延缓了他片刻的生命。放心，我会为你报仇的。那人举起长枪指向妖兽。第7守备团小卒江辰请战。小卒通天禅狂笑，区区人族小卒也敢上天骄擂台，你是在寻死吗？哈哈！林帅，那人是谁？
有人一声惊呼。林破敌放眼望去，只见一个新兵手持长枪立于擂台之上，虽气息微弱，但战意无穷。林破敌双眼瞬间瞪大，他想到无数种情况，但唯独没想到这个宁气境的江澄会上场。无论是心性、天赋，还是他的布阵之术，江澄是毫无疑问的天才，甚至相比于楚川和秦子嫣都不遑多让。假以时日，必成大器。可现在太早了，年少不缺乏血性，却太缺乏理智，意欲用牺牲来唤醒孤玉关100万将士的斗志，虽然壮烈，但不明智。秦子嫣和灵犀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一位对江澄有着极好印象，一位却视他为仇敌。可到了现在，无论是谁，都向那道身影投以了崇敬的目光。以死明志，百世流芳，哪怕此生短暂，一腔热血可照人间千古。陈阿生如此，江澄亦是如此。打到这个份上，此战无分胜败，唯有死战之心。秦子嫣没有丝毫犹豫，真元轰然爆发，拔地而起，朝着擂台飞掠而去。他修行的武道极为特殊，此次却是叛道而行。修行有道，可人族传承的精神亦有道，此道无畏不屈，坚韧不拔，视死如归，包容万物，不拘一格，开人族100万年辉煌，亦曾有过万族来朝，此道是为大义。风伯、楚师兄，你们走吧，我是不会走的。林夕声音婉转清冷，但语气中的坚定谁也听得出来。一个宁气武者尚且如此，我等自诩天骄，岂能贪生怕死？他凌空而去，身后楚川高喊：小师妹，你要去干嘛？林夕回首，我要看看这位武者是何等英姿。他死以后，我下一个上台，哪怕豁出性命，我也要让妖兽知道，人族武者从不缺乏血性。我也去。林仙子，等我们。只见原本要离去的天骄也已动容，一个小族尚且如此，他们为天骄，岂能让小族比下去？哪怕付出生命，也要为人族战上一场。陈阿生和那个小族点燃了他们心中的热血。楚师兄，我们也去吧。慕容云英眼眶也微微发红，他也被那宁气境小族的气势震撼。虽死而往，何其壮哉！楚川眼睛微敛，呼出一口浊气。事到如今，不得不去了。慕容、林彻，咱们跟上。看着众天骄飞掠而去，林破敌没有阻拦，他眼中氤氲着雾气，似是看到了年少时的自己，转身飞上城头。擂鼓，为我族天骄助威。我人族少年如此，未来必有将妖魔赶出9域的一天。死亡谷阵地，1000多将士站在阵地前。兄弟们，你们怕死吗？不怕。孙成龙大笑，扛起了那面兽部战旗。七团面对妖兽，啥时候怕过？现在咱们的兄弟江澄上累了，他要用命唤醒孤玉关将士战意，咱们七团最不缺的就是勇气。走，跟我到前方擂台，为江澄喝彩。战鼓隆隆，兽部招展。最后2行小字写着：伤时擦血，死时裹身，视死如归，勿忘本心。擂台之上，若是再有人族天骄上台，通天禅定然不会恋战，毕竟此时他也身负重伤。可是一个区区宁气小族，他自然不能放过。连胜3场和连胜4场的含金量自然不同。刚刚惨胜，若是这搬回去，恐被那些妖族嘲笑。他要再杀一场，哈哈，区区小族，你们人族看来是没天骄了。也罢，看在你如此弱小，还有胆挑战我的份上，我让你先出招，哈哈哈。江澄的声音很平淡，平淡到根本就不像生死之战。我要先出招，你可能会死。通天禅以为自己听错了，看向江澄的目光也发生了改变。这小族不过宁气期，手中长枪也不过是最低阶兵刃，难道是人族没人了，派了个白痴上台？不过身为妖圣血脉，他何等高贵，绝不能让一个低贱的人族侮辱自己。他的眼神更加阴狠凶残，嘴角泛着狞笑。好，很好，我本想给你施展一招的机会，让你死的看起来有那么点价值，你却如此狂妄无边。我不管你是白痴还是什么，惹怒了本妖，我必让你承受最极致的痛苦，我会一点点嚼碎你的。江澄对通天禅的威胁恍若未觉，他持枪而立，罡风烈烈，凝气十重的真元轰然爆发，引起一道道汹涌气浪，烟尘漫天。后方的妖兽天骄却忍俊不禁，哈哈狂笑，这小子是不是脑子有病？天骄之战，区区宁气也敢上台，摆明了找死。人族已无天骄，派出这等小族，我妖族占领9域就在眼前。奔赴而来的众位人族天骄此时也面色凝重。江澄和寻常宁气武者相比，自然实力强得多，甚至连秦子嫣也感受到此时的江澄比1个多月前又有些进步。但和真正的天骄相比，仍旧是天差地别。江澄上台无异于送死，看着那道不屈的身影，秦子嫣已不忍再看接下来的场面。区区小族，我就让你看看你和本妖的差距。通天禅嚣张至极，
面对那闪耀着白色枪芒的枪尖，视若无物，一双妖目之中满是冰冷不屑。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皮糙肉厚的他如挠痒痒一般。哈哈，小子！通天蝉的笑声戛然而止。就在江辰七进的瞬间，长枪骤然消失，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神光熠熠的宝剑。江辰气海中真元奔涌，经脉中血气蒸腾，在尽法天灭得的加持下，他浑身绽放神芒，一道剑光乍现，在那把神剑出鞘的瞬间，空中阴云突兀崩散，只剩一片湛蓝天空，天地一片明亮，擂台上散发着冲霄的剑光，焚心断意。随着江辰冷酷的声音传遍四方，一道赤红剑光冉冉升起，将整个天地都照耀得璀璨，如同神明出世。江辰全力发动尽数天灭，面对这种妖族天骄，他要做到一击必杀。江辰体内的经脉都在崩裂，这一击是他最强一击。通天蝉慌忙记起妖力，他画出本相，意欲逃离此地，可是太晚了。呱呱，他在剑光中凄厉惨叫，奋力挣扎，这种挣扎是徒劳的。通天蝉胸腹如同烈火灼烧，痛入骨髓，这种疼痛他纵横妖界已经多年未曾遇到。他想跃下擂台，却被一道闪耀着神芒的神剑洞穿身体，光芒逐渐消失，天空中显出万里晴空，只剩江辰一人傲然而立。随着妖圣血脉中蕴含的血气被吞天混沌经吸收入体，江辰的气息汹涌澎湃，席卷天上地下。他踏入先天境界，江辰的声音惊破四方：妖族还有谁敢来战？这一剑之威让孤玉关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莫说是普通士兵，就连那些天骄也目瞪口呆。那通天蝉的实力他们看在眼里，即便是楚川和秦子嫣这等绝世天骄，即便能胜也是惨胜。他们已经做好了看江辰败北的准备，甚至已经想到了他凄惨的结局。没想到如此强大的妖族天骄竟然被江辰一剑斩了，他们如何能不震惊？这一剑出自太玄剑法，可又不全部相仿。他到底是谁？即使相距数十里，也能感受到那把剑的无上威能。那是什么剑？难道是神器？秦子嫣在瞠目中看了好久，一阵失神的自语。他曾从江辰枪法中看到了太玄剑宗的影子，可没想到仅仅1个多月的时间，江辰竟然再次突破，从太玄剑法中提取真意，融会贯通。出招速度、时机、位置分毫不差，不然绝不可能胜得如此容易。在场所有天骄，哪怕包括他自己，也绝不可能做到。想到江辰曾经绘制阵纹，这江辰明明才20岁的年纪，怎么可能把真元掌控到如此地步？楚川在空中呆若木鸡，他一直把江辰当作蝼蚁看待，什么时候想杀了随手杀了便是。但他没想到江辰竟然如此强大，他自诩剑道天才，可那一剑的威力已经超过了他，即便他动用特殊手段，想要在几息之内击杀通天蝉也绝不可能。但这个江辰却做到了，他眼中闪过一抹深深的忌惮，日后东荒恐怕江辰必定是自己的大敌。江辰以灵气巅峰胜4阶妖兽天骄，横跨一个大境界，这是几乎无法用任何方式弥补的巨大差距，但江辰却做到了。孤玉关上，林破敌眼神中有着抑制不住的激动，他虽把江辰当作一个天才，但更多的是看中江辰的潜力，毕竟一个灵气巅峰的武者，再强又能强到哪里？可江辰却完成了一个奇迹。他注视着江辰，心中激荡不已。这个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在隐藏自己，面对通天蝉时故意示弱，甚至故意展示出自己的武器只是一阶凡品，等到靠近通天蝉时才骤然发难。虽有取巧之嫌，但跨越一个大境界本就是奇迹。那把神剑别人不知道，林破敌岂能不知？东荒渤海2郡的剑客，谁不崇拜那位传说中的太玄剑神？他一人一剑斩杀过多少妖族大能？可以说没有老剑神，东荒渤海2郡早已不存在。这把剑出现在江辰手上，他便已知道了老剑神的用意。江辰便是老剑神剑法的传承者。江辰也未辜负老剑神的传授，以灵气胜4阶妖族天骄，他的名声足以轰动天下。林破敌的心神激荡，目光一直牢牢盯着那道身影，投射着无法掩饰的欣赏。擂台之上，江辰破入先天境界，这1个多月的战场给江辰提供了足够多的底蕴，此时厚积薄发，实力再度增强。先天亦为半神，体质得到升华。若说灵气拓展的是经脉，那先天增强便是体质，无论是身体强度还是肌肉力量，都有了突飞猛进。进入这个境界便等于夺取天地造化，他身体如同一座神炉，体内血气滚滚，无时无刻都在淬炼己身。只是南宫婉儿送他的隐秘符文隐藏了他经脉中的血色战纹，不然气势将更加强大。吞天混沌经全力发动，七经八脉中血气蒸腾，宏大凝实，古意沧桑，他的血肉灿烂，血光飞洒。这是一种玄妙的感觉，经脉在不断撕裂恢复，每次恢复都会更加坚韧。经脉中血色战纹散发出汹涌伟力，与气海真元融合在一起，
让他整个躯体生机勃勃，强大无匹。这也是江辰敢于再战的根源。若是在与通天蝉战斗，即便他身处巅峰，他也有信心将其斩杀。而且他也感受到了沉浸在吞噬妖族天骄血脉中的蓬勃血气当中，那是他们血脉中蕴含的磅礴力量。斩杀一头4阶妖族天骄，比斩杀几十头4阶妖兽收益还要巨大。妖族天骄中一道金光闪耀，奔袭而来。人族，你准备好受死了吗？黄金猛犸踏上擂台，施展妖力，一轮金色月亮出现在其背后，直径足有数丈，宛若一片璀璨神环。金芒蒸腾，不断从金月中涌出，化为一片灿烂光雨。明明是妖孽，却如神奇一般。突然他动了，如同一片金色汪洋浩荡，整片擂台掀起一股气浪，冲向江辰，汹涌澎湃。妖圣血脉何等惊人！他每踏一步，如惊涛拍岸，整片荒原都在颤抖，山石被罡风吹动，枯木飞向高天。孙成龙慌忙运转真元，罩住身后的1000多士兵，可哪里护得住？真元在金色气浪中爆碎，突然一阵清气掠过，隔绝气浪，香风扑面。只见一紫衣少女立在7团之前，正是秦子嫣。江辰并不躲避，他突破先天，只感觉双臂伟力无穷，怕是已不能用金来衡量自己的力量，只感觉自己力量不弱于这凶兽。他第二重天灭运起，一时间血气翻腾，双手灿出神芒，抬臂硬汉，轰隆！他与那头黄金猛犸撞到一起，刹那间爆发出滔天光芒，席卷四面八方，神力惊世。黄金猛犸小眼中露出惊骇，他这一撞，山峰都要崩碎。可这个小族竟然一步未退，人类从来都是招式凶狠，什么时候有这种逆天体魄，仅靠肉身已能与他们这些妖圣血脉相抗？啊！黄金猛犸甩起长鼻，一条金色长鼻横扫而来，隐隐有妖光显现，摧枯拉朽，力道强大爆裂。江辰手中一闪，斩天剑出现，与那金色长鼻撞击在一起，天地轰鸣，双雷炸响，两者尽皆倒退。他到底是谁？渤海东荒2郡天骄中有人露出惊惧的神色，他们大多数人从未见过江辰，此时眼中都是惊骇。传说中可以屠神的圣体，怕也不过如此吧？这青年怎么如此可怕？难道他是哪位至高大能的亲传弟子？如此天骄怎么会出现在前线战场？他不应该在后方修行，等无敌天下的时候才出世镇压人族气运吗？这样的天赋，莫说在东荒渤海2郡，就是放到整个人族都极为罕见。太玄剑宗出了那位传说中的武道圣体，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位叫江辰的天骄。林破敌感叹道。身边众人缓缓点头，看着那道无敌身影，他们心潮澎湃。沉寂万年，人族或大事将至。黄金猛犸血脉中的妖力奔涌，他乃是雪山之王，如何会被轻易击败？他挥动四蹄，金光澎湃，如同天生双日，与江辰战到一起。他伟力无穷，拥有同阶不灭的体魄和强大无匹的力量，每次挥蹄都气息压盖四方，足以将山峦踏成齑粉。然而江辰手中长枪绽放神芒，纵横腾跃，枪如蛟龙，硬汉这头黄金猛犸。两者每次交击都爆发出炫目光华，众位天骄瞳孔紧缩。渤海天骄虚坟不禁感叹，这青年肉身之力竟能与妖族天骄一战，怎么可能？我生平从未见过如此惊世的绝代天骄。一个轻视身影浮现脑海，不，唯有他，太玄剑宗的武道圣体林希月。可林希月是何等存在？即便放在整个人族都是顶尖的天骄，江辰怎么可能与他相提并论？但眼前的事实不由得他们不相信。江辰与黄金猛犸交战百合，不分胜负。妖族天骄惊骇，那头一直假寐的白虎睁开了眼睛，凶威滔天。天空中翱翔的火红巨鸟双目如电，死死地盯着擂台上的人影。啊！黄金猛犸人立而起，两只前蹄猛踏地面，神辉洒落，气势在涨。他燃烧大妖血脉，势必要击杀江辰。一条黄金铸成的巨腿横扫而来，金光闪烁，江辰神剑格挡，但还是被巨力轰飞。砰！江辰翻飞出去，口吐出一口血沫。不得不说，这头黄金猛犸太强，更胜那头通天蝉。若是其他天骄，恐怕早已不知，但江辰体质何等惊人。他再度冲杀，手中神剑绽放光华，他百年未露锋芒，此时显露出他的真正神威。一道道金电闪烁，蔓延四周，整片天地被神剑光芒笼罩，引来孤玉关百万将士惊叹。那是神器，神器，唯有人族大能才可拥有的至高武器，每一把都能镇压宗门气运。这青年究竟是谁？竟然手持神兵！江辰与黄金猛犸激烈交锋，他被黄金猛犸长鼻抽中，鲜血淋漓。黄金猛犸被神兵劈斩后背，脊椎骨几欲断裂，黄金血液崩流，恐怖异常。他血脉神异，出身高贵，此时竟陷入苦战。
轰一股恐怖波动震慑四方，漫天金雨降落，所落之地出现一个个孔洞。江辰急速躲避，五阶步法逍遥游运用到极致，他的脚步挪动，若进若退，若即若离，但其中步伐敏捷，姿态潇洒优美，变幻莫测。这门武技练到极境，据说可以水击3000里，扶摇上青天，焚心断意。江辰全力施展劲法天灭，长剑化为赤红，身后大日隐现，一道凌厉无比的红芒斩向妖兽。这一击惊天动地，黄金猛犸浑身迸发出金光，意图抵挡。死！金光轰然破灭，如同神奇的黄金躯体通体皲裂，而后随着一声巨响，竟然爆碎，惨死当场，血气如浪潮吞入江辰气海。一时间气浪滔天，先天境界瞬间巩固，身躯上流动蒙蒙宝辉，巍峨而又强大，散发出一种让人心悸的力量。旭日之下，他手持神剑，傲视苍穹，面向妖兽方向，声音狂傲霸气，如同战神降世。还有谁来？气势之盛，众生惊叹，苍天之下有我无敌。陈阿生最后一丝生机逐渐断绝，看着那个强大背影，他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有这样的绝代天骄，人族一定不会亡，我可以放心闭眼了。陈阿生失去生机，人族方向传来欢呼，百万武者的欢呼如同海啸，大家脸上洋溢着兴奋激动，哪怕那些老兵也从没有如此热血沸腾之时。孙成龙挥动着大旗，旌旗猎猎，似是为江辰喝彩。人族众天骄此时也瞠目结舌，望向这道身影的眼神更加骇然，甚至一些眼高于顶的天骄此时也放下了心中傲慢，被江辰神威折服。林彻背后一身冷汗，自己曾经挑衅的就是这样一位绝世天骄，若不是灵犀及时出现，恐怕他心中此时只有后怕。灵犀美眸泛出异彩，没想到这个江辰竟然如此强大，想到曾经与江辰初见的场景，俏脸不禁飞上一抹绯红。天空之中，两大妖尊面色铁青，他们没有料到这种情形，此人已成无敌之势，若是不将其击杀，以后必为妖族大敌。可此时究竟谁能上前？妖族天骄中一片寂静，原本跃跃欲试的妖圣血脉此时也不敢上前。他们血脉高贵，天生便有灵智，更能明白此时登场等于白白让那人族魔力占心。众妖看向地位最高的妖皇血脉白虎，可那头凶物此时闭上双眸，竟是毫无战意。江辰虽强，但对他这位妖皇血脉来说仍旧不够格，唯有人族中的顶尖天骄才配让他亲自出手。足足半刻，那10几道盖压苍穹的强大天骄竟是一个敢动的都没有。江辰睥睨四方，此时他已知道妖族天骄体内血气远胜寻常妖兽，每杀一头都有澎湃血气入体，更有机会获得大妖神通，如此良机岂会失去？而且他每胜一场，孤玉关人族武者士气更胜一分。江辰的身影如同天神降世，黑发飞舞，眸光如电，穿云破雾，如同一尊上古神祇。他指向妖族天骄方向，那条狗，那头大猩猩，那头还有那只鸡，别东张西望，说的就是你，我一个打你们3个，敢不敢应战？众人惊奇，妖兽阵营什么时候有这种生物了？突然一头巨鸟张开双翼，鼓荡起恐怖罡风，刮起数10里的沙粒，碰得人脸生疼。我乃妖圣血脉，众名。双翅一震，可撕裂长空万里。小子你才是鸡，好胆，我必杀你。白昼又有明月高悬，一声狼嚎惊破天际。我乃妖圣血脉啸月天狼，我腹张口，可吞星拿月。你在找死吗？我乃妖圣血脉朱焰，我等出世，赤地千里，服侍百万。你敢侮辱我等，看我不生撕了你！3道身影降落在擂台之上，他们个个神意强大，浑身妖力流转。正如他们所言，妖圣血脉岂能受辱？此时也顾不得公平，要齐战江辰。3头妖兽天骄嘶鸣，吼声震动山河，群山万壑都在摇动。他们吞吐云雾，妖光四射，气息强大无匹。任何一头妖兽都是不弱于通天蝉的存在。小子，看我将你抓成肉泥！众民伸出一只利爪，力重万钧，迅若雷电，闪烁着冰冷的寒芒，朝着江辰袭来。轰！下一瞬，电芒滔天，血色雷霆在擂台上如蛇般舞动。江辰把逍遥游运用到极致，如大鹏般跃起，速度快到只能看到残影，这才堪堪避过。巨爪击在擂台之上，光辉摇曳，数千丈的擂台都在震颤。江辰身在半空，真元奔涌，一脚踢出，撞在巨爪之上，各自倒退出去。笑月天狼和朱焰震惊，这人类如此渺小，怎么会有这等恐怖躯体？强大身躯不是妖族和魔族才拥有的吗？他们在妖族虽为青年，但妖和人不同，每一头都已是成百上千岁，这人族才多大年纪？难道是人族大能修炼的不老功法？这真的是我人族武者吗？
远处林夕喃喃自语，这已经是他不知第多少次呢喃了，一双美眸更是一直处在震惊状态。从第一次和江晨发生冲突，到江晨失手摸到了自己的敏感部位，可以说他对江晨一直有着不好的印象。可到后来得知江晨因为一个普通新兵离开档案处，甚至去了整个孤玉关最危险的阵地，1个多月的时间更是斩妖无数。到现在，那些强大无匹的妖族天骄竟然被这个平平无奇的男子压制，他的芳心颤动，对江晨无比钦佩和折服。看着江晨在擂台上杀意冲霄，浴血奋战，秦子嫣的眼波动荡，释放着无比动人的光芒。曾经他只把江晨看作一个勇敢无畏的师弟后辈，而现在他的目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道人影如战神一般，黑发在狂风中舞动，无数次与妖族天骄硬汉到一起，身上也渐渐有了伤口，但他依旧双眸冷冽，自信无比。江晨神剑挽出万千朵剑花，这是从家传武技中演化出的招式，与前世仙法相结合，威力胜从前万倍。万剑伏诛，剑影已一化为千万，声势浩大，其中隐含大道真意，朦胧中似有神奇诵经，沧海桑田，这是触摸大道的象征。笑月天狼仰天长啸，身后画出皓月，一道道月光洒出，竟如剑气一般，所过之处溅起烟尘。嗷嗷嗷！朱燕双拳捶胸，掀起滔天气浪，惊得人族武者汗毛直竖。他一拳挥出，妖力澎湃，血光璀璨，力道之大，震动整片荒野。江晨丝毫不惧，神剑斩天舞的密不透风，在3头妖兽面前辗转腾挪，不时与妖兽交击，泛出道道余波。江晨奋起一跃，足有100丈，他血脉澎湃，似乎体内有什么东西在被唤醒。第二重天灭发动，经脉在血气澎湃下断裂，而后快速愈合，这是圣人传承的威能，把江晨的生命力提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唯有如此，他才能将这种消耗生命力的境数施展到如此地步。他从天而降，如剑从天来，万千剑影绽放神华，如骤雨降临，与3大妖兽天骄又站在一起。余波引得山石崩天，巨木粉碎，沙砾飞舞，百草凋零，气息恐怖。这是何等惊世的战斗，震撼四方。江晨被3头妖兽击中，浑身是血，可双眸更加明亮。3头妖兽亦是如此，众民羽毛脱落，巨爪血迹斑斑。笑月天狼瞎了一只眼睛，胸前一道可怖伤口，朱燕一条臂膀耷拉着，气息明显衰落。孤玉关前100万人族将士凝望着战场上的搏杀，血脉奔张，头皮发满，一脸向往。人族有望，有这等天骄，人族便有杀回九州的一天。林破敌盯着场中青年，若有所想。传闻人族巅峰时期，人族圣人一身浩然气贯穿天地，持神剑于九州荡平妖魔，这才换来人族昌盛。从那个身影，林破敌看到了圣人之姿长久鏖战对江晨不利，他决定先杀那头朱燕。神剑绽放微微光华，热浪冲霄，宛若一头苏醒的火龙。他冲天而起，杀向朱燕。轰！朱燕紫色妖光升腾，紫霞和火光冲击到一起，火光如虹，铺天盖地，声势浩大，如同天灭。朱燕骨骼崩碎，转头就要奔逃。江晨腾空而起，浑身血气燃烧，逍遥游全力发动，速度刹那提升数倍。一道剑芒划过，江晨奋力掷出神剑，神剑脱离江晨手掌，如同一道金色的闪电，气息引动天地，爆发出漫天的金色光芒。啊啊！救我！朱燕发出哀鸣，被那道闪电穿心而过，妖血喷涌，倒在地上，失去气息。一道道血气吞噬入江晨体内，他气息再长，先天2重。这种妖圣血脉斩杀之后获得的血气之力，不次于6阶大妖。江晨如饮甘霖，一道道奥义在江晨心海中显化。连番的生死之战，江晨触及到了吞天混沌经的第3重境界。吞噬大妖血气后，可模拟出他们的血脉之力。朱燕以力闻名，大妖的血脉之力蔓延江晨全身，他只感觉力量再次提升，如同上古一种朱燕复苏。嗷吼！天狼笑月，毛发灿出银光，神辉闪烁。他要引动明月之力，随着他人力而起，散发出一股恐怖波动。银光如巨浪，狂暴惊人，掀起滔天气浪，整个擂台的气流都似乎沸腾起来。他一步踏出，一爪拍向江晨，力量之大，带动的狂风都吹得观战众人后退。江晨收回神剑，毫不避退，一剑斩出，散发赤目金光，炸碎无尽气浪。笑月天狼巨爪拍在江晨胸口，即便有黄溪川赠送的宝甲护体，但也将他击飞。他肋骨断裂，倒飞出数十丈才停息。天狼的咽喉处被江晨神剑洞穿，流出一缕血迹。笑月天狼伏诛。江晨的强势无匹，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孤玉关所有人族热血沸腾，连斩4头妖族天骄，这等战力已经不能用天才来形容。东荒渤海2郡
唯有那位武道圣体可与江辰相比，其他天骄与江辰相比都黯然失色。更重要的是，江辰给所有人带来了希望，他们不怕死，但怕人族没有未来。两大妖尊面面相觑，眼神惊骇，脸色铁青。他们自然知道啸月天狼和朱燕实力究竟何等强横，可如此强大的妖圣血脉却被江辰摧枯拉朽的斩杀。原想着天骄擂台是妖族天骄魔力的最佳战场，可现在却成了那个人族青年魔力跻身的舞台。他们甚至感受到江辰在斩杀妖族天骄后自身的蜕变，这种恐怖的进步速度让他们心生畏惧。难不成未来人族要再出一位绝代剑神，几大天骄丧生？虽然在妖族中弱肉强食，但一次性死这么多天骄，也必定被妖圣怪罪。他们眼神交汇，看懂了彼此眼中的杀机，此人必须死，绝不可让他成长起来。不知何时，周围数千里的妖兽都在向这个方向汇聚，此时怕是已有100万之数，浩浩荡荡，如同移动的汪洋，汇聚在妖族天骄后方。我诛杀此人后，立即发动总攻，拿下孤玉关。天骄陨落，不可助长人族气焰，两大妖尊意欲攻城。不可，本尊出世以来从未遇到敌手，此人获得了我的认可，本尊要亲自将他击杀。那头白虎不知何时睁开了双眸，朝着擂台走去。大人，不可，此人强大无匹，您万不可以深涉险。你要忤逆本尊吗？白虎眼神睥睨，他是9阶妖皇的后代，身份贵不可言，血脉在妖族之中亦举足轻重，其中一位7阶妖尊正是他的护道者，此次前来便是助他历练。江辰回过神来，却见擂台上除了朱燕和银月天狼的尸体已经空空荡荡，那只众民已经逃出数里之外。他慌不择路，看到白虎，满眼都是劫后余生的惊喜。殿下，救我！白虎眸子闪烁，如同寒星，他一声狂吼，一道道黑色波纹显现，众民只觉脑海中一片浑噩，就被白虎一口咬断了颈项。白虎几口将众民吞吃，凶恶之相，妖族天骄胆寒不已。他一声大吼，声音如同海啸，黑色波纹在他巨口中不断扩散，所过之处，大地崩碎，高天震动，山石化为尘埃，如同末日。这是妖神血脉赋予他的伟力，他每一步踏出都带着摧枯拉朽的气势。两大妖尊眸子中露出欣赏，这是未来称霸一方的盖世妖主，虽未成年，但已展露出无敌威势。孤玉关所有人族悚然，不愧是白虎妖皇血脉后裔，这头不过丈许的白虎太可怕了。同阶之中，他强大到无以伦比，身上黑白斑斓，宛如道体天成，浑身缭绕神光，璀璨无匹。在万年大战中，白虎每次出世都血洗人族万里，传闻有头白虎血脉惊人，斩杀过人族大能，众人必退，无人敢接近这头凶兽。江辰仗剑而立，一道声音遥遥传来，这是传音入密。江辰，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这头白虎乃是9阶妖皇血脉，实力不可想象，人族有你这种天才，便有崛起之日，这一场我们认输。江辰回头望去，他此时先天境界，五感强大至极，一位身着银铠的将领正是孤玉关最强者林破敌。江辰向林帅摇了摇头，血气沸腾，战意冲霄。林破敌叹了口气，不再多劝，他自然知道江辰的心性是何等坚定，只要自己决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哪怕江辰败北，他也要拼死出手救下江辰，给人族留下一丝希望。白虎胸威滔天，一双眸子散发金光。人类，你的狂妄成功惹怒了本尊，好好享受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吧。他身躯虽不高大，却如神灵俯视苍生，扬起一只虎爪，轻轻一拍，如同一座大山坠落，霎时地动山摇，一股强大妖力将半个擂台淹没，爆发出浪潮般的光芒，撼天动地。坏了，这一招躲不了，这妖虎太强大了，铜镜无敌。灵犀一双美目紧紧盯着场中，不觉间纤手已经握紧，7团将士都忘了呐喊，紧张地看着擂台上。白虎太可怕了，这是一位人族天骄不自觉地开口，可无一人否认，只因他们已被这白虎的力量慑服。是一声刺耳的空气撕裂声响起，这铺天盖地的一爪在所有人族武者的惊呼中直接把江辰拍中。那道昂首而立的人影似乎被一击拍成了齑粉，妖族天骄也露出了喜色，不愧是妖皇血脉，一击必杀。白虎一双金瞳却平淡无比，竟然躲过去了也好，不然这个游戏就太无趣了。擂台的另一侧，江辰急促呼吸着，若不是自己全力动用劲法天灭，将逍遥游施展到极致，恐怕真要被重创。白虎一声低吼，猛然一跃，如雷霆一般直取江辰。江辰血气澎湃，剑势霸道无双，一剑斩出，带起风起云涌般的气势。白虎神色漠然，双爪上妖光闪烁，他无需兵刃，双爪就是最强的神兵。他朝着江辰一爪踏下，带着无可匹敌的狂野气势，
与神剑交击在一起。轰！黑色波纹再现，只见擂台之上出现异象，一半天地化为火海，一半天地闪耀黑色雷霆，两者泾渭分明，散发出的强大动荡证明两者究竟强横到何等地步。江辰倒飞出去，吐出一口血沫，这白虎果然强大无匹，力量竟比那头黄金猛犸还要强大，即便刚刚自己动用了朱焰血脉，仍旧不敌。人类受死！白虎长啸，黑色雷霆骤然爆发，如同一片雷雨罩住整个擂台，轰隆作响，雷霆如潮水般汹涌四散，要将江辰淹没。这雷霆远非寻常，其中妖光显现，威能无穷。江辰猛然一跃，血气扩散，长剑横空，他拔地而起，身后大日隐现，宛若神明。灵犀身后的冯姓老者注视着江辰，心绪动荡。这个年轻人最多只有先天，即使他出手时伟力无穷，但他无论遇到何种危险境地，他都没有凌空虚度。5到4中的炼神期是凌空虚度的门槛，除非他隐藏了实力，但这几乎不可能。在如此生死危机之间，他都没有御空而行。如此年纪，如此境界，跃进击杀数头妖族天骄，甚至以1敌3，这等实力怕是要轰动天下。即便他败在白虎之下，也足够让人族震惊。秦子嫣目光一直牢牢锁定在江辰身上，投射着难以言喻的欣赏。而在他身后，数十位人族天骄眼神炽热，没有人不被江辰的英姿折服。或许这便是他们亲眼见证的未来人族之强者的崛起之路。雷霆降落，如暴雨倾盆，漫天雷霆，足有成千上万。境界低于炼神期的人族武者已经吓傻了眼，因为他们只能看到擂台之上被黑色雷霆覆盖，那个身影似乎已经消失在场中。可秦子嫣美眸却泛着异彩，身边的楚川和虚坟满眼都是不可思议，因为他们看到江辰的身体恍若虚化。每到雷霆降落的瞬间，江辰的身体都会提前飘落移开，开始不服还快，紧接着他越来越慢，有时甚至只是轻轻闪身，那道雷霆便被躲开。他沉浸其中，犹如一条在惊涛骇浪中穿梭的游鱼，他的身体好像没有形状，好似行云流水，潇洒自如，却步步惊身。那万千雷霆如同噬人猛兽，暴跳如雷，狂嘶乱咬，却始终不能触及江辰一分。江辰或刺或飞，或仰或跳，他的步伐高妙绝巅，雷霆轰鸣，狂风哭嚎，仿佛天地交织出一曲绝唱。那道身影由缓变急，由急变缓，生出一股浩然之气，先在擂台内盘桓，而后冲破擂台，直冲霄汉。百万人族武者久久无声，他们没看到江辰喋血溃败，而是又一次的震惊。秦子嫣美眸放大，满眼都是不可思议，喃喃自语：他竟然在生死间磨砺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还能突破。这个人好像为这而生，这等天赋亘古未有。白虎也发现了江辰的异状，他勃然暴怒，自己的绝技竟然成为人族的磨刀石，高贵如他，岂能受此屈辱？人类，我要将你碎尸万段！他妖光翻腾，四肢都在发光，宛若妖神降世，展现大妖神通。既然你跑得快，那我就压死你！轰轰轰！天地震动，众人看到了可怕一幕，数千米的擂台正在震颤，这擂台恍若巨山一般，可在白虎胸威下，擂台竟然缓缓升起。他将擂台生生拔了起来，意欲砸死江辰，此时已远远超过了天骄之争。白虎动用了超越炼神期巅峰才拥有的伟力，那片巨大擂台遮天蔽日，整片大地陷入黑暗，江辰掠于擂台之上。在殿狱之中，他的逍遥游已至大成，他真元翻涌，一道剑光画出数道光影，浑厚真元幻化成5头火焰猛虎，朝着白虎袭杀而去。白虎长啸，火焰猛虎炸裂开来。此时江辰已经欺近白虎，他抱住白虎长尾，白虎虽小，可身躯如同神经打造，坚韧无比，重量也有数十万斤。此时竟被江辰抡动，轰的一声砸在擂台之上，溅起烟尘滔天。白虎怒极，在妖族中他几乎为神奇，神奇岂能受辱？妖皇血脉何其强大，金铜冰冷，宛若神兽降临，凶威滔天。他张口一笑，喷出一片茫茫雷海，所过之处摧枯拉朽，杀伐气滔天。江辰在空中闪躲，他虽只是先天境界，可在天灭开启后，速度不次于炼神期武者。那雷海落在一处数百米的山峦前，山峦轰然倒塌，化成齑粉。孽畜，死！江辰再次挥动神剑，剑影如同万道神芒，与白虎站在一起，如同黑夜中的神灵与上古神兽。他们身灿神光，威能无匹，只有这样的武者才配称为天骄。我自以为天赋强大，可和这个青年比起来，简直云泥之别。楚师兄，这天骄可是出自你们东荒？渤海郡天骄虚坟感叹，他心中的傲气被驱散得无影无踪，心中对这位青年无比钦佩折服，眼中皆是敬意。
楚川脸皮一僵，不自然地说道：“出自东荒一个边境小城，可能有些奇遇吧。”看着江辰战力如此之强，楚川心中怒火中烧。此次来孤玉关，本就是想讨好灵犀师妹，没想到竟然出了江辰这样一个变态，把自己的风头全抢尽了。看着灵犀望向江辰时的眼神，他嫉妒的都要发狂了。两族无不震撼，江辰竟与号称无敌血脉的白虎战成平手，这个人族的强大已经超出了理解范畴。今日一战，注定震惊整个人族。两大天骄还年少，若成长起来，必为一方霸主。江辰与白虎刚猛厮杀，血溅百丈。人族天骄乃世间最好的美食，今日我必将你吞吃。白虎嘶吼，金瞳闪烁，再次扑击。江辰被白虎击飞，他本就连战4场，此时已感觉到接近极限。可是此战不死不休，他七经八脉中血色战纹闪耀，宛若血魔降世。斩天剑全力催动，漫天金光将黑夜又拉回白昼。他再次冲杀，动用劲法天灭迎战白虎。轰！天空中每次对撞都引发天变，光芒如星辰当空，将整片天空淹没。余波射击之处，粉碎山石，展开大地。妖族天骄胆寒，人族天骄心颤。这不是他们能够涉及的战斗，他们在后怕，为何一出世就遇到这等天赋绝伦的妖孽？嗷吼！白虎咆哮，张口喷出一道白光。江辰挥剑，一道金色剑芒迸射，白虎的护体妖光瞬间崩碎，前爪终于承受不住神剑的连番攻击，直接洞穿。江辰大口呼吸，左臂亦被切掉一大块血肉，两者都已经到了极限。随着尽数天灭连续发动，江辰即便体魄无双，此时也已接近极限，浑身都在淌血，伤口可怕异常。若是再不取胜，便有陨落的危险。焚心断意，仅存不多的血气轰然爆发，斩天剑如一道神芒乍现。白虎悬空俯视江辰，一道道瑞彩凭空出现，竟是妖族宝器，他要对江辰展开绝杀。轰！神剑迸飞，白虎胸目中喜出望外，没了武器，江辰必死无疑。这场恶战他最终取胜。他双爪凶狠地拍在江辰身上，正欲一爪把江辰撕碎之际，双爪的击中处竟生空挡之感。不好，这只是江辰的残影。一道身影骤然出现在白虎身侧，宝剑绽放光华。噗！白虎凄吼，鲜血喷涌，一条利爪被江辰斩落。陈阿生的除妖剑，神剑迸飞是江辰故意所为，隐在储物界中的除妖剑才是江辰的杀招。嗷呜！除妖剑横扫八方，一股可怕剑气弥漫，宛若海啸。白虎悚然，张口喷出一道白光，化为电光，闪电劈舞，如同天剑斩向江辰。这是妖族宝器，威能无穷。群山抖动，万壑崩塌，他们此时双方都达到极限，招招都是在拼命。这是大道之争，此时谁若败退，未来道心上定有一丝破绽，再难登顶大道绝巅。江辰换回神剑，再度冲杀，妖血洒落，白虎咆哮，杀声直上云霄。江辰越战越勇，一跃而起，如同大鹏横空，划出一道残影，跃在白虎背上。身为妖皇血脉，他何等高贵，在妖族领域亦有人族为他拉车，此时竟被江辰骑在后背。他怒气冲天，一道道妖光闪烁，却被江辰手中神剑格挡。白虎不断挣扎，可是江辰却死不松手，手中神剑挥动，金色光辉闪现。嗷嗷嗷嗷！一道撕心裂肺的虎啸传遍了整个孤玉关。只见剑刃洞穿白虎，绽放着妖光的血肉被金光炙烤。白虎痛苦地在天空翻腾，拼命地拍打着虎躯上的金色光焰，但这些光焰乃是吞天混沌经显化，威能无匹，怎么可能扑得灭？江辰将血气燃烧的极致，整个身体都被血雾笼罩，一瞬间身躯闪耀起赤目红芒，如同魔神睁开一双恐怖血目。刹那间，所有的力量涌入斩天神剑，天空散发耀眼剑光，璀璨夺目，挟天地之威而至。刺啦！一道裂帛般的声响传遍四野，拥有恐怖躯体的白虎被拦腰斩断，妖血飞溅。那白虎一双金目死死地盯住江辰。人族，你毁我法身，日后我真身降临，必将你碎尸万段。妖皇血脉高贵无比，虽只是法身，但也对白虎本源造成重创，没有数年根本无法恢复。江辰目光冷漠，你真身来此，一样斩了。随着剑光闪耀，白虎陨落，道道金色的血气被江辰吞噬。人族战士欢呼，无不惊叹，他竟然赢了！这功法好恐怖，能将妖皇血脉烧成这个样子，这人到底是谁？如此武技，怕是那些大派天骄也不无法拥有，一定是人族大能的弟子，不然这般年纪怎么可能有如此实力？远处的林彻呆若木鸡，他也研习过火系武技，
自然知道修行这等武技的难度。师门当中也有6阶以上的武技，但越是高阶，修行的难度也就越大。所以，即便是天骄，也以4、5阶武技为主。这江辰修行的武技威能无穷，其中更是隐含大道。即便是6阶以上的绝学，也没有这种恐怖杀力，如此强大的传承。而且，江辰能将如此功法施展到这种地步，堪称逆天。自己曾经还妄图与他对战，简直不知死活。所有人族都瞪大了双眼。江辰当着所有人的面斩杀了那头不可一世的白虎，这是何等恐怖的战绩！天才，天才，这是我人族真正的天才！林破敌双目赤红，激动到无以复加。身后几大真元境强者此时也呼吸急促，极力控制着自己颤抖的内心。随着一声痛苦呻吟，江辰猛然单膝跪地，大口喘着粗气，七经八脉在如此强大的爆发下都有些裂痕。生死一战，气海中的真元也消耗殆尽，他已经虚弱到极致，再无一战之力。吞天混沌经急速运转，修复着他体内的伤势。虽然只是一道法身，但吞噬入体的血气比那4头妖兽天骄加起来还要多。妖皇血脉高贵无比，在妖族地位崇高，血脉中蕴含的力量也恐怖无比。殿下，大人！一阵死寂过后，无数声惊恐至极的呼声响起，2大妖尊脸色大变。他们身为白虎的护道者，竟眼睁睁地看着白虎的一具法身陨落。他们死死地盯着那道身影，语调怨恨无比：人族蝼蚁，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那白猿妖尊散发着无比浓厚的戾气与杀意，一声暴吼，猛然冲向云彻，凶猛无比的妖力瞬间爆发。在庞大妖力下，整片天地都在隐隐颤动。莫说江辰此时真元耗尽，即便全盛状态，也绝不可能在7阶妖尊手下活命。一股滔天杀意袭来，数千米的擂台轰然炸裂。江辰心神俱震，只感觉到一股濒死寒意笼罩。白猿妖尊幻化出本体，一只数百米的巨爪横扫而来，挟天地凶威，如鼓魔出手。江辰根本来不及逃离，便感受到一股泼天巨力撞到自己躯体上。噗！江辰喷出一道血剑。妖孽，住手！一声厉喝，伴随着微微剑光斩来，一道身影如苍鹰一般降落，拦住了意欲击杀江辰的白猿妖尊。白袍银甲正是孤玉关统帅凌破敌，几大真元强者也飞掠而来。他们虽与2大妖尊实力差距巨大，但也要为这位天骄博取一线生机。江辰从高空坠落，意识开始涣散。突然一阵香风传来，一个柔软幽香的身躯抱住了他。他只感觉眼前迷蒙一片，而后昏迷过去。秦子嫣抱住江辰在空中飞掠，这是他第2次和这个男人有这种亲密接触，心脏中免不住的紊乱跳动。他与江辰相交时间并不长，见面次数也不多，可每一次相遇似乎都和这个男人产生一些从未有过的羁绊，都从江辰感受到一股无法言喻的魅力、正义、智慧、无畏、不屈，这是他极少见到的品质，却在江辰身上一一显现。他的身躯上伤口触目惊心，外溢的鲜血将他的衣服染成红色。他没想到这个曾经视作后辈的青年竟有如此血性，更没想到的是他竟有如此战力，连续斩杀数头妖兽天骄，甚至妖皇血脉的白虎也死在江辰剑下。数十道人引围了上来，有7团的，也有那些天骄，但无一例外，每个人眼中都带着浓浓的敬意。大家手忙脚乱地抬着江辰回到死亡谷阵地。秦子嫣拿出灵丹给江辰喂了下去，又仔细检查了下江辰的伤势，惊讶不已。因为江辰的伤势比他预想中好得多，即便是看起来最骇人的伤口，也只是伤及外部，正面承受妖尊一击，竟然没有伤及心脉，只是外伤看起来可怖。这等坚韧的身躯，不知道是如何修炼的。不知多久，模糊的视线中出现了一道人影。他醒了。一群人慌忙涌了上来。大哥，你可算醒了。那道声音竟然有些哭腔。江辰的目光逐渐清晰，竟是本该在孤玉关后方的陈川。快给他喂水。灵丹呢？灵丹呢？快给续上。一群人手忙脚乱。这时江辰才看清谁救了自己，正是一身紫衣的秦子嫣。这种情况好像不是第一次了，上次自己布阵耗费心神，也是秦子嫣照顾的自己。看着那双潋滟美眸中浓浓的关切，江辰心中也不免升起一些情愫。此时众人都在死亡谷阵地的指挥所当中，这也是死亡谷唯一能够住人的地方。我没事。他慢慢坐起来。修行了吞天混沌经后，体魄的变态恢复能力，寻常人根本无法理解。看着周围人群眼神中的惊愕，江辰也不多解释，向众人问道：我昏迷了几天？2天2夜。李猛上前检查着江辰的身体，看到确实没有大碍后，才放下心来。看着数十位天骄，还有那位蛮不讲理的大小姐灵犀，江辰疑惑道：他们怎么在这里？短暂的沉默后，李猛才缓缓开口：孤玉关陷落了。
什么？在你斩杀白虎后，两大妖尊出手，他们一个牵制灵帅，一个带领妖兽大军攻占了孤玉关，现在怕是已经攻到了渤海腹地了。这2天，那些妖族天骄带领妖兽攻击这里几次了，在咱团长还有这些天骄的带领下，咱们这边才没陷落。陈川此时眼中含着泪光，声音都有些哽咽。大哥，孤玉关就剩下咱们这些人了。江辰瞳孔骤然放大，拥有100万将士的渤海第一雄关竟然陷落。他看到那些天骄身上的血迹，还有阵地防御阵法的光芒，可以说他们现在还活着本来就是一个奇迹，只不过这个奇迹快到结束的时候了。因为别说普通天骄，就连秦子嫣眸中也闪着浓浓忧虑，那个叫鱼儿的丫鬟眼中还带着泪花。死亡谷此时成了绝地，他从没想过这次历练会是他生命的终结。从2大妖尊降临时，孤玉关便注定陷落，人族溃败万年，不介意再溃败一次，大家都麻木了。只不过这次他们成了被抛弃的弃族，大部分人此时都在呆滞。战壕里原本秣马厉兵的7团将士此时都没了心气，往日每天都会加固的壕沟都没人去加固，胜利已经不可能，固守死亡谷1月有余，这回他们确定自己要死了。孙成龙风尘仆仆地跑进来，他刚击杀了一头4阶妖兽，又挡住了一次进攻，身上还带着血，有妖兽的，也有他的。此时他面如死灰地看着江辰，声音带着绝望。第7次进攻，再来几次，咱们也活不下去。江辰站起身来，跑到鱼图上面一阵猛瞅，而后骤然回身，一巴掌重重拍在孙成龙肩膀，力道之大把孙成龙拍了个趔趄。与所有人不同，江辰此时满面喜色，哈哈哈，好，好啊！他放声大笑，眼中都冒着亮光。所有人瞠目结舌地瞪着江辰，就连孙成龙都是一阵惊愕，暗想江辰是不是脑子被打坏了。江辰一边看着鱼图一边说道：林帅的计谋成功了，诱敌深入，据险而守，在那些妖兽冲得正猛的时候，在孤玉关这么一围，瓮中捉鳖。这次咱们要大胜了。陈川听得眉飞色舞，他原以为自己死定了，没想到竟然是林帅的计谋。诸位，请看鱼图。江辰精神抖擞，一点也不像刚刚伤愈。一群天骄和7团的长官围了上去，看到没有，孤玉关后一片坦途，足有数千里，这孤玉关就是放他们进来的口子。林帅定下此谋，乃是盖世将才。他前几日特地来死亡谷寻我，3天，只要咱们守住3天，援军必然赶到，咱们里应外合，赢下此战。你我皆是人族功臣。孙成龙想到前几日晚上自己被嫁了出去，此时也缓过神来，满面喜色。我说前几日晚上林帅来咱阵地干啥？原来如此，不愧是林帅，此乃绝户计。妖族这次要吃大亏了，难怪林帅把这些天骄留在阵地，为的就是历练诸位啊。楚川面色不善，对江辰的话他是一个字也不信。昨日守阵地死了7、8个天骄，即便真有计谋，林帅也绝不可能让这些天骄身处险地。历练，这1000多号人要在这死光了，还有几十个人族天骄，为守这死亡谷死了7、8个，他们谁不是各个宗门未来砥柱？这是什么历练？哪有这么残酷的历练？江辰没搭理他，径直往阵地走去，看着死亡谷远处说道：诸位再看，咱们这个位置乃是万里战线的咽喉，往前一马平川，往后是百里山峦，这是得天独厚的杀妖地，天造地设的戏台子。咱们要是在这里把妖族打疼了，整个战线都看得见。而后又看向楚川，眼神冰冷的想要杀人。怎么，你不信？这是林帅亲口告诉我的指令，我知道此战9死1生，但死亡谷是林帅钦定的最后防线，更是插入妖族万里战线的一把尖刀。此战就好比淘金的筛子，淘尽狗且混世的杂碎，剩下的都是能打不怕死的英雄。人族退了1万年，现在到咱们反攻时候了。楚川在江辰的注视下浑身发寒，通体冰凉，他可以感受到江辰毫不掩饰的杀意，而且他几乎可以确定自己绝不是这个变态的对手，是比人强，他只能按下心中怒火。江辰的声音隆隆作响，震得一群人脑袋发懵，明明是自己被包围了，怎么听上去是他们围了妖兽？我饿了，有没有什么吃的？江辰对拿上来的饭食大快朵颐，在杀死白虎后，他的境界再度提升，已达先天3重，也摸到了吞天混沌经的第3重的门槛，经脉中已经拥有了一丝白虎之力。这些上古异种和妖皇血脉蕴有神能，每吞噬一次对自身都是极大提升，他身躯中蕴含的力量现在堪称恐怖。只要不是妖尊出战，即使出现5阶妖兽，他也有信心越阶击杀。江辰在擂台上斩杀数头妖兽天骄，无敌姿态早已深深印在众人心中。此时看到江辰镇定自若的模样，心中也踏实了许多。秦子嫣美眸微微颤动，最终没有说话。死亡谷数百里外，妖族大营，一座恢宏巍峨的楼阁将整片大山盘踞。这里曾经是一个人族大派，而今却被妖族占据。此派血性十足，以宗门抵挡妖兽数年，最终不敌，没有一个人活下来。
曾经的大派也成为了染血废墟。这只是九域中的缩影，天下无数宗门，难避大灾，无数人族死于妖兽利爪之下。大殿内极尽奢华，案几上酥香乳猪，肥嫩烤羊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尚未煮熟的人肉，十几道身影恐怖异常。他们气息惊天动地，浑身妖物缭绕，如同从地狱踏足人界，血盆大口，獠牙森森，乃是妖族十几位天骄。最上手的乃是一位七阶妖尊天狗，他气息强大，虽化为人形，但身躯足有10米，身侧还有吃剩的人族尸骸，恐怖无比。那青年究竟是什么实力？一头金色蛟龙回道：他最多也就是炼神境，对于您自然微不足道。人族有句话，骄兵必败，白虎就是因为轻敌陨落一道法身，恐怕这几年他不会再出世了。这几日2大妖尊攻入人族腹地，我们自然也不能坐看。你带领3万狂雄军将那处阵地的人族剿灭。狂雄军！金色蛟龙竖瞳一掷，妖族横扫八荒，靠的不只是天骄，还有麾下亿万妖兽军团。狂雄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3阶妖兽中，狂雄实力只属中游，但一旦狂化，纵使4阶妖兽也要避其锋芒。3万狂雄军那是什么概念？即便是真元强者，也只有必退。死亡谷中仅剩一些炼神期天骄，可谓是必胜之局。死亡谷阵地前，这是一处荒原，两边是连绵不断的山丘，虽然稍有绿意，但透着一股荒凉。秦子嫣一袭紫衣，气质脱俗，她本应是颠倒众生的女子，此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江晨望着秦子嫣的绝代风姿，虽不知她面纱下的面容，只不经意展露的气质便能让天下男子为之倾倒，即便江晨也略微失神。秦子嫣深深地看向江晨，她所修功法特殊，自然看出江晨在说谎。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江晨故作姿态，秦子嫣白了他一眼，表情似怒似嗔。这不会是林帅的计谋，现在已是绝境，你到底想做些什么？江晨找个土堆坐下，拿起一根枯草送入口中细细咀嚼。做些什么？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这1000来号人像沙子一样，要是心散了，连1天都撑不下去。我们拜了1万年，1万年里学会了10万个书法，书到最后自己都麻木了，最后大不了一死而知，算给自己个交代。你知道我在说谁吗？江晨的声音很寂寥，这是秦子嫣没有感受过的孤独。我在说你们这些大人物，你们给了他们希望，你们知道孤玉关肯定守不住，可是你骗他们能赢，所以他们才拿命跟你们上，最后他们死了，你们跑了，只不过这次你们跑得有点慢。我不会走的。秦子嫣声音柔软动听，虽然声音不大，却如春风般拂过江晨心湖。你要做什么？我陪你。江晨有些愕然，他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柔弱无比的女子竟然有这样的决心。他两世为人，自以为看过女子无数，却是第一次见这般温柔如水却心性坚韧的女子。他望着秦子嫣轻轻说道：多谢。江晨换了一件白袍，长件白袍在战场中显得十分扎眼。他站在战壕上面，大声指挥着众人。当然3日后增援马上就到，把还能动的弟兄们都叫起来挖沟。然后7团的士兵们就开始了从未有过的工作，手中的钢刀成了工兵铲，甚至陈川这种仙2代都亲自上阵，带领众人干得热火朝天。还有10几位天骄被安排出去寻找树木枝叶。江晨带着秦子嫣还有几个略通阵法的天骄绘制阵纹，虽然是最简单的阵纹，但在江晨的点拨下稍稍改动数笔，便让阵法有了极大提升，这让众人对江晨更加信服。仅仅1天，一条长约3000米、宽10多米的阵法陷阱便已建成。指挥所中，楚川怒气冲冲地走向江晨，一双眼睛里满是阴霾，冷笑着说：你把我们当什么了？让我们去做这些杂活？我等在门派当中哪一位不是高高在上的天骄？我看你就是对我们不怀好意，妄想用我们的命成就你的功绩。身后几人此时也义愤填膺，尤其是那位慕容家的女天骄，此时如同愤怒的小母鸡一般，俏脸涨得通红。江晨看着楚川近乎扭曲的表情，绘制阵纹的速度并未减缓，他语气平静：妖兽随时将至，我要是你就多做点事，也不会用最后的时间来跟我说这些废话。楚川带着一种讽刺的表情看向秦子嫣：最后的时间是你们最后的时间吧？我看你就是为一己私利，在你这个姘头面前想出些风头。秦子嫣本来平淡的脸色闪过一抹羞恼，她性情柔和，虽然楚川如此污蔑，但她还是很快稳住心神。妖兽将至，内讧实为不智。楚师兄，这是林帅定下的计谋，江晨不过是代为通传而已，我与江晨更是只有同道之意，还请楚师兄莫要妄言。林帅的计谋我怎么不知道？我看你就是谎报军情，妄图拖着我们这些天骄同你们一块死。师妹，你跟着我，咱们回渤海，只要没有大妖出手，定然能够回去。江晨从怀里掏出一份帖子，上面写着灵字。我本来不想拿出来，前日林帅将此密信特意送到阵地，怕了得赶紧滚，
不怕的留下来，到时候都是人族的英雄。像你这种懦夫，赶紧滚蛋！你说谁是懦夫？楚川怒极，他身为天剑宗天骄，从未受到过如此侮辱。林夕看到江辰拿出林帅的亲笔信，也语气决然：师兄，我不会走的，咱们走了，七团将士怎么办？我相信江辰。师妹，楚川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妖兽进攻越来越猛，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攻破阵地。咱们都是人族的天骄，肩负着人族未来，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死的不值。此时也有些人倒向了楚川。楚师兄说的对，宗门家族培养我们花费了多少资源？楚师兄曾经深入妖族腹地，斩杀了多少妖兽？暂时的撤退只是为了日后更好的为人族做贡献。对，我赞成楚师兄的说法，咱们成长起来才是对人族最大的贡献。江辰瞄了瞄他们几人，就这么想插了翅膀回去，有没有脑子？万里战线推了几千里，周围全是妖兽，咱们这就跟个口袋一样。你想出去，你飞出去试试，我保证你们活不到明天。放心，听我的，我带你们回去。阵地外传来哨兵的呼喊，妖兽进攻了。江辰提剑冲了出去，一袭白袍，气势无双。妖兽凶猛，我愿为先锋，兄弟们，跟我上！秦子嫣拔出佩剑，跟在江辰身后。只见荒野尽头，一头金色蛟龙浮在云端，气息强大恐怖。身侧一头上百米的七目蜈蚣，口中吞吐毒物。轰轰轰！孙成龙悚然，这是群山万壑间似有万兽横行，可怕的咆哮声此起彼伏，似要裂开这天地。狂雄军，竟然是狂雄军！只见极远处，数万足有丈高的红色巨熊身披铁甲奔袭而来，三阶妖兽组成的妖兽军团何其恐怖！退到陷阱之后，我说上的时候大家再上。上前士兵严阵以待，但不少人都在发抖。狂雄郡在人族威名赫赫，曾以10万血屠人族100万武者。江辰立于最前方，血气澎湃，狂雄咆哮，金蛟龙吟，妖气冲霄，咚咚咚，战鼓轰鸣。林夕俏脸发白，他曾经无数次的想象过前线疆场，可当直面这种万兽冲杀的时候，还是心生惶恐。身前不远处的白袍青年仗剑而立，战意澎湃，如同天神降临。他也逐渐被江辰的气势所感染，渐渐平静下来，一双秀目死死地盯着冲来的狂熊。金色蛟龙树瞳中泛出喜色，没想到如此轻易就攻到死亡谷阵地前。白虎这等天骄都在此折戟沉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次大功归我金蛟了。狂雄军气势如虹，一往无前，目露凶光，血盆大口中咸水流淌，似乎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将人族武者撕裂吃入口中。异变突生，势如破竹的狂熊突然陷落，坠入深达10米的壕沟中，阵纹闪耀，木质巨马刺坚若金铁，瞬间洞穿数十头狂熊躯体，剩下的也陷入其中。哪怕狂熊凶悍无比，也一时难以脱困。上！江辰拔地而起，强大气息让人心生畏惧。金蛟看清楚江辰面目，顿时肝胆欲裂，怎么可能？即便他能斩杀白虎法身，也绝对挡不住妖尊一击。此时这白袍青年如此生龙活虎，哪有一点受伤的迹象？焚心断意，江辰血脉中融有白虎和朱燕真血，经脉内的血气更胜从前，全力施展起来，雷光淹没天地，璀璨无比。方向却是壕沟中咆哮的狂熊。轰！一股雷霆炙烤，焦糊味传出，万兽哀嚎，声音震动山野，鸟雀惊飞。滚滚血气吞噬进江辰体魄，补充着他极大的消耗。仅仅一击，便有上千头狂熊死在江辰枪下。只是这种普通妖兽虽然凶猛，提供的血气远不如妖族天骄，仅让江辰气海充盈了一些。七团战士也开始进攻。经过这些10日的沙场磨练，他们大都已经凝气中期，虽然仍不敌狂熊，但一旦有狂熊陷落，长刀便劈砍上去，激烈争锋，恐怖交战，如同2条洪流碰撞。在阵法陷阱的作用下，虽然七团士兵也有折损，但狂熊军损失更大。江辰看着壕沟渐渐被狂熊的尸体填平，仗剑飞掠而去，直取金蛟。长空之上，一条10数丈的金色蛟龙盘踞天际，看到那个人族青年手持神剑飞掠而至，他肝胆欲裂。废话，白虎那么猛，都被他杀了一道法身，自己连给白虎提鞋都不配，焉有命在？蜈蚣，快拦住他！七目蜈蚣也是天地一种，血脉不次于金蛟，岂不明白金蛟是想拿他当挡箭牌？金蛟大哥，你先上，我为你殿后。去你妈的，你怎么不上？只见神剑的光芒越来越近，龙吟声震四野，一双树瞳满是惊惧。杀这个人族，快！万千狂熊听到金蛟的指挥，慌忙调转回头，截杀江辰。
一时间黄雄军乱作一团，秦子嫣和灵犀等天骄真元涌动，我们也上！一道道霞光闪烁，剑气缭绕，灵犀、楚川、虚粉等强者全力冲杀，勇不可当。空中符文交织，如星河倒挂，从天外吹落，降临到黄雄军上方。金蛟亡命奔逃，失去指挥。黄雄军在自己制造出的巨大烟尘中咆哮，互相踩踏。狂化后更是胡乱攻击，兽吼嘶鸣震天，鲜血飞溅。江辰人剑合一，霸气无匹，所过之处神威不可抗衡。面对这种三阶妖兽，即便他狂化，也难挡江辰一击。一片滔天雷霆中，妖兽军团溃逃。荒野上，人族天骄们大口呼吸着，他们还没缓过神来，就这么赢了。身后七团的将士们欢呼呐喊。孙成龙脸上也满是喜色，原以为这次定然是苦战，没想到胜得如此轻松。灵犀看向那个血染战袍男子的背影，这些天每次妖兽来袭都打得艰难无比，而江辰苏醒后仿佛为七团注入了灵魂。不可匹敌的狂雄军战力威震天下，可是江辰先用壕沟阻碍了狂雄军的进攻，而后又擒贼擒王，扰乱妖兽军团的进攻节奏。可以说在江辰的指挥下，狂雄军连1/10的实力也没有发挥出，便已溃败。他眼中满是震惊，曾经他对这个口无遮拦的登徒子看不起，但却在这几天改变了他对这个男人的看法。先是江辰在天骄擂台上所向披靡，而这次他利用阵法克制，战胜了无可匹敌的狂雄军。林彻、虚粉等人钦佩地看向江辰，他们这2日随七团阻击妖兽，深知这次狂雄军远非之前可比，但在江辰的带领下几乎兵不血刃，才有了这场大胜。江辰此时却面无喜色，高声道：弟兄们，把陷阱清出来，防止妖兽再次进攻。已经是深夜，仅仅2天，妖兽又发动了5次进攻，1000多战士现在又牺牲了数百。妖兽残肢填满荒原，兽血染透大地，山风吹拂，浓重的血腥味飘荡四方，只有那面兽部做的大旗飘荡在阵地之上，显得孤独苍凉。楚川等天骄与那群战袍被血污染透的士兵泾渭分明，他几乎从不掩饰对这些泥腿丘巴的不屑。陈川还没从连连的苦战中回过神来，他没想过前线竟然惨烈到这个地步。咱们还能撑多久？孙成龙躺在战壕后的一个角落，即便吃下了灵丹，此时胸前伤口依然溢着血，刚经过一次大战。江辰额头血汗混杂，本来清俊的容貌现在有些狰狞。你不是败了一辈子吗？总要撑到你赢的时候。孙成龙一把拉过江辰，低声说道：赢个屁！方圆几千里就剩下这800-900个，在他们眼里，咱们说不准已经是死人了。听我的，快走，再不走都得死这。江辰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乱说什么？这是林帅的计谋，瓮中捉鳖，援军马上就到，咱们再坚持，若再动摇军心，我给你定个与妖族同谋的大罪。孙成龙越发的愤怒。什么计谋？都是你瞎编的，别人看不出，你当我看不出？根本没有援军，七团的弟兄已经多活了几天，还杀了这么多妖兽，值了，不能再等了，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江辰擦拭着脸上的血渍，似乎根本没听到孙成龙的话。孙成龙急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让你们活着回去。茫茫夜色中，荒野尽头似有洪水涌出，那些疯狂而强大的妖兽再次出现，没完没了，似乎要到世界末日。一个巨大身影在黑夜中出现，5阶妖兽。江辰的呼喊在夜色中很是突兀。妖兽进攻，防守！刚要休息的士兵们慌忙爬起，抄出长刀就准备踏入阵地外黑暗恐怖的世界。灵犀洁白的衣衫早就脏污一片，他刚要出战就被一个灰衣老者拦住：小姐，你不能去。为什么？仁至义尽，老夫带你回去，只要7阶妖尊不出现，谁也拦不住我。那你为什么不上战场杀敌？你是真元境，一定能够扭转战局。灰衣老者面色平淡：我答应你父亲的，就是保护你的安全。孤玉关失守的消息迅速扩散，这几日渤海东荒2郡似乎蒙上了一层阴霾，因为林破敌已经算前线将帅中技能打的，可即便如此，依旧没有守住孤玉关。一片山峦中亭台楼阁，瑞彩千条，灵气涌动，俯瞰高山峻极，大势峥嵘。整个山峦似有一个大阵笼罩，千里外的灵气朝着此处汇聚。这是一处大派领地，地域10万里，统御数十亿人族，如同国度，其中大殿更如王宫，如天庭降临人间，说不尽的奢华富贵。大殿一侧有座舞台，有美艳仙女不断从天而降，四周有数十长桌，皆是由琉璃打造而成，碧色沉沉，桌上珍馐美味，应有尽有。林破敌以一种在这片世界很难看到的速度风驰电掣而来，他铠甲染血，衣襟破碎，
却如天剑一般插进那座大殿。何人敢闯我琼华宗，找死不成？宏伟宫殿中有道音隆隆，一位人族大能若神奇一般坐在高位，威压四方。他已经强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乃是神游巅峰强者，整个人如同天地熔炉，压盖万物，恐怖无比。方圆10万里，他乃是至强者。座位中一人起身回道：回宗主，此人乃是孤玉关灵破敌，孤玉关陷落，恐怕此人是来寻求救兵的。原来是林帅，赐座。那强大存在随手一挥，便有仙子上前为林破敌献上美酒佳肴，还有仙子随乐舞动，魅惑十足。林破敌根本无心看这些莺歌燕舞，他站在殿中，面色冷得像块寒冰。战事紧急，林某无心饮酒作乐，孤玉关此时危在旦夕，还请宗主出手相助，救人族于水火。我宗虽有强者，可此次渤海10大宗门之争在即，一旦有所损伤，便可能让我宗不在10大宗门之列。林帅，孤玉关陷落已成定局，非你之过。林帅日后可留在我琼华宗，我愿许你长老之位。林破敌阔步上前，目光毫不畏惧地直视那位大能。孤玉关还有100万将士苦战，还有数十天交困在阵地，只要您肯出手，孤玉关绝对可以守住。大胆！区区真元巅峰，你敢命令本尊？我琼华宗立于世间数万年，从未有人敢在我宗如此嚣张，念你是一方统帅，退下吧，本尊饶你一命。威严的声音从上方传来，如同雷鸣。大能发怒，整片天地都显现出白色的雷霆，环绕着一个模糊身影。孤玉关陷落，你们琼华宗早晚也会沦为妖族领地，还有心在这里饮酒作乐。若我能活着回来，有朝一日定然踏平你琼华宗，以此殿为质。林破敌真元爆发，一道剑光划破长空，手中剑如闪雷劈落，穿金裂石，震得人双耳轰鸣。轰！那道剑光破天而去，整个殿顶被掀飞，在天空中破碎。林破敌，尔敢！有无数琼华宗弟子出手，意欲斩杀林破敌，却听那大能出手阻止。算了，由他去吧。大能挥手间，殿宇重塑，如同神迹，众弟子无不钦佩。殿中继续歌舞升平，似乎林破敌从未来过。林破敌双目赤红，这几天里他真元几乎耗尽，几大宗门却无一个出手。他想到江辰如此天骄，在这般年纪就要陨落，他心如刀绞。夜色当中，江辰神剑燃着烈焰，将夜色拉回白昼。一剑挥出，便有无数妖兽倒下。天空中一头大鸟俯冲下来，它在夜色中黑羽飞舞，与九霄怒鸣，带着尖利怪笑俯冲而下。四阶上位妖兽魔鸦。大地之上又有庞大巨猿袭来，它一双巨爪开山破月，于战场上横推四方。即便是寻常天骄，此时也被一拳击飞。五阶下位妖兽荒古巨猿。鼠头4阶以上的大妖锁定了夜色中的江辰，他们虽不是妖圣血脉，实力却不次于寻常天骄。一声响彻天地的轰鸣，巨猿如同魔神一般降临，双拳之上光华闪耀，有妖族宝器护体，散发青色妖辉。江辰一剑逼退魔鸦，与荒古巨猿战到一起，激烈大战一触即发，每次冲撞都绽放出道道光芒，驱散黑夜。魔鸦口吐妖火，火焰带着剧毒，所过之处，不光战士在痛苦中焚为灰烬，妖兽同样哀鸣而亡。为杀江辰，妖族已经不惜代价。江辰身上燃着血迹，神剑放着光芒，如同黑夜中升起大日，照耀四方。天空中魔鸦哀鸣，利爪被削断，鲜血迸飞。七目蜈蚣散发出妖光偷袭，目中七彩光华，杀力无穷。江辰被妖光击中，鲜血喷涌。死！他一声怒喝，手中神剑向着七目蜈蚣杀去，剑于钢铁的甲靠崩碎。嗷！一头10数米的斑斓猛虎降临，拦住江辰。他背生双翅，虽是4阶，却拥有一丝上古凶兽穷奇血脉，实力不输天骄。江辰眼中爆出神芒，他杀意弥漫，血染天地。清晨，旭日冉冉升起，荒野上的尸体层层叠叠。那头荒古巨猿最终死在江辰剑下。七团的每个战士，他们染满鲜血，虽死不退。江辰擦去脸上的血污，定定地看着那个失去生命的青年。李猛死了，他被一头3阶妖兽洞穿了胸腹，虽死不倒，死得壮烈无比。众人开始掩埋战友们的尸体，死的人多了，也就麻木了。不管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都会这样死掉。江辰储物界里的灵丹也接近耗完，即便是黄溪川给了再多的丹药，也经不住如此消耗。没有灵丹，便意味着伤亡加剧。巷道里，陈川冲着江辰得意地笑。这几天，他完成了从仙2代到战士的蜕变。其实现在他已经断了条手臂。大哥，我宰了2头3阶妖兽。江辰应道：你不是我大哥吗？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换了，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识时务，都混到来死亡谷了，你还说自己识时务，看来你的优点也不突出。陈川一阵沉默，他眼中的光似乎都暗淡了许多。你说咱们还能回去吗？江晨看着远处被掩埋起来的死去的弟兄，还有那些介于死活之间的伤员，他们没有死，但是已经离死不远了。当然能回去，再坚持2天，援军马上就到了。来几个还能走路，跟我干活去。妖族大营中，天狗妖尊面色阴寒，一个小小的死亡谷阵地，没想到这么难啃。妖兽大军中的几大强者都出战了，竟仍然攻不下。2大妖尊深入人族腹地，他自然不能再离开大营。突然，一个白头大鹰降落，他已至4阶，化为鹰头人身的怪物。报告妖尊大人，人族援军到了。什么？天狗妖尊骤然起立，满眼的不可置信。有多少？看不清楚，最低也有几万人，半个孤玉关都在震颤，所过之处烟尘漫天。看领头的几百人，有真元境强者带头。真元境，天狗妖尊差点没一屁股坐到地上。2大妖尊深入腹地，若是真元境强者驾临，岂不是2大妖尊遇到了危险，对他们进行何为之事？这么大的事，他一定要请示求牛妖圣。死亡谷中，数百枯树焚成灰烬。灰衣老者默然道：答应你的事我已经办完了。江晨拱手，多谢前辈。老者转过头去，小姐，咱们走吧。灵犀犹豫，他不忍心看着这些人死去，尤其是江晨。老者是天剑宗客卿，看到江晨这等人杰，也生出爱才之心，愿意把江晨也带回人族领地，却被江晨断然拒绝。1天，再等1天。灵犀的声音接近哀求，老者叹了口气，不再说话。若不是灵犀在，他岂不愿意和这群战士共同浴血？可是灵犀对于天剑宗的意义何其重要，可以说他身上肩负着天剑宗的未来，更肩负着人族的未来。以他的天赋，未来定能踏入传说中的超凡境。朦胧月色下，死亡谷镇的迎来了少有的静谧时刻。秦子嫣在巷道一角，一向从容不迫的他此时也有些狼狈。他偏过头看向江晨，用树卷起烟尘，佯装援军支援。这方法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江晨看着周围疮痍到像是破烂的土地，7团只剩下几百号人，随便想想就想出来了。秦子嫣能感觉到他的魂飞天外。你多少岁？20、21，记不清了。那你成婚没有？秦子嫣问得很突然。江晨一愣，那个绝世容颜符现在脑海中。成婚了。秦子嫣眼眸深处闪过一抹失望。你们有孩子吗？江晨哑然失笑，这小妞平日里一副温柔如水的模样，没想到还挺八卦。没有，她去了很远的地方，或许再也见不到了。你很喜欢她？江晨向夜空看去，浮云遮月，如初见他时一般。他眼中闪过一丝怀念之色。我的家乡有这样一个传说，佛陀弟子阿难出家前，偶见一位美丽少女，一面之后便爱上了那位少女，从此爱慕难舍，甚至违背了佛陀旨意，从而遭受责罚。佛说：你有多喜欢那少女？阿难说：我愿化身石桥，受500载风吹，500载日晒，500载雨打，但求此少女从桥上走过。500年风吹，500年日晒，500年雨打。秦子嫣喃喃地重复，直到身边的人起身离开，才慢慢缓过神来。小姐，江公子真是世间少有的俊杰。不知何时，云儿出现在秦子嫣身旁。她出身大宗，跟随秦子嫣见过许多风流天骄，但每次与江晨接触，都能感受到她身上傲然绝世的气质。云儿双眸迷蒙，眼中满是倾慕。她的人品修为无疑不是世间罕见，更令我佩服的是，有如此挚爱的人，却还是愿意捐躯疆场。只有真正的大英雄才这样。我要找男人，一定要找这样的。巷道一处，楚川面色阴沉地打开一页信札，信纸已被鲜血阴湿，上面空空荡荡，并不是江晨所谓的灵帅亲笔，假的，都是假的，是江晨在骗他们。他的手都在发抖，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被人族抛弃了。楚川收起信笺，满眼都是惶恐。不行，他心思急转，我还年轻，我是天剑宗的天骄，我还有不可限量的未来，我不能死，我得活着。终于，他的眼神从惶恐变成了疯狂。死亡谷外的荒野中，一位英俊潇洒的男子眼神狂热。慕容师妹，只有投奔妖族，咱们才能有一条活路。我不忍心看着你和他们一起死，才把你带出来的。跟我走吧，慕容师妹。慕容云因眼眶通红，他没有想到自己一直敬重的楚师兄竟然如此贪生怕死，更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为了活命去做人族的叛徒。我不会和你一起走的，就当我慕容云阴瞎了眼，看上你这种伪君子。
楚川眼神中满是暴力。伪君子，是江辰骗了你们，根本没有援兵，他把你们当傻子。人族把我们抛弃了，要想活命，只有投靠妖族这一条路。慕容云英擦去泪水。江辰骗了我们，是你骗了我们。如果没有江辰，我们现在早就死了。多亏了他，才让我看清了你的真面目。我不会走的，就是死，我也要死在阵地上。楚川大口喘着气，他没有想到，这个一直爱慕自己的慕容师妹，此时也背叛了他。你是不是也喜欢上江辰了？是不是和秦子嫣那个贱人一样？我就知道，你们都是叛徒，只有我才真正对你们好，只有我才是真正爱你们的那个人。跟我走。我不走。慕容云英刚想挣扎，楚川两指连动，瞬间封住他几条大脉，此时看向他的目光也变得阴冷无比。不听话是吧？也好，那我又多了一样礼物。听说那些妖族天骄最喜欢人族的姑娘了，尤其是像你这种细皮嫩肉的人族天骄。哈哈哈。渤海郡大梁城，城主府中，林破敌坐在侧席，面色苍白。他连续奔袭数日，终于联系上了天剑宗。一道剑光袭来，威势无匹，震惊了整个大梁城。我女儿怎么样了？一个灰发中年阔步走入大厅，气息之强，摇动苍茫天宇。他正是东荒天剑宗宗主林万霄。林破敌起身，满眼都是哀痛。林宗主，林姑娘，她被困在前线阵地，生死未卜。什么？一道道凌冽杀意波动，恍若凝成实质。神游境的强大威压让众人都喘不过气来。突然天空云霞聚集，闪电交织，神光如瀚海一般，一道强绝到恐怖的身影降落。此人白须白发，浑身流动金银神辉，气息之强不下于林万霄，在空中缓缓下落。整个天梁城都被震动，无数人涌出，看向天空中如天神般的身影，不断叩首祈福。林万霄双瞳一缩，天极宫大长老苏长春，他乃是老牌神游境，乃是天极宫底蕴之一，怎么会亲自出宫？我宗天才秦子嫣被困孤玉关，他乃是我天极宫未来之主。苏长生怒到发狂，须发舞动，这是要大开杀戒的苗头。神游强者一怒，伏尸何止100万。苏长生神游中期，杀气爆发，在场众人噤若寒蝉，无不寒毛倒数。一阵清冷香风拂过，恐怖杀气瞬息消失，一道绝美倩影走来。她一出现，就仿佛夺去了天地间的所有光彩，虽只是莲步微迈，却恍如月中仙子一般飘逸轻舞。本应是高傲不似人间的角色，眼眸中却含着温暖平和，声音更如熏香和风般暖人心脾，不经意间让周围心绪杂乱的人安静下来。这是修为隐和大道的体现。苏长老莫要动怒，此番林宗主召集我等，便是为了救出那些人族天骄。苏长生眼色深凝，这位太玄剑宗的林希月不过20多岁，距离七境神游只差半步，如此可怕的天赋，未来或能登临9境入圣，成为人族新的传奇。有他在，营救秦子嫣的成功率也大了几分。林希月，林破敌心中一惊，这位传说中的东荒年轻一代第一人也来了。他看向林希月的佩剑，目光微凝。传说太玄剑宗有2把神剑，一把是江辰手中的斩天，另一把就是林希月的断月剑。沉吟片刻，林破敌问道：林仙子，敢问太玄剑宗可有一位名叫江辰的天骄赶赴孤玉关？林希月一愣，江辰这个名字似乎有些熟悉，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太玄剑宗有这样一个人物。太玄剑宗今年的试炼地是东荒万妖谷，却是没有天骄来孤玉关。没有。林破敌虽为一方统帅，可面对这些人族大能却是不敢多问，只要能将他们救出就行。江辰、秦子嫣、林夕他们都是人族的未来，若是因为孤玉关一地陨落，对人族都是巨大损失。而且那位叫江辰的少年，从他身上林破敌看到了人族反败为胜的希望，所以即便豁上性命，他也要把他们救出来。但是战场的凶残他岂不知？他们虽有几十位天骄，可面对100万妖兽大军，无异于螳臂当车。或许他们现在已经死了吧？可是不知为何，林破敌眼前浮现起那个战意冲霄、一往无前的青年，哪怕1000万之一的希望，他也值得自己舍命一搏。而且冥冥之中，他有种感觉，这个叫江辰的少年会创造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诸位，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赶赴孤玉关，但凡有一线希望，也要将他们救出来。好，他们真元全力运转，向着孤玉关飞掠而去。妖族大营，楚川跟在一个狗头人身的妖族身后，只见曾经的大派此时破败不堪，骷髅若岭，骸骨如林，吃了一半的人族躯体被随意挂在树上，部分血肉干焦，散发银色，还有小妖将活人剐肉，旁边接过人肉烹煮。4地狱降临，楚川走路都有些发抖。
大殿中，高达10数米的天狗妖尊气息澎湃，如同太古巨魔，恐怖滔天。周围10数道身影亦是气息强大，凶恶异常。区区一个炼神武者也敢来投靠我等？一头大妖声音隆隆。楚川慌忙下拜，小人准备了投名状，并非空手而来，希望妖尊大人收留。天狗妖尊饶有兴致，自从得知真元大能驰援死亡谷阵地，他一直心绪不宁。有人族天骄投诚，自然想通过他了解下情况。什么投名状？拿来看看。楚川双手举起一本信笺。妖尊大人，死亡谷阵地并未有人族驰援，这只是江辰社的计谋。此时阵地中只有数百残兵，您只需派出几位妖族大将，便能一举拿下阵地。从此孤玉关便是一片坦途，再无人可以阻挡大人。这伪造的信笺便是证据。天狗妖尊目露狂喜之色，此话当真？句句是真，这女人便是证据。楚川手指连点，慕容云因穴道解开，他怒视着楚川：你出卖人族，不得好死！楚川语气阴恻：哼哼，你先好好想想自己怎么活吧。他转头拱手：妖尊大人，这女子也是小人的第2件礼物，她乃是慕容世家的大小姐，出身高贵，天赋绝伦，容貌更是清丽脱俗。听闻妖尊大人喜好人族女子，小人特地请来孝敬妖尊大人。天狗妖尊看着慕容云因娇俏的模样，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这楚川还真是个人才，不错不错，本妖尊收了，哈哈。用你们人族，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从今日起，你便是我的仆从。天狗妖尊眼神玩味，收了你的礼物，本妖尊也要回礼。郎云，今天你好好伺候他。只见一个狼头人身的女妖走入殿中，她凶恶无比，血口獠牙。看到楚川这样俊美青年，眼中散发出淫邪的光芒。多谢大人，小女今日必定将这位天骄伺候得服服帖帖。楚川回头看到那可怕女妖，心中涌出一股恶心厌恶。看到楚川的表情，天狗妖尊阴厉一笑：怎么，对我送你的礼物不满意，不给我这个面子？楚川看着天狗妖尊可怕的眼神，自然知道一旦拒绝便是死路一条。事已至此，他心下一横，多谢妖尊大人赏赐，小人就收下了。死亡谷阵地，还能动的士兵在清理着壕沟中的尸体，大雾蔓延，周围白茫茫一片，似被远古巨兽吞噬。孙成龙带着仅剩不多的战士整个带弹，似乎感受到什么将要到来。楚川和慕容云英莫名其妙的消失，让原本斗志昂扬的天骄们也有些心慌，因为已经7天了，远超江辰曾经承诺的3天实现。江辰所谓的援军仍未出现，可那个把神剑当作烧火棍乱甩的小子似乎一点也不紧张，还在巷道中大声呼喝：大家不用紧张，肯定大雾的原因，援军这几天就到，建功立业就在今日。回去，活着的弟兄都厉升3级，我亲自作保，我可是连斩妖族天骄的奇才，你们还信不过我？老孙，我的旗呢？挂起来。什么旗？我带来的旗啊，挂起来挂起来，这旗子可是3代单传，你别给我弄丢了。孙成龙听到江辰的话，他突然鼻子发酸，那面旗一直在他包里，一块白色的破布，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来自于一个死在战场的父亲，来自于一个在家中等着孙子回归的老人。他们已经被抛弃了，没有谁会逆着万里战线去救这么一小撮人，以后只有他们自己爱惜自己的生命，没有编制，没有管制，更没有援军。那面旗就是那块破布，被用一根木杆挑着，在大雾中飘荡，如同幽魂。距离上次进攻已经7天了，江辰日夜都在死亡谷阵地巡视，万里内这里恐怕是仅存的阵地，他们是仅存的人族，妖族不会放弃对死亡谷的进攻。荒野中冷风萧瑟凄凉，似是山雨欲来的前兆。这一日，荒野中的野兔露出惊慌，纷纷从洞中跑出，四散奔逃。极远处传来轰鸣，轰轰轰，浓雾之中似乎有什么可怕存在降临。每走一步，山河震动，群山万壑，四面八方，各种可怕的声音在苍茫之中此起彼伏。灰衣老者长剑出鞘，这些天里他还从没如此紧张过。在茫茫无尽的大雾中，死亡谷阵地似是天地间仅存的一点烛火，似要随时熄灭。数百将士抽出长刀，陈川此时吓得瑟瑟发抖，林彻、虚坟等人真元涌动，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一阵狂风吹过，浓雾逐渐散去，哪怕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接下来的画面仍让所有人肝胆欲裂。只见四面八方漫山遍野，尽是妖兽，
似乎无穷无尽，其中更有4阶以上大妖嘶吼，妖族天骄盘踞，散发的妖气直列苍穹。更可怕的是，在极远处，一条模糊的影子从远方走来，与山岳齐高，妖气散发，万妖必退，直至浓雾散尽，才看清楚那影子的模样，乃是一头巨犬，庞大到不可思议，浑身长满白毛，比山岳还要高大，妖气如海，宛如太古大妖降临。7阶妖尊，灰衣老者双眸微敛，转头看向灵犀，眼神中满是慈祥。他从小看着灵犀长大，虽为护道者，更如父亲一般。小姐，以后我没办法再保护你了，他们已经失去了离开的机会，此时唯有死战。他又看向江辰，小子，我家小姐就托付给你了，有一线希望，你也要把小姐带回去。江辰沉重的点点头，他知道老者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想让江辰和灵犀活下去，而现在这种情况似乎只是痴人说梦。哈哈，你们这群傻子都被江辰给骗了。声音在真元下传彻方圆百里。是楚川。楚川怎么会在妖族那里？只见万千妖兽前，楚川得意忘形的劝降。他已经想象到未来美好的生活，而这些人要么死，要么成为他的奴仆，包括曾经高不可攀的灵犀师妹，也将臣服在他的胯下。根本没有援军，你们已经被人族抛弃了。方圆万里都是我们妖族的势力，我劝你们放下手中武器，弃暗投明，不然唯有死路一条。狂风呼啸，死亡谷中一片寂静。原本还有一丝幻想的天骄们，此时面如土灰，没有希望了。他们曾是天之骄子，而现在将要死在这里。林彻的手都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曾经自己敬重的大哥，竟然会做人族的叛徒。他努力压制自己心中滔天的怒火，突然他一跃而起，手中长棍鼓荡，一道泼天棍影从天而降，杀向楚川。楚川放出一道剑芒，棍影瞬息崩碎。林彻立于高天，再也没有了曾经潇洒出尘的气质。经过连天的苦战，他与普通战士无异，身上满是血污。畜生，我怎么与你这种人成为朋友？让我投降，绝不可能。没有援军又如何？只要能多杀些像你这样的畜生，我林彻一条命死不足惜。楚川眼中露出残忍的笑意，负隅顽抗，把那个女人推出来。只见妖兽让出一条道，一架堪称简陋的木车推了出来，在咆哮的妖兽中极为显眼。那辆木车没法不显眼，因为上面绑了一个木质的十字架，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被绑在架上，慕容云英。她4肢关节都被打断，此时嘴里堵着一块布，发不出任何声音，可众人仍能看见她的涕泗横流，因为她痛苦下俏丽的面容都已扭曲。然后众人发现她并不是被绑着，而是被钉着，10几个大钉穿透了她的身体，将她牢牢地钉在了十字架上。云英，林彻声音凄厉无比，如同杜鹃啼血。他曾经喜欢这个活泼的女孩，可当知道她倾心楚川后，他还是将喜欢压在了心底。没想到她竟成了这副样子。楚川看到了众人眼中的恐惧，没有人看到这种场景不会恐惧。这个女人早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不知道什么支撑着她。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屈服。武者强大的生命力此时成了她最大的负担，因为她活着的每一秒都如同在地狱中遭受酷刑。楚川似乎想把酷刑再次加重，他拿出匕首，对着伤口重重插入。那个躯体在剧痛中抽搐。楚川扯下他嘴上塞的布，那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听到这个女人的惨叫。畜生，你不得好死！然后这句怒骂就被第2刀打断，他终于开始惨叫。众人眼中燃着怒火，含着泪水。江辰对他有印象，虽然实力不如其他人族天骄，但每次妖兽进攻他都奋勇争先，而现在他似乎要活活疼死。林彻似乎做了什么决定，回头向江辰说了句什么，声音很小，但江辰看得懂，对不起。而后他以最快的速度拔地而起，真元鼓荡，轰的一声巨响，地面似乎都在震颤，一道金色光芒缠绕着他的身体，光芒滔天，去势一往无前。楚川一惊，这林彻不要命了，这一击不可抵挡。快退妖族天骄也感受了此招的威力无匹，他们远远躲开，不愿被这个人类的拼死一击波及。慕容云英双眸中看着那道金色光影越来越大，他心中归于平淡，似乎原本遭受的一切都不再痛苦，一直有人在背后等他，他却从未回过头。不对，楚川一慌，林彻的目标不是自己，那道金光没入慕容云英的身体，漫天金光下，
宛若一片金色花雨降落。慕容云应倒在林彻怀中，慢慢闭上了眼睛。林彻口中溢出鲜血，刚刚那一击动用了远超他经脉能够承受的力量。他微笑着看着怀中的女孩，跑！楚川骤然发现这个人要做什么，轰！一道可怕波动骤然爆发，如同旭日一般璀璨夺目，金光如浪潮一般扩散，无数妖兽在金光中淹没，纵使妖族天骄也在奔逃。一个炼神期天骄将体内真元引爆，产生的力量不次于离合境强者一击。逐渐，金光渐渐平息，天地归于寂静，除了方圆数百米的妖兽尸体，那两人似乎从未出现过。嗷！空中传来爆鸣，万千妖兽开始进攻，如同山洪一般冲来，狂风呼啸，万兽嘶鸣。这次不再是阵地之前，而是四面八方，大地都在颤抖，甚至远处山脉中还不断有妖兽涌出，茫茫不见尽头。上，能活到现在的都是精英，大家连日鏖战，已经配合默契。秦子嫣和虚粉等天骄各自带着一队守住其他3个方向，而前线正面只有江辰一人。他一跃而起，长剑绽放神芒，如大日坠入江海，一时沸腾无数。不过沸腾的不是海水，而是妖兽的鲜血。江辰通体散发火焰神芒，血气涌动，烈焰滔天，如一个盖世神灵一般矗立在天地之间。他神威无穷，每挥一剑便有成片的妖兽死亡。终于有妖族天骄出手，一头强大的4阶元王从天而降，他乃是妖圣血脉，双臂竟然举着一座石山向江辰压来。江辰化为一道红色闪电，斩天神剑化为万千剑影，石山在高天崩碎，飓风呼啸，乱石翻飞。啊！一条金色蛟龙来袭，他口喷雷霆，遮掩天际。江辰杀上高天，他虽不能凌空虚度，但每次腾跃都足有100丈高，所过之处无妖可敌。元王哀鸣，他强大无匹，但被江辰一枪掀开了头盖骨，露出血红的脑浆，轰然倒地。可妖兽似乎无穷无尽，刚刚斩杀一个，数个5阶妖兽已经杀到，凶禽展翅，蛟龙低吟，恶兽挥动巨爪，他们乃是妖兽军团的强者，丝毫不顾惜低阶妖兽。所过之处血光滔天，江辰开启尽数天灭，借助吞噬的血脉之力，力量再强数倍。他仅靠蛮力将一头足有100米的巨象推倒，随着一道剑芒显现，那头5阶妖兽失去生息，滚滚血气吞噬入江辰体内。他越战越勇，我来杀他！妖兽后方一轮紫色大星升起，离地100丈，向江辰冲来，恐怖气息铺天盖地，让每个人族武者都心生战栗。他是妖皇血脉，毕方，身份贵不可言。此时他要斩杀江辰。这头烈焰巨鸟从天际掠下，金瞳冷酷，俯视苍生，有种唯我独尊的强大姿态。江辰被击飞100米，口鼻喷血，身后涛声如雷，恍若一条澎湃大江冲入荒原。不是大江，乃是一条5阶中位妖兽吞天蟒。传说这种妖兽中的异血者长达100里，一口可吞10万人。这条吞天蟒虽只有数百丈，但也是少有的强大存在。它浑身水气氤氲，昂首雾气霭霭，大雾便是这条吞天蟒所为。他张开血盆大口，意欲把江辰一口吞吃。八卦炼狱，江辰真元涌动，这是他从老剑神剑法的第2式。周身出现数十米大小的八卦图案，业火焚烧，威能无穷，直冲吞天蟒。嘶！吞天蟒口中燃起烈焰，痛苦嘶鸣。他身上有妖光浮现，于虚空间闪烁，嘶鸣翻滚，震动的四野大乱。一道黑光从吞天蟒口中吐出，所过之处皆为尘埃。江辰仗剑而上，他战意无穷，一往无前，所有人都在搏命。他们燃着鲜血，要将自己最后一滴血奉献给脚下的土地。只要他们还活着，只要他们的兵刃还能挥动，脚下便是人族的疆土。死亡谷中指挥所中有一老者，他身着灰衣，盘膝而坐，一把黑剑伏于身前。他是天剑宗的客卿，真元3重的绝顶强者。他在等那头妖尊出手。江辰杀意无穷，他所在的地方正是妖兽进攻最猛的地方，也是强大妖兽的主攻之处。江辰脚下的妖兽尸体如同山峦，他身上鲜血滴落，早已染透了白袍，似是要将他耗死。无数大妖纷纷前来，江辰神剑挥动，无休无止，不停有妖兽死在剑下。突然一道凌厉剑光袭来，噗！
江辰胸口切开一道可怖的伤口，只见万千妖兽中，一个可憎的身影出现。楚川，江辰，都是你害了我们，要不是你，我们现在已经回去了，去死吧！他脸上带着狞笑，真元澎湃，一道剑气展开天际。他本就是天剑宗的天骄，此时全力出手，更胜妖兽江辰神剑一荡，真元化为5头惊艳猛虎，奔向剑气。轰！一道道余波扩散，山石树木化为齑粉。江辰，我来帮你。一袭紫衣掠过，随着倩影曼妙轻舞，秦子嫣若仙子一般落在楚川身前，一把闪耀了紫色光芒的6阶灵气在他手中显现。天才营中，楚川和秦子嫣齐名，都是东荒9宗中极其出名的天才，此时战场相遇，更是分外眼红。楚川狞笑，都说你秦子嫣乃是百世道体，我倒要看看你这百世之道是怎么修的。他拔出长剑，周身荡起一层的青色气旋，贯穿长空，身后一个恐怖虚影显化，其中剑意滔天，整个人的气势也在这一刻强盛到了极点。紫色剑芒和蓝色剑芒冲撞到一起，溅起光芒，无数战斗从白昼打到黑夜，又从黑夜拉回白昼。7团将士仅剩下200-300人，人族天骄此时也仅剩10几个人，他们喘着粗气，体内真元几乎耗尽。孙成龙断了一条胳膊，只剩一条手臂，就连胆小如鼠的陈川此时也满脸血泥。这是从未有过的恶战，漫山遍野的妖兽尸体，唯有一人仿佛不会疲惫一般，依旧在妖兽阵中冲杀。江辰喷出一口鲜血，可手中的神剑却丝毫不停，神辉盖世，带着滔天威能。那头吞天蟒轰然倒地，压倒树木无数，随着一道道血气融入江辰体内。先天4重，江辰散发着一股强大气息，那些妖族天骄此时都被杀得胆寒，妖皇血脉必方利爪崩碎，金瞳中露着骇然。从这个人族身上，他感受到一种可怕威压，那是至高的妖神才有的伟力。曾经只是被那位大人看了一眼，他几乎形神俱灭。从这个人族青年人上，他感受同样的气息，真是可怕。这个人杀不死吗？我击中他几次，他的胸腹都快被打烂了，可他就是不倒。人族中还有这样可怕的存在，若再多一些，咱们妖族拿什么战胜人族？第一次，这些妖族天骄感受到了畏惧。楚川目光阴沉，他知道江辰实力强大，但没想到竟然强大到这般地步。数十天骄和5阶大妖轮流鏖战，竟仍然战不倒他，甚至还被杀击杀了数个天骄和大妖。这种天赋亘古罕见，他突然有些惊恐。难道自己的选择错了吗？不，我绝不会错。诸位天骄，这江辰已是穷途之末，不斩杀此人，定是妖族大患。我等合力，必能杀他。汪！一声犬吠，市镇汪洋，众生恐惧，天骄们噤若寒蝉。楚川脸色苍白到极点，这是天狗妖尊散发的强大威压。极远处，妖光夺目，天地轰鸣。他本来趴伏在地上，此时站起，整天天空都被压满，山川河岳在他脚下，气息压迫的灵魂都在站立。面对如此弱小的存在，他本不愿出手，可看到江辰如此凶横，甚至在连战1天1夜后，竟再次突破。天狗妖尊再也压不住心中杀意，他要亲自将这个人族天骄诛杀。汹涌妖气扰乱天空，极远之处，妖光闪耀，化为云朵，将天地覆盖。天狗妖尊终于出手了。天穹上，一只足有100米的巨爪落下，威势无穷，飓风呼啸，那道妖身上抵9天，下采9幽，连接天地，庞大气息震得天地轰鸣，众生崩溃，唯有骇然与惊恐。突然，死亡谷中，一道浩然剑气冲破高天，如清气清扫乾坤，拂过荒野，拂过群山万壑，拂过苍茫天穹，妖气尽退，清气满乾坤。一位瘦削衰老的老者缓缓起身，他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一把黑剑握在手中。那一瞬，天地皆寂，有雷霆自天外而来。只见天空之上升异象，仿佛大海卷入高天，形成遮天蔽日的浪潮，所过之处，剑银轰鸣，宛若雷音，层层叠叠，绵延百里。真元强者，天狗妖尊眼中略有惊讶，没想到死亡谷阵地中果然有真元强者。那又如何？只要神游不在，谁能是我的对手？他一声大吼，妖光大盛，比先前更加刺眼，一步跃出4-5里，庞大身躯遮天蔽日，天空云霞中蕴含无上剑意。灰衣老者冲天而起，跃至高天，他恍若一线，穿云破月，
势如破竹，黑剑带动云霞，形成一把足有万丈长的开天巨剑。天穹4被割成2半，他实力远不如7阶妖尊，每一剑皆是搏命。天狗妖尊咆哮，摄人气息震动苍冥。他跃入云顶，口吐紫雷，雷霆与剑气相接，狂风呼啸，山石乱飞，高天云雾澎湃，恍如灭世，4世天地都要被打破。至强者一击，流血千里，浮尸百万。灰衣老者吐血倒飞，但他气息更盛，眼中似有决断。再接老夫一剑。声音震动苍穹，但见天空之上，那位老者摆出一招剑势，虽是极远之地，却恍若近在眼前。道道清气流转，如青龙缠身。开始只是丝丝缕缕，看不清晰，短短数息便粗如手臂。天狗妖尊不敢轻视，他收回真身，化为人形。他已经感受到老者的气势，比之先前再上高峰。残阳如血，红霞漫天，云霞看上去如潮水一般，层层叠叠，如江海奔腾，翻起万千浪花。而那老者4世站在潮头，西陵汪洋，身后巨浪拍岸，老者一剑击出，炸开江海。天狗妖尊长啸，犬吠震天，道道黑色波纹涌出，凶煞气息席卷9天，画出一道妖光，铺天盖地，紫光闪烁，威能无量。轰！剑气与紫光相撞，云雾溃散，万千霞光迸发，淹没天地。老者明明吐出血雾，却慨然长啸。再来！这是一场不可想象的激战，即便连妖族天骄都在瑟瑟发抖，怕被波及。2大强者在高天搏杀，每一击都有大道轰鸣，每一击都绽放璀璨神光，余波席卷天上地下。他们越战越远，直至消失天际。众人此时泪眼氤氲，他们岂会不知老者在做什么？他是要用自己的命为大家搏出一线生机。咱们冲出去，不要辜负了冯长老的牺牲。这时众人才知道灰衣老者姓冯。江辰看着逐渐涌来的妖兽，你们走，我来殿后。孙成龙脸色苍白，即便他已炼神一众，此时也接近油尽灯枯。江辰，你带着他们回去，我是团长，殿后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江辰嘴角扯出一抹嘲讽，拉倒吧你，现在一阵风都能把你吹倒，一条野狗都能咬死你，快滚！林夕手上宝剑血迹斑斑，你们走，我来殿后，我有护身宝甲，让我躲在一个娘们后面，你直接杀了我得了。虚坟走上来，我是渤海的天骄，自然也应该为渤海去死。你们走，这里交给我。这是仅剩下的几个人。江辰在换衣服，很难想象，在如此危险的时刻，他竟然有心换衣服。可当看到7团的军服时，众人沉默了。我说过的，带你们回家，都别争了，除了我，你们谁也拦不住他们。老孙，你不是说你还没打过胜仗吗？这一次，我让你赢一场。拿起。只见一杆白色兽步在风中飘荡，上写着：人族危难，妖魔狰狞，无语无子，自愿请缨。邪气意灭，时刻随身，伤时擦血，死时裹身，视死如归，勿忘本心。都快滚，别耽误我杀妖！万兽咆哮，妖族再次发起进攻，众人眼含着血泪，朝后方冲杀。这是他们最后突围机会，是江辰用命给他们搏出来的机会。虚坟突然转身高喊：我虽然才来几天，也算7团的人了，只要我还活着，7团的番号就不会消失。江辰没回头，持剑杀去。这也许是死亡谷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攻防战，无穷无尽的妖兽在攻杀一人。此时战争已经不限于要占领死亡谷阵地，因为此时阵地早已失守，而是要将此人杀死。死亡谷中妖气冲天，无数大妖盘踞，一时烈焰烧天，一时雷霆炸裂，一时冰雪覆盖，众妖竭尽所能，蛟龙长吟，凶禽怒鸣，凶兽嘶吼，道道妖术显化，带动滔天妖火，燃尽半边苍穹。杀！江辰一剑横空，血气澎湃，八卦炼狱，妖火燃尽，烈焰又起，他势不可挡，杀得妖兽胆寒，天骄心颤。哦！一头妖虎来袭，双翅化为道道剑光，锐不可当。漫天剑光中，一道白色剑气瞬息而至，即便是江辰也感受到了莫大危机，他浑身血气涌动，逍遥游用到极致。砰！随着一声炸响，那件黄西川赠予的5阶灵气护甲爆裂。经过连日征战，他已经到了极限。轰！江辰手中神剑每杀到一处，爆发出成片的火光，大战越发激烈，妖族天骄战到发狂，
舍生忘死，疯狂冲杀，即便腰躯之上遍布血痕，五阶大妖更是凶威滔天，一剑妖族宝器大刀足有100米，斩杀下来恍如天刀坠落，震慑的万灵颤抖。江辰仗剑而上，轰！天地巨震，引起滔天烟尘，江辰被斩入大地，而后拔地而起，他一剑杀出，剑芒万丈，那头大妖轰然倒地。孤玉关前，秦子嫣回首望去，战场上血气冲天，妖光冲破云霄，不时发出如海啸般的妖兽嘶吼，席卷9天，可想而知那里的大战是何等惨烈。而那个青年却一往无前，把活下来的机会让给了自己。秦子嫣的眼眸穿过无尽荒野，似乎又回到了曾经那日出剑时的情形，那个白衣青年的不羁笑容似在眼前。最后一眼，他衣衫染血，却意气风发，一如初见那般，大笑而来，慷慨而去，人间风流之至，不过如此。他们眼中似是燃着火焰，有仇恨，有愤怒，有不舍。众人暗暗发誓，总有一天他们会杀回这里，带回那个男人的残躯。突然，天空之上绽放出一道微微剑光，破开苍穹。天空妖云密布，却被一道剑光展开妖云，一头凶禽展翅，瞬间掠过无垠大地，还有一只数百丈的巨猿疯狂奔逃，所过之处烟尘滔天。只见高天之上，几道身影气息强绝的人族之强者出现，一灰发中年手持神剑，嗡的一声剑吟，便有冲天剑气斩向凶禽，凶禽抬爪抵挡，生出金铁之音，天地轰鸣。同一时间，远处传来雷霆轰鸣，一白袍老者驾雷云而至，雷霆如江海般浩荡，震得巨猿喷血100丈，正是天极宫大长老苏长生。还有一年轻仙子，美得不似人间所有，白日竟有皓月当空，这是他见识中的异象。月华绽放，巨猿虽负伤，但仍凶威盖世。他手持1000米巨棍抵挡，妖族宝器搅动天地，八方风云幻灭。他们一路大战，从天上打到地下，又从大地打到高天，这一路无数山川崩碎，无数江河断流，只杀得2大妖尊胆寒。这3人太过强大，恐怕是人族至强者。那中年男人手持神剑，剑气纵横无匹，一剑斩杀数万妖兽。白衣仙子虽然境界只是半步神游，可是功法神异绝伦，随意一剑便可借取天外皓月之力。苏长生更是神威莫测，抬手便有万千雷霆轰至，杀得2妖胆寒。林希月3人遇到妖兽大军便展开激战，一路杀出数千里，2大妖尊不敌，向妖族岭的溃逃。一头山岳般高大的巨猿疯狂奔袭，天空凶禽双翅展开遮天蔽日，慌不择路，他们血迹斑斑。目露惊慌，天空之上2道人影发现了灵犀几人，他们急速降落。那中年男子正是灵犀的父亲林万霄，身旁的白衣女子莫约20上下，但气息之强不在苏长生和林万霄之下，容貌更是世间罕有。林万霄看到自己的女儿无恙，满面喜色，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乖女儿，吓死爹了。这位天剑宗宗主此时竟眼眶发红，紫嫣，你无恙就好。苏长生落地，眼中满是欣喜。几人哪有心思诉说离别之苦，此时心中只有为几人搏出一线生机的江辰。爹，快去救江辰！大长老，还请救下江辰！诸位前辈，还请出手救江辰一命！没有他，我们早已丧生。江辰，林希月眼神微变，看着众人眼眶泛红，甚至那些伤痕累累的士兵拖着残躯都跪拜在地，心中更是动容。前几日林帅所提之人，好像正是这个江辰，他究竟有什么能力，竟能让这些人对他如此？他御剑而去，天空之上罡风烈烈，神游境的目力何其强大，相隔百里便看到了战场中的那道身影，清瘦心长，鲜血阴透征袍，孤身一人在战场上厮杀，身后一面白色大旗飘荡，一个人，一把染血的宝剑，一面大旗，万千妖兽如海啸一般涌来，他浑身浴血，死战不退，即便相隔百里，也可感受到他身上不屈的战意。江辰从妖族天骄尸体上拔出长剑，脚步踉跄了一下，他有些累了。即便每杀一头妖兽，都会有血气吞噬入体魄，可人终有极限，身体也会有极限。连日的战斗，还有为保持众人战意编造的谎言，都让他心力交瘁。他还在不停挥剑，一个又一个的妖兽死在他的剑下，身后大旗猎猎作响。他快不行，看我阵杀他！妖族天骄们状若疯狂，他们挥动宝器，祭出妖术，
要将他斩杀。江辰扶着大旗，他的胸前伤口深可见骨，后背2道爪痕恐怖异常，一条腿的筋都被挑断了，浑身都在淌血，很难想象这个人竟然还能站着。可他一步不退，手中长剑指向汹涌而来的妖兽。他在，战旗就在，战旗在，阵地就在，杀！林希月瞪大了美眸，他不能理解那名武者究竟靠什么能撑到这种地步。一人之力面对无穷无尽的妖兽，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敢去打这样的仗？什么样的人才会去打这样的仗？傍晚夜空上忽现皓月，江辰抬头望着空中的奇异景象，此时不知为何回忆起曾与他初见的情形。天空一轮明月照着他满身鲜血，只见天空之上一道绝美倩影，她面貌清冷，容姿绝世，白衣飘飘若仙女下凡，一轮绽放神辉的银月出现在她背后，将那片天空映照得一片璀璨，宛若一片仙境。那月中仙子笼罩着朦胧圣辉，手中仙剑落下，便有无数妖兽化为飞灰，又有一道月光降落，摧枯拉朽，无论是何妖兽，触及便化为飞灰。江辰望着眼前成片的妖兽尸体，凝望这幅场景，呼吸有些急促，一脸呆滞，喃喃自语：元君真的来了。千里外的大山上，灰衣老者浑身血迹斑斑，气息微弱，手中黑剑断去一截。他看向极远处的剑光，浑浊的眸子里绽放出一抹光彩。终于来了吗？一头庞大巨犬呲着獠牙，大口如同一片血海。真元初期武者，能与我鏖战这么久，我认可你了。只是你太愚蠢，为了几个区区炼神期的天骄，你这等强者连命都不要了。要知道，只有成长起来的天骄才是真正的天骄，不然与蝼蚁无异。那老者与巨犬相比，渺小的如同蜉蝣，但散发的气势却顶天立地。真正愚蠢的是你们啊！我们人族与你们妖魔比起来，肉身天生孱弱，可是一代代的传承让我们越来越强大。死去先辈的鲜血燃烧，后辈才可生生不息。现在到我用生命守护他们的时候了。我虽然死了，但是我的后辈将会接过我手中的剑，终有一日，他们会把你们这些妖魔赶出九域。这便是我冯仑的剑道。找死！天狗咆哮，凶威滔天。这名叫冯仑的老者最后一次出剑，他用自己的命为这些年轻人搏出一线生机，甚至除了灵犀，那些年轻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但那又如何？这一剑何其璀璨！这一剑横跨他一生的时光，往日种种皆在眼前。这一剑乃是他见到最惊艳之招，寒来暑往，苦练不辍。这一刻乃是他一生最张扬之时，一片赤诚，气冲霄汉，剑气纵横百万里，一剑霜寒19州。此剑过后，冯仑气息尽绝，他面带微笑，望向人族，死而不倒。轰！一道白色剑光从天穹落下，宛若月光垂落，一头四阶妖族天骄在月光下化为血水，惨死当场。万妖心骇，楚川更是胆寒，惊慌失措地望向天空那道倩影，一眼便认出了他的身份。东荒第一天骄林希月，传言他乃是武道圣体，与神游也只有一步之遥，他竟然降临此地，正心中惊疑。极远之处又有一剑斩来，大眼剑气如日月沉浮，正是赶到的天剑宗宗主天极宫大长老随后而至，气息澎湃，浑身灿着霞光，带起高天罡风烈烈，将一片区域的妖兽化为碎肉，可见实力有多么的恐怖。三大绝顶强者出手，功法如洪水般肆虐，光芒铺天盖地，无数妖兽惨死，他们任意一位都是足以压盖一方的绝代强者。此时齐齐出手，神威滔天。忽然林希月眸光一颤，目不可及的高天之上，一头巨大的凶禽浮现，迅速放大，利爪上绽放妖辉，朝他抓来。林希月身后银月闪烁，倒退出数里才堪堪停住。他美眸化为银色，其中光彩如梦似幻，真元流转，扫视八方，气息更加强盛。他心潮涌动，隐隐有种不安。林万霄和苏长生同样如此神色异样，修行到神游境界，已经与大道相近，隐隐感觉到埋藏在荒野中的澎湃杀意，令人心颤。轰！天地突变，山摇地动，只见大地之下，一头金色妖龙腾空而起，宛若出现了一座灿烂金山，整片天地都化成了金色。它浑身流转恐怖光辉，如同一片金色汪洋，气息之强大，竟还在妖尊之上。他仰天龙吟，
山峦崩塌，大地龟裂，山石巨树冲向天空，宛若天地倒转。八阶妖圣囚牛虽只是一道法身降临，但实力远超妖尊，即便是林希月这种人类至强者，也感受到了莫大的危机。没想到竟然能有人族至强者降临，将你等斩杀，乃是大功一件。天狗、白猿、天鹰，你们做得不错。汪！一道巨犬在极远处奔跑而来，宛如大山在移动。天狗妖尊也降临此地，随着2道罡风袭来，那头巨猿和凶禽也出现在荒野之上，妖气滔天。他们从4个方向围住了3大人族强者，仅仅斩杀一些人族士兵或天骄，根本不足以动摇人族根基。杀死这等人族大能，才是妖族真正的胜利。大战一触即发，一时间光芒冲天，将整片孤玉关笼罩。荒野上烟尘滔天，高天中凶兽嘶吼，此起彼伏，惊人心魄。这等大能交战，远非常人想象。轰隆！孤玉关上，无数人族士兵涌来，为首的正是林破敌。荒原中，2支队伍冲杀到一起，4大妖兽强者和林希月3人在高天厮杀。林破敌挥剑而上，踏入高天。他虽然修为与这3人无法相比，但此时也要出一份力。天穹崩裂，这等巅峰对战，余波都能毁灭万物。可嗨！江澄看着妖兽逐渐败退，惨笑着连连咳嗽，吐出一抹血丝。伤势和痛苦慢慢占据了他的身体，让他的笑容略显狰狞。他还在，战旗还在，死亡谷震địa还在。他看到远处士兵们脸上的热血澎湃，摇摇晃晃地坐了下去。接下来江澄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孙成龙。他一瘸一拐地冲过来，看到江澄的惨样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笑。援军到了，咱们赢了。江澄笑着点点头。为了赢这一战，他们付出了太多。7团仅剩下100-200人，天骄也死伤大半，可是这一切终究值得。那些7团的年轻战士在此战中用生命完成了他们的承诺。妖兽凶猛，但我等一步不退，虽死犹生。而这时江澄的视线中出现了一道熟悉的女子身影。那少女一身紫衣，面覆白纱，其上嫣红点点，虽在浴血沙场，但让人清晰地感觉到一股迎面而来的温柔清雅。虽然还隔着很远，但江澄心里已然出现了她的名字，秦子嫣。此时他眼中聚满了泪水，他以为自己永远也见不到江澄了。忽然江澄面色一变，一个男子英俊面庞上满是疯狂。楚川。当看到秦子嫣在战场出现后，他又绕了回来。如果能将天极宫的天之娇女献给妖族，自己一定能够得到重用。轰！猝不及防之下，秦子嫣只觉自己被一股巨力击中，胸腹一阵剧痛，眼前的黑暗逐渐涌来。楚川拉起昏迷过去的秦子嫣，朝着妖族区域飞掠而去。这时江澄已经来不及多想，一个箭步冲去。江澄，孙成龙此时想帮忙，可是他现在走路都困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江澄消失在妖兽群中。江澄血气涌动，斩天神剑化为一道金色剑芒，朝着楚川飞掷而去。楚川看到身后追来的江澄，体内真元急速运转，躲过必杀一击，如闪电般直冲云霄，转眼便化作远方天空的一个黑点。江澄一拔地而起，耳边风声烈烈。可江澄只是先天4重，并不会御空飞行，他将逍遥游运用到极致，身畔罡风烈烈，周边场景飞速倒退。楚川抱着怀中的美人，心中满是快意。秦子嫣，你这个贱人最终还是落到了我的手上。什么百世道铁，什么绝代天骄，最终还不得在自己胯下呻吟哀鸣。即便是要将他献给妖族，自己也一定要享用个痛快。毕竟这等姿色，除去那个月中仙子林希月，再难寻到这种佳人。就在这时，他忽然发现下方的异样。楚川几乎是下意识地看去，只见后数千米外，一道身影正在飞速掠来。仅仅几息，那道小小的影子已急速放大，可见速度何其恐怖。怎么可能？楚川目光一凝，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惊呼。自己御风而行，速度按理说会远超于他，可这江澄到底是修行的什么功法，遁速如此之快，竟与他御空几乎相当。哼哼，我还不信你能追得上我。他真元疯狂涌动，速度骤然加快，掠起一道长长的白影直射而去。大地上的江澄也丝毫不慢，血气爆发，紧紧地跟在楚川后方。2人如2道闪电掠过，即便有妖兽察觉，
很快也消失在他们视线当中。秦子嫣逐渐清醒过来，顿时看到了那个令人憎恶的脸庞，一股恶心涌上心头，正欲挣脱，才发现身体的几道大穴全被封住，真元丝毫无法运转，在罡风下竟然连动一下都很困难。你这个畜生，快放开我！楚川见他醒来，秦姑娘放心，等甩开那个跟屁虫，我自然会放你下来。现在你最好老老实实待着，不然这个高度掉下去，就算你是炼神武者也会粉身碎骨。秦子嫣这才发现自己正在万米高空，而下方有一道身影紧跟在后面，正是江辰。他眼眸中泛起一抹喜色，他来救自己了。刚要挣扎，楚川一指点在秦子嫣颈前，他再次昏迷过去。楚川飞速在云层中划过，已不知穿越了多少云层，但下方的江辰却依旧穷追不舍。1个时辰2个时辰时间飞快流逝，转眼已经过去了1天1夜，二人也已经离开了人族上万里。楚川即便已是炼神4重的强者，如此高强度的飞行也让他快到了极限。他心中暗暗焦急，按理说御空飞行更能节省真元，可这江辰不知是什么变态，无数次回首，每次都能清晰地看到那个锲而不舍的身影，甚至中间有妖兽袭击，都被江辰击杀，丝毫没影响到他的速度。转眼黑夜再次来临，远处已经可以看到皑皑雪山，楚川的速度已经开始变慢，甚至连飞行的身姿都不是那么平稳，变得摇摇晃晃，他牙齿都咬出了鲜血，身体都开始痉挛。难道这次跑不了了吗？忽然雪山崩塌，异变突生，嗷！一声咆哮震惊了八荒，即使百里外也可听到这巨大的声音。楚川身体发软，几乎在这一吼之下瘫软。那雪山竟然动了，恐怖气息席卷天地。他抬起头颅，足有万丈，庞大躯体超越云层，矗立在天地间，散发的气息远超7阶妖尊。究竟是谁打扰吾的沉眠？千里内的妖兽匍匐，簌簌哆嗦个不停，惊惧到不敢抬头。这是一头实力堪比神灵的妖兽，仅仅依靠巨大的躯体，破坏力基与9阶妖皇相当。楚川再难支撑，在铺天盖地的威压下，从高天坠落，罡风烈烈。秦子嫣渐渐睁开了双眸，还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就被突然的失重感占据了心神。这是数万米的高空，即便是炼神7武者，摔下去也必将粉身碎骨。秦子嫣的身体在急速下坠，她想运转真元，体内7经8脉却被楚川封禁，丝毫无法运转。耳边的风声越来越尖锐，距离地面也越来越近。难道这就是自己生命的终点吗？他慢慢闭上了眼睛。秦姑娘，随着一声高呼，一道身影如箭一般袭来，江辰真元运行到极致，在这一瞬间爆发下，他的7经8脉几乎瞬间爆裂，但也给江辰提供了超越自己数倍的力量。他一步跃起，足有1000米，烈烈罡风将他的头发吹散。下一瞬，他抱住了那个娇躯。几乎同时，秦子嫣睁开了眼睛，看到的正是江辰坚毅的面容。不过此时他的口鼻都在流血，那一瞬间他的内心似乎被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双眸中射出一缕柔情。这难道是梦吗？如果是梦的话，就让我死在这个梦里吧。江辰只感觉他们坠落的速度越来越快，凝聚了最后一丝力气，在空中偏过半身，用自己的身体将他护在怀中。砰！一声巨响中，江辰重重地砸在地面上，他只感觉5脏6腑都要崩碎，剧烈的疼痛几乎让他瞬间昏厥。江辰，江辰，你怎么样了？秦子嫣看着江辰的惨状，顾不得身上的疼痛，把他拥入怀中，眼泪如决堤一般涌出。他自小出身高贵，天赋也是万中无一，在天极宫乃至整个东荒都有很多讨好他巴结他的人，他从小到大受尽恩宠，所以对那些人嗤之以鼻，一直以将妖族驱逐9域为己任。可真正到了战场，才发现了战场的残酷。那些平日里豪言壮语的天骄，才露出贪生怕死的真实面孔。而江辰明明可以不去前线，却一声不吭地去了最危险的死亡谷阵地。在人族天骄一生难求时，江辰又力挽狂澜，甚至击杀了妖皇后羿，更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守住了孤玉关仅存的阵地，最后又用生命为众人搏出一线生机。这样的男人，秦子嫣从未见过，她从未想过，这世界上竟然会有这样一个人，在生死一线时，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他的生命，甚至不止一次。江辰脸色苍白无比，刚想说话，便吐出一口鲜血，一股强大的威压席卷天地，
人族！缕缕冷气一散，整片森林几乎瞬间陷入冰封。一个遮天蔽日的身影浮现，浑身缭绕着白色的寒气，一半身体在云下，一半身体浮在看不见的云端之上，朦朦胧胧，看不清真身。可他散发的恐怖气息却如一道寒潮，席卷了四面八方。他如同不周山一般，头颅抵着天穹，脚踩着大地，高不知多少里。一双蓝色的眼眸射出两道亮光，如同天空出现了两个月亮，仅仅一扫便洞悉千百里的生灵。那双眼眸刹那间杀气惊天。人族！他发出隆隆的声音，沉闷如同雪崩，震得天地轰鸣。楚川肝胆欲裂，战战兢兢地向那可怕存在叩首。小人是天狗妖尊的属下，并非有意惊扰老祖，饶命，饶了我吧！天狗！那大妖似乎与天狗妖尊相识，从楚川身上果然感受到天狗妖尊留下的印记。即便天狗也不敢打扰我的沉眠，看在他的面子上，饶你一命。楚川顿时喜出望外，原以为自己死定了，没想到竟然活了下来。他刚要叩头，只觉一股冰寒封住了自己的躯体，接着一道凄厉惨叫响彻大地。他的四肢在逐渐冰冻，而后渐渐崩碎。那可怕存在看着腾晕过去的楚川，打扰了我荒古雪怪的沉眠，留下四肢吧。还有人族气息。天穹上探出一双大如湖泊的眼睛，放出湛蓝色的光芒，扫视着周围百里。这场景太过可怕，如同域外大魔灭世，凶恶气息席卷九天，仅仅一双眼睛便压盖整片山林。嗷呜！江辰和秦子嫣上方响起了一道如同天塌地陷般的巨鸣，伴随着一声足以让天空和大地崩碎的恐怖咆哮。恐怖巨响震得江辰心神欲裂，两人下意识地回首，然后看到了他们有生以来最震撼的一幕。远处的雪山晃动，覆盖万古的冰雪和终年不化的坚冰被远远抛向了高空，乱石穿空，大得如同小山。在那吼声传来时，涟漪澎湃，如惊涛拍岸，都化成了齑粉，溅起雪花万千，迷茫整个天地。等到雪花散去，一个庞大到超出想象的凶恶巨兽出现，它全身毛发雪白，一根都如参天巨树一般，罗刹般的凶恶面孔和碧蓝双眼释放出的气息比万座山岳还要沉重恐怖。这是存世不知多少年的太古凶兽，此时带着暴怒苏醒。秦子嫣的俏脸煞白，她什么时候都从容不迫，温柔淡然，但此时看到这不可想象的存在，一颗芳心也悬在了嗓子眼。一旦被这大妖发现，两人必然死路一条。江辰的脑海中想过千万种办法，可瞬间都被否决。在如此强大的恶兽面前，所有的智慧都毫无意义。他带给自己的压迫感太大了，要想从他手中逃走，无异痴人说梦。人族，人族的味道。突然，胸前隐匿符文微亮。南宫婉说过，这符文可以隐匿气息，既然能对人族生效，未必不能隐瞒妖族。生死一线，他忍着身体剧痛，慌忙把秦子嫣拥入怀中。雪怪蓝色巨目扫过整片山林，却是一无所获。秦子嫣娇躯一僵，感受到江辰身躯的体温，一股股男性气息冲撞着他的芳心。他温柔清雅，在众人眼中高高在上。曾经一直以为只有像楚川这种满嘴仁义道德的人才是英雄，但江辰这个看起来放荡不羁但胸有抱负的青年，却让他的内心屡受震动。这些天中，江辰无数次在绝境中力挽狂澜，但他现在闻着江辰身上的味道，却感觉安宁无比。荒古雪怪一双巨目中闪过一丝狐疑，怎么会？明明有人族的气息，自己怎么找寻不到？对他这等存在，隐隐契合大道。人族只要出现在千里之内，几乎会被瞬间洞察。这也是为什么他从沉眠中苏醒的原因。一股人族才有的味道被他嗅到，人族的气息，有人族的气息。你到底在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江辰冷汗涔涔，这等存在的恐怖层次超乎了想象。数百里的山林，仅是气息都能被他察觉。忽然，天空中一个兽脸显现，眸子幽蓝，黑色的鼻子如同两个深渊，轻轻一呼，便有万千罡风灌入。随着他越来越近，秦子嫣的娇躯都在发抖，蜷缩在江辰怀中，一下不敢动弹。即便她曾是天之娇女，此时也几欲崩溃。气息，江辰心念一动，低声说道：“别出声。”他搂住秦子嫣细腻的腰肢，吞天混沌经运转，无数道气流在周围流转，曾经吞噬的妖兽血脉之力释放，一道道妖气蔓延，周身竟然出现二阶妖兽啸风狼的气息荒，古雪怪鼻息带动狂风，那点点人族气味竟然逐渐消失。难道是自己闻错了？他双目中闪过一丝狐疑。古玉关上，一道霸道无匹的身影骤然降临。他刚刚落在关上，杀意已然冲霄。江辰呢？江辰在哪里？
萧霸海扫视四方，却没看到那道熟悉的身影。他受黄溪川所托，前来救江辰脱困，可从东荒到渤海上百万里，即使日夜兼程，也数日才到。孙成龙和陈川等人浑身浴血，双目含着血泪。他们在战场上找了2天，却再也没寻到江辰的身影，只在妖兽后方找到了那把神剑。前辈，这是江辰留下的。萧霸海目眦欲裂，心中如万箭穿心。他从与江辰相见第一面，便看中了这个青年，没想到自己夜以继日的赶路，却还是来迟了。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沉痛之色，双手死死地攥着斩天神剑，内心中悲苦欲裂。曾经江辰的话在耳边回荡，哪怕粉身碎骨，哪怕魂飞魄散，我宁愿冲上去把血流干。他的承诺他做到了，只是那个白衣少年再不会回来。云顶之上，隆隆声不绝于耳，有人族强者绽放的万千剑气，亦有妖兽沉闷的咆哮。只见云层中探出一只兽爪，遮天蔽日，与剑气相接，在云层上方炸开，天穹似被撕裂。萧霸海气息轰然爆发，一道杀力无穷的剑势直冲苍天，这一击如灭世一般，天空都要被一剑击碎。他杀上9天，今日他要杀尽此地妖兽，为江辰报仇。这一日，孤玉关天空神光破天，杀意无穷，有血雨降落，洒遍百里沙场。此战3大妖尊陨落，求牛妖圣法身碎裂，妖族溃败5000里，自妖魔踏足九域，12300年。人族首次在前线疆场大获全胜，人族战线向妖族方向推进5000余里。孤玉关守卫战中，江辰锁住第7守备团，死守死亡谷阵地，孤军奋战，粮尽援绝，以1000人之众敌100万妖兽，阵斩妖族天骄无数。在江辰带领下，7团将士莫不以一当十，勇往直前，奋不顾身。江辰身先士卒，足智多谋，多次出奇制胜，更以一人之身独守战阵，最终力竭而亡，尸骨无存。渤海郡总统率顾建堂在庆功会上魏言先泪，言若非孤玉关牵制，妖兽大军长驱直入，渤海郡不存矣。江辰等将士有我无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必将永垂青史，千古流芳。人族超凡境宗师张巡评价：守一关，撼天下，以千百就境之足，战100万日资之敌，其忠勇智谋，千古无双。荒古雪怪搜索了百里山林，人族气息却似乎完全消失。他慢慢趴伏，重新进入沉眠，再次化为了一片巍峨的雪山，似是从未出现过。江辰感觉到那股恐怖威压消失，才慢慢松开了怀中的秦子嫣。秦子嫣脸颊绯红，他望向江辰，眼神中散发着绵绵情意。江辰一愣，这秦子嫣看自己的眼神有些怪啊，他一定是误会了。刚想解释，转头看了眼那个化身雪山的恐怖存在，拉起秦子嫣的手飞速离去。只是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楚川曾经俊逸的脸上满是狰狞，他失去四肢，蠕动着向远处缓缓离去。突然，一道恐怖到极致的身影降临，气息强大到让虚空都在颤栗，瞳孔宛若金色的漩涡，似乎将人的灵魂吞进去。他席地而坐，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不成人形的武者。愿不愿意和我做个交易？秦子嫣查看了夏江辰的伤势，即使武者体魄强大，但如此重的伤，几乎2天就恢复痊愈，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考虑到江辰变态的战力和天赋，这一切也变得合理起来。他2人穿着麻布衣服，乔装打扮。江辰脸颊上贴着狼毛，佯装狼妖；秦子嫣屁股后面拖着一条狐狸尾巴，头发上还挂着2只耳朵，表示自己狐妖的身份。妖族领域也有人族存在，不过在妖族，人族却是最低等的贱民，他们充当一些妖族的奴隶。在一个村落中，几个壮年男子正在播种，稍微干得慢些，便被一头狼妖挥动皮鞭，重重地抽在身上。在耕地的一角，竟然还有许多死人头骨，似乎是只要不满意，这头狼妖便会将人族奴隶当作血食。秦子嫣真元涌动，几乎就要出手将这头狼妖击杀，却被江辰死死按住。在这里暴露身份，必死无疑。随着人族大胜，无数妖兵降临边关，连绵数10万里，戒备森严。莫说是穿越妖族边境，就是靠近也极度危险。天空中不时有大妖掠过，掀起妖风阵阵。看来只能避过这阵风头，再回人族领地了。咱们暂时先去仙鹤城。江辰看着身边这个 cos 狐狸精的少女，
她虽穿着麻衣，却遮掩不住她曼妙有致的身材。一双秋瞳正含情脉脉地望着自己，顿时心潮澎湃。真不是江辰没见过世面，加上以前秦子嫣总是一副温柔清冷的模样，此时却含羞带怯，顺从地跟在自己身后。哪个男人能经受得住这种考验？即便江辰两世为人，久经沙场，此时也沦陷其中。秦姑娘，咱们走。说着便牵起了那只如玉的纤手。仙鹤城乃是周围3万里内的第一大城，在1500年前曾是人族古国的国度，此时被9阶妖皇仙鹤妖圣占据。仙鹤城无论是在财富、实力层面，还是权力层面，在妖族领域中都算中上游。与江辰想象中不同，妖族领地并非漫山遍野的全是妖兽，一些未开灵智的低阶妖兽地位也非常低，只不过他们繁育能力强，能够为前线提供源源不断的妖兽兵卒。在一些市集上，经常有人售卖人族奴隶和未开灵智的低阶妖兽，而人族虽为奴隶，价格却与2阶上位的妖兽相仿。毕竟对那些智慧妖族来说，人族除了美味，还可以从事一些妖兽不能从事的工作。天色渐暗，江辰、秦子嫣在一处小镇停下，走进小镇唯一的客栈。客栈掌柜竟是一位人族老者，气息浑厚，竟也有着宁气8重的修为。此时看到江辰和秦子嫣走进客栈，只是看到秦子嫣时，虽轻纱遮面，但不经意散发的雍容气度也让他瞬间迷失，眼眸中掠过惊艳之色。可仔细打量后，眉间顿时涌起一抹嘲弄。两位是狼族还是狐族？江辰看着老者阴阳怪气的模样，心中涌起一股怒火。老子是狼族还是狐族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给银子，你开房间，哪那么多废话？客栈掌柜打了个哈欠。你俩是人族吧？既然是最低劣的奴隶种族，你装什么贵族呢？像你们这种装大尾狼的，我老头子见得多了，就你俩这打扮，多半也就是村里种地的奴隶，怕是半两银子也翻不出。我这里可是黄属狼族的黄三爷的产业，快滚快滚！忽然一道金光闪过，他的眼睛瞬间瞪得滚圆，只见江辰2指间分明夹着一小块金克子，老头瞬间睡意全无，热情无比。两位客官，恕小人眼拙，我就说普普通通的庄户奴隶，哪能有这么漂亮的女伴？您一定是仙鹤城的高等奴隶吧？按理说还剩2间上房，只是您也知道，咱人族就是混得再好，也是最低等的族群。您要不屈尊，到后院柴房将就一晚。江辰眉头一皱，他自己倒是可以，只是秦子嫣一个妙龄女子，怎能如此将就？咱们再找找其他客栈。掌柜连忙说道。两位，整个小镇只有我们这一家客栈，你也知道的，奴隶种族不允许住宿客栈。您要是妖族或是魔族，小人二话不说就把那2间上房给您。可看向江辰手中的金克子，终究是贪念战胜了理智。也罢，今天就破例一回，不过只能给您开1间房，您凑合住住，不然要是被发现了，咱们都得没命。江辰一脸为难，看着秦子嫣，要不咱们就凑合一下吧。1间房。秦子嫣的脸疼的一下涨得通红，心跳更是莫名加快。她虽然对江辰略有好感，但毕竟2人此时并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要是共处一室，一向从容淡定的秦子嫣看着脚面，脖梗都变成了嫣红一片，显得更加诱人。她结结巴巴地回答：好好的。上房是套房，甚至有洗浴的浴桶，这也让江辰略有意外。妖族似乎不是想象中茹毛饮血的野兽，仅仅依靠妖兽的凶恶，也不会在万年中将人族打得节节败退。秦子嫣洗完澡，浴巾将她曼妙的玉体轻轻包裹，美丽的脸颊有些粉红，轻咬着嘴唇，按捺着内心中的惶恐羞涩。如此佳人，无人不沉醉在她的美态当中。这些天都没好好休息过，先上床休息吧。江辰微笑道。秦子嫣内心狂跳，俏脸绯红。那你睡哪里？江辰扑着床，一本正经地说道。我当然也睡床了，你睡里面，我睡外面，出门在外都是不得已，咱就别讲这么多规矩了。秦子嫣坐在床角，一点没有曾经温柔淡然的模样，俏丽的脸颊上似是染了一层晚霞，丰挺的酥胸一起一伏，尽力压抑着心中的羞涩。江辰，男女毕竟有别，这样不太好吧？此时已经传来了江辰的鼾声。这段时间他心力交瘁，虽然身体已经恢复，但是精神始终处在极度紧张状态，再也扛不住脑海中的疲倦，沉沉地睡了过去。灯火熄灭，凝密夜色中，秦子嫣虽然闭着眼，却久久无法入睡。回忆起曾经相见，2人并未过多相处，
可随着时间推移，他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热血男儿，看到了勇敢、智慧、坦荡、善良、民族大义、视死如归。不知不觉中，他对江晨有了一抹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而现在，两人已经睡到了同一张床上，自己的内心中除了忐忑紧张，却还有一些喜悦与欢快。要是在2个月前，他完全不敢相信这种事情发生。可当那个男人在无数危难时力挽狂澜，甚至为了救自己不惜追袭万里，他的内心完全被身旁的男子所占据。秦子嫣想到江晨曾说过他的妻子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了，顿时生出了一种不该有的庆幸。他暗自思量，自己这具道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若是不能在3年内不能踏入神游，恐怕要再重修一世，那江晨又会不会等他再次长大呢？忧愁之中，一阵倦意袭来，他也沉沉睡去。朦胧中，自己陷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深夜，江晨骤然睁开双眼，客栈外脚步嘈杂，火把照的周围一片明亮，有杀气。客栈外，数十妖族已经包围了这里，他们兽头人身，但身上长满毛发，血口獠牙，手持钢刀，恐怖无比。那位客栈掌柜一脸谄媚，向一位身着锦袍的妖族躬身行礼。黄三爷，那2个人族就在2楼。黄三爷桀桀阴笑，不错，大功一件，能拿出一块金子，身家定然丰厚。上。吱呀一声，客栈门却打开了。江晨在前，秦子嫣手持宝剑站在身后，他目光灼灼，扫视着周围的妖族。你们想要做什么？黄三爷看着2人气息强大，示意先不动手。黄鼠狼一族在妖族中以阴险狡诈著称，可不受脸上露出一抹阴笑。2个人族敢入住客栈，公然违背妖族律例，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这些妖族实力最高的不过3阶，若是江晨出手，几乎瞬息就能全灭，但这也意味着暴露行踪。他心思急转，淡然道：人族？你说我是人族就是人族了。黄三爷一愣，在妖族中，越高阶的妖族与人族越相似。据传说，12阶妖神白帝不显露真身，与人族几乎一模一样。这人看起来如此年轻，气息又如此强大，难道他活了几百年，自然不会如此轻易被糊弄？你不是人族，那你说说，你是妖族的哪个族群？江晨环着袖子，环顾四周，血气动荡，眼神更是冷寂无比。我是河族，你没资格知道。现场安静的可怕。妖族当中等级森严，黄三爷虽是黄鼠狼一族，但在妖族中地位仅比那些未开灵智的妖兽高些。江晨散发出的气息可怕无比，他一时也不敢确定江晨的身份，但最终贪念战胜了理智。区区奴隶冒充贵族，这是重罪，去请风狼统领。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什么身份。秦子嫣心中暗暗焦急，却被江晨握住纤手，看着江晨温和的眼神，一刻不安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时至后夜，客栈却是在数十根火把的照耀下灯火通明，气氛也是剑拔弩张。风狼统领乃是周围300里内的第一高手，境界更是高达5阶初期。他亲自前来，身后跟着上百狼族精兵，怒气冲冲，杀意凛然。大老远便厉声喝道：区区人族，敢在我的地盘放肆，无论你是谁家的奴隶，都别想活着离开。黄三爷看到风狼前来，慌忙迎上附耳低言。那风狼的脸上露出一抹诧异，他黑着脸走到江晨跟前。你说你是高阶妖族，5阶狼妖，除了嘴巴和耳朵还未化形，几乎与人族类似。我什么时候说我是高阶妖族了？江晨面无表情地说道，声音中夹带着一种上位者的压迫感。不是高阶妖族，你身上一丝妖气都没有，住宿客栈那就是犯了重罪，你找死！风狼勃然暴怒，妖气鼓荡，马上就要出手捏死这个爬虫。要不是听说这人身家丰厚，他绝对不会亲自前来。突然，一股恐怖气息骤然爆发，夜空当中，江晨身上绽放道道妖光，一股不可抵挡的强大威压铺天盖地，如同上古巨妖复苏一般。即便是身旁的秦子嫣，此时也毛骨悚然。那些小妖顶不住这种威压，纷纷跪倒在地。黄三爷浑身被冷汗湿透，只觉得被一头大妖盯住，似乎马上要被吞噬。最终一声哀鸣，趴在地上瑟瑟发抖。风狼颤抖地蹦出2个字：皇族。白虎妖皇的后裔。小妖有眼不识泰山，还求大人饶小妖一命。风狼双腿都在发抖，额头的冷汗已经浸湿了脸颊，灰色鬃毛上如同被水洗过一般。妖皇是何等尊贵的存在，白虎一族更是妖皇血脉中的佼佼者。自己一个小小妖族，竟然向白虎妖皇的子嗣问责，给他100条命也不够死的。
他心中一片绝望。妖族等级森严，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求死的准备，将臣收回白虎的血脉之力。滔天妖光瞬间消失，他冷着脸道：本尊来到仙鹤城是因族中安排的要事，本想低调一些，可是总有你们这种不开眼的废物，若非我族与仙鹤两族交好，我定然出手将尔等斩杀。风狼统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一个5阶大妖此时眼中都是恐惧。江辰也略有意外，什么情况？不就是展示了下血脉中的白虎之力，也不至于让如此大妖恐惧至此啊。大人，小妖冒昧的问一句，您可是姓姬？江辰一愣，心思急转，目光变得如地狱一般阴冷。在如此偏远的妖族地域，也有人听说过本尊的名号，就看那风狼磕头如捣蒜。小妖隶属仙鹤妖皇麾下，前些时日听闻白虎妖皇后人降临仙鹤城，与仙鹤妖皇殿下商讨共同探索人族秘境的大事。您刚刚展露妖光惊天，想必就是那位大人的公子吧？没想到还有这事。江辰故作淡定的点点头，起来吧，还算你有点眼力。刚刚你一句话说错，本尊就出手将你斩杀了。相信以本尊的地位，杀个把挑衅我的妖族，也没人会追究我，都别跪着了，起来吧。这时众妖才战战兢兢的起身，那客栈掌柜此时面如死灰，双腿酥软的连站都站不起来。江辰眼神温和，没事，不知者不罪，下辈子改正就好。黄三爷和掌柜全身一冷，如同坠入阴寒地狱，一道紫芒闪过，二人的头颅轰然爆碎，即便是身旁的秦子嫣都没反应过来。风狼全身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不错，一定是白虎皇族，只有白虎一族才如此心狠手辣。据说他们的皇城都是建在尸山血海的恶地，还好自己反应快，稍微晚一步，说不准死的就是自己了。这黄老三也真是的，人族这种低劣的种族，敢大摇大摆的住客栈吗？差点把自己也拖下水，真是死有余辜，还不把这两个垃圾拖走，脏了大人眼怎么办？大人，您要不到小妖府上休息？江辰收敛杀气，不必了，住惯了宫殿，这民间客栈也别有一番风趣，不许把本尊的踪迹暴露出去，不然……哼哼。风狼连连点头，您放心，小妖绝不敢暴露，您休息，您休息。仙鹤城一处富丽堂皇的宫殿中，每一处都如仙宫一般，精致华贵，鬼斧神工。一位耳后生语的少女脸上带着恬淡温柔笑意，如画中仙子，如沐春风，一双修长美腿如玉四段，随意交叠，美不胜收。只是所做的事却骇人无比。她鹰口化为长喙，插入一个人族头颅当中，吸吮着其中脑汁，似是在喝着甘甜的饮料。你是说姬轩已经到了仙鹤城附近？一个狼首人身的妖族正跪伏在地上。不错，公主殿下，小妖亲眼所见，第一时间便想着要将此事禀报殿下。小妖是连续赶路7天7夜，一刻也不敢耽搁。少女嘴角上翘，露出一丝骄傲而阴森的笑容，黑夜般的双瞳中闪烁着寒光。妖族联姻并非稀有，但如此高阶血脉互相联姻却是极为罕见，其中原因是合作探索人族某个古国秘境，两族的联姻也让这次合作稳固无比。那个姬轩怎么样？她身为仙鹤妖皇的幼女，名唤白玉佳，血脉高贵，妖力强大，仅仅300余岁便已至4阶巅峰，寻常妖族天骄根本不如她的法眼。没想到高傲如她，竟被父皇嫁给了白虎一族。即便白虎血脉在妖族中也极为强大，但谁不知道这一族凶恶无比，平日里如毛饮血，和未开化的妖怪一般。更听闻这个姬轩平日里从不以人身示人，总是一副白虎妖躯，一想到要和这样的妖族成婚，性情自诩高洁的他怎么也忍受不了。风狼眼中略显惊恐，此时回忆起那道身影，心中还有着寒意。殿下，那位大人极为强大，仅是身上散发的妖光就覆盖了整片山地，即便小妖已至5阶，面对那位大人时也毫无反抗之力，称得上天纵奇才。白玉佳目露嘲讽，就你这种低阶妖族，6阶又能如何？实力是一个方面，容貌又是一个方面。听闻白虎一族本相丑陋凶恶，本公主乃是天上仙女，岂能嫁给那种怪物？风狼眼前一亮，公主殿下，那位大人堪称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单论容貌，就是与人族相比也称得上俊美。但与人族不同的是，他随便一战就透出一股傲视天下的气势，出手更是狠辣无比，堪称妖族中的一代俊杰。那位叫姬轩的白虎天骄降临前线，按时间算也快该到仙鹤城了。白玉佳美眸一滞，难道消息有误？这位大人原来容貌不错。说来也是讽刺，人族虽在妖魔两族都是奴隶一般的民族，可两族修为到极致，却都向人族外貌靠拢，甚至一些妖神血脉生来便是人形，
没想到这姬轩竟然如此优秀，倒让他心中升起一股迫切见到他的欲望。办得不错，你就留在仙鹤城，在我府上做事吧。风狼狂喜，连连磕头。毕竟在穷乡僻壤做个统领有什么前途？能跟在白玉家身边，堪称是一步登天了。山峦起伏，巨木遍地，雾霭缭绕。越接近仙鹤城，周围环境便愈发灵秀。山体云蒸霞蔚，一些食草妖兽出没其中。湖泊清澈澄净，鱼儿皆若空游，阳光下闪烁绚丽斑斓。若非看到山下累累白骨，真以为这里是什么世外桃源。这也与仙鹤妖皇的种族有关。若是白虎妖皇的领地，几乎全是尸山血海，腥臭刺鼻。江辰，咱们真要去仙鹤城？秦子嫣眼中略有迟疑。这些天他已经知晓了仙鹤城的来历，其中的仙鹤妖皇更是九阶，实力远超人族神游境，即便是人族中的大能，也少有能够与之匹敌。当然，既然他们认错了我，借助这个身份不捞些好处，怎么说得过去？一条足有100丈的大路在山峦中穿行而过，路上的妖族越来越多，到了此地已经看不到各种未开灵智的妖兽。一条散发着金芒的蛇妖盘踞在车架中，几个人族如牲畜一般拉着车，各个种类的妖族数不胜数。当看到江辰时，纷纷投以不怀好意的目光。若非此时已进城池，怕江辰已经成为了他们的血食。仙鹤城已有1500年历史，底蕴深厚，是无数妖族向往的圣地，更有无数妖族天骄前往，希望拜入仙鹤妖皇座下。若能加入，他必将得到妖界众族的关注，在仙鹤城也会给予最好的修炼资源，自己的家族都会为之荣耀，成为当地大族。自然，在仙鹤城中竞争也极为激烈，几乎每年都有天骄陨落的事情发生，但仍有许多妖族年轻强者趋之若鹜。毕竟周围数万里的资源都汇集此地，富庶程度可想而知。即便是为仙鹤妖皇看大门，也是众多妖族的梦想，甚至是奢望经过10多天的长途跋涉。二人终于来到了仙鹤城，这也是江辰第一次来到妖族的大城。高大的城门足有数百丈，遮天蔽日，隐约间有一种浩瀚古朴的气息扑面，似是远古巨妖降临，正在俯视苍生。江辰震撼无比，妖族竟然强大到了如此地步。他看到很多人族被当作奴隶，在鞭笞下加固城墙，甚至城墙中隐隐有白骨显现，那是死去同族的骨骼被直接砌入墙体。他眼中燃着仇恨和怒火。江辰暗暗发誓，终有一日他要将这座血染的城墙击碎。忽然，一道高达丈许的身影压来，他身穿重甲，熊脸狰狞无比。人族，你是谁家的奴隶？没有腰牌不许进城。江辰本就杀意凛然，此时看着面前这头3阶黑熊妖，一股冰冷杀意瞬间释放。黑熊妖如坠地狱，几乎让他呼吸都凝滞。突然10数道身影围了上来，敢在仙鹤城闹事，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周围过往的妖族也凑了上来，敢在仙鹤城闹事，还是低贱的人族。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看到江辰被撕成碎肉吞入口中的景象了。秦子嫣拔出宝剑，真元流转，随时都要出手。突然一副诡异场景出现，10数位黑熊妖似乎被什么奇异力量禁锢，逐渐脱离地面。他们连哀嚎都做不到，只能从兽目中证明此时的痛苦。终于，一片血雾蒸腾，10几个3阶妖兵竟在这股力量中凭空消失。偌大的城楼下，一个堪称绝色的白衣少女悄然而立，她青丝高盘，杏眼琼鼻，容貌与秦子嫣有的一拼，只是眉目间多了几分妖媚，外表既与人族一样，只是耳后和臂弯上的白羽才显示出她的身份。周围妖族已经满眼惊异，在仙鹤城中竟然公然杀死守门妖卫，即便是妖尊，怕也要受到责罚。可是一个颤抖的声音已经认出了她的身份，是妖皇殿下的白玉家公主。这一句话引起一片哗然，妖界等级森严，很多妖族几乎要软倒在地。呼啦啦，周围妖族跪倒一片，白玉家对周围跪倒在地战战兢兢的妖族视而不见，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一双美眸死死地盯着江辰，眼中泛着异彩，似乎要将眼前男人吃掉一般。江辰血气涌动，澎湃的力量时刻准备爆发，却看到白玉家柳眉轻扬，既然到了仙鹤城，为何不来找我？江辰不敢乱说话，身在仙鹤城，这女子身份定然非同寻常，说错一句话，恐怕万劫不复。他的手心都沁出了冷汗。突然间，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江辰面前，他满脸谄媚，
狼脸上挤出一个丑陋的笑容。大人，您驾临仙鹤城，乃是仙鹤城的头等大事，小妖斗胆将此事报告给公主，公主已等候您多日了。江晨气质出尘，此时彬彬有礼，更显得温文尔雅，散发出一种超凡气质。我不常来仙鹤城，自然想多走走看看，一路游山玩水，倒是耽误了时机。白玉家平日里见到的妖族天骄，大都是面貌丑陋，奇形怪状，哪里见过这等出众的青年天骄？娇声道：姬轩哥哥，玉家已经为您安排好了住处，就在公主府旁边，以后咱们大婚后就住在那座府邸。江澄和煦如春风的面容一愣，大婚？什么玩意？却见天空鸾鸟飞过，一座足有数十丈的车架降落，这鸾鸟气息强大，竟然已经5阶，双翼张开，若垂天之云，遮盖了整条街道。街道上无数妖族跪伏在地，不敢妄动。这是仙鹤妖皇的属地，生杀予夺，一念之间，在这里他与神明无异。江晨踏上云梯，秦子嫣刚想跟上，却被白玉家叫住，区区人族也敢上本宫的座驾？江晨回头温和一笑，他是我的剑士，亦是人族天骄，我曾在战场上斩杀人族强者无数，见他机灵，便留在身边，与我形影不离。白玉家充满敌意地看着秦子嫣，这才发现这人族少女虽戴着面纱，可气质容貌竟然不在自己之下，而且气息浑厚，道义氤氲，此女定然是江晨的女宠，日后有机会必要将此女除掉。他压制住怒火，露出一道温柔笑容，既然轩哥哥说了，那玉家就破一回例。白虎妖皇幼子降临，这个消息几乎瞬间传遍了仙鹤城。前些日子刚听说仙鹤城第一美女白玉家与白虎妖皇幼子姬宣定下婚约，多少妖族天骄捶胸顿足，寻死觅活，有爱慕白玉家容貌的，也有希望通过婚姻一步登天的。没想到那姬宣不知使了什么妖法，几逾亿万里之地，2个月就到了仙鹤城。众多妖族天骄恨不得将陈轩生撕，以解心头之恨。府邸中，亭台楼阁，仙禽飞舞，如同瑶池。仙鹤一族本就是神兽后裔，向来以神禽自居，所住府邸亦是如此。而江晨再次刷新了对妖族的认知，仅仅一个府邸，竟如一座小城，院落足有数百，其中守卫就有近千，最弱的也是4阶妖兵。可是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轩哥哥，坐。江晨颔首微笑，刚要落座，就被眼前一幕惊骇。只见桌案之上，竟摆着一个人族头骨，其上雕刻花纹，一束百合插入其中，妖异无比。白玉家看到江晨呆滞的表情，眼中拂过一缕寒芒。